大哥，只用破竹席裹着这个女人的尸体下葬，会不会有些不厚道啊？老二，咱家现在的情况根本没钱给这女人置办棺材呀。咱家猪棚里不是还有几块现成的旧木板吗？要不就用那几块木板给这个女人钉一口棺材，用木板钉的棺材总比破竹席来的好啊。两道陌生的男声猝不及防传入花如意的耳中，花如意浓密修长的睫毛在黑暗中轻轻动了动。他不是死了吗？被雷电劈死的，晴天一道霹雳落在了他的车头上。如果那样的情况还能生还，妖魔鬼怪渡劫肯定个个成功。可为什么他现在还能听到人说话？是谁这么可怜，死了连个棺材都没有，还要跟猪抢资源？宿主，女人，你快醒醒吧！你再不醒过来，那兄弟俩就要将你埋了。谁在说话？宿主又是谁啊？没等花如意多想，他忽然觉得脑子里一阵钝痛，接着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逐渐在他脑子里清晰起来。我了个大操！女人，淡定。这老赵家的拖油瓶虽然多了些，但个个憨厚老实、善良可爱。你的任务呢，是带着这一家老小发家致富。完成任务后，你就可以回到你原来的世界了。放心，你原来的那具身体啊，系统爸爸我帮你保住啦。我现在还能闻到自己身上有股子大粪味儿。哎，忍一忍，过几天就没味儿了。诈尸了！这时，赵春来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忽然冲着身边的赵东升大喊：“大哥，现在该怎么办？”二娘啊，你活着的时候，我跟春来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你若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尽管跟我们说，我跟春来尽量完成你的心愿。你就安心的去吧，赶紧上路，免得误了投胎转世的期时。大儿子，二娘没死啊，快起来！东升是吧？我没死，不用去赶及时投胎了。兄弟俩都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没死？他们发现这个女人将这个女人从茅坑里捞起来的时候，这个女人的身体已经僵硬了。你们不信我没死啊？瞧那兄弟俩都是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花如意只好从破竹席上起身。我有体温有呼吸，死人是没有体温跟呼吸的。二娘，冤有头债有主，是你自己起夜，一脚踩滑掉进茅坑里的，不关我跟大哥的事啊！都说自己没死了，这熊孩子咋就不相信呢？花如意懒得再解释，直接对着赵春来伸出了自己的手。有体温，大哥，真的有体温。哎，你真的没死？昨个早晨我跟春来将你从茅坑里捞起时，你的身体分明已经僵硬了，你的眼睛、鼻子、嘴巴跟耳朵里全是粪渣子。花如意好不容易才忽略掉自己现在这具身体是从茅坑里打捞起来的。这孩子咋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那叫假死，叫龟歇。花如意胃里着实难受，当着两个便宜儿子的面，抱着肚子呕了一堆污秽物出来，累得气喘吁吁的解释：一些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进入假死状态，这种假死状态就叫做归西。危险解除一段时间后，人就会苏醒过来。好在我赶在你们两兄弟将我下葬之前醒了过来，不然我就被你们兄弟俩给活埋了。老二，既然二娘已经醒过来了，你现在就去山神庙将你大嫂跟巧莲他们接回来。东升，春来，以前都是我没想明白，犯了浑，闹得这个家鸡犬不宁的。听赵东升那沉闷的语气，花如意就知道他借这具身体苏醒过来，让这个男人心里忐忑难安了。
既然我已经嫁进了你们老赵家，那我花如意就是你们老赵家的人了。从今儿个起，我洗心革面，好好做人，一定不再为难慧娘跟巧莲，善待你们兄妹3人跟几个孩子。如果我做不到，那就让我吃饭被噎死，喝水被呛死。哎，那山神庙年久失修，不避风不避雨，巧莲有孕在身，赶紧去将巧莲接回来。二娘，你刚醒过来，身子骨怕是还有些不适，不如回屋歇着吧。啊，绿蛋，你出来，我怎么感觉头重脚轻的，灵魂要出窍了似的。啊，是不是这具身体在茅坑里泡久了，出了问题啊？女人，请叫我系统爸爸，谢谢。绿蛋，什么鬼名字？不是绿蛋，是驴蛋。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适合你，以后我就叫你驴蛋了。反对无效，请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谢谢。啊，臭女人，你别忘了，我们俩现在是被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若是完成不了任务，你也别想好过。亲，你这是借尸还魂，你刚苏醒，这具身体对你的魂魄还有所排斥，是正常现象，过几天就好了。二娘，我送你回屋吧。多谢。不用客气。花如意随口一句多谢，让赵东升一边搀扶他进屋。恭喜宿主给赵东升留下了好印象，获得10经验币。花如意心头有些暗暗欢喜，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10个经验币。按这势头发展下去，他岂不是很快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哼，无知的女人，才赚了10个经验币就高兴成这样。10个经验币，那也是币。哼，这种赚钱的快乐，你作为一只蛋，不懂很正常。对了，绿蛋，你还没告诉我，这经验币有什么用啊？经验币当然是用来购买东西的。等你手里有了足够的经验币，你就可以进入系统自带的商城，用经验币从商城里购买东西。有了这个系统自带的商城，加上他之前所学的医术跟厨艺，在这个世界帮助老赵一家发家致富，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女人，你先别激动，你想要进入系统商城，首先要得到开启商城的钥匙。你现在获得的这点经验币，连购买商城钥匙都不够。任务刚刚开始，女人你还需努力哦。获取商城的钥匙需要多少经验币？不多，也就1000经验币而已。被赵东升搀扶进屋之后，四肢往硬板床上一瘫，标准的躺尸状态。二娘，你在屋里好好休息，我去收拾一下堂屋。去忙你的吧。李蛋，咱们能不能重来一次，换一家再做任务？不当请求，扣除20经验币。温馨提示，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扣20。女人，不要如此垂头丧气嘛！你要相信自己有拯救这个贫困家庭的能力，将一个一贫如洗、满是拖油瓶的家庭打造成为南阳郡首富，乃至整个大周的首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牛逼、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老娘心情不好，不想跟一只蛋废话，你可以圆润的消失了。罗慧良、李巧莲妯娌俩跟着赵春来回来，恰好撞见花如意抱着肚子一头扎进茅房。大嫂，刚才冲进茅房的可是二娘。可不就是二娘吗？罗氏、李氏妯娌俩的对话，让一旁的三妹赵秋菊跟3个孩子害怕的齐齐打了哆嗦。娘，那个女人不是掉进茅坑里淹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哼哼，
真是好人命不长，坏人命长久。以后我跟俊哥碰壁，又要被那个坏女人欺负了。哭啥哭？你二奶活过来了，咱们应该感到高兴。二奶。俊哥、鹏哥、甜姐乖。俊哥、鹏哥是老大房的，甜姐儿是老二房的。俊哥、鹏哥、甜姐儿，以后能不能管我叫二奶奶，多加一个奶字呢？二奶奶，我知道错了，别打我。一股热乎乎的尿骚味飘进花如意的鼻子里。花如意低头瞧去，发现鹏哥身上穿的卡其色裤子的裤裆湿了好大一片。你这孩子，二奶奶没打你也没骂你，怎么就哭上了？鹏哥尿裤子了，老二家的，你带鹏哥先换条裤子吧。嘱咐了李氏一句后，就转身朝着自己那屋走去。鹏哥，可是你二奶又吼你了。三婶，二奶她没吼我。娘，二奶没吼我们，也没骂我们。二奶只对我们说，以后要管她叫二奶奶。而且二奶她刚才用了很慈祥的语气跟我们说话。两个孩子都这么说，那定不是那个女人欺负了鹏哥。李氏一边牵起赵鹏去换下尿骚裤，一边朝正屋方向瞅了一眼。难道真如孩子他爹说的那样，那个女人掉了一丝茅坑后，性子转好了？恭喜宿主，获得了李巧莲的好感度，奖励10个经验币。花如意翻了个身，侧躺在木板床上，一脸无趣地叹了口气。女人别唉声叹气，10个经验币也是币呀。收入了这10个经验币，至少你现在的财富值不是负数了，你应该感到高兴。就老赵家眼下的经济状况来看，今儿晚上应当没什么像样的吃食。不如驴蛋，你牺牲一下自己。花如意忽然打起精神，从硬板床上起身。你是想被做成香煎荷包蛋呢，还是想被做成水煮荷包蛋，又或者是蒸蛋羹？你放心，凭我的厨艺呢，一定将你这只胖蛋做得香喷喷的。臭女人，你敢？我可是你系统爸爸。好饿呀。二娘，你醒了吗？感觉好些了吗？我跟大嫂已经将晚饭烧好了，你若是感觉好些了，就起床吃饭。吃饭。二娘，我起来了。迟迟得不到花如意的回应，三妹赵秋菊有些担心，于是推门进来。二娘。花如意将床前洗得泛了白的布鞋套在脚上后，才直起身来打量着眼前的女子。二娘，你怎么这么盯着我呀？秋菊啊，别紧张，就是忽然觉得你的身材挺好的，忍不住多看了2眼。经过赵秋菊时，伸手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拍。别因为脸上那块红斑就自惭形秽。你到现在还没嫁出去，那是因为缘分还没到。嘲笑你的人，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你的好。总有一天，欣赏你的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的。因为那块红斑，平时没少被村里人取笑，甚至还被人宣扬是榆树村第一丑女。原主则是榆树村第一悍女，名声响彻10里8村的那种。加上长了一双大脚，30岁高龄毫无行情。最后花家那俩老不死的，为了点彩礼，将原主嫁给了赵老头冲喜。二娘，姑奶奶，我既没打你也没骂你，你哭啥呀？别哭了，你若是不喜欢听我刚才那番话，就当我没说过。二娘，谢谢你。
喜宿主成功开导了赵秋菊，获得50经验币。哎呀，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晚饭不是做好了吗？走吧，我肚子早饿了。哐当当，赵东升坐在灶堂前，手里拿着火钳，正打算将灶堂里未燃烧殆尽的木柴夹出来。猝不及防，看见花如意揽着赵秋菊的肩膀走进来，惊得他手里的火钳哐当当一声掉在了地上，险些砸在了他脚上。大嫂，三妹跟二娘的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啊。东升，你都30多岁的人了，怎么做事情还那么毛毛躁躁的？这火钳可是毛铁铸造的，可不轻，砸到脚背上可有的疼。哎，都愣愣的盯着我干嘛呀？赶紧坐下吃饭吧。花如意吆喝一声，只有赵东升兄弟俩坐了下来。3个女人跟3个孩子则是端着碗，默不作声的站在桌旁。有你们几个的座位啊，怎么还站着？妇道人家跟小孩是不可以上桌吃饭的，这是规矩。啪！赵东升话落，花如意啪的一声将筷子拍在破木桌上。妇道人家跟小孩不能上桌，这是谁说的屁话啊？没有我们这些妇道人家，能有你们这些大男人啊？你们这些大男人生下来就这么大了？二娘，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一定是你们记错了。都坐下吧，站着吃多累啊！何况巧莲还怀着孩子呢。女人怀孕期间食欲不佳，情绪容易激动。老二啊，你要心疼你媳妇儿啊！二娘，哭哭啼啼的做啥？二娘让你坐下来吃，你坐下来吃便是了。你个混小子，才让你要心疼媳妇儿！我这话刚说完，你就当着我的面吼你媳妇儿啊！花如意端着继母的架子就瞪了赵春兰一眼。小莲，别理会你男人，到我身边来坐。恭喜宿主感动李巧莲，获得50经验币。温馨提示：获取系统商城钥匙需要1000经验币。宿主您现在的财富总额是100经验币，还差900经验币可兑换系统商城钥匙，请宿主再接再厉。傻叉系统，不说后面那句话要死啊！言语不当，扣除20经验币。这是一个文明的系统，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操！言语不当，扣除20经验币。这是一个文明的系统，请宿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财富值好不容易才达到100，一下子就扣了40。花如意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一巴掌拍在了破木桌上。二娘，你吃蛋羹，我们吃野菜。以为他刚才拍那一巴掌是不满意伙食，罗氏生怕他闹起来，忙不迭将桌上唯一的一碗蛋羹端到了他的面前。老大家的，秋菊，今天下午你们有啥打算？我跟秋菊准备带上3个孩子，继续去豺狼岭挖苦蒿。我们今儿早上去的那地方啊，苦蒿跟蛤蟆草还挺多的，没挖完，趁着没人发现那地儿，赶紧去挖了回来，晒成菜干。二娘，你身体不舒服，就待在家里好生歇着，有什么事儿就叫巧莲帮忙，只要不是体力活，巧莲都能做。总躺在家里不是个事儿啊！不歇了，我感觉今儿个身上比昨天舒服多了，跟你们几个一起上豺狼岭去转悠一圈。妹婿，巧莲，你们2口子在家吗？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一屋子几个女人跟孩子，除了花如意，全部脸色大变。怎么了？哟，原来惠娘跟巧莲在家啊！哼，这么早就吃过早饭了呀？今儿早上吃的啥？那妇人刚跨过门槛，就伸长了脖子，拉长了目光，使劲往老赵家的铁锅里瞅。这又尖又细的声音让花如意禁不住皱起了眉头。李二狗，男，32岁，
李巧莲娘家二哥，嗜赌成性，好吃懒做，脾气暴躁。张大花，女，29岁，李巧莲娘家二嫂，尖酸刻薄，喜欢嚼舌根，爱贪小便宜。女人，这夫妇俩可是有些彪悍的啊！你现在身子柔弱，得当心一些。我俩现在是被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今儿个若是被这夫妇俩弄死了，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驴蛋，你自己看着办吧。啊！你这个坏女人！哼！哼，我若是不坏，就只有被你欺负。行了，若待会儿这夫妇俩太过分，你应付不过来，我帮你就是了。挣钱给狗花，挣钱给狗花，放上班帮牛马，下班遛狗啊！哦，二哥二嫂，你们咋来了？巧莲，你这是说的什么混话呀？哼，这大早上的，我跟你哥赶了3里路过来，这进了你家，你不给我俩喝一口水也就罢了，还问我俩咋来了？哼，果然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若是不想我跟你二哥来，你就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以后不来你家了。亲家二嫂，亲家二哥，巧莲没这个意思，两位消消气啊。秋菊，碗柜里还有点茶叶，你赶紧给亲家二哥二嫂泡茶。亲家二哥，亲家二嫂，可有吃过早饭了？哼，这么早赶过来，哪有吃啊？那我这就给亲家二哥二嫂烧早饭。巧莲啊，家里最近日子过得有些紧，你跟春来手头宽裕，借些粮食给我们应付应付眼下的日子。二哥二嫂，我家去年借你们的50斤苞米，你们现在还没还呢，还有前年、大前年借的粮食你们也没还，眼下我跟春来实在没粮食借你们了。李氏摸了摸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再扫一眼身边3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果断拒绝了张氏借粮的要求。我家院子里晒的全是野菜，二哥二嫂方才从院子里路过，应该瞧见了。眼下这青黄不接的时节，我家也短缺粮食的紧，菌根、棚根跟甜碱每天都吃不饱，每天早上都是被饿醒的。3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吃不饱可不行啊。哎呀，还请二哥二嫂可怜可怜3个孩子，将这几年借的粮食都归还了。李巧莲，你别忘了，你是吃咱家老李家的粮食长大的，别刚嫁到老赵家没几年就忘了本了。哼，咱老李家养了你10几年了，将那10几年的粮食堆起来，都能将你活埋了。哼，我跟你二哥问你借点粮食怎么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傻欠刀的。二舅母，你别骂我娘，我娘肚子里还怀着小弟弟呢。呸！就你娘这肚子，生出来的全是赔钱货。娘家的。李氏倒在地上，感觉身下软绵绵的，摔得没有想象中那么疼。二娘，你没事吧？我现在没事儿。老二家的，你再压我身上一会儿，没准我就要驾鹤西去了。罗氏3个孩子以及找到茶叶赶回厨房泡茶的赵秋菊，慌忙将李氏从花如意的身上拉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大伯娘，是二舅跟二舅母管我娘要粮食，我娘说咱家没粮食，二舅母就生气推倒了我娘。好在二奶奶给我娘做了肉垫，不然我娘跟我弟弟就出事了。二娘，爹去了，现在你是这家里的长辈，今儿这件事要怎么处理，你来拿主意。老大家的，将你手里的粮食放下，晚上往野菜糊糊里多加几两苞米面。3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巧莲大着肚子都需要营养。至于那些猪狗不如的东西，不配吃咱们家的饭。是，二娘。花如意一声吩咐，她立马将准备做给李二狗夫妇俩吃的苞米面搁进了碗柜里。姓花的，你骂谁猪狗不如呢？我又没指名道姓的骂，谁接话谁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啊！李二狗，这姓花的寡妇欺负我，你没瞅见吗？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
花如意刚掉过茅坑，身子骨还没恢复，生怕花如意在李二狗手里吃亏。罗氏走来，伸手就拿起了灶台上的锅铲，握着锅铲，一脸防备的挡在花如意的面前。亲家二哥，亲家二嫂，我二娘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巧莲又大着肚子，他们俩现在都受不得刺激。你们若是继续不依不饶，可就不要怪我没拿你们当亲戚待了啊！老大家的，你觉得对牛弹琴有用吗？将你手里的锅铲给我，你跟秋去看好老二家跟3个孩子。花如意接过锅铲，握着锅铲的手一扬一落，锅铲的铲子就重重地落在了张氏的屁股上。李二狗在一旁看傻眼了，没等他回过神来，花如意手里的锅铲就朝着他屁股落了下来。老娘泼辣蛮横在10里8村是出了名的，可不是浪得虚名。就算老娘在茅坑里泡了半宿，身子骨现在还没好利索，对付你们夫妇俩，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哼，我们老赵家可不是你们夫妇俩撒野的地方，你们夫妇俩要么自己圆润的滚出去，要么我用这把锅铲将你们夫妇俩打残了丢出去，你们自己选。花如意话音刚落，李二狗转身撒腿就往外跑，速度快的跟踩了风火轮似的。李二狗，你这个怂货，你这个没本事的窝囊废，不要丢下老娘，等等老娘啊！二奶奶，你可真厉害！我二舅跟二舅母在杨树村那可是1顶1的霸道，很少在人手里吃亏。你竟然能将我二舅跟二舅母吓得屁滚尿流的离开！金哥，赶紧扶二奶奶一下。赵俊忙不迭，伸手将她扶住，紧张地询问：“二奶奶，你咋的了？”腿有些发软，扶我到桌子旁坐会儿。花如意坐下后，心里有些后怕。她现在3魂7魄未定，又接连吃了3天的野菜，身上哪有多少力气啊？就刚才拿锅铲揍李二狗夫妇那2下，几乎将他吃奶的力气都给使出来了。二娘，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一起受这罪。哭什么哭啊？我还没死呢！别动不动就流泪，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好。恭喜宿主成功搭救李巧莲跟李巧莲肚子里的胎儿，获得经验币500。恭喜宿主撵走李二狗夫妇，成功解除老赵家的危机，获得经验币200。赚了700经验币，人肉垫子没白做，加上之前赚的那些经验币，差不多有900经验币了。再赚100就能获取系统商城的钥匙了。花如意默默算了算账后，激动地拍桌子站起：“二娘，你腿不软了？”“不软了，不软了。时候不早了，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上豺狼岭挖野菜。”“后娘，老二家的还好吗？”“巧莲，二哥二嫂今天来干嘛的？你跟孩子没挨他俩欺负吧？”“我跟孩子都好着呢。二哥二嫂今儿个是来咱家借粮的，我没借，二哥二嫂就恼了，我被二嫂推了一下，好在有二娘在。哼，今儿若不是二娘躺地上当了我的肉垫，我跟孩子恐怕就……”李氏话落，赵春来走到花如意面前，扑通就跪了下去：“二娘，今天你救了巧莲跟孩子，以后你就是我亲娘，我就是你亲儿子。娘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被巧莲压了一下，身上还痛不？可需要找郎中。”“老二，还是继续管我叫二娘吧。既然我已经是你们老赵家的一员，巧莲有难，我出手救巧莲是应当的。哎呀，你不用如此放在心上。你改口管我叫娘，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亲娘吗？你亲娘在天之灵，若是知道你认了其他女人做娘，心里得有多难过啊？”“好像是有些对不起死去的老娘。”“是吧？以后还是管我叫二娘吧。”“二娘，我发现啊，你自从掉了茅坑苏醒后，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赵春来的目光忽然绕过了花如意，朝着一旁李氏高高隆起的肚子瞧了去。“巧莲这一胎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二娘，你可瞧得出来？”
老二，你希望巧莲这一胎生儿子还是闺女？我当然希望巧莲这一胎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老赵家延续香。赵春来话还没说完，一只耳朵就被人拧在了手里。痛！二娘，你快放手！二娘，老二又没犯错，你拧老二的耳朵做什么呀？这个家好不容易才其乐融融了2、3天，罗氏生怕花如意跟赵春来吵起来，忙不迭开口劝和。哎呀，就算老二说了什么话，惹了你不高兴，咱也松开手，好好说啊！二娘，成不？看在罗氏的面子上，花如意松开了手。赵春来呀，赵春来，你媳妇大着肚子，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你不想着弄点好吃的给你媳妇补补身子，净瞎琢磨你媳妇肚子里怀的是男球还是女球？哼，是你们老赵家有皇位要继承啊，非得让你媳妇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没皇位继承。既然没有皇位要继承，那就别要求你媳妇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二娘不愧是享有榆树村第一悍妇名声的女人，这掉了一次茅坑后懂了道理，性格变好了，但这训人的跋扈气势比以前高涨了不少。二娘，你别骂了，我也没说我不喜欢闺女啊。大哥俩儿子，我就是羡慕大哥，也希望巧莲能够给我生个儿子。如果巧莲这一胎生的是闺女，我一样喜欢。赵春来这句话让李氏心里踏实了。自从怀孕，她就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这一胎再生个闺女，惹怒赵春来，被赵春来休弃。二娘，春来对甜甜很好，我相信春来。哎呀，你让春来起来吧。还不快起来？腿跪麻了，需要你媳妇搀扶你起来吗？不用。恭喜宿主解开了李巧莲的心结，获得500经验币。宿主，您现在的经验币总额是1410，可选择使用1000经验币兑换系统商城钥匙，请问宿主是否兑换？兑换。需要兑换，请按是。驴蛋，你赶紧圆润的给我滚出来！女人，你是更年期提前了吗？火气这么大！送我回原来的世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将我送回去。大晴天的，怎么会电闪雷鸣？那天那道雷电肯定跟眼前这货有关系，是眼前这货害他绑定了这古怪的系统，将他送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花如意被高昂的物价刺激的伸手拽住驴蛋的一只翅膀，从他那毛茸茸的翅膀上拔下了一根羽毛。哎呀！上当了！臭女人，你松手啊！女人，就算我现在拼尽全力送你回原来的世界，你也活不了。你的那具身体被雷电击中，受损严重，需要在寒运洞中将养3、4年，受损的地方才能得到修复呢。花如意这才泄气，又认命的松开了手里毛茸茸的东西。一碗蛋炒饭700经验币，一碗阳春面700经验币，一份3鲜饺子1200经验币。老娘辛辛苦苦挣了3天经验币，还不够买一碗饺子。这破烂系统商城将物价定得如此高，蠢蛋，你觉得合适吗？辱骂系统扣除经验币20。提醒宿主，这是一个文明的世界，请宿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文明行事。花如意翻了个白眼，一脸破罐子破摔的表情。扣吧扣吧，反正剩下的那点经验币连买一碗阳春面都不够。哎呀，系统商城里卖的是功能吃食，所以价格比较昂贵。普通的一碗扬州炒饭只能给人提供半天的能量，系统商城售卖的扬州炒饭一碗相当于普通的3碗，一碗能给人提供1天半的能量。花如意心里这才稍微好受一些，她有些颓废的从系统商城退了出来，再动作颓废的将新手大礼包打开。这新手大礼包好有分量，女人你赚大嘞！
手术工具、定魂丸、纳戒，系统赠送的这3件东西都很适合你。哎，蠢蛋，给我说说定魂丸跟纳戒的作用。定魂丸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稳定3魂7魄的。女人，你的灵魂跟这具身体尚未彻底契合，导致你现在身体虚弱，容易头晕眼花、疲倦无力。只要服下这颗定魂丸，你的身体就能恢复了。至于这枚纳戒嘛，它是一个储物空间，这种储物空间比你原先那个世界的保险柜还要安全。你只要用你的一滴血将这枚纳戒激活，这枚纳戒就会认你为主。以后你将东西存入这枚纳戒之中，除了你本人，任何人都无法将东西取出来。听你这么说，这2件倒真是好东西啊。花如意先拿了那枚定魂丸含进嘴里，蓝色的药丸子入口即化，旋即一股清凉的药香味在他嘴里蔓延。女人，感觉怎么样？感觉棒极了。接着他咬破自己左手食指的指腹，一滴血珠掉落，不偏不倚地滴在那枚纳戒之上。纳戒的界面吸收了花如意的血之后，发出了一点淡淡的红光。激活成功！女人，这枚纳戒已经认你为主啦。旋即就将那套手术用具装入了纳戒之中。好了，家里没啥事了，老大老二，你们回地里继续干活吧。秋菊，你二嫂身子不方便，你留在家里照顾你二嫂，我跟你大嫂带着3个孩子上山摘野菜就行了。二娘，我能照顾好自己，让秋菊跟你们一起去吧。眼下苞米正在抽穗，隔3差5的下雨，我有些担心今年的收成，还是趁着地头山上现在有野菜，多挖些野菜回来囤着，免得粮食真的短缺了，全家人都饿肚子啊。二娘，就让秋菊跟你们一道去吧，我时不时回家看看巧莲。半个时辰后，花如意就在老赵家大大小小5口人的带领之下，出现在了豺狼里。二娘，咱们就在这里挖野菜了，再往前就是深山老林了，可不能去啊。花如意歇了口气，正打算迈腿继续往前，就被罗氏焦急地叫住了。哎，深山老林里有豺狼，就咱们几个女流之辈跟小孩进去有危险呐。3年前闹饥荒，地头山里的野菜都被挖光了，隔壁村有个半大的小子饿极了，独自跑进深山老林里打猎，结果3天3夜了都没回家，找到人的时候，尸体都被豺狼啃得只剩下了一半。听罗氏说着，忙不迭地将迈出去的腿收了回来。阿娘，这铁锹轻巧好用，你身子还没恢复好，用这个挖。秋菊，这铁锹你使吧，将你手里的镰刀给我就行了。哎，好啊。花如意握着镰刀，旋即对着旁边的赵俊招了招手。俊哥，将你手里的箩筐借我用一下。二奶奶，这箩筐待会儿要用来装野菜的。二奶奶就试一下，不会耽搁装野菜的。等罗氏姑嫂带着3个孩子去挖野菜后，花如意拿着镰刀去砍树枝。娘，咱们家是从山上挖野菜的，二奶奶砍树枝做什么？难道你二奶奶是担心家里没木柴时，准备砍些树枝回去烧？二奶奶，你怎么将咱们待会儿要吃的苞米糊糊到地上了？我晌午不吃就是了，不会少了俊哥你的。二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咱们家现在没啥粮食。二奶奶，你将苞米糊糊撒地上太可惜了，我心疼。嗨，不可惜，二奶奶这是在布置陷阱抓野鸡山雀呢。抓到山鸡，咱们今晚就有一顿好肉吃了。二奶奶，这个陷阱真的能抓到山鸡吗？野鸡山雀都怕人，听到动静就不会来了。鹏哥想吃肉，就得安静一些。我不说话了。花如意蹲着身子，藏在一簇杂草后，手里拉着一根钩树皮，钩树皮的另一端被系在了支起箩筐的树枝上。驴的，你出来一下。
女人，你又有什么不会？帮一下忙，谢谢。驴蛋一阵眩晕，还没搞清楚眼下什么情况，就听到咯的一声尖叫。哎呦喂，你个仙人板板呀！我是你系统爸爸，你竟然惹我！哎呦喂，我的老腰，差点就被你这个狠心的女人给摔折了。花如意侧过脸，偷偷翻了个白眼儿，这货就是一只蛋，有腰吗？哼，别看不起蛋，蛋也是有腰的。好吧，你有腰，你的腰又圆润又漂亮。太好了，二奶奶抓到山鸡了，今晚有肉吃喽！二娘，这山鸡的爪子可尖锐了，你当心一些呀。没事儿，再厉害也只是一只山鸡。二娘，辛苦你了，为了给家里改善伙食，被蚊虫叮咬成这样。恭喜宿主加深了罗慧娘的好感度，奖励20经验币。不就是被蚊虫叮咬了几个红疙瘩吗？弄些苦蒿汁涂抹一下，今天晚上红疙瘩就能消了。眼下这个季节，无论是山上还是家里，蚊虫都成群结队。或许他可以带领老赵家几口人鼓捣一些驱蚊香包，弄去距离榆树村最近的兴田镇卖。老大家的，你偶尔会去兴田镇，有见过兴田镇的小商贩卖驱蚊香包吗？二娘，驱蚊香包是啥呀？哎呀，驱蚊香包呢，顾名思义就是可以驱赶蚊虫的香包。还有这等好东西？二娘，你懂得可真多。这玩意儿我听都没听说过呢，我只知道用蒲扇可以驱赶蚊虫。二娘，你怎么忽然提到了驱蚊香包啊？我对你们提驱蚊香包，当然是想做驱蚊香包啊。花如意将五花大绑的山鸡丢进箩筐里，顺手从地上扯了一根苦蒿，将苦蒿搁在鼻子前闻了闻，气味够浓，用来熏蚊虫，效果应该很好。做驱蚊香包的材料，咱们豺狼里应该都有。一是这苦蒿，二是金银花，三是薄荷。将这3种草药生晒晒干之后碾碎成末，按照比例灌入香囊之中，将香囊挂在身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薄荷的气味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花如意认真地说自己的想法，没注意身边的几个人已经被他的话惊呆了。老二家的怀着孩子，俊哥、鹏哥跟田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3顿野菜饭哪能成啊？我的意思是，趁山上地头还有货，咱们多弄些苦蒿、金银花跟薄荷草回去，晒干了做成驱蚊香包，拿去兴田镇卖，赚了钱用钱买米粮回家吃。二奶奶，你咋还懂医呀？我敢说，二奶奶你刚才说的那些，咱们村的赤脚医生都不知道。二奶奶假死的时候梦到了一位老神仙，是老神仙传授二奶奶这些东西的。二奶奶这么说，俊哥可相信？我相信。二奶奶，我也相信。我也相信二奶奶。真乖，真好骗。你们继续挖野菜，我在附近转转。二娘，让俊哥跟你一起去吧。虽然这里不是深山老林，但这个季节有蛇虫鼠蚁出没，万一被蛇咬了，一个人不方便求救。二奶奶，你想往哪边走？我拿镰刀走前面，为你开道，不让路边的刺藤茅草割伤你。走那边吧。刚才那只山鸡就是从那边的草丛里窜出来的。二奶奶，你在找什么呢？二奶奶在找鸡窝，俊哥跟二奶奶一起找吧。若是鸡窝里有鸡蛋，今儿晚上又可以蒸蛋羹了。二奶奶，你瞧，那簇草丛中间有个大圆坑，会不会是那只山鸡住的窝？还是俊哥眼神好。几只毛茸茸的花斑鸡仔出现在了花如意的视线里。二奶奶，是小鸡仔。二奶奶，这些小鸡仔还小，吃不得，咱们要将这些小鸡仔带回家吗？当然要带回去。花如意上前2步，弯下腰，直接将鸡窝都给端了起来。有鸡窝在，小鸡仔有安全感，也不怎么扑腾。咱们将这窝小鸡带回去养大，公的杀了吃肉，
母的留着下蛋，再有3个月左右，你二婶就要生了，正好可以给你二婶补身子。二奶奶，可是咱们家没有粮食喂小鸡呀。那咱们家里的那2只鸡现在喂的啥？喂的野菜。可是不能给小鸡仔喂野菜。不能喂野菜，那就去地头里挖蚯蚓喂给小鸡吃。花如意虽然没有养过鸡，但是知道乡下有些农户养鸡会时不时的挖蚯蚓给鸡吃。将蚯蚓分割成一段一段的给小鸡吃，应该能行。这个主意不错，不愧是我的二奶奶。二奶奶，山路不好走，你将鸡窝给我吧，我来端着，你只走路就行了。你还是个孩子，自己都走不稳呢，还是二奶奶自个儿端着鸡窝。我是小孩子，摔了跤不疼，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就行了。二奶奶，你别碰那些蘑菇。二奶奶就摘几朵蘑菇而已，俊哥这么紧张做什么？二奶奶，这些蘑菇是有毒的。去年村里的一头牛上豺狼岭吃草，不小心吃到了蘑菇，回去后不到1天就死掉了。放心吧，这些蘑菇没毒。二奶奶，你怎么知道这些蘑菇没有毒啊？毒蘑菇呢，大多颜色鲜艳，菌散有斑点，气味刺鼻难闻，不长虫子。咱们眼前这些蘑菇，颜色跟枯黄腐烂的树叶差不多，散发着一阵阵清香。有些蘑菇上还长了虫眼，肯定不是毒蘑菇。二奶奶，你真厉害，连这些都知道。咱们将这些蘑菇捡回去，清洗干净了，跟那只鸡一起炖。哎呀，野蘑菇炖山鸡，又是山珍又是野味，味道一定很鲜美。二奶奶，听你说的太美味了，我没忍住。咱们家现在伙食不好，馋肉很正常。二奶奶又没笑话你，这么害羞做什么？一会儿功夫，花如意就摘了不少，被子都包不住了，这才起身跟赵俊说道：俊哥，咱们今儿就摘那么多，赶明儿咱们带了背篓上山，再多摘些回家。两人一人抱着山鸡窝，一人拎着蘑菇，沿着来时的路走了1刻多钟，回到了罗氏几个挖野菜的地方。娘、小姑、俊弟、甜妹，我跟二奶奶带了好东西回来。哇，是小鸡仔！哈哈，娘、小姑，大哥跟二奶奶抓了小鸡仔回来，哈哈，好可爱的小鸡仔呀！二奶奶、大哥，你们在什么地方抓的这些小鸡仔啊？就在前面不远的那片林子里抓的，想来应该是咱们刚才套的那只母鸡孵的。母鸡咱们今晚就杀了炖汤吃肉，这群小鸡仔咱们就带回家养起来。二娘，将这么多小鸡仔带回家，拿啥喂呀？娘，二奶奶说了，挖蚯蚓喂小鸡，地头泥巴里应该有很多蚯蚓。大伯娘，以后我跟大哥一起挖蚯蚓喂小鸡。哎，还有我，我跟大哥田姐一起挖泥鳅喂小鸡。那就辛苦俊哥、田姐跟鹏哥了。死丫头，你掉进茅坑里没淹死？昨儿个你咋不回家看看你爹呀？下了山进了村，花如意一边正琢磨事情，一边跟着罗氏妯娌俩往回走。你爹受凉染了风寒，昨儿晚上咳了半宿才睡着。你这死丫头啊，一点都不惦记着娘家，真是白养了你这些年。亲家姥姥吃晚饭了吗？哼，还没呢，生了这么个没心没肺的玩意儿，气都气饱了。梅干菜，46岁，重男轻女，尖酸刻薄。宿主，这个女人是你娘。死丫头，你爹都快渴死了，你还笑得出来？哎，你还有没有良心了呀？这不是还没死吗？渴死了再通知我，好歹生了我一场，我应该去吊唁一番。你个混账玩意儿，看老娘今不打死你！别打我二奶奶，我二奶奶在粪坑里受了凉，身子骨还没有恢复呢。赵鹏、赵甜甜紧跟着冲到了花如意的面前，学赵俊的模样，将手臂张开。哼，你们3个兔崽子，给我滚一边去！否则老娘连你们3个兔崽子一块收！你敢？姓梅的，要是俊哥、田姐、鹏哥少一根头发，我保证去你们花家，将你那2个宝贝哥的孙子抓起抽几个大嘴巴子。哎呦喂，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玩意儿啊！
宝哥跟成哥可是你的亲侄儿啊！你竟然为了老赵家的3个兔崽子，要打自家的亲侄儿！哎呦，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坏心肠的玩意儿啊！哎呦，嗷的嚎丧嘛啊！你男人没死，都被你这急嗓子给嚎死了。梅氏刚嗷嗷的喊了几嗓子，就被他不耐烦的打断了。二奶奶没事儿，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不该你们小孩子插手。俊哥，你年纪最大最懂事，赶紧带着弟弟妹妹离开。花如意话落，罗氏忙不迭的给赵秋菊使了个眼色。赵秋菊慌忙将3个孩子拉到了旁边。亲家姥姥，俊哥没说谎，二娘她在茅坑里泡了半宿，受了凉，醒来之后啊，在床上躺了2天，今儿个身子骨才稍微利索些。亲家老爷病了，二娘她并不知情。念着花家是花如意的娘家，罗氏一咬牙，接着说道：二娘身子不适，不方便四处走动，明儿个一早我跟东升去看望。看什么看啊？你两手空空去看人，人欢迎你吗？咱们家可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你霍霍。瞧瞧我那3个大孙儿，个个面黄肌瘦的。你千万别气晕过去，你要是气晕过去了，我可不会将你扛回老花家的。哎呦，我怎么生了这么个黑心黑肝黑肠子的玩意儿啊！哎呀，我不活了！让梅氏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将村里的人引来，对花如意的名声总归是不好的。罗氏寻思了一下，正打算伸手去将梅氏扶起来。老大家的，干啥呢你？我将亲家姥姥扶起来，将村里的人引来了，对二娘你的名声不好啊。他自己一屁股坐下去的，扶啥扶？你不怕被碰瓷儿，我还怕被碰瓷儿呢。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有，还能嫁给你那死鬼公公做继室？瞥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梅氏一眼。青梅的，你要是真想死，那村口有棵歪脖子树，将你的裤腰带一解，挂上去就行了。梅氏的哭声戛然而止，瞪大一双泛黄的老眼，表情傻了吧唧的将花如意瞧着。你们妯娌俩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回家烧饭？想饿死我吗？罗氏妯娌俩这才从傻愣中回过神来，赶忙叫上3个孩子去追花如意的脚步。二娘，你刚才那样说，万一亲家姥姥想不过味儿，真的跑去村口那棵歪脖子榆树下解开裤腰带上吊了怎么办呢？哼，那老不死的，若真敢去村口歪脖子树上上吊，天上怕是要下红雨了。哼，那老不死的就是想用死威胁我，拿捏我，好让我多给老花家送些东西。二娘，你以前不是挺向着娘家的吗？以前是我傻，老花家那俩老不死的将我卖了，我还笑眯眯的给那两老不死的数钱。以后不会了，以后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会再像以前一样，隔三差五的将老赵家的东西往老花家搬。进了院子，罗氏将装满苦蒿的箩筐往院子里一搁，就拎着那只山鸡大步朝厨房走去。大嫂，你今儿在豺狼岭抓了只山鸡呀？我哪有这本事啊，是咱二娘用箩筐布置的陷阱套住的。娘，你握着菜刀都快半盏茶的时间了，咋还不动手呢？娘，你再不动手，天就要黑了，天黑了就不方便拔鸡毛了。鹏哥，别急呀，今晚上一准让你们吃上鸡肉。三妹，你会杀鸡吗？大嫂，我没杀过鸡啊，以前过年家里杀过几次鸡，但都是爹跟大哥杀的。那你赶紧去地头将你大哥叫回来。花如意蹲完坑，一脸恼火的从茅房里走出来，正好瞧见赵秋菊急吼吼的准备出门。嗨，老三，才回来，咋又急吼吼的出门了？去地头叫你大哥回来杀鸡。别去了。家里有缝衣服的针吗？啊，有。有就去拿来给我。
赵秋菊不知道花如意要针做什么，但还是按照花如意的嘱咐，转身进屋去取针。二娘，今个辛苦你了，你回屋歇着吧。晚饭烧好了，我让俊哥通知你。折腾了半天，鸡还是活的。等你将晚饭做好，会儿菜都凉了。将鸡给我，我来杀。凡事靠男人，没男人在身边的时候咋办？二娘教训的是。二娘，针拿来了，家里的针有些粗，可以吗？可以。花如意握着针的那只手在鸡脑袋上轻轻摸了2下，旋即将手里的针扎进了鸡脑袋里。原本闹腾的山鸡瞬间失去了活力，像根面条一样软趴趴的挂在花如意的手上。二娘，是鸡是死了还是睡着了呀？死了。花如意将针拔出，递给赵秋菊，顺便对着罗氏招了招手。老大家的，赶紧去拿着碗来，趁着这鸡刚死还是热乎的，将鸡血放出来。我这就去。罗氏很快将一只盛菜的大碗搁在了花如意的身边。花如意拿起菜刀，轻轻地往鸡脖子上一抹，鲜红热乎的鸡血流了出来。这鸡血腥味挺重的，吸着鸡血做什么？现在闻着是腥，一会儿煮熟了就不行了。好香呀！慧娘、秋菊，你们在煮啥呢？大哥，这好像是炖肉的味道呀！忽然闻到肉香味儿，兄弟俩跟仨孩子一样，没忍住吞了口水。哪儿来的肉？大嫂他们今天不是上豺狼岭了吗？或许是运气好，捡到了山鸡、野兔啥的。回来了，洗把手，准备吃饭了。二娘，今儿怎么是你烧饭？二娘身子骨好没好利索，姑娘、秋菊，你们俩怎么能让二娘烧饭？太不懂事了！吼啥吼？娶个媳妇儿回来是让你疼的，不是让你吼的。三妹，你也不能吼。哼，这个家若不是有几个女人操持着，你们兄弟俩能穿得上干净衣服，吃上热乎的？我年纪轻轻好胳膊好腿的，帮忙做饭怎么了？再骂你媳妇儿跟三妹，给我滚出去，别吃饭了。大哥，前儿个晚上我吼巧莲，才被二娘骂了一顿，你咋不记事啊？这次记住了。一会儿饭菜上桌，二娘，今天辛苦你了，吃个鸡腿。孩子他爹、二叔，你们下地辛苦了，这个鸡腿跟鸡翅根你们吃。3个孩子眼巴巴地将盆里最后一个鸡翅根盯着，都馋得流口水。鸡腿瘦肉多，塞牙缝，我不喜欢，给甜姐吃。花如意夹起碗里的鸡腿，搁进了赵甜甜面前的碗里，旋即扭头，目光在赵东升兄弟俩身上一扫。我也不喜欢吃鸡腿，鹏哥吃。大哥不喜欢吃鸡腿，我也不喜欢吃。俊哥，你吃吧。老儿媳妇需要营养，最后一个鸡翅根，老儿媳妇吃，吃血补血。老儿媳妇多吃些鸡血。啊，二娘，这鸡血真好吃，一点血腥味都没有。又嫩又滑，还跟生嫩豆腐似的。二娘，这盘肉是什么？嚼起来很劲道啊，很好吃。很有嚼劲，那应该是鸡肠子。咳什么咳？肠子里面的粪便被我洗得干干净净的，毒不死人。洗得再干净，可那也是鸡下水啊。瞧你那一脸难受的表情，难道这鸡下水比蒸苦蒿、煮蛤蟆草还难吃？二奶奶，我觉得还是鸡下水好吃。鸡下水是肉，吃了扛饿。吃蒸野菜，当时吃得饱饱的，没干一会儿活就饿了。哼，瞧瞧你二叔那矫情劲儿，还是咱们俊哥有见识。二娘，我错了还不行吗？请你老人家在孩子面前稍微给我点面子呀。老什么人家，咱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泥巴呢，以后再叫我老人家，我跟你急。
穿越喜当娘，孙儿3、4个，对她这个黄花大闺女来说已经够悲催的了，再天天被这一大家子人在耳根子边上喊她老人家，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二奶奶一点都不老。二奶奶跟我娘一样漂亮。还是田姐会说话。赵春来又有些无地自容，干脆低着头认真的扒饭。咱们这是不是不兴吃动物下水啊？二娘，咱们这是不兴吃动物下水。肝儿、腰子跟心子这些内脏还是有人吃的，但大肠、小肠、肚子这些是装粪便的，实在太脏了，很少有人吃。大肠、小肠、肚子收拾拾掇，可都是美味佳肴啊。真是暴殄天物。那咱们这杀了猪牛羊下水都是怎么处理的？耕牛有在官府登记，很少有人杀牛，但猪羊下水一般都是喂猫喂狗，丢河里喂鱼，或者挖个坑埋起来。花如意听得一阵心绞痛。二娘，你怎么了？没事，继续吃饭。二娘，这蘑菇真的能吃吗？赵东升从盆里夹起一片蘑菇，想起去年村里一头牛上山误食野蘑菇被毒死的事情，有些心颤颤的，鼓起勇气都不敢将蘑菇塞进嘴巴里。老二家的怀着孩子呢，这蘑菇若是有问题，可是……放心吃吧，这些是可食用蘑菇。咱们村的那头牛被毒死，是因为吃到了毒蘑菇。二娘，这野蘑菇味道真好。喜欢吃就多吃些，山上还有好些这种蘑菇。明儿个你们兄弟俩将地头的活放一放，跟我们一起上山捡蘑菇。二娘，苞米地里的杂草还没除完呢。咱家的麦苗长得不够好，今年的麦子收成可能不行。那几块地的苞米稍微好一些，今年下半年跟明年春上的口粮就全靠那几块苞米地了，得赶紧将地头的杂草除了，好让苞米棒子长粗壮一些。耽搁1-2天，对那几块苞米地没啥影响。种子不好，就算兄弟俩天天抱着那几块苞米地伺候，苞米棒子也不会长得很粗壮。山上的蘑菇已经长成了，若不赶紧捡回来，全都会烂在山上。你们兄弟俩腾出一天跟我们上山，多捡些蘑菇回来，吃不完的晒了搁着，冬天可以吃，或者拿去镇上卖，换些钱买粮食。二娘，这附近10里8乡的人都认为那些蘑菇有毒，能卖得出去吗？能不能卖出去，总要卖了才知道。这买卖还没开张呢，别净说些丧气话。赵春来说啥错啥，只好将嘴巴闭上，继续认真的扒饭。一大盆蘑菇炖鸡肉，再加上一大盆野菜苞米糊糊，这一顿饭，一大家子人可算吃得心满意足。恭喜宿主改善了老赵家的伙食，奖励500经验币。哟，大姐，在吃饭呢。咱爹现在在床上躺着，咱娘找你回家瞧瞧咱爹，被你堵在村中央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竟然还有心情吃饭？花如意听得眉头一皱，这一天到晚不是这个来找茬，就是那个来找茬，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哎，淡定淡定，若是日子好过，原主就不会被1两银子卖给老赵头冲洗了。看见你心情不好，你可以圆润的消失了。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又不是我当然有心情吃饭。至于姓梅的，那是他上赶子找嘛。既然他这么主动，我若不成全他，这就说不过去吧。花如海、唐青莲，给我站住！谁允许你们俩踏进我家的？没事在花如意这里没捞到好处，回去之后在花如海夫妇面前添油加醋的哭诉了一顿。看到你们俩我就烦，不想挨骂的赶紧圆润的滚蛋。如海，咱俩是不是走错门了呀？坐在那儿的是咱们大姐吗？大惊小怪啥？那个女人不是大姐还能是鬼吗？看来咱娘说的没错，大姐从茅坑里爬起来后变了性子，不好惹了。那咋办？哎呦，那咱还帮不帮娘讨回公道了？还管不管老赵家要东西了呀？
咱娘又没缺胳膊少腿，公道就不讨了。既然咱们已经来到了老赵家，哪有空着手回去的道理？东西还是得要的。哎呀，这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户户粮食都短缺，大姐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向着娘家了。咱管老赵家要东西，大姐能答应吗？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你们堵门口嘀咕啥呢？挡我家光线了。大姐，我的好大姐，你别生气啊！我跟青莲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嘿嘿，趁我还没抄家伙之前，你们夫妇俩赶紧滚蛋！花如意，你不就嫁了个死鬼老头吗？嚣张啥？老大家的，帮我把锅铲拿来。锅铲还没洗呢，娘，火钱可以不？可以，赶紧拿来。二奶奶，火钱来了。鹏哥真乖，都会帮二奶奶干活了。鹏哥，二奶奶要收拾坏人了，赶紧到一旁站着去，免得待会儿溅你一身血。好的，二奶奶。赵鹏屁颠屁颠走开后，花如意拿着火钳就对着花如海的屁股招呼：“我嫁死鬼老头，还不是被你们花家霍霍的？我没管你们老花家要那1两银子的卖身钱，已经对得起你们老花家了。还敢跑来管我要粮食？哼！我看你们是暗示日子过久了，皮子痒痒，想找个人给你们松松皮子吗？我用火钳给你做，滋味如何？花如意，你只是要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吗？你将老花家得罪了，就不怕以后受了欺负，没娘家人给你撑腰吗？二奶奶现在很好，我们才不会欺负二奶奶。二奶奶，我以后长大了孝顺您。二奶奶，我长大以后为你养老送终。我们赵家虽然没什么钱，但只要二娘拿我们当一家人，只要有我们兄弟俩一口吃的，绝对不会饿着二娘。若二娘将来碰到了喜欢的人，我跟大哥欢欢喜喜的送二娘出嫁。若二娘不愿意再嫁，我跟大哥就拿二娘当亲娘，养二娘一辈子，为二娘养老送终。听见了吗？托你们老花家的福，我现在有儿子有孙子，不用靠你们老花家了。想跟我花如意断绝关系是吧？好啊，择日不如撞日，咱们现在就去找村长，让村长帮忙做个见证，我花如意愿意跟你们老花家断绝关系，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你吃了我们老花家那么多年的粮食，想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啊？没门儿！见赵东升兄弟俩一左一右，像俩门神一样处在花如意的身边，花如海有些心颤颤，转身丢盔弃甲的往外逃。哎呦喂，我的老呀！哎呦，如海，你没事吧？你个傻了吧唧的娘们儿，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将我扶起来！娘，舅老爷的裤裆扯破了。哎呀，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哎，你们夫妇俩还是赶紧回去补裤裆吧，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哎呀，你这个笨女人！花如海责怪了唐氏一句，夹着双腿落荒而逃。唐氏一脸委屈的跟上。别愣着了，赶紧收拾收拾，洗漱干净，早点上床睡觉，明儿一早还得上豺狼岭呢。春来哥，你动作小点，二娘就是在隔壁呢，别将二娘吵醒了。二娘今儿晚上睡得早，这会儿应该已经睡着了。老二，你又在作死是不是？深更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花如意烦躁地抓了一下头皮，出门去隔壁敲门。隔壁屋吱呀吱呀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二娘，咋的了？你问我咋的，我倒想问问你在干什么。你媳妇怀山大肚的，身子骨又柔弱，你是想弄一尸两命好吃席吗？给我滚出来，堂屋里打地铺去。老二媳妇儿，你别由着你男人胡来，男人4、5几个月死不了，你现在怀山大肚的，若是有个什么好歹，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啊。穿上衣服，抱上了破被褥，开门出来。在门口碰到花如意，赵春来羞愧的恨不得将脑袋低到地里去。二娘，这么晚了，你咋还没睡呢？睡着了，被你吵醒了。花如意瞪了赵春来一眼，转身回屋。
在过门槛的时候，又扭头提醒了赵春来：“咱家生活条件不好，你媳妇儿跟孩子的情况都不是很好，妊娠期头3个月跟最后3个月都是关键。老二，你就长长心，再忍几个月吧。要是这时候将你媳妇害得大出血，不仅孩子保不住，连大人都有危险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向二娘保证。向我保证有什么用？向你媳妇儿保证去。二娘，你这是干啥去啊？在山里转转。你老人家不是来采蘑菇的吗？我老人家要采蘑菇，干啥还叫你跟老大来？好好干，多摘一些。今儿晚上咱们吃干煸蘑菇。二娘，你别往深山老林去，危险。还知道了，昨个你大嫂跟三妹提醒过我。花如意背对着身后的众人挥了挥手，继续沿着长满荆棘的小路往前。女人，你砍这些细软的树藤做啥呢？该不会是想不开，想用这些树藤上吊吧？女人，你可千万别上吊啊！虽然眼下的日子是有些艰苦，但你儿孙满堂，以后一定能享天伦之乐。闭嘴！你才要上吊呢！哎呦，我好久没吃蘑菇蒸蛋了。再说一句，我今晚就吃蘑菇蒸蛋。1刻多钟后，一只由树藤编织而成的狩猎网出现在了花如意的手里。花如意将野菜饼子搁在陷阱里，拍了拍手，拿着镰刀离开，继续往前走。哎呀，好凉快，好凉快！女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胡乱往前走，走到这里来的。胡乱走到这里来的？那你还能找到回去的路吗？哎呀，女人，你知道这座山为什么叫豺狼岭吗？还能为什么？深山老林里有豺狼呗。你胡乱往前走，就不怕在山里遇到豺狼虎豹？哼哼，这不是有你这个系统爸爸吗？有你这个系统爸爸在，想必不会让我遇到危险的。危险大了！如果你系统爸爸是原来的样子，自然不会让你少一根头发。那你原来是什么样子啊？那天那道雷电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女人，你就一点都不紧张害怕吗？蠢蛋，你老老实实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我保证将你平平安安带出这片山林。唉，我本是修炼了10000年的蛟龙，只要再经历最后一次天劫，便可脱胎换骨，飞升成神龙，遨游四海，飞越天界。所以那天那道晴天霹雳是因为你在渡劫啊？没错，我历劫失败，本来将会被雷电劈中灰飞烟灭，但女人你忽然出现，帮我挡了一劫。花如意咬牙切齿，蠢蛋渡劫，结果被雷电劈死的是他，死了又让他借尸还魂，从22岁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古一传人，变成了又黑又矬又穷，名声还不好的乡巴佬。乡巴佬就算了，3餐不饱，身后还有一群嗷嗷待哺的拖油瓶。虽然呢，你帮我挡了一劫，但我还是失去了大半的修为。为了保住你的肉身不腐，我将我剩下的全部修为渡给了你的肉身，再将你的肉身藏在了寒玉洞中休养。那系统是怎么回事？这个系统呢，叫功德系统，是我们蛟龙族的宝贝。绑定这个系统，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积攒功德，灵魂就会逐渐变得强大。当时降下天雷，你我的灵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迫不得已，我只好将我俩跟功德系统绑定了，然后功德系统就将我们带到了这个地方。再然后的事情你就知道了。我俩都被绑定了系统，为什么只有我需要做任务，你不用？因为你曾行医救人无数，功德无量，功德系统选定了你作为宿主，我作为助手，从旁协助你。这么说，你并不是我的系统爸爸，而是我的小弟。啊呸！你个黄毛丫头，我降生的时候，你祖宗的祖宗还没出生呢。好好好，你是我系统爸爸。意思就是你作为我的系统爸爸，一只修炼了10000年的蛟龙，现在还干不过几头灵智未开的豺狼。哼，
你个黑心黑肝黑肠子的坏女人，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哼，就这心理素质跟承受能力，难怪渡劫失败。我心理素质很好，我承受能力很强。女人，你发现什么啦？水帘后有棵植物，看这模样有些像人参，我过去看看。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长人参？哼，丫头，我看你是饿了几天，饿得头晕眼花，做梦都想发财吧。水帘之后是一块半湿不干的空地，黑色的土壤散发着浓浓的沃土的气息，植物长得绿油油的，大多为喜阴的植物。竟然真的是人参！哇，枝叶粗壮茂盛，想来已经有些许年头了。哈哈，女人，这一下你发大财了！你不是说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可能长人参吗？2刻钟后，一人一蛋湿漉漉的从水帘后面走了出来。女人，这样的野山参太扎眼，太容易引人眼红了。你还是赶紧将这颗野山参藏入纳戒之中，免得招贼人惦记。驴蛋，这水塘里应该有鱼吧？哎，你问的这不是废话吗？这么大个水塘，肯定有鱼。哼，太好了。臭丫头，你想做什么？驴蛋，你是遨游四海的蛟龙，抓鱼应该很厉害吧？嘿嘿，根本就不用我自己抓鱼。想我还是蛟龙之躯时，我只要往水里一扎，鱼儿就自己往我身边游。这么厉害吗？花如意忽然伸手将他给抱住，驴蛋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一阵头晕目眩，紧接着耳边扑通的一声。臭丫头，你敢扔我？我可是你系统爸爸！系统爸爸，今晚的晚餐就拜托你了。我是蛟龙，是你刚过的系统爸爸，你竟然让我抓鱼！你不给我抓鱼，难道是因为你变成蛋后战斗力弱到连几条鱼都对付不了吗？啊！谁跟你说我弱到连几条鱼都对付不了了？哼！可恶的臭丫头，你给我等着！你爸爸我这就潜下去抓几条鱼给你看看！哼！臭丫头，还敢说我战斗力弱到对付不了几条鱼吗？不敢了，系统爸爸你最厉害了，有这些鱼足够了，给这塘子留几条种。系统爸爸，你赶紧上岸吧。将镰刀别在后腰上，拎着一串鱼，沿着来的路慢慢往回走。哎呀，这都晌午了，二娘咋还没回来呢？二娘离开都快2个时辰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二奶奶现在可好了，给我蛋羹吃，又给我肉吃。爹娘，我不要二奶奶出事。堂弟别哭，二奶奶脑子活络，懂的东西多，一定不会出事的。堂弟，您快别哭了，你哭我也想哭。我相信大哥说的，二奶奶一定不会出事的。山林大，杂草树木疯长，林子里一天一个样，容易迷路。二娘这2月从未进山，兴许是在哪儿迷路了，我去找找。花如意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不知走了多久，眼前的景物越来越熟悉。就在这时，一阵哗啦啦的动静从前方传来，进了花如意的耳中。丫头，前面有动静，莫不是这附近有豺狼？花如意也担心遇上豺狼，正伸手去取插在后腰上的镰刀，一簇熟悉的藤蔓进入了他的视线。应该不是豺狼，听刚才的动静，应该是有猎物落网了。啊，这破网子竟然真的能抓住猎物啊！嘿嘿，丫头，你可真行。这可不是破网子，这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智慧。地上的野菜饼还没吃掉一半，这兔子就踩中了你布置的陷阱。哎呀，该说这只兔子倒霉呢，还是该说丫头你自带锦鲤好运呢？花如意低头往脚下一看，这才发现他刚才放的野菜饼还剩下大半，他将兔子解了下来，
用树藤将兔子四脚绑住后，重新像之前那样将陷阱布置好了，这才一只手拎鱼，一只手拎兔，沿着来时的路继续朝前走。二娘，二什么娘？累死我了，还不赶紧过来帮忙？哦，好。二娘，你是不是去了阴水塘？一个跟咱们家一间房差不多大的水塘，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不过水很干净，鱼挺肥。二娘，以后别再一个人往那里去了。那里又不是深山老林，为何不能去？以前有人淹死在那水塘里，之后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或者家畜淹死在那水塘里。久而久之，这附近10里8村的人都不敢再上那个地方了。大家都说那堰塘底有脏东西，脏东西找替身，所以每隔几年就会有人或者家畜淹死在那水塘里。二娘，好在你去的时候白天，又正好临近晌午，阳光好，否则，哎呀，原来如此。这一路走来，花如意都没搞明白，那么大一颗人参，又不是在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没人瞧见呢？驴蛋，你下过那堰塘？那堰塘里有脏东西吗？脏东西倒是没有，但是那水里啊有几个大漩涡，普通人或者家畜要是掉进那漩涡里，基本上是爬不上来的。不过那漩涡对你系统爸爸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哼，难怪每隔几年都会有人跟家畜死在那水塘里。没有脏东西就好，以后想吃鱼了还可以去那堰塘里抓。花如意说着，侧过脸，两道笑眯眯的目光落在驴蛋身上。我是你系统爸爸，不是你的捕鱼工具。知道，但是能者多劳吗？丫头，你可算承认你系统爸爸我有能力啦啊！是的，毕竟是修炼了万年的蛟龙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道理我是懂的。就算你历劫失败，修为尽失，也不能拿你跟普通蛋相比。这还差不多啊！看在你这么有眼力劲儿的份上，以后想吃鱼了就告诉你系统爸爸，你系统爸爸我给你抓，你要多少，系统爸爸就给你抓多少。爹跟二奶奶回来了。娘，大哥，爹抓了好多大鱼，还有一只兔子。大哥，今儿晚上咱们是不是又可以吃肉啦？好像是的。大哥，你掐我一下。甜妹，好端端的让我掐你做啥？昨儿吃肉，今儿又吃肉，我感觉咱们家现在的日子像过年一样，有点不真实。是真实的，爹跟二奶奶带大肥鱼跟野兔回来了。他爹咋弄了这么多鱼，又弄了一只兔子呀？我哪有这本事？这些鱼跟这只野兔全是二娘抓到的。这附近没有河。二娘，你去了阴水塘了？那水塘不干净啊，前些年经常出事儿，这几年没人往那儿去了，这才稍微停息了。好了，我这不是好端端的回来了吗？我以后不去就是了。在山里转悠了一上午，花如意饿得前胸贴后背，一口气儿没歇上。在山里转悠了一圈，我快饿死了。老大媳妇儿，还有吃的吗？花如意看准一窝蒲团似的草，一屁股坐了下去。二奶奶吃饼，二奶奶野菜饼子干，就这水吃。花如意从两个小东西手里接过饼子跟水，饿得正打算一口咬下去，忽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饼子挺大块的。田姐儿、鹏哥，你们吃过了吗？我跟弟弟已经吃过了，二奶奶你就放心吃吧。娘给我们吃了很多，我们不饿。二奶奶不太喜欢吃野菜饼，这么大块野菜饼，二奶奶一个人可吃不完啊。花如意说着，对蹲在旁边扒野菜的赵俊招了招手。二奶奶有事吗？当然有事啊。花如意给3个孩子一人塞了一块饼子。二奶奶吃不完，你们帮二奶奶分担一些。二娘，你吃了午饭就坐这儿歇着，
下午啊，有我们几个干活就成了。我现在呀，去捡些干柴来生堆火。虽然眼下已经4月末了，但林子里不见阳光，还是有些冷，得将你身上的衣服跟头发烤干，免得染了风寒难受啊。娘，我跟你一起去捡柴。二奶奶，天色不早了，咱们该回家了。这么多鸳鸯藤，你们上哪儿摘的？这片山头的蘑菇跟野菜都摘得差不多了，我寻思时间还早，就带着秋菊跟3个孩子去树林稍微深一些的地方寻鸳鸯藤，不到1个时辰就弄了这些回来。今年林子里的鸳鸯藤长得比去年好，明儿个我再带着秋菊跟3个孩子来山里转转，弄些银丹草回去。做驱蚊香包只需要用到鸳鸯藤的花跟银丹草的叶子，明儿再上山挖掉鸳鸯花跟花骨朵，将藤蔓留着，明儿春上还能发芽呢。摘银丹草时可以用镰刀割，将根留着，有根在土地，明儿个也能发芽。对了，明儿个是不是新田镇赶集啊？明儿4月24了，确实是兴田镇赶集的日子。二娘，你明儿个想去镇上赶集吗？明儿个我就不跟你们上山找野货了，我去镇上转转，买些做香包的布料回来。这几天你们姑嫂俩弄些鸳鸯藤跟银丹草回去晒着，说不定下次赶集咱们就能去新田镇卖驱蚊香包了。那明儿个我让东升陪你一起去吧，你身子骨还没完全恢复，让东升跟着去帮你拎一拎东西。今晚吃鲜鱼锅贴饼，赶紧烧火。二娘厨艺真好。锅热，花如意从碗柜里取出油罐，一咬牙挖了满满一勺猪油丢在锅里。老二，咱们这猪板油多少钱1斤？现在是20文1斤，春耕秋收跟过年那段时间会稍微贵一些，大概是22到25文1斤。猪肉多少钱1斤？肥肉17文左右，瘦肉15文左右。二娘，你怎的连咱们这里的物价都忘记了呢？哎，忘了就忘了，哪来这么多原因啊？难怪自己昨个晚上多挖了一些猪油，罗氏心疼的跟要他命似的。猪板油这么贵，咱家干啥不买其他油吃？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都很不错啊，不比猪油差。二娘，你说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是啥呀？是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将鱼肉煎的两面金黄，花如意加了2瓢水入锅，旋即拿了盆和苞米面糊糊。咱们这不，整个南阳郡地区的老百姓，一年到头都种些啥玩意儿？粮食主要种植苞米跟小麦，水稻也有种，但是由于水稻的产量比较低，种植的人比较少。蔬菜主要种植萝卜、青菜、冬葵菜、韭菜、葱姜蒜。难怪这2日跟着罗氏他们上山，经过田间地头时，看到的农作物只有苞米、小麦跟苞米、小麦。二娘，你怎么了？锅开了呀？没事，咱们家的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不到半个时辰，老赵家厨房里就被浓浓的鲜香味弥漫。在院子里干活的几个人闻到肉香味，一个个都忍不住咽口水。这顿饭，老赵家几口人吃得满嘴油，肚儿撑。改善老赵家生活条件，恭喜宿主获得500经验币，请再接再厉。感情只要让老赵家的人吃饱饭，就会获得系统的奖励？这个问题，好办。想得美！改变老赵家人对你的认知态度，以及改善老赵家人的生活水平，这是系统发布的初步任务。你以为每做一顿饭就会获得经验币奖励吗？哎，丫头，你太天真了吧！大姐你在家吗？这一个两个的都跑来找我的晦气，觉得我这个榆树村第一悍妇是浪得虚名，好惹是吧？哼！大姐，是我呀。陈巧巧，年方22，花如远妻子，性格温柔，唯唯诺诺，嫁的花家几年，
接连2胎生女，不得花家二老喜欢，被花家二老分到一边单过，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原来是三弟妹啊！听娘说，大姐你又活过来了。陈氏心里十分紧张的开口，结巴的厉害，连多看花如意一眼都不敢，感觉花如意要吃了他似的。大姐，你好些了吗？今儿个晚上，我用小麦粉烙了几个饼子，想着大姐你喜欢吃，就给大姐你送了2个来。多谢三弟妹。伸手接过陈氏手里豁了个口子的粗陶碗。三弟妹愣着做什么？进屋坐。今儿个晚上我掌勺烧的晚饭，三弟妹还没吃过我烧的饭吧？赶紧进屋小坐片刻，尝尝我的手艺。因为心里有些害怕花如意，不敢忤逆花如意的意思，只好愣头愣脑的跟着花如意进了老赵家的厨房。老二，你去烧火。老大，你将剩下的兔肉跟鲜鱼饼子热一热。大姐，哪有让大男人干厨房里活的道理啊？我已经吃过了，我不饿。东升春来，你们兄弟俩呀，不用忙活了。怎么就不能让大男人干厨房里的活了？大男人也是长着一张嘴要吃饭的。花如意将浑身别扭的陈氏拉到破木桌前。我家没这规矩，我家是男人女人各占半边天。男人想吃饭穿衣，平日里就得帮着女人做家务，不做家务那就饿着肚子裸奔。片刻功夫，赵东升就将剩下的菜热乎乎的端上了桌。这些剩菜，三弟妹你将就着吃。陈氏接过碗筷后却半晌不动筷子。三弟妹你咋不动筷子？难道嫌弃我给你吃剩菜？不，我已经1年没吃过肉了。大姐给我吃肉，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嫌弃呢？三弟妹啊，最近农活忙吗？不忙，家里地少，活啊都做完了。这几日我正琢磨着让阿远去镇上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钱补贴家用呢。那阿远可找到活了？哎呦，镇上的活也不多，哪有这么容易啊？既然去镇上也不容易找活做，三弟跟三弟妹不如上山去采摘鸳鸯藤跟银丹草，采摘回家后卖给我，3文钱1斤。不过鸳鸯藤我只要花跟花骨朵，银丹草只要叶片。二娘在跟三舅母说正事儿呢，你喝个水，别搞得一惊一乍的。大哥，大嫂好像比以前凶呢。可不是嘛，有你二娘给她撑腰了。我觉得巧莲以后也会变得跟大嫂一样。大哥，以后咱家还有咱们男人说话的份儿吗？你们兄弟俩在那嘀咕啥呢？心里有啥想说的就大胆的说出来，别在那嘀嘀咕咕，像做贼似的。二娘，咱家现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饱饭都吃不上了，哪来的钱从三舅母手上买鸳鸯藤跟银丹草？二娘，咱家算上3个孩子，目前有7个人可以干活，咱们完全可以自家人上山采鸳鸯藤跟银丹草。咱们家现在穷的连裤衩都买不起了，我知道，但你们兄弟俩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鸳鸯藤的花期就4月跟5月，过了这段时间，无论是山上还是地头都采不到了，得趁着花期多弄些回家。咱家7口人，3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能摘多少啊？而且孩子们还小，总不能让孩子跟大人一样干活，这样影响孩子发育。你们兄弟俩还要顾着地里的庄稼，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能采多少回家？大姐，你需要多少鸳鸯藤跟银丹草啊？阿远还没找到活做，这些日子我跟阿远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上山去给你采鸳鸯藤跟银丹草。自家姐弟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大姐跟我们提银钱太见外了。瞧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陈氏说着从凳子上起身。大姐，天色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你身子骨不好，晚上早点歇歇。明儿啊，如果天色好，我跟阿远就带着2个孩子上山去采鸳鸯藤。三弟妹，
你先别急着回去。罗氏收到花如意的眼色，立马走去割鱼的水桶旁。三舅母，这鱼呀，你带回去给三舅父，2个妹妹补补身子。哎，这哪成啊？桶里还有好几条呢，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小玉跟小满都在长身体，带回去给2个孩子改善改善伙食。小玉6岁，小满4岁，2丫头还瘦得跟猴儿一样。大姐，谢谢你，我替小玉小满谢谢你，谢谢你不嫌弃她们是女孩子。花如意将陈氏送到门口。二娘，你能不能过来一下？莎莎，弄这么神神秘秘的。罗氏将她拉进屋，转身就关起了房门。二娘，你明儿个要去集市买布，这些钱你拿着。老大家的，你存了私房钱？也不算私房钱，老二家的不是快要生了吗？我担心到时候难产，需要请稳婆接生，于是啊，就偷偷存了几个铜板。既然这是给老二媳妇儿存的请稳婆的钱，你现在拿出来给我做什么？见花如意迟迟不伸手接过去，罗氏上前一步，硬将布包塞进了花如意的手里。二娘，我相信你能赚钱，将这笔钱交到你的手上，我很放心。我觉得呀，将这笔钱交给你保管，到了老二媳妇生产那天，咱家不仅有钱给老二媳妇请稳婆，还有钱给老二媳妇买鸡蛋吃。既然你这么相信我，这钱我就收着了。花如意手头的确缺钱，罗氏都这么说了，她便将布包收了起来。东升，带着你娘去赶集呢。东升，你跟你娘今儿去集市卖啥？东升啊，听说你娘前几天掉茅坑里了，好些了吗？花如意脸色越来越黑，脚步也越来越快。二娘，你咋的了？我没咋地。带着比自己年纪大、比自己沧桑的儿子出门在外，这一时半会儿的，他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呀。东升啊，不是说我蛮横霸道、泼辣不讲道理，在咱榆树村是出了名的吗？咋这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呢？二娘呀，你蛮横霸道、泼辣不讲道理，的确在咱榆树村是出了名的。但我老实憨厚、热心助人，在咱榆树村也是出了名的。所以刚才过去的那些人才会主动跟咱俩打招呼啊！我需要安静的适应适应。从现在开始，到抵达镇上之前，你别跟我说话。哟，这不是大姐吗？不等花如意扭头，一辆牛车就出现在了花如意的身边。因为地上有泥泞，花如意没来得及躲闪，被牛车的车轱辘溅了一些泥水。大姐，真是不好意思啊。阿海将牛车呀赶得太快了，刚才没来得及将牛车拉住，这才溅了大姐你一裤腿的泥。哎呦！唐氏话还没说完，忽然被一只手用力一拽，拽下了板车，刚好一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地上的泥坑里。二弟妹，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昨晚上枕着手臂睡觉，不小心将手臂压麻木了，这条手臂麻木到不受我控制了，这才不小心将二弟妹拽下了牛车。相公，你看呐，大姐又欺负我。花如海正打算开口，被花如意瞪了一眼。要去赶集就赶紧上来，不想去就赶紧折回去。花如海，你个没良心的，你大姐欺负我，你也不帮忙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嫁给你有什么用啊？现在觉得我没用了，昨晚上你不是喊得挺大声的吗？身后传来的骂声让花如意脚下一个趔趄，险些一脚踩进泥坑。卖鱼喽，卖鱼喽！新鲜肥美的大草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二娘，你声音稍微小些。吆喝叫卖，声音就是要大。老大，你会不会卖东西啊？家里有东西需要卖，都是慧娘跟巧莲来镇上。那你就别废话了，赶紧跟我一起吆喝。卖鱼了，卖鱼了，新鲜又肥美的大草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老大，你是没睡醒还是早上没吃饱啊？咱家茅厕里的蚊子嗡嗡两声，都比你吆喝的响亮。老娘们儿，你这鱼怎么卖？这位大哥，请问你看中了哪一？不卖。不卖？那你刚才吆喝啥玩意儿呢？
我嫌他蛋疼，喜欢吆喝，你管得着吗？你个不知所谓、胡搅蛮缠的臭老娘们儿！嘿，你这人怎么能骂人呢？你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臭男人！你这臭老娘们儿，像你这么卖鱼，卖到天黑你也卖不出去一条。哼，就算老娘卖到天黑也卖不出去，也不卖给你这样的臭瘪三！给老娘滚！请你们两口子不要在这里嚷嚷着卖鱼了，耳朵都被你们吼聋了。朱富贵，42岁，男，业绩酒楼管事掌柜。这位业绩酒楼的朱掌柜秉性如何？待人可和善，好不好说话？不得而知。我们不是两口子，我们是母子。你们俩是母子？朱富贵不敢置信的目光在赵东升跟花如意之间转了转，真是一点儿都瞧不出来呀。是有些瞧不出来。这是我二娘，我二娘还比我小2岁呢。就算你们俩是母子，你们俩也不能在这里支摊子卖鱼，赶紧走吧。打扰了，非常抱歉，我们这就走。花如意一把拉住赵东升的胳膊，不让他收摊。敢问朱掌柜，我脚下踩的这条街可是属于你们业绩酒楼的？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我们将鱼摊摆在这里，又有什么问题呢？朱富贵被花如意3言2语问得哑口无言，气得摆了摆手后，有些不悦地将花如意瞧着。这摊子上的2条鱼我要了，请开个价吧。哼，2条鱼一共500文。500文？二娘，是不是太贵了？老大，你给我闭嘴吧。大妹子，就你这2条死鱼能卖80文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给你80文，你愿意卖我就买，你若不愿意卖，我只能找几个伙计出来请你们母子俩离开业绩酒楼了。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不知朱掌柜是否听说过？好一句高手在民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公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4句诗听着像是在夸女人。虽然您的确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芝兰玉树，但楼下那位二娘用这4句诗夸赞您，您不觉得受到了羞辱吗？你懂什么？掌柜的，我想见一见楼下这2位，麻烦你给安排一下。请公子稍等，我这就带这2位上楼来见公子。花如意2人就跟着朱富贵到了陶清信主仆俩所在的雅间。你们母子俩咋还杵在门口？我忽然觉得雅间有些闷热，小叔，将东西带上去，咱们去1楼大堂用餐。陶清信无意间瞥到花如意脚上的布鞋，一下子明白了。二娘，你怎么叹气了？唉，心塞，你不懂。在下陶清信，敢问大姐贵姓？陶清信，男，20岁，京城人士，江淮县新任知县。系统，陶清信性格秉性如何？不得而知。那陶清信喜欢什么？不得而知。1问3不知，要你这个系统有何用？辱骂系统，对系统不尊重，扣除经验币20。你妹！你妹！我的意思是，陶公子呢，你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不可多见的俊美公子。呵呵。大姐，你过奖了。我姓花，叫花如意。陶公子，我姓赵，叫赵东升，这是我二娘。他话音刚落，就遭花如意瞪了一眼，没看见他在跟小哥哥说话吗？二娘，二娘，去他大爷的二娘！二娘，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啊，老大，你没说错话，你背着背篓走了那么久，应该累了吧？在旁边找位置坐下歇会儿。谢谢二娘。花大姐对令公子真是关爱有加。令公子，去他大爷的令公子！他爹不在了，不在了，我这个做二娘的是要多关心关心他。
陶公子，你嘱咐朱大掌柜，换我跟东升上楼，不知所谓何事啊？原来花大姐的夫君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下不小心勾起了花大姐的伤心事，实在是抱歉。我大龄嫁不出去，我那夫君久卧病榻，需要找个人冲喜，于是我就嫁了过去。刚拜了堂，我那夫君就双脚一蹬，去西天极乐世界报道了。我跟我那夫君没夫妻感情，谈不上伤心。花大姐，你是不是有鱼要卖？对啊，2条草鱼，大概10斤重。陶公子若是需要，我可以烹饪好，再将鱼卖给陶公子。正好陶公子还没吃早膳，只需要400文。花大姐，你那2条鱼我要了。小叔，取400文出来，递给花大姐。是，公子。朱掌柜，我得借用一下你业绩酒楼的后厨，不白借。小叔，再取100文出来，递给朱掌柜。是，公子。陶公子想用业绩酒楼的后厨，用便是了，这银钱就不用给了，就当是在下跟陶公子交个朋友。陶公子，我算了算，那2条鱼可以做5道菜，请问陶公子口味清淡，还是喜欢辣的？清淡的辣的我都能吃，难道花大姐都会做？是的，这2种口味我都能做几道菜，请陶公子稍等片刻，我这就拎着鱼去后厨处理。不瞒花大姐，我家公子初到江淮地区，有些水土不服，加上吃不惯本地的食物，隔3差5病倒，人已经瘦了1圈了。花大姐，你做的菜合我家公子的胃口，不知可否请花大姐跟我们回去，给我家公子做一段时间的厨娘？小叔，不得无礼，叔同小叔无礼，我代小叔向花大姐道歉，还望花大姐勿怪。不打紧不打紧，这位小哥也是关心公子你，可以理解。那花大姐可愿意随在下回去？请花大姐放心，在下一定不会亏待了花大姐的。多谢陶公子的美意，但我家中有即将临盆的孕妇需要照顾，无法随公子回去做厨娘。没关系。不过今日在业绩酒楼相遇，证明我跟公子是有缘分的。我知道一个治疗水土不服的偏方，若公子不嫌弃，我可以将那偏方写出来，免费赠送给公子。小叔，笔墨伺候。是，公子。花如意下笔如行云流水，很快将药方子写好了。按照这方子抓药，然后将药材切碎了，装进香囊里，让你家公子随时佩戴着，不出半个月，你家公子水土不服的问题就能解决了。花大姐，既然你能将这么好的药方子赠送给我家公子，可否将桌上这几道菜的做法一并写出来，送给我家公子？家常小菜能入得了陶公子的嘴，是我的荣幸。若是陶公子不嫌弃，我愿意将这桌上3道菜的烹饪方法写给陶公子。这怎么好意思？哎，没啥不好意思的，就当我用这些东西跟陶公子交个朋友，朋友之间互相赠送一些小东西，不是很正常的吗？陈小哥，麻烦再借用一下文房4宝。花如意接过笔，埋头书写。谢花大姐。陈叔从花如意的手里接过烹饪的方子后，淘气性提笔，将自己即将落脚的地址写了出来，双手捧着递到了花如意的面前。花大姐，这是在下即将落脚的地址，以后花大姐若是有什么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尽管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在下，只要在在下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违反道义效益的，在下一定鼎力相助。我家住在距离新田镇10几里路的榆树村，以后陶公子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到榆树村找我。二娘，时间不早了，你不是还要买布吗？咱们得赶紧离开了。陶公子，我跟东升还有事情要办，就先行一步了，你慢慢吃。花大姐慢走，小叔，帮我送送花大姐。小哥，我想见你们药行的掌柜，我是来卖药材的，得跟你们掌柜的谈。掌柜，有个大娘来卖药材，想见你。
店里只看病抓药，卖药材的到后院来。大娘，掌柜让你去后院谈，请跟我来吧。好。两人一前一后朝着平安药行的后院走去。这位大姐，你有啥药材要卖的，拿出来瞧瞧吧。我手里有颗野山参，不知平安药行收不收？野山参在哪里呢？花如意缓缓地自袖中将那颗野山参取了出来。大姐，你手里的东西并不是人参啊。不是人参？怎么可能？我家老大昨儿个在山里挖的，说这就是人参。我行医救人这么多年，还能够看错？说了不是人参就不是人参，莫不是我一个大男人还诓你一个妇人不成？掌柜的，这不是人参，那是什么？这东西叫商鹿，又叫倒水莲、山萝卜，长得像极了人参，但并不是人参。哎呀，既然不是人参，这下又卖不了钱了。原本还想着卖了这颗人参，割些肉回家给家里的几个孩子补补身子呢。既然这东西不是人参，那我就不打扰掌柜的了。大姐，慢着，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人参，但也是一种药材。我们平安药行也收这种药材，只是远没有人参值钱。掌柜的，那依你之见，我手里的这颗萝卜值多少钱呢？这样的药材原本顶多能够卖40文，我念大姐家中有个孩子要养，就给大姐你50文，大姐觉得如何呀？不卖，掌柜还是留着50文自己用吧。我觉得这颗山萝卜不错，准备带回家炖萝卜汤给我家那几个孩子吃。大姐，这山萝卜是有毒的，可不能炖给孩子吃。哼，既然东西有毒，掌柜不怕买了将自己毒死吗？花如意懒得跟这种人废话，两句说完，转身大步往外走。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竟然这么不好护。赵山鳖，男，46岁，平安药行掌柜，坚定狡猾。赵鳖三，这名字取得真是清新脱俗。读音错误，是赵山鳖，赵钱孙李的赵，大山的山，王八的鳖。他实在没忍住，在穿过平安药行大堂的时候乐出了声。这个朝代的人相信贱民好养活，给孩子取名山王八是很寻常的事情，没什么好笑的。我都已经出来了，系统，你再给我说那山王八的性格特征有什么用啊？早点说，我就知道那是个坑人的玩意儿，连那后院我都不进去了，浪费时间。宿主，你在赵山鳖面前暴露了那颗人参，结果又不将人参卖给赵山鳖，以赵山鳖的性格，可能会贼心不死。出了平安药行这道门后，你须得谨慎小心。出了平安药行之后，目光快速的在平安药行大堂内一扫，果然瞧见了两道鬼鬼祟祟的身影。驴蛋，有人欺负我，你帮我报仇。丫头，瞧你刚才那凶狠的眼神，我还以为你要亲自动手收拾那只山鳖呢。敌人太多，我就一双小拳拳打不赢。哎呀，丫头，你能不能正常点说话呀？蠢蛋，你不答应帮忙，莫不是因为弱到连几个凡夫俗子都对付不了了？那我要你这个助手有何用？谁说我能力弱到连几个凡夫俗子都对付不了了？我迟迟没答应你，那是因为被你刚才那装模作样的心情恶心坏了。哼，说吧，要我怎么帮你？据说你们蛟龙一族有不语控制雷电的能力，那你就下一道雷电，帮我将平安药行的后院炸一个大坑出来。记住，别伤到无辜的人。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忽然间，飘来一朵黑漆漆的乌云，将平安药行整个笼罩了起来。怎么回事？天怎么忽然黑了？怎么就平安药行的天黑了？其他的地方还是亮堂堂的。莫不是平安药行里有脏东西啊？二娘，你没事吧？我又没做啥亏心事，能有啥事？别傻愣着了，走了，带我去找布庄，买布料了。二娘，
布庄到了。高氏布庄。这高氏布庄的老板夫妇俩为人很和善，而且他家的布料售价跟其他几家布庄相比便宜许多。老大，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惠娘说的。惠娘觉得这家店的老板夫妇俩为人不错，在我面前念叨了几句。那咱们进去吧。一对中年夫妇正在码货打扫柜台。大妹子，想看布料吗？何灵芝，38岁，高氏布庄老板娘，性格温和，待人和善。高建平，40岁，高氏布庄老板，敦厚老实，本分守纪。是的，老板娘，你家可有柔软一些的布料？若是有，拿来给我瞧瞧。有啊，昨个进的那批货就有几匹手感柔软的。大妹子，你们坐在这里等会儿啊，我这就去将那几匹布取来给你瞅瞅。不大一会儿，何氏就跟丈夫一起将5匹崭新的棉布抱到了花如意两人的面前。大妹子，这些呀都是昨个新到的棉布，这种棉布穿在身上不仅柔软舒适，还十分透气凉快。你慢慢挑啊，看上了哪一匹给我说就是了。就这匹粉色的跟这匹藏青色的吧。二娘，咱们不是来布行买些碎布头回去做香囊的吗？你看这些棉布做啥？这5匹棉布呢，是用上等的棉花纺制的，原本呢是250文一匹，若大妹子要2匹，我给大妹子一些优惠，2匹布一共400文。二娘，你若坚持要买布，买1匹就是了，2匹布400文，你今儿卖鱼赚的银钱可就1个子儿都不剩啊！买1匹布哪够做衣服？俊哥跟鹏哥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补丁补了一块又一块，那裤子破的连屁股蛋子都快包不住了。那匹藏青色的布适合男孩子，买了回去，让惠娘跟俊哥、鹏哥一人添着2套衣裳。若还有剩余的布头子，就给俩孩子一人做1双单鞋。俩孩子每天打着赤脚在村里跑来跑去的，你这个做爹的不心疼，我这个二奶奶看着心疼。八字吉利，大妹子，我再给你便宜20文，2匹布料一共收你380文。哎呀，老板娘，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家呢是薄利多销，就算2匹布380文卖给大妹子，我还是有的赚的，只是赚的稍微少一些而已。大妹子心地纯良，我愿意给这优惠价，就当我交大妹子这个朋友。那就多谢老板娘了。将刚才才卖鱼赚的400文取了出来。老板娘，这里是380文，请你过目。正好380文。老板娘，这一袋的碎布需要多少钱？这些布料碎成了这样，对我来说没啥用了。既然大妹子瞧得上，那就直接带走。不瞒老板娘，我买这些碎布头子是为了做驱蚊香囊。既然老板娘不肯收我的钱，那等我将驱蚊香囊做好了，给老板娘赠送几个驱蚊香囊。哎，可是将那香囊佩戴在身上，可以驱赶蚊虫？没错。哟，那可是个好东西啊。老板娘，你若是对驱蚊香囊感到好奇，不如咱们联手做这笔买卖。啊？如何联手啊？还望大妹子详说。我负责采集药材，制作驱蚊香包。待驱蚊香包做成了，可放在高氏布庄售卖，赚到的钱我分2成给老板娘。老板娘，你看如何？成交。鱼卖了，布买了，今儿个来赶集的2个任务完成了。二娘，时间不早了，咱们回了吗？还没到晌午，早着呢。人参没卖成，除开罗氏昨儿个晚上给的大概30文钱，他浑身家当就只剩下布袋里的20个铜板了。老大，带我去逛逛猪肉摊吧。二娘，咱们现在可就只剩下20文钱了，去逛猪肉摊子做啥？先前在家里，你们不是说猪牛羊的下水不值钱吗？咱们去肉摊子看看有没有下水卖，若是有就买一些。若下水真的不值钱，20文钱应该能买好些回家。老板，这笼猪小肠多少钱？我要了。大姐，你刚才说你要买这笼猪小肠？老板，这笼猪小肠多少钱？除了这笼猪小肠，你这里可还有其他猪下水？若是有，一并拿给我瞧瞧。
若是价格合适，我全都要了。好啊！不大一会儿，老板就将2笼新鲜的猪大肠、2只新鲜的猪肚子，以及一些被剔得干干净净的猪骨头，搁在了肉摊的案板上。二娘，这玩意儿比咱们家茅房的味道还臭，你真打算买吗？大姐，你真打算买吗？要买。小哥，这些猪下水一共多少钱？这些猪下水我本来是打算用来喂狗的，既然大姐要买，那就10个铜板吧。这是10个铜板，小哥你数一下。肉摊老板正愣着从花如意的手中接过铜钱，旋即便用稻草搓成的绳子将案板上的猪下水、光骨头一股脑的捆了起来，拎着递给了花如意。老大，你杵着干啥呢？莫不是想让我拎着这些东西回家？赵东升这才硬着头皮伸手从肉摊老板那里将猪下水接了过来。回去的路上，花如意快步走在前面，跟赵东升保持了差不多1丈的距离。哎呦，咋这么臭呢？大姐，莫不是你掉进粪坑里，身上大粪味儿还没干净啊？唐青莲，早上从牛车上摔下来，还没摔够是不是啊？你要是觉得没摔够，我可以再帮你一把。唐氏早上被花如意从板车上拽下来，一屁股摔在地上，尾椎骨那里现在还隐隐作痛呢。老大，脚步快点，肚子饿了，赶紧回家烧午饭吃。娘，二婶，二奶奶跟爹回来了。二奶奶，你热不热？二奶奶，你饿不饿？二奶奶，你渴不渴啊？二奶奶，你坐下来歇会儿。二奶奶，你喝水。二奶奶，我给你打扇子。二奶奶歇会儿，去厨房给你们做好吃的。二奶奶还买了布料，让你们娘给你们做新衣裳。俊哥、鹏哥是那匹藏青色的布，田姐是那匹粉色的。厨房里，罗氏一边熬着野菜苞米糊糊，一边扭头问进屋喝水的丈夫：“今儿带去的那2条鱼都卖出去了？”“卖出去了。”赵东升站在水缸边，端着木瓢咕咚咕咚给自己灌了半瓢凉水后，二娘卖出去的，在业绩酒楼卖给了一位姓陶的公子，2条鱼卖了400文钱。赵东升一句话吓得罗氏手里的锅铲掉了下去。你小心点，咱们家就这2口旧锅，要是砸出洞了，烧饭都没锅了。你跟二娘今儿个去了业绩酒楼？东升，你跟二娘今儿是怎么去业绩酒楼卖鱼的？说来听听啊。见媳妇儿这么好奇，赵东升只好将业绩酒楼卖鱼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那业绩酒楼的掌柜见二娘厨艺好，邀请二娘去业绩酒楼做厨师，二娘给拒绝了。哎呀，真可惜。二娘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呀就不做，你叹啥气呢？莫不是你想让二娘赚钱养咱们一大家子呀？惠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二娘去镇上干活，给自己存些嫁妆，将来好改嫁。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怎么可能指望着二娘赚钱养家？二娘醒来之后呢，变得很有主见。二娘既然拒绝了业绩酒楼掌柜的邀请，那必然是有原因的呀。东升哥，这件事儿你以后就别提了啊，免得二娘听了心里不高兴。秋菊、巧莲，你们也记住了啊，以后别在二娘面前提这事儿。对了，二娘今儿用卖鱼的钱买了2匹棉布，让给3个孩子做新衣裳。俊哥和鹏哥用那匹藏青色的，田姐用那匹粉色的，粉色的有剩余就给未出世的孩子做胎衣跟尿布。买了2匹棉布，大哥，那2匹棉布花了多少钱啊？在镇上的高氏布庄买的是上好的棉布。二娘说了，孩子皮肤娇嫩，尤其是小婴儿，得用最好的棉布做衣裳。2匹布，一共花了380文。花如意歇了一阵子，端着空碗进来，正好见厨房里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一个个都哑巴了。你们4个是在玩木头人的游戏吗？老大家的，这锅都糊了。罗氏这才回过神来，拿着锅铲翻动了几下锅里的野菜苞米糊糊。二娘，我替3个孩子，跟我这还没出世的孩子，谢谢你。恭喜宿主
给老赵家3个孩子以及未出世的孩子添置新衣，是一个合格的二奶奶，获得1000经验币。嗨，就因为这事儿，你们一个个就你看我，我看你，愣在厨房里不好好做饭，是想饿死我吗？二娘，苞米糊糊马上就好了，你再去院子里歇会儿，乘凉。午饭好了，我叫你啊。不歇了。今儿买回来的那些猪下水呢？啊，在木桶里呢。老大媳妇儿，苞米糊糊熬好了，你将铁锅洗刷干净，我一会儿炒菜。花如意嘱咐了罗氏一句，就打水倒进木桶里清洗那些猪下水，将猪大肠、猪小肠以及猪肚子里里外外都清洗了好几遍。哎呦，哎呦，丫头，你悠着点儿，你现在是30岁的老姑娘，不是22岁的小姑娘啊。二娘，我扶你过去坐会儿。不做了，给我腰上吹几下就好了。二娘，你让我摘这橙子叶做啥？去腥的，丢锅里跟那些猪下水、猪骨头一起煮。罗氏按照花如意的话，往锅里加了几瓢水，旋即将清洗干净的猪下水、光骨头、橙子叶逐一下锅。哎呦，二娘啊，我闻着这些油脂，还有一股子猪大肠的味道，这样子炼出来的油能吃吗？咋不能吃？待会儿炼出油了，丢几片橙子叶下去炸一炸，用橙子叶的味道盖住猪大肠的味道。大姐真的将那些猪下水下锅煮了？哎呦，大姐是想吃肉想疯了吗？这么臭烘烘的东西，光是闻着就想吐，如何下得了嘴？哎呀，安海，你先别说话，咱们再瞅瞅。很快，老赵家厨房里就弥漫出一股子橙子叶的清香味儿。哎呦，二娘，你这法子果然行啊！炼油剩下的油渣别丢，用碗盛起，搁在碗柜里。明儿个给孩子们烙油渣野菜饼子吃。哎，老大家的，家里有辣椒吗？二娘啊，啥是辣椒啊？随口一问，没有就算了。家里有蒜吗？哦，没有，那玩意儿就是炒菜时的佐料，不能当菜填饱肚子啊。咱们村儿几乎没人种那玩意儿。老大媳妇儿，那你去院子里拿些薄荷草进来洗洗干净，我一会儿要用。好。锅里沸腾之后，加入罗氏清洗干净的薄荷草。薄荷草虽然没有辣椒、葱姜蒜好用，但也能增香提味。哎，好香啊！二奶奶跟娘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自从二奶奶醒来后，咱们家天天都有好吃的。鹏弟，走，咱们去厨房看看二奶奶他们在煮什么好吃的。哎呦，好香呀！原来猪下水是这么好的东西啊！海哥，你大姐今儿买了这么多猪下水回来，他们一家肯定吃不了。要不你进去管大姐要一些。今儿赶集的路上你才把大姐得罪了，这会儿子大姐怕是气还没消呢，能给咱们东西吗？成哥宝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最近天天跟着咱们吃醋苞米面。哎呦，我可怜的2个孩子呀！二哥二嫂，你们在这里做啥呢？嗨，老三老三媳妇儿，你们摘那些鸳鸯藤、银丹草做啥呢？哦，这些东西是大姐要的，我们帮大姐采的。我们也不知道大姐要这些东西做啥。二哥二嫂，既然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就先进去了。陈氏2句话说完，拉着大闺女就进了老赵家院子。大姐，我跟远哥今天采了一些鸳鸯藤跟银丹草，跟你哥什么地方啊？原来是三弟跟三弟妹啊，来得正好。我刚烧好了午饭，你们俩将东西搁院子里，带俩孩子进来洗把手，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大姐，你身体好些了吗？好着呢，别傻愣愣的站那儿，赶紧将东西放下，带着你媳妇儿闺女进来吃饭。娘，我肚子饿。娘，今天中午只就着白开水吃了半块苞米面烙的饼子，我肚子也饿。小满、小玉，大姑今儿中午炖了很多肉肉，想不想跟大姑进去吃肉肉啊？想。
我今儿呢去青田镇赶集，买了很多猪下水回来，将猪下水跟鱼一起炖的，炖了满满的一锅。我带俩孩子进去吃了，你们夫妇俩要是不嫌弃呢，就一起进来。花如意撂下一句话，一只手牵起一个丫头，朝着厨房走去。既然这是大姐的一片心意，咱们也跟着去吧。大姐对咱们的好，咱们俩记在心里就是了。以后啊，大姐若是需要用到咱们俩的时候，咱们俩努力帮一帮大姐就是了。海哥，你也赶紧进去问大姐要吃的呀，不然好东西都被你大姐送给老三一家4口了。唐氏激动之下，没轻没重的推了花如海一下。哎呦，你这个瓜婆娘！大姐，娘虽然向着二哥一家些，但是总归是生养咱们姐弟的母亲，你能不能别管娘叫梅氏那老婆死的，让外人听见多不好啊。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梅氏为了填补二儿子一家，1两银子就将我卖给了老赵头，一头肥猪还值3、4千文呢。我这个闺女在他心里连头猪都不如，我没骂他梅干菜老不死乌龟王八蛋，就已经很有涵养了。大姐在吃午饭呢。哎呦，老三跟三弟妹也在呀，还真巧。哼，又想从我家打秋风？咋能叫打秋风呢？看见老赵家饭桌上摆了满满一盆肉汤，顿时把他馋得咕咚咽唾沫。自家姐弟互相帮衬是应该的，老三一家不也在吗？放你的狗屁！老三，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不是跟你说话，我是跟鬼说话吗？花如远放下碗筷，起身走去门口，将花如海堵住。你何时将大姐当长姐尊敬了？爹娘为了1两银子要将大姐卖给老赵头的时候，你跟二嫂一个屁都不放不说，反而怂恿爹娘赶紧将大姐卖给老赵头冲喜，那可是卖大姐才得到的1两银子啊！你跟二嫂拿到银子，就欢天喜地的跑到镇上割肉吃，你们夫妻俩良心大大的坏，简直是猪狗不如。现在知道找大姐要肉吃了？吃个屁，屁都不会给你们吃。只要有我在，你跟二嫂甭想再欺负大姐。老三，你他妈是个吵架的人才啊你！让大姐见笑了。不见笑，不见笑。好你个花如意花如远呀，你们俩居然联起手来欺负我啊！好啥呢？哭丧吗？要哭丧，滚回你们老花家哭去。花如海，你要是将你们老花家那2个祸害相邻的老作精给薅死了，整个榆树村的人都会敲锣打鼓的感谢你。娘呀，娘呐！大姐跟老三联手欺负我。花如海，你丢不丢人啊？这么幼稚的话，亏你说得出口。回去找娘告状。你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断奶吗？大姐，若是爹娘因为二哥的事跑来找你算账，你就说是我欺负的二哥。爹娘重男轻女，我虽然不得爹娘的宠，但始终是老花家的男丁。你这么说，爹娘不会太为难你，也不会将我怎么样。不会太为难你？哼，那2个老不死的，若是将你当老花家的男丁，当初分家的时候，能只给你2块种啥死啥，连个屁都种不出来的薄地，小玉跟小满能瘦得跟干柴似的。没过一会儿，花如远一家4口也吃饱了。东升、蓬莱、惠娘、巧莲，今儿多谢你们的款待。我跟巧巧目前也没啥好东西感谢你们，这往后啊，你们若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随时来找我们。大姐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着实是命苦。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落在谁的身上，心情都不会好的。若是大姐偶尔情绪不好，还请你们多担待一些。三舅母，二娘她现在已经转了性子了，既然二娘拿我们当一家人待，我们以后断不会亏待二娘的，请两位放心。得到了赵东升的答复，这才安安心心的叫上妻子跟2个闺女离开。哟，你们一家4口可算知道回来了。啊，爹娘，我怕。爹娘，我也怕。娘，你咋来了？你给我闭嘴！我在跟你男人说话，没你插嘴的份儿。
娘，巧巧做错了什么？她不就问了你一句，你这么凶她做什么？哼，拳头握这么紧，还想打我这个娘不成啊？啊！你若不是我娘，我能容忍你如此欺负巧巧、小玉跟小满？梅氏手里的棍子有些长，生怕他手里的棍子伤了陈氏跟2个孩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以后你休想再欺负巧巧、小玉跟小满。华如元，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呀？你若不是我娘，像你这种恶毒、善恶不分、是非不分的老太太，我压根儿就不想搭理。花如海2口子给你告状了，说我欺负他们了。没错，我今儿就是欺负他们了。他们2口子就是皮子痒痒欠收拾，我只是骂了2句没有动手，已经很有涵养了。华如元，你是不是跑去跟花如茵的泼妇学的啊？终于想起花如远今儿这说话的语气像谁了。好你个花如意呀！自己忤逆不孝不说，还带坏别人。骂自己的亲生闺女泼妇，您老可真行，真有良心。这不关大姐的事，你别去找大姐的麻烦。华如元，老娘最后问你一句，你今儿给不给你2哥2嫂道歉？道歉，三叔，你赶紧向我爹娘道歉。对，三叔，你得道歉，不然奶奶是不会原谅你的。巧巧、小玉、小满，这我今天把家里的地跟房子弄丢了，你们会不会怪我？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丢了就丢了。只要远哥你还在我们母女3人的身边，我们母女3人就不会觉得天塌下来了。爹爹，我不会怪你。爹爹，我也不会怪你。好，爹爹知道该怎么做了。得了妻女的话，花如远转过身来。我并未做过对不起2哥一家的事情，为何要道歉？花如远，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老花家断绝关系呀？啊？不是我想跟老花家断绝关系，而是你何时将我当儿子看过？既然你老嫌弃我这个儿子多余，那断了这亲缘关系便是。好啊，花如远，你长本事了，竟敢用断绝亲缘关系威胁老娘了。梅氏以为花如远就是嘴上说说，不敢当真跟老花家断了来往。你们一家4口现在住的房子，还有你们家那2块地，当初都是老花家分给你们的。既然你们要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那便将房子以及那2块地归来给老花家。对，还地还房子，将地跟房子还给我们。老三，可别将断绝关系搁在嘴上啊！你若是敢跟老花家断绝关系，我将名字倒过来写。那你以后可以改名叫海如花了。侧身对着妻女温声细语地开口：巧巧，你带着2个孩子去将村长请来，记住，别将动静闹大，惊动大姐。啊，我知道，我这就去。没事呀，没事，你这一天到晚不折腾你大闺女，就折腾你小儿子。大闺女被你卖给了老赵头冲喜，你现在又逼着小儿子跟你断绝关系，等你将来老了，能吃不能动了，看谁给你送吃送喝。我还有如海跟青莲呢，不用求那2个没良心，天煞！奶奶，爹刚才不是说以后改名叫海如花吗？笑啥笑啊？啊，有这么好笑吗？笑得跟放屁的声音一样。成哥不懂事儿，你几十岁的人了也不懂事儿啊？唐氏被梅氏瞪，不服气，又不敢说什么。花如元，你不是要跟老花家断绝关系吗？当着村长父子俩的面，你赶紧断！村长、河川兄弟，麻烦你们走这一趟了。梅氏跟我2看相厌，为了以后不再刺激到梅氏，我花如远如今愿意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请村长跟河川兄弟帮忙做个见证。好你个花如远啊，你个天煞的，居然真的打算跟老娘断绝关系啊！村长，麻烦你帮我们起草文书。唉，如远，你可想清楚了？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跟老花家断绝亲缘关系，归还从老花家分到的房屋跟2块地，请村长动笔吧。
你个恶婆子，活该如愿要跟你断绝关系。田宝根拿着文书起身走回花如远的身边，不等田宝根开口，花如远就一口咬破了自己左手拇指的指腹，用带血的手指在2份文书的末尾摁了一下。没事，现在该你画押了。没事脸色有些泛白，一把抓起身边花如海的手，张嘴就咬了下去。等田宝根递文书过来，他抓着花如海带血的手就摁了下去。娘，村长让你画押，你干嘛咬破我的手，用我的手画押？你现在是老花家的顶梁柱，用你的手画押有什么问题吗？双方画了押，文书各自保留1份。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老花家的人了，赶紧从那屋子里搬出来吧。哎，老三，你将那2块地现在归还给我们老花家了，那地里的那些玉米……地还给你们了，但玉米是我跟巧巧辛辛苦苦种的，那是我们的。村长叔，你家那头老黄牛可需要叶草？啊！我种的那2块苞米正在抽穗，给牛当叶草应该合适。村长叔若是需要，就拿镰刀去地里将那些苞米割了弄回来喂牛。啊，好。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呢，被老花家的几根搅屎棍逼到了这份上。花如远，你个没良心的啊！宁愿将苞米喂牛，也不愿意留着孝顺爹娘。你这么忤逆不孝，就不怕老天下到雷劈死你吗？我现在已经不是老花家的人了，你跟我谈什么孝道？唐青莲，你再骂一句，我一巴掌抡你到墙上！哎呦，娘啊，老三这么凶的吗？2刻钟不到，夫妇俩就挑着东西从屋里出来了。奶奶，我要吃肉，我要吃鸡肉。小花生的蛋已经被你们吃了，你们不能吃小花。这鸡是吃老花家的粮食长大的，你们不能带走。老太太，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们家的粮食是用我们老花家的地种出来的，这鸡可不就是吃我们老花家的粮食长大的。这鸡是小玉跟小满，我看谁敢抢。花如远挑着一对箩筐，箩筐里正好有菜刀，他说着就顺手从箩筐里将菜刀拎了出来。奶奶，我们不要吃鸡肉了。你要做什么呀？花如远走过去还钥匙，吓得没事，一双老腿颤抖。虽然你跟老花家断绝了关系，但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这么做是要遭雷劈的。既然还钥匙要遭雷劈，那我就不还了。哦，原来是还钥匙了。阿娘，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刚才回来时，经过了山神庙，见三舅爷一家在山神庙里。我问三舅爷是不是跟老花家吵架了，三舅爷什么都不肯说。阿娘，我看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要不要去山神庙瞅瞅？不吃了，我去山神庙看看。二奶奶，我跟你一起去。二奶奶，我也跟你一起去。我也要吃。瞧你们仨儿，脏的连人样都没有了啊！都待在家里，把自己洗刷干净了，让你们娘拿尺子给你们量一量，做新衣服、新鞋子穿。二奶奶，那你早去早回。二奶奶，那你路上小心，夏天有蛇，别被蛇给咬了。蛇肉好吃，若是碰到了，二奶奶就抓回来，给你们炖蛇肉汤吃。不要吓我！花如意的一句话吓得赵甜甜哇的一声钻进了赵秋菊的怀里。别哭了，二奶奶跟你们开玩笑的，蛇那么凶，二奶奶怎么会想吃蛇呢？二娘，我跟你一起去吧，山神庙在豺狼岭山脚下，距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呢，这大晚上的，我不放心你一人去那儿。在赵东升的陪同之下，两人沿着村里的黄泥小道朝山神庙走去。
娘，我害怕。娘，豺狼晚上会不会下山来？不会，豺狼只在深山老林里觅食，不会下山的。有爹在，爹会保护小玉和小满的。你怎么知道狼群不会下山啊？花如意是打算敲门的，山神庙的门被他弄塌了。他力气这么大的吗？不然呢？你以为十里八村的男人们为啥这么怕原主啊？你以为原主为啥30高龄还嫁不出去，最后只能被花家那俩冷不死的卖给老赵头冲洗？花如意不可思议地瞧了一眼自己的拳头，不是因为原主彪悍泼辣，名声不好，长着一双大脚吗？在花如意的记忆中，原主30高龄嫁不出去就是这2个原因，因为长了一双大脚，还被村里的人赐了一个美名花大脚。这只是其中2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呐，因是原主生来就大力，跟男人打架都不带怕的。像这样的女人娶回家，男人没准会被家暴。大姐，东升，这么晚了，你们怎么来了？老三，你听我解释，我就是想敲个门而已，哪成想……大姐，你力气比男人大，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修一修应该还能用。大姐，你下次来敲门轻一些，别把这山神庙给弄塌了。这破门都摔成这样了，还修个屁啊！这山神庙破破烂烂的，风刮猛一些就能倒，不用我出手。花如远这才将手停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今儿上午回去跟梅干菜那老钱婆吵了，被梅干菜那老钱婆撵出来的。不是吵架，是我跟老花家断绝了关系，当着村长父子2个面，在断绝书上画了押。从今儿个起，老花家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了，原先住的房子以及种的2块地都已经还给老花家了。你傻啊！眼瞅着地里的苞米就要收成了，你现在跟老花家断绝关系，将地还给老花家，亏不亏本啊？就算你想跟老花家断绝关系，那也等1个月后收了这茬苞米再断呀。那2块薄地种啥不行，收不了多少苞米棒子。今天耽搁了村长不少时间，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就让村长去将地里的苞米割了，弄回家喂牛。大姑，我害怕。大姑，我也害怕，山上有豺狼。不怕不怕，大姑在呢，大姑不会让山上的豺狼伤害小玉跟小满的。老大，可否……二娘，你什么都甭说了。就算那群豺狼不下山，这山神庙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的，也不能让三舅爷一家待在这里啊。老赵家的屋舍虽然不宽敞，但大家挤一挤，再多住4个人还是没问题的。还不赶紧去收拾一下，跟我们回去。大姐，东升，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我又不白收留你们，你们2口子跟着我们回家，就要跟我们一起干活，等赚了钱大家一起分。大姐，我们不分钱，只要给我们一家4口吃饭，一个睡觉的地儿就行了。大姐，你要我们干啥？只要你吩咐一句，你让我们往东，我们绝对不往西。这样我跟梅干菜那老钱婆有啥区别？转身走到山神庙外的坝子里，借着灰蒙蒙的天光，目光在周围一扫。二娘，你在找啥呢？这大晚上的光线不好，啥也看不到。你要找东西，咱们明儿再来。老大、三弟，那些荒地你们瞧见了吗？大姑，我瞧见了，那些地只长草，种不出粮食，不好。小玉，这些地啊可是宝贝，种不出粮食那是因为不会种。这世上只有不会耕地的农民，没有种不出粮食的地。老大、三弟，瞧瞧，我想将豺狼岭山脚下的那些个荒地都开垦出来，这些个荒地可有主人。这些荒地种不出粮食，这附近几个村的人没人稀罕，连官府都懒得管。所以这些荒地不属于任何人，谁想要种都可以开垦。是这样的。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们有空就只管上山开荒，种子的事情
交给我解决。巧巧跟2个丫头还是跟着慧娘他们一起上山采摘鸳鸯藤花跟薄荷叶，晚上可以跟慧娘他们一起做针线活。呀，二娘、东升回来啦！三舅爷跟三舅妈2位妹妹也来了呀。料想着花如远一家4口是将梅氏得罪了，被梅氏赶出了门，此时怕是还没吃晚饭。罗氏目光在2个脸上还带着泪痕的小丫头片子身上一扫，这大晚上的待在那破山神庙，2位妹妹怕是受惊了吧？哎呀，赶快进来。慧娘，那就辛苦你了。阿娘，咱们一家人不用说2家话。罗氏走去牵起花小玉姐妹俩的手，这晚上还剩了些苞米饼跟猪肚汤，热一热就可以上桌了。2位妹妹，跟嫂子去吃饭吧。慧娘、春来、巧莲、秋菊，以后怕是要麻烦你们了。以后有啥需要我们2口子效力的，尽管开口，别拿我们2口子当客人。因为太感动了，加上看到了一丝未来生活的希望，花如远说着说着，当着老赵家一家人的面，眼泪鼻涕一起涌了出来。大姐，让你见笑了。花老三，你害不害臊啊？刚觉得你敢跟梅干菜那老钱婆断绝关系是个铁铮铮的汉子，这还没过1天呢，人设就崩塌了。大姐，我高兴，我感动，你就让我再哭一会儿吧。陈氏见花如意已经没眼看了，尴尬的笑了笑，赶紧动手拉着花如远朝厨房走去。吃了晚饭，陈氏就领着2个闺女到院子里帮忙做香包。小玉、小满也会做针线？是的，大姐，小玉、小满2岁多，我就教他们做针线活了。花如意顿时感觉自己是个废物。二娘不废，二娘也不丑，只是皮肤现在不好，一黑遮3美了。二娘以后会逆袭的。还有多余的针，二娘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做香包啊？好啊。将自己做的长凳挪到赵秋菊身边。我针线活做的有些差，秋菊，你教我。旋即将穿上了线的针递到了花如意的手边。花如意接过针没多久，赵秋菊就听到她痛苦的嘶了一声，紧接着花如意接二连三的嘶了好几声。二娘，你行不行啊？若是不行，就将针线放下。女人不能说自己不行。二娘，这是缝衣针，不是大刀，你得用巧劲儿。在罗氏的指导之下，花如意费了9牛2虎之力，可算缝好了一只香包。缝制香包成功，恭喜宿主获得5000经验币奖励，请宿主再接再厉。缝制香包竟然还能赚经验币，真是没想到啊！再接再厉。花如意一鼓作气又缝制了3只香包，一只赛一只的好看。驴蛋，你出来一下。哎呦，丫头，大晚上的别一惊一乍的。不是让我再接再厉吗？我又做好了3个香包，怎么没有经验币奖励啊？系统只是让你再接再厉，又没说你再接再厉做了香包就能获得经验币奖励。我累了，我要回屋睡觉了。花如意一脸心累的表情，将手里的针线放下，瞅向了赵秋菊。我的房间腾出来，让给阿远一家4口。秋菊，从今儿个起，我得跟你挤一挤了。没问题啊。二娘，你愿意跟我睡，我高兴着呢。征得了赵秋菊的同意之后，花如意回屋将自己的几件破烂收拾好，用裤带一扎，一股脑的拎到了赵秋菊的房间。秋菊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赵秋菊被花如意一句话吓得摔下了床。双双美。花如意忙不迭摸黑下床将她拉起来。二娘，你咋忽然问我这个问题啊？
赵秋菊重新躺回床上。二娘，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我的姑奶奶，你快别哭了，我哪有嫌弃你的意思啊？花如意伸出手，想摸黑给赵秋菊擦擦眼泪，一个没搞对方向，摸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二娘，你做什么呀？听到赵秋菊惊叫了一声，花如意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摸到了什么，忙不迭将手收了回来。这妞看着面黄肌瘦的，身材这么有料的吗？花如意再摸摸自己胸前，一马平川，顿时有点心塞。同样吃野菜跟苞米面，为啥她那里就没肉？自己把眼泪擦擦吧。原来二娘刚才是想给她擦眼泪啊。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花如意重新平躺在床上，将双手枕在头下。我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是想以后按照这个标准为你择婿，你别想歪了。二娘，我这个样子有挑选男人的资格吗？赵秋菊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的疤，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卑涌了出来。当然有了，再丑再老的女人都有选择男人的权利，何况你不丑也不老。等以后咱们家的条件好了，我想办法将你脸上的伤疤治好。二娘，我脸上的伤疤真的能治好吗？能治好，只要有手术工具跟药材，治好这种程度的烫伤疤痕，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二娘，我喜欢身材高大挺拔的男子。将话说出了口，他脸上才火烧火燎的。二娘，刚才的话我只告诉你啊，你别告诉别人连大嫂跟二嫂都不能说，真是太羞人了。不说不说，我悄悄为你物色对象。野猪进村啃庄稼啦！野猪进村啃庄稼啦！没干菜，你这老钱婆也太缺德了！那是老赵家的苞米地啊，你竟然将野猪往那边赶！哎呦，不往那边赶，难道还让野猪留在我家苞米地里啃吃我家的苞米地吗？老赵家院门被人敲得砰砰砰的，我去开门。起身去将院门打开，见村长儿子田河川一脸焦急地站在门口。河庄老弟，吃晚饭了吗？快别吃了，出大事了！出啥大事了？一头300多斤的野猪进了咱们村，没干菜那老钱婆为了自家的苞米地不被野猪祸害，跟花如海夫妇俩将野猪赶进了你家的苞米地啊！那野猪钻进你家苞米地已经有一会儿了，东升哥、春来哥，你们赶紧去瞅瞅吧！什么？老大，带上镰刀跟火把，跟我走。见花如意已经举着火把大步走出了院子，3个男人回过神来，赶紧按着他的嘱咐进屋取了镰刀，忙不迭追上去。巧莲、秋菊，你们留在家里好好看这几个孩子，我也去苞米地里看看。慧娘，我跟你一起去。就1刻多钟的功夫，玉米杆子被撞倒了一大片。野猪壮实且凶猛，之前又被村民用火把追赶，此刻已经发了狂。家宝奶奶，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赵老大，你冲我吼啥呢？那野猪要钻进你家玉米地，我有啥办法？老大，先别跟那老钱婆吵，将野猪弄出苞米地要紧。花如意借着火把的光芒，目光在灌溉的沟渠旁一扫，见那沟渠旁长了一片金竹，他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想法。老二、巧莲、巧巧，你们看着那头野猪。老大、远弟，你们跟我过去沟渠旁看竹子。一会儿功夫，3人就砍了一大捆小孩手臂粗的金竹，每一根金竹的两端都被削得尖锐无比。老大、远弟，抱上这些竹子，跟我来。哎，如海，你大姐3弟跟赵家老大这是在做啥呢？不赶紧将野猪弄出苞米地，跑去水渠边上插竹子？出门的时候脑袋被门卡糊涂了吗？娘，你想知道自个儿过去问问呗。哼，你大姐跟你3弟呀，都是白眼狼，老娘才不去问他们。1刻钟不到，陷阱就布置好了。
几十根尖锐的金竹竖立在水渠附近。老大、远弟，你们现在拿着火把，跟春来他们一起将那头野猪逼过来。好。野猪怕火，赵东升等人拿着火把靠近，立马发出昂昂昂的惊叫声。见老赵家几个人拿着火把开始驱赶野猪，田宝跟父子俩领着几个村民赶紧帮忙。在10几只火把的围困之下，野猪逐渐靠近了花如意布置的陷阱。最后，一声撕破夜色的惨叫结束了这次手忙脚乱的驱赶野猪行动。哟，死了！村长，感谢你今儿晚上带着大家来帮忙。等我家将这头野猪弄回去，杀好了之后，我给大伙分肉吃。今晚只要帮了忙的，都有份儿。分肉给我们？村长，我二娘她性子变好了。我以前性子混，做了很多损坏邻里关系的糊涂事儿，还请村长跟在场诸位海涵。东升，这真是你二娘？若不是听赵东升夫妇俩称呼眼前的女人为二娘，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女人是榆树村第一汉女花如意。知错能改就好，远亲不如近邻，一个村子里住着，以后大家好好相处。面对一群和善的村民，花如意心里一暖。大家都别愣着了，这头野猪起码300斤重呢，就靠东升跟阿远，肯定是没法将这头野猪弄回老赵家的。还有力气的，都搭把手吧。如海，你还愣着做啥呢？赶紧过来帮忙抬野猪啊！来了。请大家先别靠近这野猪。哎，咋地不让靠近那野猪家？这野猪只是伤了，还没死呢。靠近这野猪，可能会被它咬伤。大家先站在旁边等会儿，我说可以动手了，大家再动手。转身拔起一根布置陷阱用的金竹，将金竹握在手里，对着那野猪脖子上的动脉血管瞄了瞄，嗖的一声，再昂的一声惨叫，尖锐的金竹刺穿了野猪的脖子，原本还有一口气儿，睁着双眼直哼哼的野猪闭上了双眼，彻底没气儿了。没事，花如海，你们还想分猪肉吗？呀！不就是野猪肉吗？老娘又不是没吃过，老娘不要了就是。见没事跑得跟逃命似的，站在远处田埂上，一边瞧热闹，一边怕得要死的唐氏拔腿就追。没干菜，你个老不死的！你儿子我还在这里呢！唐青莲，你个没良心的，连你男人你都不管了！花如意听得嘴角狠狠一抽搐，没事呢，老钱婆果然是留了一个孝顺的儿子在身边。都出去这么久了，二娘大哥他们咋还没回来？娘，你别急嘛，二奶奶跟大伯娘他们肯定不会有事。二嫂，你当心你的身子。小姑，我听到了爹的声音了，是爹跟二奶奶他们回来了。小姑，爹他们抬的是野猪吗？可不是。爹他们竟然把野猪给杀死了。可不是嘛。豺狼岭上的野货虽然多，但没人敢猎野猪这种大型野货。哎呀，二娘，你身上咋有血呀？是不是被野猪咬伤了呀？我没事，就是送这头野猪上西天的时候，不小心沾了几滴猪血。将野猪弄回老赵家，虽然已经夜深了，但田宝根父子俩还是领着几个村民跟老赵家的人一起料理死掉的野猪，劈柴烧水，刮猪毛，刨除内脏，剔骨卸肉，将整头野猪料理清楚，已经鸡叫头遍了。花如意顶着2个黑眼圈，深深地打了个哈欠。辛苦大伙了，这会儿已经鸡叫头遍了，离天亮吃早饭没多少时间了。我去厨房炒几个菜，大家填填肚子再回去。大娘，你也跑进跑出的忙活了一宿了，快回屋歇会儿吧。你给我们大伙分了肉，我们哪里还好意思留下吃饭？咋不好意思了？都坐着休息，
不准离开！你们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今儿就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鸡叫第3遍，天蒙蒙亮的时候，早饭做好了。老赵院子里肉香扑鼻，花如意用野猪内脏做了一桌子菜。这些菜真好吃。忙了一个晚上，田河川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饭菜上桌，众人坐落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每道菜都尝了一筷子。尝到了滋味之后，伸手就对花如意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旋即有些羡慕地瞅了赵东升兄弟俩一眼，有这么个会做饭的二娘，真是羡慕死个人了。吃饱喝足，天色已经大亮，一群人从老赵家离开的时候，一家一块5斤重的野猪肉。这青黄不接，家家缺粮少吃的时候，一家给5斤野猪肉，这可是大手笔了。一群人拎着肉从老赵家院子里出来，看见的人一个个羡慕眼馋。家宝他奶，你闺女给你分了多少野猪肉啊？没事，连根猪毛都没分到。昨晚还被花如意唬得屁滚尿流的逃跑。此刻见田宝根等人拎着大块野猪肉从老赵家院子里走出来，正气得鼻酸眼睛歪。二娘，咱们今天摆摊吗？先去一趟高氏布庄，将一半的香包搁在高记布庄卖。这几天家里大大小小几个女人一共做了大概有350个香包。将一半香包搁在高氏布庄后，咱们再去一趟业绩酒楼，问一问业绩酒楼的掌柜要不要野猪肉。那业绩酒楼的朱掌柜说话虽然有些难听，但是个有眼见识货的主，咱们的野猪肉品质不差，兴许朱掌柜会感兴趣。大姐，你是跟高氏布庄达成合作了吗？为啥不将咱们今儿带来的香包都搁在高氏布庄卖？留下一半，等咱们卖了野猪肉后，自己带着去江淮县城探探行情。江淮县城比咱们新田镇热闹繁华，住在那儿的百姓也比较有钱。咱们自己带一半去江淮县城卖，这一半不用分利给高氏布庄。二娘，去江淮县城可不近。这一路走来，二娘空着手不觉得累，她跟三舅爷肩膀上挑着东西，脚底板都走痛了。咱们新田镇距离江淮县城还有10里路呢。老大，你似乎对我颇有怨言。二娘，你感觉错了，你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你说的都是对的，我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怨言？是不是走累了？花如意垂下眼帘，目光在2个大男人双脚上一扫。2个大男人脚上穿的都是草鞋，挑着东西走了这么远的黄泥路，就算是年轻力壮的大男人也会感觉脚底痛。到了业绩酒楼，我负责找那朱掌柜沟通卖野猪肉，你们俩找地方歇片刻。卖了野猪肉，咱们手上就有了银钱，去江淮县城咱们搭马车。二娘，我不累，不用浪费钱搭车。在业绩酒楼歇一会儿，咱们就走路去县城，我还能走得动。那野猪可是你辛辛苦苦才猎到的，赚了钱你给你自己买匹好看的布，做一身体面的衣裳。你不累，我累了，要走路你自个儿走，我跟原地搭马车。花如意又扭头将赵东升瞪着。老大，你是不是觉得我丑啊？二娘，你不丑，在我心里你最漂亮了，比天上的仙女还漂亮。擦肩而过的一名长衫男子听到赵东升赞美花如意，特地扭头瞅了花如意一眼，旋即对着花如意直摇头。这还不叫丑啊？要丑成啥样子才叫丑？大白天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怕遭雷劈。我二娘心灵美不成吗？多管闲事儿，遭雷劈了吧？见长衫男子被吓得鬼叫逃窜，赵东升得意地勾了勾嘴角，担心花如意在意那长衫男子刚才说的话。二娘，刚才那滚犊子王八玩意儿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在我心里你最美了，就算脸不那么美，但二娘你善良的心是这世上最美好的。老大，你不说话没人将你当哑巴。三舅爷，
二娘怎么忽然生气了？东升，你可长点心吧。女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就算她们再老再丑，都会觉得自己很漂亮，是个可人的美人儿。赵东升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丫头，别生气啦。哎，都是我不好，让你用这具身体借尸还魂。你要是心里不畅快，我再降一道雷，吓吓刚才那滚犊子王八玩意儿。别打岔，我正在想事情。远帝刚才说的那句话说的对极了。女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就算她们再老再丑，都会觉得自己很漂亮，是个可人的美人。吕大，我发现你的雷电之力好像比以前强大了一些啊。嘿嘿，那是，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蛟龙一族的功德系统可以修复元神，你呢帮助老赵家脱贫致富，收留花如远一家，积攒了功德。我吸收了这些功德，元神力量就会逐渐恢复。丫头，我吸收的是你积攒的功德，不是你赚的经验币哦。丫头是个爱钱如命的，若是误会她将经验币吞了，估计又要琢磨着先将它煎了还是水煮了。你要是将我的经验币吞了，现在还能跟我说话，早就变成老赵家餐桌上的蛋饼了。呀，大妹子，你来啦！高老板、老板娘，上午好呀。花如意跟何氏随便客套了两句，便拿了一个驱蚊香包给何氏过目。老板娘，这是我们做的驱蚊香包，你看看合不合适搁你家布庄里售卖。大妹子，这驱蚊香包做得很精致，味道也特别好闻，搁我家店里卖肯定是没问题的。一支驱蚊香包卖多少钱？大妹子可想好了？18文一支吧。18文一支，这个价格挺好的。老板娘，我搁150个香包在你这儿。花如意说着，扭头给身后的两个男人使了眼色。这驱蚊香包效果挺好的，你留10个自家用。老板娘帮了我这么大的忙，算我免费送给老板娘的。收到花如意的眼色，赵东升跟花如远很快分了150个驱蚊香包出来，搁在高氏布庄。我看高老板跟老板娘挺忙的，我今儿个也还有些事，就不在此多叨扰高老板跟老板娘了。大妹子呀，我家店里又有了些碎布头子，你还要不？还要的。大妹子，你们先去把东西卖了，稍后再回来取那些布头子，省得一路挑着那些布头子累人。老板娘，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有啥好谢的？大妹子呀，这一来二去的，咱们都是朋友了，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又跟何氏聊了几句，花如意这才领着两个男人从高氏布庄离开。从高氏布庄出来，三人就直奔叶记酒楼。赵兄，那位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金尊玉贵的贵人，若是稍有不慎，有个闪失，杀头事小，极有可能会被诛灭九族呀。王兄、李兄，你们两个胆子未免太小了，不会有闪失的，顶多就是治不好，被那位侍卫扫地出门。但倘若我们仨联手将那位给治好了，可是造福大诸百姓的大功劳一件呐！当今天子的赏赐以及叶家的赏赐都不会少的，说不定咱们仨就此扶摇而上，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呐！朱掌柜，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大妹子一手厨艺惊人，我咋能不记得？朱富贵的目光越过花如意，瞧向了花如远跟赵东升，见两人身上都挑着箩筐，从两人身上收回目光后，笑盈盈的看着花如意询问：大妹子，今儿带了啥好东西来兴田镇卖？有100多斤新鲜的野猪肉，朱掌柜可感兴趣？哟，野猪肉呀，那我要看看。野猪肉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搁在箩筐里，朱富贵随便拿起一块瞧看了两眼，见肉质比家猪肉紧实，肉也新鲜。若是价格合适，这些野猪肉我全部买了。15文一斤，跟家猪肉一个价。成。大妹子，你们挑上猪肉跟我来吧，去后院过秤，后院地盘宽。
两人挑上箩筐，与花如意一起跟着朱富贵走到业绩酒楼的后院。拿大秤来。须臾，一名后厨的帮工就将一杆小孩手臂粗的大秤递到了他面前。在花如远跟赵东升的协助之下，朱富贵将箩筐里的野猪肉都过了秤。大妹子，除去你家箩筐的重量，野猪肉一共是135斤，15文一斤，一共是2025文。朱富贵算好了账，领着三人回柜台，从柜台枷锁的抽屉里取了2串子铜钱，数了数，递给花如意。大妹子，这是2025文，你数一数。多谢朱掌柜。当2串铜钱压在他手上，他第一反应贼沉。东升、远弟，这钱你们都整。丫头，你不是爱财如命吗？现在怎么舍得将刚赚到还没捂热的钱交给别人保管呢？我乐意，你这只蠢蛋管得着吗？我看你就是懒。懒人有懒福气。大妹子，你再弄到野货，直接拎来业绩酒楼卖给我，咱们算是熟人了，我绝对不会坑骗你。没问题啊。我见朱掌柜今日挺忙的，我就不在此多叨扰朱掌柜了，告辞。哎，大妹子，且慢。朱掌柜，还有事吗？大妹子可否将上次那几道菜的菜谱卖给我？我给大妹子一个好价钱。抱歉，朱掌柜，菜谱我不卖。不卖？哎，不卖也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大妹子，以后得了野货，还是可以直接拎到业绩酒楼来。承蒙朱掌柜瞧得起，若朱掌柜当真看得起我那天烧的那些菜品，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既能帮助业绩酒楼盈利，也能让我自己赚些小钱。大妹子那日烧的几道菜，色香味俱全，我自然是看得起的。朱富贵眼神一亮，忙不迭地回应花如意：大妹子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若是合理，我尽量满足大妹子。我可以将那日烧的6道菜的菜谱写出来给朱掌柜你，但是业绩酒楼用我的菜谱赚的钱，每个月就得分一些红利给我。我的要求不高，每个月分10两银子的红利给我就行。除此外，业绩酒楼还得跟我签订一份契约。业绩酒楼能成为兴田镇最大的酒楼，并且多年屹立不倒，朱富贵以及业绩酒楼幕后的东家岂能是普通老百姓那样单纯？所以还是白纸黑字写清楚了，花如意心里才比较踏实。契约1年以前，意思就是业绩酒楼跟我签订一次契约，就能用1年我的菜谱赚钱。1年期限满，若业绩酒楼还想继续用我的菜谱，就要重新跟我签订契约。朱富贵被花如意的精明气得半晌没开口，皱着眉头，一脸纠结要不要答应花如意的要求。看来朱掌柜对我的提议并不看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在此多叨扰朱掌柜了，告辞。大妹子，且慢。那6道菜色香味俱全，推出后一定能够得到客人的青睐，一定能赚大钱。就算搁在这兴田镇这穷乡僻壤赚不了钱，将菜谱传回京都业绩酒楼的总号一定能凭借这6道菜赚大钱。大妹子，你刚才开的条件我都答应。1刻钟后，2份内容一模一样的契约出现在了业绩酒楼的柜台上。花如意跟朱富贵各自在2份契约上画了押，旋即一人拿了1份。二娘，咱们刚才真的赚了10两银子啊！离开业绩酒楼都好远了，赵东升还是觉得自己有些恍恍惚惚。不就赚了10两银子吗？瞧你这点出息，以后我要是赚更多的钱，你是不是会被吓死啊？不怕二娘见笑，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钱。大姐，东升，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去车行搭车吧。哟，大妹子，是你呀！
看来咱们俩挺有缘的，这么快又见面了。这老东西是不是没被雷劈怕，又想骗他将人参当山萝卜卖？大姐，这位是平安药行的掌柜的。大妹子，你那颗山萝卜啊，不，那是人参。那天是我看走了眼，错将大妹子手里的宝贝人参认成了山萝卜，还望大妹子勿怪呀。那颗人参不知大妹子还卖不卖呀？赵山鳖一边说，一边伸长脖子，瞪大双眼朝花如意手里打量。见花如意手里没人参，他眉头微微一皱。这次我一定给大妹子一个好价钱。二娘，什么人参啊？在山里挖的，我先前也不敢肯定那就是人参，于是没敢告诉你们。多谢掌柜的好意，那颗人参我不打算卖了。大妹子，你别着急离开呀。眼看花如意要往别处去，赵山鳖心里着急了。那颗人参主根足足有成年人拇指那般粗，须根发达，至少在山里长了50年之久，蕴含天地精华，药用价值极高。若得这么一颗人参，说不定就能治愈那位金尊玉贵的贵人了。大妹子，我出10两银子，你将人参卖给我。10两银子，那么多？这个山王八坑骗他一次，竟然还想坑骗他第2次。他看上去就那么像容易上当受骗的棒槌吗？掌柜的真大方。应该的，应该的。乡下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就是好欺骗。那大妹子可是愿意将人参卖与我了？不卖。为啥？既然是好东西，我打算回去买头猪脚一起炖了，给我家里的几个孩子补补身子。花如意一句话气得赵山鳖黑了脸，咬牙露出一脸狰狞的表情。这个不知好歹的刁钻妇人。有没有去江淮县城的？5文钱一个人。见有去江淮县城的马车，花如意没空再搭理赵山鳖，扭头给赵东升、花如远使了个眼色。这江淮县城挺热闹的，元弟、老大，赶紧找个地方支起摊子，将咱们的驱蚊香包摆上。不到1刻钟，3人就在一个脂粉摊的隔壁将摊子支了起来。卖驱蚊香包呢，将此香包带在身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能提神醒脑。18文钱一个，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都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呢。花如意吆喝了一嗓子，就将一只箩筐倒扣在地上，然后一屁股坐在箩筐上，再翘起2郎腿给赵东升、花如远使了个眼色。2人立刻理解了花如意的意思，学着花如意刚才吆喝的口吻，一声一声的吆喝起来。哎，大姐，你家卖的这香包真的能驱赶蚊虫吗？当然可以，小哥，成亲了吧？刚成亲没多久。哎，大姐，你问这个做甚？眼下蚊虫挺多的，特别是入了夜，嗡嗡嗡的乱叫，令人不胜其烦。小哥可要买一个香包回去送给小娘子啊！大姐，我这脂粉摊的生意还没开张呢，我荷包里现在没几个铜钱。大姐，我能不能用我的胭脂跟你换一个香包？我家的胭脂是我跟我娘子亲手做的，保证好用。没问题，小哥可要多换几个，将我家这驱蚊香包挂在身上，晚上睡觉都不会被蚊虫叮咬。脂粉摊老板见花如意挺热情的，最后用自家做的胭脂、口脂、眉粉跟花如意换了3只驱蚊香包。二娘，这东西不好卖啊，咋办？别急，我想想办法。驱蚊香包是好的，只是这个新玩意儿还没人知道这玩意儿的好处，一旦有人知道了这玩意儿的好处，就好卖了。小哥，我看你这脂粉摊也挺清静的。哎呀，这哪里是冷清呀，这分明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大姐，你就别取笑我了。我不是取笑你，我有个办法，可以将你的脂粉跟我家的驱蚊香包都卖出去。小哥可要听一听？什么办法？大姐请讲。
我姓董，叫董文山，大姐可以管我叫小董。我叫花如意。小董啊，我会点梳妆打扮的技巧，待会儿你随便去邀请一名女子过来，说我为她免费梳妆打扮。花如意说着，往董文山的脂粉摊子上扫了一眼。前提条件，我得使一下你摊子上的东西。我将你邀请来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其他路过的人瞧见了，自然会被你摊子上的东西所吸引。没问题，只要是我摊子上有的东西，花大姐都可以使用。我这就去邀请一名女子过来。花如意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小董，我帮你卖脂粉，你得帮我宣传驱蚊香包，咱们互利互惠。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不到半盏茶的时间，董文山就将一名脸上长了些雀斑、皮肤有些显黑、大约18、19岁的姑娘叫到了脂粉摊前。姑娘，你别紧张，给你梳妆打扮的是这位花大姐。大姐，你真的可以将我变美吗？当然可以，这世上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会梳妆打扮的女人。姑娘，这边请。花如意说着，弯腰将自己刚才做过的箩筐挪到了雀斑姑娘的面前。姑娘请坐。花如意从董文山的摊子上挑了几件东西，开始为她梳妆打扮。一旁的3个大男人见她先用妆粉为那姑娘遮住脸上的雀斑，再用一些眉粉跟妆粉混合描绘那姑娘的轮廓。一炷香时间，一名面若桃花、楚楚动人的姑娘就出现在了3个大男人的眼前。二娘，你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呸！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老大，你会不会说话呀？姑娘底子好，只是常年日晒，皮肤黑了，脸上长了雀斑，遮掩了原本的美貌而已。这是我吗？当然是姑娘你。姑娘，你觉得董小哥家的胭脂水粉如何？很好，气味很好闻，涂抹在脸上也很舒服。既然姑娘觉得好，能否请姑娘帮忙宣传一下？当然可以。哎，小花，这位董小哥家卖的胭脂水粉很好用，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过来瞧瞧吧。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儿？小花，是我啊，小翠。啊，秦小翠，真的是你？哎，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是这位花大姐用董小哥家摊子上卖的胭脂水粉将我变成这样的。2个姑娘情绪有些激动亢奋，情绪高，开口说话嗓门自然就大，一下子就引起了过路人的注意。经过2人的宣传，不大一会儿，董文山的胭脂摊就被一群年轻的女子包围了，争着抢着要买董文山的胭脂水粉。姑娘们，隔壁花大姐家卖的驱蚊香包也很好，将香包佩戴在身上，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能提神醒脑。董小哥，你说的可是真的？那香包真有这么神奇啊？姑娘，我骗你做甚？我自己都买了几个，准备带回去送给我家娘子。董文山拿了一只驱蚊香包，递给质疑的姑娘抢。这香包味道好好闻啊，做的也挺精致的。多少钱一支？18文一支，童叟无欺。见董文山摊子上的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花如意麻利地接过那姑娘的话，将我家这驱蚊香包带在身上，保证1个夏天不会被蚊虫叮咬。姑娘们，我今儿带来现成的驱蚊香包可不多啊，想要买的赶紧过来瞧瞧。啊，这摊子附近真的没有蚊虫的嗡嗡声呢，其他地方就有。难道这驱蚊香包真有这么神奇啊？不到1个时辰，花如意的100多只驱蚊香包以及董文山摊子上的胭脂水粉、珠花首饰都售一空。花大姐，我一直在这里摆摊，你下次若还进城卖驱蚊香包，还将摊子摆在我旁边，我们还互相帮助，互利互惠。成啊！今儿剩下的时间，我打算在城里逛一逛，开开眼界。董小哥，告辞。3位客官，请问买布还是买成衣呀？老板，
那匹藏青色的棉麻布什么价？二娘，咱们不是来买碎布头子的吗？你干哈又向布庄老板询问布匹的价格？买布还能做啥？给你做新衣服呗。一个30好几的大老爷们儿，身上的衣服旧得跟抹布似的，2只膝盖天天露在外面，走破洞牛仔风啊？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这个二娘虐待你呢。今儿卖野猪肉赚了2000多文，卖香包赚了3000文左右，跟叶记酒楼合作得了10两银子，现在将银票铜钱加起来，总共有15两银子了。给一大家子人都添置新衣，花如意一点都不心痛。最重要的一点，跑布庄来单买不值几个钱的碎布头子，布庄老板可能会嫌赚不了几个钱不卖。若先给老板买1两匹布料，再问老板买碎布头子，那就容易多了。我的2身衣服还能穿过这个夏天，二娘，你给三舅爷一家慧娘巧莲他们买就成了。别废话了，每个人添置2身新衣，2双新鞋，看你们一个个穿得跟乞丐似的，影响我一天到晚的心情和食欲。住在老赵家，花如远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听了花如意跟赵东升的对话，他原本也想插2句嘴，花如意的最后一句吓得他赶紧将到了嘴边的话收回去。客官，这种棉麻布1匹180文，1匹布能给成年男子做2身夏装，外加2双鞋子。掌柜的，我在你家拿3匹这样的布料，能否给个优惠价？3匹这样的布料原本是540文，看在客官你买的多的份上，我将零头给客官抹掉，给500文就成了。赵东升收到花如意的眼神，麻利地数了500个铜钱出来，递给布庄老板。这里是500个铜钱，请掌柜的过目。老板，你家布庄里可有做成衣、鞋子等剩下来的碎布头子？若是有，可否卖我？有2麻袋，不过都碎得很，用来做鞋子都要拼接好几次，太麻烦了。客官若是不嫌弃，我待会儿去库房里面拎出来给客官瞅瞅。不嫌弃，不嫌弃。不大一会儿功夫，布庄老板就将满满的2麻袋碎布头子拎到了花如意3人的面前。那这1个月存的碎布头子都在这里了，客官打开看看吧。若是看得上眼，这2袋碎布头子就给30文钱好了。花如意给赵东升、花如远各一个眼色，2人麻利的将麻布口袋解开。二娘，都是崭新的棉布跟棉麻布，各种颜色都有。花如意凑上去瞧了2眼，很满意，颜色比上次从镇上高氏布庄拿的那些鲜亮，用来做香包更加合适。这些碎布头子我们要了，老大，数30个铜钱给掌柜的。3人满载从第1家布庄离开后，接着逛第2家、第3家布庄，用同样的方式从第2家、第3家布庄买到了5麻袋的碎布头子。宣上又变了。大哥，这告示上写了啥？宣上变成多少了？镇北将军重伤，但凡医者若是能够治好镇北将军的伤势，赏银1万两。之前是5000两，现在变成了1万两。看来镇北将军的伤势有些严重啊。啊，赏银1万两。官爷，草民姓赵，全名赵山鳖，是兴田镇平安药行的掌柜。这2位是草民的至交好友。草民3人醉心医术，行医治病多年。听闻我大周战神镇北将军重伤，心痛万分，特来此为镇北将军疗伤。眼看赵山鳖伸手去接那告示，花如意心里嗷的一声，感觉自己的1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被人抢了，痛彻心扉。官爷，民妇姓花，全名花如意，民妇请命为镇北将军疗伤。花如意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抓住了告示的另一只脚。是你？就是我，掌柜的，咱们又见面了。你一个妇道人家会给人看病？哼，妇道人家怎么了？创造出人类的女娲娘娘还是妇道人家呢？当今太皇太后还是妇道人家呢？掌柜的，你这么鄙视妇道人家，就不怕？我可没有鄙视妇道人家的意思，你别胡说八道。头儿，这2个人一起接了告示，如何是好？
这两人是否有真本事还不得而知。既然他们接了告示，我在这儿看着这二人，你速速离开，去将陶大人跟叶飞将军请来，让他们二位做定夺。是，头。大姐，我知道你很厉害，但这可是为镇北将军疗伤，一个搞不好是要获罪的。二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赶紧回家洗洗歇着吧。镇北将军是护我大周万万子民的英雄，金尊玉贵，可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有资格为镇北将军疗伤的。阿猫阿狗不配给镇北将军疗伤，那你这只山王八岂配？你掌柜的这般挤兑我，可是担心自己的医术不如我？哼，我经营药行多年，平安药行在兴田镇口碑极好，我的医术岂能不如你？既然掌柜的这么有信心，那又何必跟我一个妇人多费唇舌呢？花如意三言两语对得赵山鳖无话可说。赵山鳖冷哼了一声，甩甩袖子，不情不愿地将嘴巴闭上。二娘，那不是陶晴信陶公子吗？陶大人又不是吃人的老虎，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民妇花如意见过两位大人。与此同时，给赵东升和花如远使了眼色。草民赵东升见过两位大人。草民赵山鳖见过两位大人。免礼，花大姐，咱们又见面了。谢两位大人。是啊，没想到陶公子竟是江淮县的县令大老爷，民妇眼拙，上次没能认出来，怠慢了陶大人，还望陶大人海涵。你真的懂医术，能为我家将军疗伤？尚未见到伤患，不敢贸然下定论。不过民妇的确懂一些医术，不如叶飞将军跟陶大人带民妇去镇北将军下榻的地方瞧瞧，瞧过了镇北将军的伤势，若民妇能为其治疗，定竭尽全力为大周边陲百姓保住这位战神。若是民妇没有这个能力，定不为了那1万两的赏银胡来。叶飞现在为了叶锦兰的伤势心急如焚，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医术厉害的民间郎中，于是斟酌了一下，就对花如意点了头。将那3人也带上，让他们都去查看一下将军的伤势。是，将军。不大一会儿功夫，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衙门。将军在内衙，为了不打搅将军，懂医术者随本将军与陶大人进去，闲杂人等在外面等候。二娘，你小心一些。大姐，千万别逞强啊！得不了赏金无所谓，咱们有手有脚的，以后慢慢赚，总能够把日子给过好的。我是去给镇北将军疗伤，又不是去上刀山下火海。哼，你们俩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好不好？花如意让他们笑，两人努力地扬起嘴角，冲着花如意笑了笑。得了，别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跟陶大人、叶飞将军进去了，你们俩趁此机会找地方歇一歇，待会儿回家还得走10多里地呢。告别赵东升、花如远之后，花如意、赵山鳖4人跟着陶钦信、叶飞走了大概有1盏茶的时间，一座清幽的小院出现在了花如意的眼前。花大姐，镇北将军就在这里面了，请跟我来。房门跟窗户怎么关得这么死啊？将军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发抖。先前的郎中看过了之后，担心邪风进入，加重将军的伤势，就建议将门窗紧闭。将门窗打开，透透气，让这屋子里的气味散出去。这么重的味道，就算是好人，被闷在这屋子里也受不了。镇北将军身中2箭，现在正发着热呢。你让叶飞将军将门窗打开，这冷热交加的，万一加重了镇北将军的伤势。若不是陶钦信、叶飞在场，花如意真想送眼前这个老家伙4个字儿：什么玩意儿！现在外面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今天的温度就算没有37、8度，34、5度是有的。刮进屋的风都略带暖意，还冷热交加。叶飞将军、陶大人，二位可觉得外面冷？叶飞、陶钦信不约而同地对着花如意摇摇头。看来只有赵掌柜觉得外面冷，不如赵掌柜先回家去加一件棉袄，再来此为镇北将军疗伤。我去将门窗都打开。陶大人，
你先带着4位入内室看看将军。叶飞最终听了花如意的建议，走去将紧闭的门窗都打开了。花大姐，赵郎中，这位便是镇北将军了。花如意将目光下移，看到插在叶锦兰胸前跟右腿腿根处的2支断剑，嘴角不受控制的狠狠一抽。4位，可能为将军疗伤。看了叶锦兰的情况后，赵山鳖3人直皱眉头。面对叶飞的询问，3人闷不吭声。隔着衣服查看伤势，看得不是很清楚。叶飞将军，可否请你将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褪去？花大妹子，镇北将军是男子，你是女子，男女有别，你怎么能让叶飞将军褪去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呢？在医者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这么简单的道理，赵掌柜行医多年，难道不知道？花如意说着，目光在赵山鳖身上一扫，继续说：你们男人那里不就是一根萝卜加2个鸡蛋吗？有啥好看的？你陶大人，你是怎么结识这位花大姐的？在新田镇叶记酒楼结识的。隔着衣服的确没法看清楚镇北将军的伤势。叶将军，你还是按照花大姐的意思，将镇北将军身上的衣服褪去一些。叶飞点了点头，从腿间拔出一把匕首，走到床前，轻轻用匕首将叶锦兰伤口附近的衣料除去。这2支剑，民妇能为镇北将军拔出来。花如意确定以自己的能力以及手里的那套手术工具，在目前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能为叶锦兰拔出身上的2支剑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花大姐但说无妨，只要花大姐能救我家将军，让叶飞做什么都可以。民妇的条件很简单，请叶将军、陶大人为民妇准备一坛烧酒，酒越烈越好，包扎伤口用的纱布，干净的棉花、棉麻线以及疗伤的金疮药，干净的冷开水。这些好办，我这就吩咐下属去准备。叶飞将军，且慢，民妇的话还没说完呢。民妇为病人疗伤时，不希望身边有人，所以待会儿民妇为镇北将军疗伤时，希望叶飞将军跟陶大人平退左右，包括叶飞将军跟陶大人你们自己。叶飞将军、陶大人，这万万不可啊！没人在旁边协助，万一稍有不慎，镇北将军出了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镇北将军是庇护我大周边陲万万百姓的战神，为了我大周边陲万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草民恳请叶飞将军、陶大人三思而后行呐！这老山王八真烦。草民行医多年，救病治人无数，草民愿意从旁协助花大妹子，还请叶飞将军和陶大人的恩准。多谢赵掌柜的好意，只是我一介香旮旯里钻出来的妇人，连人参跟山萝卜都分不清楚，险些被某只乌龟王八蛋给坑骗，将人参当山萝卜卖了。哼，可不敢让赵掌柜这样的能人协助啊！花如意一句话，陶钦信眼看着赵山鳖的脸黑了下去，心里大概明白了什么。再打量赵山鳖，陶钦信眼中隐隐多了一丝不悦。身为一名医者，如此蒙骗前去卖药的人，医德如此败坏，医术能好到哪里去？叶飞将军、陶大人，既然赵掌柜这般忧国忧民，这般为镇北将军的伤势担忧，不如让赵掌柜先为镇北将军疗伤。叶飞将军，在下相信花大姐，镇北将军伤势严峻，不能再拖延时间了。还请叶飞将军尽快准许花大姐为镇北将军疗伤，在下愿意与花大姐一起承担风险。除了花大姐，在场所有人都跟随本将军与陶大人离开。陶钦信等人离开后，不到一盏茶的时间，花如意需要的东西就被2名铁甲兵送了进来。花大姐，这是您需要的东西。旋即对着2人挥了挥手。你2人去外面守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进来打搅我，否则我可不敢保证镇北将军能够平安无恙。是。你怎么在这里？
花如意帮叶锦兰包扎好了胸前的伤口，此刻正跪坐在叶锦兰的双腿之间，帮叶锦兰包扎右腿腿根处的伤口。是糟糕的姿势。花如意没有料到叶锦兰会这么快苏醒。别紧张。母亲，现在什么时辰了？母亲？镇北将军，请你仔细看清楚了再开口。母亲，您怎么换儿子为镇北将军？可是儿子这次出征，就为回京看望您，您生儿子的气了。花如意正在为他系绷带，叶锦兰开口又是一声母亲，气得他用力拉了一下绷带。他看上去就这么显老吗？竟然让一个看上去20好几陌生男人见他就喊母亲。母亲，儿子疼，你下手轻点儿。知道痛就别乱喊。为叶锦兰包扎好伤口，花如意拿了薄被，轻轻地搭在叶锦兰的身上，然后轻手轻脚地下床，走到床榻另一侧，伸手在叶锦兰额头上摸了摸。念在你烧糊涂了，以及那1万两赏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陶青信、叶飞带着一群人心急如焚地等候在外面。听到开门的声音，一群人齐刷刷扭头看向了花如意。花大姐，我家将军情况如何了？镇北将军吉人自有天相，2支箭矢已经顺利拔出了，熬过今儿晚上，如果明儿早上退热了，就没事了。花大姐，我现在可否进去看看我家将军？可以，但是镇北将军现在需要好好休息。叶将军、陶大人不能在房间里待太久。得了花如意的许可，陶青信、叶飞这才轻手轻脚地步入房间。赵山鳖3人有些不敢置信，也硬着头皮跟了进去。进屋后，见叶锦兰睁开双眼躺在床上，身上的2支断剑已经被拔出，丢在床前的铜盆里。3人被惊得双目圆瞪，嘴巴微张，旋即侧过脸，一脸极度羡慕地将花如意盯着。这个妇人竟然真的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拔了出来，肯定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过年拜祖坟拜得好，走了狗屎运了。虽然花大妹子运气好，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给拔了出来，但草民瞧着镇北将军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恳请叶飞将军、陶大人准许草民为镇北将军查看一二。聒噪。叶飞，此人是谁？将军，这是属下为您请的郎中。这样的人也配进本将军的身？滚出去！吓得3人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出了卧室。镇北将军烧成这样，急需要退热，民妇给开一张退热的方子，1张帮助伤口愈合的方子，请叶飞将军按照方子抓药，每服药每次1碗，每日3次。叶飞立刻给身边的铁甲兵使了个眼色，那铁甲兵忙不迭将笔墨纸砚送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镇北将军身上的断剑已拔出，方子已开好，还望2位大人按照告示内容兑现承诺。母亲，您腿脚不好，怎么一直站在那里？叶飞，你怎么能让母亲站着？赶紧去为母亲弄把椅子来。母亲？将军这是将花大姐当成了长公主。虽然花大姐一身妇人打扮，头上包块花头巾，是有些显老，但看着跟50出头的长公主殿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呀。将军这是什么眼神？若是将军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将花大姐当成了长公主殿下，还当众喊了花大姐母亲，会不会想买床棉被捂死自己？还杵在那里做什么？是将军。怕他动怒牵扯到身上的伤口，叶飞只好拎了把椅子送到花如意的面前。夫人请坐。母亲，您怎么跑到边关来了？您身子不好，父亲竟然任由您跑来边关，真是胡闹。京城距离边关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母亲可有吃苦啊。我家将军烧糊涂了，让陶大人见笑了。叶飞面向陶青信，很是尴尬地扶了扶额。将军的一世英名今儿算是折损了一半了。我家将军已经苏醒了，既然陶大人公务繁忙，就不再多叨扰陶大人了。陶大人，你自去忙你的吧。
他打量着床上的男人，见床上的男人此刻虽然烧得稀里糊涂，张嘴乱喊娘，但看上去比之前好了许多，心里也就彻底踏实了下来。在下这便回前衙处理公务了。若叶飞将军、花大姐还有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尽管差人去前衙知会在下。陶公子慢走。镇北将军已经能喊娘了，叶飞将军，您看什么时候将民妇的那1万两赏银给结算了？这位花大姐变脸的速度跟将军有的一拼呀，难怪将军睁开双眼就管花大姐叫娘，难道这就叫做惺惺相惜？母亲，儿子出征这1年多以来，你身体可还好？将军，你没事吧？母亲身体很好，你出征这1年多以来，母亲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儿啊，你就乖乖的闭上眼睛躺着休息吧啊！你有伤在身，说话劳神劳力啊。花大姐，你……花如意回应叶锦兰的话，吓得叶飞转身离开床边，一把抓着花如意的胳膊到了门口，低声开口：花大姐，我家将军的母亲是当朝长公主殿下，冒充皇族，若是被人传了出去，触怒了圣颜，是要被杀头的。我家将军清醒后，若是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叶飞将军，民妇若不这么回答，你家将军就一直睁着双眼，母亲母亲喊个不停。你家将军开口说话，就会引发重重的咳嗽，若是将伤口崩开了，叶飞将军你负责，还是民妇负责？民妇才刚过30岁，你家将军看上去没有27、8，25、6应该有了吧？你以为民妇享有他这么个大儿子，这不是被逼无奈，权宜之策吗？花大姐，我家将军现在烧得神志不清，你若是现在拿了赏银离开，我这心里实在是有些不踏实，可否请花大姐在衙门留宿一宿，待我家将军情况稳定之后，你再行离去。怕花如意不答应，叶飞忙不迭地补充一句：明日若是我家将军清醒了，我安排1辆马车送花大姐你回去。民妇可以在衙门留宿一宿，不过我得出去跟我的家人打声招呼，免得他们担心。没问题。母亲，您这是要去何处？边境之地不安全，母亲最好别到处乱走。叶飞，送母亲回房休息。哼，我儿真孝顺，母亲这就回房歇着。叶飞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分外复杂。阿弥陀佛，老天爷保佑将军清醒之后别记得这些事情，否则他的日子会很难过。杵在门口做什么？去跟着母亲，若是母亲有个好歹，我拿你试问。是将军。花如意被一名铁甲兵带到赵东升、花如远歇脚的偏房。二娘，你没事吧？大姐，镇北将军情况如何了？让你们俩担心了，我没事。我已经将镇北将军身上的2支断剑拔了出来。镇北将军此刻差不多已经脱离了危险，守护大周边陲之地百姓的战神基本上是保住了。我脸上长了银子吗？瞧把你们俩都看呆了。二娘，你竟然真的懂医术啊！大姐，你啥时候学的医术？我咋不知道？你竟然真的将镇北将军给治好了，你可真厉害！你们俩甭管我怎么懂的医术，知道我将守护大周百姓的战神治好了，赚了1万两银子的赏钱就行了。天色不早了，你们俩今儿先回去。大姐，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不了，镇北将军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在发热。叶飞将军心里不踏实，让我在衙门待上一宿，等明儿个镇北将军退热了，再安排马车送我回榆树村。家里天天吃粗苞米面，几个孩子都不长个儿。待会儿你们路过集市的时候，买些大米面粉跟猪板油回去。将花如远、赵东升俩送到了衙门外。花如一抬头瞅了一眼火辣辣的日头，觉得身上软得厉害，正打算折回偏厅再歇片刻，就见换上便装打扮得温文尔雅的陶金信朝自己走了过来。民妇见过陶大人。花大姐，这里没有外人，
还是请花大姐换在下为陶公子。陶公子换了便装，这是打算出府微服私访？微服私访，这词甚妙。陶公子客气了，民妇不过随口一说，没想到竟然对陶公子为官有帮助。在下并非是微服出巡。陶兴信抬头看了看天，见日头已经西斜，现在已经过了晌午，想必花大姐应该饿了。在下吩咐衙门后厨准备了午膳，想邀请花大姐一同去用膳。是有些饿了，承蒙陶公子不嫌弃，愿意邀请民妇一同用饭。花如意努力压制住自己想要飞的嘴角，装模作样的跟县令小哥哥客套了一句，然后就迈着心花怒放的脚步，跟着县令小哥哥去了后衙的伙食房。大人好，花大姐好。此处不是公堂，大家见到本官不必如此拘谨，都坐下吃吧。谢大人。别敲了，来了。叶飞将军，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吗？边走边说。叶飞一把将花如意的手腕抓住，拉着她从客房离开。我家将军又发热昏过去了，请花大姐过去看看。花如意跟着叶飞到叶锦兰的床前，伸手往叶锦兰的额头一抹，被烫的立刻将手缩了回来。男人整张脸此刻成了柿子，怕是已经超过了40度，再这么烧下去，怕是以后要真的认不清娘了。镇北将军都烧成这样了，为何不早些通知民妇？拔出断剑后，将军下午一直好好的，虽然偶尔说几句胡话，但精神还算不错。晚上用了膳才忽然温度升高，昏过去。晚饭吃的什么？将军说伤口有些痛，想喝点酒压一压。他想喝酒，你这个做下属的就给了？将军的命令，我不敢违抗。不敢违抗就一拳将他打晕了。花如意有些生气，他冒着项上人头不保的危险将人给救了回来，虽然是为了那1万两银子的赏赐，但好歹是将人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这些人一点都不知道爱惜他的劳动成果。叶飞将军，你再任由你家将军这么作，不用再为你家将军张榜请郎中了，直接去请一支唢呐队得了。请唢呐队做什么？抬着你家将军一路吹吹打打的回京啊。叶飞可算听懂了，嘴角一抽，但又找不到话反驳花如意。叶飞将军，你若不想一路吹吹打打送你家将军回京，就赶紧准备一块干净的帕子，打一盆凉水送来。另外，按民妇白天开的退热方子，煎一碗药送来，烫得跟刚出炉的烧饼一样，光是冷敷可不行。是，我这就去，麻烦花大姐照顾好我家将军。须臾，他就端了一只装满井水的铜盆，折回到了叶锦兰的床前。花大姐，你这是在做什么？看着叶锦兰躺在床上衣不蔽体，而花如意的双手正在叶锦兰裸露的胸膛上按来按去，吓得叶飞险些丢了手里的铜盆，冲上去捍卫自家将军的节操。叶飞将军如此紧张，莫不是觉得民妇在吃镇北将军的豆腐？难道不是吗？就镇北将军现在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一口亲下去连点反应都不会有，跟一嘴亲在木桩子上有啥区别？切，谁愿意吃他豆腐？花大姐，叶飞将军，镇北将军的药熬好了。叶飞将军，先给镇北将军喂药吧。花大姐，我家将军昏迷不醒，这药喂不进去啊。花如意闻言走上前，伸手一把捏住叶锦兰的下巴，迫使叶锦兰张开了嘴。再喂试试。看着自家将军的下巴被眼前的花大姐捏得几乎快要变形，叶飞感觉自己的下巴有些隐隐作痛。花大姐，请下手稍微轻一些，我家将军此刻虽然昏迷不醒，但也有可能会有痛感。轻一些？能将你家将军的嘴撬开吗？若叶飞将军当真心疼镇北将军，就赶紧给镇北将军灌药。这么用力捏着镇北将军的下巴，民妇的手也很酸痛啊。服药半个时辰后，叶锦兰的脸色好看多了，体温也降了下去。
花大姐，你此番救了将军的性命，按照告示所示，这1万两银子就是你的了。哎呦，还给什么银票嘛？镇北将军是守护我大周边陲之地的英雄，民妇作为大周的子民，出手救治镇北将军是应该的。花如意嘴上这么说，双手却麻利地伸出，一把接过叶飞手里的银票。那既然这是叶飞将军的心意，那民妇便收下了。早膳已经准备好了，请花大姐洗漱一番，随在下前往伙食房用餐。叶飞将军，将军醒了。多谢陶公子的美意。昨儿晚上我猪肉吃多了，此刻心里还腻得慌，不饿，我就不跟陶公子去伙食房用餐了。民妇家中还有要事，既然镇北将军已经平安无事了，那民妇就先走一步了。不等两人回应，他拔腿就走，速度快得跟逃命一样。将军，您腿上有伤啊，怎么站起来了？本将军下巴上这几道指痕是怎么回事？将军您昨晚上昏迷不醒，属下伺候您服药，您毫无知觉，不知吞咽，情急之下，大夫只好用手撬开了您的嘴。那女人的力气还挺大的，好在本将军身体结实，否则这下巴怕是得被他给弄脱臼了。叶锦兰走回床前，缓缓坐下。叶飞，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本将军？请将军恕罪，属下不是有意瞒着将军。女人2个字从叶锦兰嘴里蹦出来，叶飞就知道她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怕将军您知道了昨儿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昨日本将军除了将那个女人错认成了母亲，可还对那个女人做了其他的事情。将军，您还想对人家花大姐做什么？您就只是将花大姐错认成了长公主殿下，那个女人姓花。可知道那个女人家住何处？属下不知花大姐家住何处，不过陶公子跟花大姐好像很熟，将军若是想知道花大姐住何处，稍后属下去向陶大人打探一番。陶大人？镇北将军，你醒了，感觉如何？丞相府的陶二公子，正是在下2年多未见，没想到镇北将军还能够一眼将在下给认出来。在下现在是江淮县的县令。将军，咱们现在的落脚地是江淮县陶公子的府衙内院。叶锦兰眉头微微皱起，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所以昨日他一声接一声管那个姓花的女人叫母亲时，陶清信也在场。若这位丞相府2公子是位大嘴巴，将这事儿传到京城，他叶锦兰以后怕是没脸见人了。陶大人，我家将军刚苏醒过来，精神状态还不是很好，不方便接待客人。既然镇北将军身子不适，那下官就告辞了。陶二公子，请留步。救我的那名女子现在在何处？不知陶大人可知？镇北将军所问的女子可是花大姐？叶锦兰略点了下头。今儿一早得知将军苏醒后，花大姐说家中有急事，早饭都没有用，就急匆匆地离开了。陶二公子可知那位花姑娘家住何处？将军，不是花姑娘，是花大姐。花大姐已经嫁人了，儿子都跟您一般大呢。儿子跟我一般大？那女人不就是跟母亲年龄差不多了吗？一个40多岁接近50岁的女人，力气竟然还能大到在我的下巴上留下指痕。下官不知，花大姐刚才走得急，下官没有来得及询问。二娘，你可算回来了。二奶奶，我好想你啊！二奶奶，你不要离开我们。二奶奶，坏人有没有欺负你啊？花如意跋山涉水，走得双腿发软，渴得嘴巴冒烟，总算在午饭之前赶回了榆树村。我回来了，静哥、田姐、鹏哥、小鱼、小满，你们在这里等多久了？吃过早饭，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二奶奶，你不在家，我们都担心的没劲儿干活。听爹跟三舅公说，
二奶奶你留在县城里给一位贵人瞧病。城里的贵人可凶了，规矩也多，动不动就罚人。二奶奶，你有没有被那位贵人给欺负啊？大姑，你饿不饿？这是亲家大嫂跟娘今儿早上做的米饼，可好吃了。大姑，你尝尝。花如意仔细一看，忽然发现那米饼上面有一排整齐的牙印儿，显然是小丫头在吃这块米饼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她这个大姑，然后将米饼留了下来。她真没白疼这些小家伙。小玉真乖，大姑不饿，这米饼啊，小玉自己吃。怀里揣着1万两银票，花如意开心的心花怒放，哪里还能感觉得到饥饿？别在村口杵着了，回家烧饭吃。花如意一声吩咐，一家子大大小小开开心心的簇拥着花如意回家。哎，二娘，你先停下。快要进家门时，罗氏忽然伸手将花如意拉住。你站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见罗氏端着一盆清水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盆子里除了水还有几根蒿条。罗氏端着水盆走到花如意的跟前，拿起那沾了水的蒿条，就对着花如意头顶一顿疯狂乱撒，嘴里还神神叨叨的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神佛老祖宗保佑二娘平安归来，牛鬼蛇神厄运霉运通通走开。二娘，没事了，我这就去烧饭。二娘，来吃个鸡腿压压惊。是老母鸡不是留着下蛋的吗？怎么杀了？二娘受了惊吓，得好好吃一顿压压惊啊。宰了下蛋鸡，咱们家还有几只野鸡娃子呢。我瞧着那几只野鸡娃子只有一只是公鸡，再养3个月左右，那些鸡娃子就能下蛋了。吃过午饭，等几个女人将厨房收拾干净了，花如意将一家子大大小小叫到了自己的身边。老二，你去将门关上，我有话要跟你们说。赵春来点了点头，转身走去门口将门拴上。等眼前光线暗了下来，花如意将怀里的那一叠银票取了出来。我赚了1万两银子。哎呦！花如意一句话吓得他屁股一滑，从长凳上掉了一下。马上就是3个孩子的爹了，还这么冒冒失失的。二娘，你说你赚了多少银子？1万两。出来！这一次赵春来听清楚了，被吓得一口气没提上来，双眼翻白，直接晕了过去。哼，就这点出息，还没你媳妇闺女承受能力强。花如意伸手摸了摸他的脉，确定问题不严重，一边伸手掐他的人中，一边骂：二娘，我刚才做了一个美梦，梦见你赚了1万两银子。老儿媳妇，拉你男人回房歇着。二娘，你当真将镇北将军给救回来了？人没救回来，我现在能好胳膊好腿的坐在这里跟你们说话吗？这些银票就是赏钱。现在咱们手上有钱了，我打算抽空去江淮县看家铺子，先开一家小饭馆，探探行情。大姐，你懂得多，这2个字是不是念汇通？汇通银号。大姐，汇通银号咱们这里可没有。我之前在镇上帮工，听人提起过这家银号，好像是京城的一家大银号。你的意思是，咱们想要凭这些银票取钱，还得千里迢迢跑去京城？花如远顺着他的话点了下头。从咱们江淮县前去京城，千里迢迢，路上有不少穷山恶水，还有强盗横行，普通老百姓2、3个人根本不敢走这么远的路上京。二娘，性命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就当没赚过这1万两银子。是啊，二娘，咱们一家子平平安安、和和乐乐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大姐，别去京城，咱们现在有吃有喝的，挺好的。大姐，咱们现在每个月都能够从业绩酒楼分得10两银子，只要咱们节省一些，1年2载下来，也能有钱去城里买一间铺子。花如意盯着面前的一叠银票，心里很不甘。
那可是他冒着杀头的危险赚来的，现在却只能抱着这一叠银票睡觉，忍不了。老大，去称1斤米，然后拿着大米去村长家借一下牛车。二娘，你借牛车做啥？村长家那头7、8岁的老黄牛也跑不去京城呀。我还得去一趟江淮县，看看能不能找那位镇北将军，将这些汇通银号的银票换成咱们本地银号的银票。趁着天色还早，你赶紧去。赵东升拗不过他，只好起身去称米，然后拎着1斤白花花的大米出门前去村长田宝根家。恭喜宿主成功搭救镇北将军叶锦兰，获得1万经验币奖励。昨日救的人今日才获得奖励，难道系统昨日打瞌睡去了吗？叶锦兰今日才脱离危险，1万经验币肯定是今日才能给你。算了，我好女一个，不跟冷冰冰的系统一般见识。哼，1万经验币再加上之前赚的那些，从系统商城里买一些农作物的种子足够了。1个时辰多点，老黄牛就拉着板车出现在了江淮县衙门前。哎，这不是花大姐吗？花大姐，你咋又回来了？两位小哥，我有事求见镇北将军或者叶飞将军，敢问2位将军可还在内衙？花大姐，你早来1个时辰就好了。镇北将军接到急诏，1个时辰前动身回京了。动身回京了？花大姐，你没事吧？多谢小哥关心，我没事，就是顶着日头赶了这么久的路，有些热。花大姐，镇北将军好像有东西让陶大人转交给你，陶大人外出巡查快回来了，要不你去内衙偏厅稍坐片刻。那就有劳小哥带路了。花大姐，抱歉，让你久等了。陶公子言重了，民妇就等了片刻。花大姐不是说家中有急事吗？你怎么又折回来了？民妇已经回过家，将事情处理好了。原来如此。陶公子，民妇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花大姐请讲。陶公子可知道汇通银号？知道，这是京城数1数2的大银号，永安王跟长公主开的。花大姐是想了解汇通银号吗？是，这家银号在其他地方可有分号？没有，据说是永安王跟长公主夫妇俩不缺钱，又嫌懒得打理，所以并未开始分号。所以他想要凭那些银票抵银子，必须得去京城了。花大姐，你脸色好像有些不太好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就是来来回回的赶路，有些心累。多谢陶公子关心。小叔，去我书房里将镇北将军的书信取来。花大姐，镇北将军动身前留了一封书信给你。陈叔离开了一会儿后，折回偏厅，恭敬地将一封信递到花如意的面前。花大姐，这是镇北将军留给你的书信。有劳陈小哥了。花大娘请起。看着书信封面上那几个刚劲有力、透着英雄气概的大字，花如意眉头皱了又皱。昨儿个昏昏沉沉时管他叫母亲，今儿个管他叫花大娘，这镇北将军叶锦兰是缺长辈吗？感谢花大娘救命之恩，若有机会再见花大娘，叶锦兰定当重谢。花如意脸上的玉色消失了些，将叶锦兰的信收起，看着陶金杏笑了笑。陶公子打扮成这般模样，可是去微服私访了？在下初到江淮县，加上初次为官，对民生民事不甚了解，就按花大姐说的微服出巡，体察民情。那陶大人今日可看出了什么？除了江淮县城稍微富饶，江淮县其他地方都十分的贫瘠。
农田种不出东西，大片大片的荒芜，男女老少衣不蔽体。花大姐，这个县令比在下想象中的难做多了。只要功夫深，铁柱磨成针。陶公子刚到任，不必如此沮丧，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连北大荒都能被开垦成人家粮仓，咱们江淮县跟北大荒相比，可要富饶多了。花大姐说的是，听花大姐一席话，胜读10年书。这次江淮之行能够结识花大姐，是在下的福气。陶公子客气了，咱们俩能结识，不是陶公子的福气，而是我们俩有缘。没错，在下跟花大姐缘分不浅。陶公子，既然咱们缘分不浅，若是陶公子不嫌弃，不如咱们结拜为异姓姐弟如何？俗话说得好，得不到他就让他变成自己的兄弟。如此一想，花如意觉得有这么个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兄弟挺不错的。小弟陶清信见过大姐。陶公子，你既然答应了。大姐，你该改口叫我阿信了。阿信。小叔。公子有何吩咐？去准备1只大猪头、1壶酒跟3支高香，本公子今日要跟花大姐结拜。陈叔转身离开前，深深地瞅了花如意一眼。相爷跟夫人比花大姐应该大不了几岁，不知道相爷跟夫人知道公子给他们找了这么个干闺女后，心里会作何感想？公子，花大姐，东西已经准备好了，请公子跟花大姐一步。花如意跟着陶清信的脚步，3人从内衙偏厅出来，来一处方方正正的院子里。看见摆在院子中间的物品，花如意脚下险些一个趔趄。怎么用的这种高烛？公子，我逛了几家店铺，只买到这龙凤双喜高烛。阿信，用什么样的高烛行结拜礼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结拜。须臾，2人各执3炷香，一起跪在供桌前的大圆垫上。皇天厚土在上，我陶清信今日与花如意结拜为异姓姐弟，从此生死不渝，情同手足，祸福相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在上，我花如意今日与陶清信结拜为异姓姐弟，从此我花如意跟陶清信有钱一起赚，遇到美女，我一定第一个想到阿信，将美女介绍给阿信，情同手足，福祸相依。陈叔在一旁听得一头黑线，义结金兰的誓言还能这样说的吗？真是开了眼界啊！阿信，你不是想将江淮县治理好吗？大姐心里倒是有几个想法，不知阿信可感兴趣？大姐，咱们移步刚才的偏厅，坐下慢慢说。小叔，吩咐伙食房今晚多准备几个菜，我跟大姐今日结拜，晚上要好好庆祝一番。陈小哥，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大猪头？白水炖烂，拆掉骨头，加几个白萝卜炖着吃。哼，暴殄天物，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炖萝卜吃呢？将这猪头弄去伙食房搁着，我跟阿信谈完正事后，亲自去伙食房料理这颗猪头。好呢。那日在新田镇，陈叔有幸品尝了花如意的手艺。花如意说今晚要亲自下厨，陈叔立马笑容满面的答应，比陶清信还激动。花大姐，可需要准备什么？八角、桂皮、香叶、草果、肉蔻、小茴香、花椒以及葱姜、油盐酱醋。大姐，你接着刚才的话继续说。江淮县其他地方我没去过，目前我只了解新田镇一带，我就拿新田镇说说吧。好。陶清信一边回应花如意，一边握着细毫在小本子上做记录。新田镇多数耕地为沙地，这种土质疏松，存不住水分跟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尤其不适合种植苞米、小麦跟水稻。所以当地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忙到头，结果却收不到几克粮食。但是这种土质却很适合种植2种庄稼。哪2种庄稼？这2种作物，一种名为马铃薯，一种名为红薯，不知阿信可有听说过？
不曾听闻，大姐真是见多识广。不知大姐在何地见过这两种作物？我尚未见过这两种作物，我也是听一位朋友说起过，这两种作物适合在沙地生长。不久前，我托那位朋友帮我买了种子，就这几日应该会收到货了。等我收到货，用那些种子育出嫩苗出来，邀请阿信你去榆树村看看。原来大姐家住新田镇榆树村啊。是啊，昨日本来打算告诉阿信你的，但昨日衙门全是那位镇北将军的人，我不好说。大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罪了叶景兰，所以不敢让叶景兰知道自己家住榆树村？哎，不说那人了。阿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我若是育苗成功了，给阿信你送一些。阿庆啊，你再弄块地试种。马铃薯3个月左右可以成熟一茬，只要丰收一茬，让百姓见识了丰收的果实，到时候在百姓之间推广这两种作物就容易多了。大姐如此为江淮地区的百姓着想，小弟代表江淮地区的百姓感谢大姐的这一番苦心。哎呦，又来了！刚才都说了，你我已是姐弟，不必说如此见外的话。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咱们姐弟俩联手将江淮县治理好了，以后我赚钱的门路会多上许多的。是，大姐，你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只要是小弟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小弟一定义不容辞。我觉得江淮县城挺好的，我想在江淮县城找家铺子做买卖。阿星，不如咱俩合伙吧，你有钱我有技术，你出资本我出技术，赚到的钱咱姐弟俩5-5分成，如何？大姐，你不是刚得了1万两赏银吗？是得了1万两赏银，可那些银票是京城汇通银行出的，我想要取银子还得千里迢迢跑去京城。阿星，我现在就是个怀揣着巨款的穷光蛋这种有钱不能花，只能晚上抱着银票暖被窝的心情真是太糟糕了。大姐莫伤心，我这次前往江淮赴任，带了1000多两现银，大姐实在是缺钱，可以从我这里拿一些。若是大姐信得过我，待我年末述职，可帮大姐将那1万两银子从汇通银号给取出来。你我也是姐弟，我当然信得过你。待年底我将那些银票给你，又或者我随你一起去一趟京城。据说京城繁华热闹，我想去开开眼界。等大姐到了京城，我一定好好的尽地主之谊。为了缓解自己尴尬，陶清信握拳到嘴边，轻轻的咳了一声，然后转移话题。大姐，你打算做什么买卖？咱们先谈好，然后小弟吩咐小叔去看铺子。咱们先开家餐馆吧，铺子不用找太大的，能够摆下5-6张餐桌就行了。我写10几个菜谱出来。阿庆，你在江淮县找3个厨子，合格录用之后，我给3人培训一段时间，如果顺利，餐馆很快就能够开起来。大姐，若是咱们的餐馆开起来，生意好，5-6张餐桌可不够客人坐啊。说咱们的餐馆人气真有这么好，那就规定每天做50桌，让客人提前预定。大姐，生意好，为什么每天反而只做50桌呢？这叫饥饿营销。用这种营销方式，目前咱们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可以赚足名气啊。提前预定才能买到的吃食，大家都会感到好奇。1传10，10传100，这日子久了，咱们餐馆的名气就响亮了。等赚够了名气，咱们再换一家大店面，到那时候赚钱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了。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吩咐小叔出去找铺子跟厨子，等找到了铺子跟厨子，就让小叔去榆树村通知你。花大姐，你要的草果、肉蔻、桂皮、八角、香叶、小茴香都买回来了。小叔，麻烦带我去一下伙食房。1刻多钟后，大铁锅里煮得咕嘟咕嘟响，白茫茫的蒸汽不断从木锅盖的缝隙里飘出来。随着蒸汽飘出，整间伙食房里弥漫着一股子浓浓的卤肉香味儿。哎呦，真香呀！伙食房里在做什么好吃的呀？好像是炖肉的香味，但比咱们平时吃的炖肉香许多啊。
将卤好的大猪头起锅，冷却到不烫手后，花如意手握菜刀，动作熟练地将骨肉分开。大姐，剩下的这些切一切，分给衙门里的兄弟们吃。晚饭时，花如意、陶钦信、陈叔单独在后衙偏厅里用。这是凉拌猪耳，这是凉拌猪舌，这是凉拌猪嘴巴。海清，你尝尝。公子啊，这凉拌猪耳朵好好吃啊，咬在嘴里脆脆的，很爽口，很适合夏天吃。花大姐的手艺真好，公子你快尝尝。陈叔说着，拿起桌上的公筷给陶钦信布菜。三人吃饱喝足，桌上的3盘卤菜基本没剩的。其他问题咱们下次见面再谈。大姐，我送送你。陶钦信起身将花如意送到衙门外。老黄牛拉着破板车慢吞吞地进入陶钦信的视线。花大姐，你的牛车。时候不早了，我走了。欢迎宿主进入系统商城。温馨提示：宿主您现在的经验币余额为10900，宿主可凭经验币在系统商城内自由购物。祝宿主购物愉快。商城定价这么高，自由购物个屁呀！花如意伸手一点，直奔蔬菜瓜果种植区域。眼下时节种红薯是晚了，但是种马铃薯合适。以江淮地区的气候，1年种植3季马铃薯不成问题。4、5月种植，7、8月收成；7、8月种植，11、2月收成；11、2月来种植，来年4、5月收成。花如意一边在心里寻思着，一边动手翻看商品。马铃薯400斤，现代弩箭1把，合计9000经验币。宿主若确定兑换，请按确定键；若宿主不想兑换，请按退出键。确定，交易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马铃薯400斤，现代弩箭1把。温馨提示：宿主您现在的经验币余额为1900。身后忽然传来了砰砰2声闷响，吓得拉车的老黄牛闷闷了几声。花如意赶忙退出系统商城，双手拽紧了老黄牛的缰绳，控制住受惊的老黄牛后，他这才扭头看向身后，只见原本空荡荡的板车上赫然多了4只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以及一把精致的弩箭。这么快就到货了？哟，简直比顺丰快递还快啊！哎，丫头，你这不是废话吗？这可是我们蛟龙一族的法宝。4只麻布口袋里全都是马铃薯，他看到的每一个马铃薯都有成年男子拳头那么大，2袋子黄皮的，1袋子红皮的，跟1袋子紫皮的。山神庙周围的那些荒地适合种植马铃薯，这些种子的成色又是上等的，3、4个月后多半能丰收。切，不就4袋子土豆蛋子吗？瞧把你高兴成这样，没出息。你懂个屁！土豆蛋子可是蔬菜之王，刚出土的新鲜土豆洗干净，到锅里用清水煮熟，扒掉外皮儿，下油锅煎成金黄色，倒入椒盐自然调味，那可是人间美味。驴蛋，是不是你吞口水了？这怎么可能？我乃修炼万年蛟龙，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吃过，能馋你那土豆蛋子？开什么国际玩笑？二婶，求你别打了。二婶，是家宝哥先打赵鹏的，也是家宝哥先找我们麻烦的。闭嘴！没你们2个赔钱货说话的份儿。你们俩赔钱货跟你们爹娘一样，胳膊肘往外拐，是养不熟的白眼狼。2道小女孩的哭声跟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传入了他耳中。唐青莲，打一个试试。大姑，你快帮帮赵俊跟赵鹏。
花如意目光在赵俊兄弟俩脸上一扫，见兄弟俩脸上都有巴掌印儿，再看唐氏母鸡护崽似的，将花家宝兄弟俩护在身后。俊哥，你给二奶奶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二奶奶，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吃过晚饭了吗？赵俊答非所问，还故意将挨了巴掌的脸偏到一边去，不让花如意看见。臭小子，就算你将脸偏豺狼岭去，我也能瞧见你脸上的巴掌印。二奶奶，我没事，脸上的巴掌印一会儿就消了。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娘在锅里给你留了晚饭。小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来说。花小玉眼神带着怯弱的瞧了一旁的唐氏一眼。别怕，大姑在这里呢，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大姑，晚饭后爹娘他们去开荒了，爹娘他们说天色太晚了，不让我们小孩跟着去，于是赵军、赵鹏就领着我们3个女孩子在村里玩耍。我们5个玩得好好的，花家宝、花家成忽然走过来，他们兄弟俩先骂我们3个女孩子是赔钱货，然后又嘲笑赵军、赵鹏是穷光蛋，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私塾读书。赵军、赵鹏跟他们兄弟俩理论，他们兄弟俩说不过，就跟赵军、赵鹏打了起来。赵军就轻轻碰了花家成一下，我看着根本就不痛，花家成就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二婶就来了，然后二婶就抓着赵军、赵鹏打耳光，甜甜被吓坏了，跑去山神庙找大人了。哼，唐氏，你可真行啊！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你作为一个大人，不好好教导自己的孩子，反而帮着自己的孩子打人。哼，你家的2个孩子是宝，难道我家的孩子是草？花如意嗓门大，唬得唐氏一愣一愣的，半晌没想起回嘴。等唐氏想起要回嘴时，花如意伸手一把擒住了他的手腕。俊哥、鹏哥，这个女人刚才是怎么打你们的？二奶奶是这样打的。这个女人刚才怎么打的你们哥俩，你们哥俩就怎么给我打回去。兄弟俩老实憨厚，从未打过人。看着花如意将唐氏拽了过来，兄弟俩小手动了动，都有些踌躇。俊哥、鹏哥、小玉、小满，我今天跟你们说几句重要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了。别人欺负你们，你们若默默承受不还手，别人不会因为你们的忍让而放过你们，别人只会因为你们的软弱而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你们。咱们人活在这世上，不主动惹事儿，也不要不怕事儿。人敬我1分，我敬人10分，人若犯我1寸，我必奉还人1丈，这才是正确的为人之道。你打我1巴掌，我还你1巴掌。你若下次再打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二奶奶，是这样吗？哟，小样儿，气质还不弱呢。孺子可教也。花如意，你这个泼妇，竟然指使小孩子打我脸！扭头恶狠狠地将花如意瞪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泼妇，老赵家的茅坑怎么没将你淹死啊？不准骂我二奶奶！赵鹏年纪小，个子小，卯足力气跳起来，小手一挥，一耳光落在了唐氏另一边的脸上。二奶奶已经嫁给我爷爷了，已经不是你们老花家的人了，你凭什么骂我二奶奶吃里扒外？花如意，你这个恶毒的坏女人，你竟然指使9岁的孩子打我，你不得好死！哼哼，对着唐氏轻笑了2声，松开唐氏的手腕。有句话叫做祸害遗千年，你爹娘没教过你吗？唐氏，我要是死啊，肯定在死之前先将你给气死。花如海，你个杀钱刀的，你媳妇儿孩子被人欺负了，你咋还不来帮忙啊？二娘，你回来了。俊哥、鹏哥、小玉、小满，你们没事吧？别生气了，我已经让俊哥跟鹏哥打回去了。赵东升往唐氏脸上定睛一看，
这才注意到唐氏脸上也有巴掌印儿。二娘这帮小孩子出头的方式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担心我教坏你2个宝贝儿子？爹，二奶奶都是为了我们好，我们才不会被二奶奶教坏呢。是的，爹。跟你学，2个孩子只会学得憨头憨脑，还是跟着二娘学好，不容易吃亏。谢二娘悉心教导俊哥和鹏哥。你们一家子真是太欺负人了！唐氏，你想全村人都知道你今晚被2个半大的小子打了脸，你就使劲哭，努力好啊！唐氏嘴角抽了抽，哭声戛然而止。二娘，你咋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叹啥气啊？还不赶紧帮忙搬东西？看着老赵家3个大男人将4麻袋从板车上搬下来，唐氏满眼的羡慕嫉妒。接二连三从镇上买东西回来，这老赵家是发财了吗？老大，去将村长家的牛车还了。元弟，老二，你们将东西扛回家。大姐，这麻袋里装的是啥？天黑了，赶紧回家。回家以后，我再细细给你们说。一个个圆滚滚的，像鸭蛋一样。二娘，你在哪儿买的？这些东西可以吃吗？这叫马铃薯，也叫土豆、洋芋，是一种蔬菜，也可以当做粮食充饥。今儿个我进城遇到了一个外地商人，这些都是那外地商人告诉我的。我买了400斤，等你们将山神庙周围的那些荒地开垦出来，就将这些马铃薯种上。马铃薯的生长周期很短，大概3-4个月后就能收割了。二娘，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马铃薯这种东西，你会不会被人给骗了？赵春兰说着蹲下身，伸手从地上捡了一个马铃薯，张嘴咬了一下。啊呸！哎呀，这玩意儿口感好涩啊！二娘，你被人给骗了。花如意学赵鹏跳起来给了赵春兰一巴掌。这是用来做种子的，你竟然给我吃生的！花如意骂着，一把夺过被赵春兰咬了一口的土豆蛋子，心疼的不行。这玩意儿在这个时代可是稀有货，没准皇帝都没吃过，金贵着呢。明儿个早上我挑几个炒熟了给你们尝尝。你呀，长点心吧，别老是惹二娘生气。二娘计划这些是为了让咱们家富裕起来。二娘是个有智慧的，咱们要相信二娘的眼光。咱们没大本事，帮不了二娘，咱们就默默的支持二娘。你倒好，直接往二娘头上泼冷水。我嘴笨嘛，媳妇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想给二娘泼冷水，就是从未见过那东西，害怕二娘被人给骗了，这才拿起了一个咬了一口，想帮二娘试试味道。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涩，我舌头都被涩麻了，一时没忍住，就说了那些惹二娘不开心的话。舌头还麻吗？还麻呢，需要媳妇儿给吹吹。赵春来张开嘴，可怜兮兮的伸出自己的舌头给李氏瞧。活该被骂，麻一下才能让你长长记性。俊哥、鹏哥、甜甜、小雨、小满，来，你们告诉我，想不想去私塾念书？大姐，难道你打算送5个孩子去私塾念书？二娘，你知道一个孩子上私塾1年需要交多少束修吗？一个孩子1年需要多少束修？老大，你若知道，你就赶紧告诉我。好像一个孩子1年需要1两银子。柳树村的私塾就是1两银子。1两银子，那挺好的。业绩酒楼那儿每个月10两银子的进账是稳定的。将5个孩子送去隔壁村柳树村上学，就目前家里的条件来说，还是允许的。老大，明儿个一早，你别去开荒，先带着银子去一趟柳树村问问，若是那边的学堂愿意收咱们家这5个孩子，明儿你就将名给我报了。大姐，家里现在的条件是好些了，但是也不能挥霍呀。小玉、小满是女孩子，古话说得好，
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且女孩子读书识字又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送女孩子去私塾就是浪费钱。你花钱送俊哥跟鹏哥去私塾就行了，不用将钱浪费在小玉小满的身上。花老三，你为了维护媳妇儿跟闺女，敢跟梅干菜那老钱婆对着干，我还以为你是个明是非的呢。今儿晚上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你当年怎么不娶个天生痴傻的女人，那个最无才？送闺女上学就是浪费银钱，你每天吃粮食最后都会变成大粪，你怎么不说你浪费粮食啊？三舅，这就是你不对了，没有女人哪里来的咱们男人呢？女人是半边天，哪能说送丫头片子去学堂是浪费钱呢？你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都是要识文断字的，所以古人说的不及我们二娘说的对啊。赵老二，你就别拍我马屁了，你啥心思我还能不了解？刚才你是不是想跟着花老三说送丫头片子去学堂是浪费钱？心里一套嘴上一套，日子久了就成墙头草了。以后你别再给我整这套了。二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竟然连他心里怎么想的都知道。女孩子也是可以念书的，识文断字不仅对男孩子重要，对女孩子同样重要。甜甜、小雨、小满，你们不用理睬你们爹刚才说的那些，只管告诉我，你们想不想去私塾念书？大姑，可是去私塾念书需要花很多银钱。书修的事情，大姑跟你爹娘会想办法，你小孩子不用考虑这么多，只管告诉我，想不想去私塾？我想跟大姑一样，识文断字，长本事，将来赚很多很多的银钱，然后带着爹娘妹妹、大姑离开这里，不让奶奶再有机会欺负你们。大姑，我也想去学堂，我也想长本事，长本事以后才能赚钱。我要学本事，将来才好找一个秀才做相公。小雨小满的目标定得很好。我说赵甜甜，咱能不能有点追求？穷酸秀才有什么好嫁的？咱都识文断字长本事了，再怎么着也得找个举人或者进士相公呀。二奶奶，那不如咱再把追求定高些，找个探花榜眼或者状元做相公。这追求好。那我岂不是要变成探花榜眼或者是状元的老丈人了？甜甜这个年纪讨论将来找什么样的相公的确有些太早了，但优质的男人不多，搁哪儿都是抢手货。你们做父母的可以帮甜甜留意一下。俊哥、鹏哥，你们俩呢？对去私塾念书这件事怎么想的？我想去学堂，我想考取功名，我想光宗耀祖。想来是刚才被花家宝兄弟俩给刺激到了。等我考取功名了，我就找个男人。你找男人做什么？刚才跟花家宝兄弟俩吵架，嗓子现在有些不舒服，我就找个男人，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将二奶奶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说是那个男人敢欺负二奶奶，我就打断那个男人的腿。庆哥的一片心意，二奶奶心领了。送你们5个去私塾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今晚的家庭会议到此结束，都洗洗漱漱，回房歇着吧。娘，是鹰隼，这只鹰隼好大呀！哎呀，完了，家里的鸡没关呢。花如意将挂在肩膀上的弩箭取了下来，搭箭，双手端着，将箭矢对准天上盘旋翱翔的鹰隼。嗖，一声悦耳的轻响，一只带着金属箭头的箭矢从花如意的手里飞了出去。须臾，罗氏等人便听到一声鹰隼恐怖的惊叫从高空传来。射中了！二奶奶好厉害！连村长家的河川叔叔都不能射中鹰隼，二奶奶比河川叔叔还厉害。这只鹰隼比咱们家之前那只老母鸡还肥。今晚上咱们又有口福了。嘿，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鹰隼肉呢，也不知道这鹰隼肉是啥滋味啊。二奶奶，
你吃过鹰隼肉吗？二奶奶也没吃过，都是禽类，应该跟鸡肉差不多吧。今儿晚上，二奶奶就用这只鹰隼给你们做个叫花鹰吃。这些日子饭食有了油水，一行大大小小几个人力气足，腿脚麻利，2刻钟不到就进入了茂密的山林里。咱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吧。你们带着几个孩子去采药材，我去深山里逛一逛。晌午咱们在此处会合吃午饭。我跟二奶奶进深山。信哥，你不是说深山老林里有豺狼吗？你现在不怕了？我怕，但是我更害怕二奶奶被豺狼给咬伤。我爬树厉害，我跟着二奶奶一起进山，若遇到了豺狼群，我可以迅速爬上树，然后拉二奶奶上树。爹跟二叔说过，豺狼群虽然凶猛，但是他们上不了树，遇到豺狼群，找个粗壮一点的高树爬上去就安全了。懂得还挺多，那就跟二奶奶一起进山，二奶奶教你怎样用这把弩箭狩猎。惠娘，让俊哥跟我进山，你觉得怎样？阿娘愿意栽培俊哥，是俊哥的福气，我这个做娘的当然赞同啊。二奶奶，前面好像有动静。嘘，别说话，咱们慢慢靠近，别将猎物吓跑了。花如意取下弩箭，搭箭瞄准，嗖了一声，箭矢如流星划过一般，对着那头正在埋头吃草、尚未察觉到危险的山羊飞了过去。二奶奶，你这箭术要是上战场，肯定能够杀不少敌寇。那你学会了吗？我学废了。二奶奶，我是不是太笨了？没事，学习剑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得慢慢练习。以后二奶奶抽时间教你们。2人商量了一番后，割了藤条，将山羊子的4肢捆了起来。将山羊藏了起来之后，花如意就带着赵俊在山林转悠。二奶奶，你看前面好多牛舌头。俊哥，你们管这玩意儿叫牛舌头？是啊，前2年村子里长了很多这种玩意儿。这玩意儿特别顽强，很快就从村子里发展到了农田周围。村里的人恨死这玩意儿了，就把这玩意儿割回家喂猪。结果这玩意儿滑稽稽的，连猪都嫌弃。没想到山里竟然还有这么多啊！暴殄天物啊！俊哥，你将手里的镰刀给我。好。二奶奶，你割这玩意儿做什么？这玩意儿是好东西，能淡化你姑姑脸上的伤疤。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二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不过这是咱们家的秘密，你不能对外讲啊。我知道，二奶奶又想到了赚钱的办法，我不会乱说，坏二奶奶的好事。真聪明。时间不早了，咱们去取了山羊子就下山吧。晌午之前不跟你娘他们会合，你娘他们该担心了。眼看要到晌午了，罗氏等人背着采摘的药材到了跟花如意约定的地方等。哇！二奶奶跟大哥猎到山羊子了！啊！山里居然还有牛舌头！这牛舌头滑唧唧的，连猪都不吃。二娘，你割这牛舌头回去做啥？二奶奶说，这牛舌头是一味药，可以治疗小姑脸上的伤疤。二娘，这牛舌头真的能治疗我脸上的伤疤吗？牛舌头呢，学名唤作芦荟，是一种美容养颜的药材。将这玩意儿去皮，切成薄片，贴在脸上，每天坚持1个月后，你脸上的伤疤应该能淡化不少。若想彻底治好你脸上的伤疤，还得口服一些修复损伤皮肤的药。以后咱们家有条件了，我想办法给你配药。二娘，哭啥呢？我割这些芦荟回家，是想提炼芦荟胶卖钱，为你治脸是顺手的事情，你别太感动啊。我知道了，谢谢二娘。山里还有很多牛舌头，明儿个你们不用采鸳鸯藤跟薄荷叶了，跟着我去深山老林，将那些芦荟给我挖回去，种在咱们家院外的那块空地上。是二娘。晌午，一行人就着清水吃了些干粮，
休息片刻后，继续采摘鸳鸯藤和薄荷叶。大姐，咱们采了这么多天的鸳鸯藤跟薄荷叶，浅林里长的几乎都已经被我们采完了。既然大姐跟俊哥今天去了深山，并没有遇到危险，我看过几日，咱们跟着大姐去深山老林里采。那些地方啊，很少有人去，应该有不少鸳鸯藤跟薄荷叶。我看行。明儿进山挖了芦荟后，你们几个就在家歇几天。进山忙碌的这些天也够累了，明儿个在家歇着，顺便将香包缝制了。之前做驱蚊香包剩下的药材，加上咱们今儿采摘的这些，足够用了。二娘，你先前不是说趁着眼下时节蚊虫多，驱蚊香包能派上用场，多做一些拿去镇上卖吗？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的那样好，你咋忽然改变主意，让我们在家歇着呢？上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的的确不错，但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好不好卖啊？现在还是未知数呢。反正深山老林那种地方，咱们村跟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不敢前往，你们几个在家歇息几日没什么影响。而且深山老林气温比山脚山药低一些，山脚山药的鸳鸯藤出花骨朵了，深山里的鸳鸯藤未必也出了。今儿个我跟俊哥在深山老林里逛了许久，也没闻到鸳鸯藤的香味。大姐，按理说呢，上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得好，顾客使用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体验了咱们家驱蚊香包的妙处后，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应该卖得更好才是啊。你咋说下次赶集，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好不好卖，还是未知数呢？有人见咱们家的驱蚊香包卖得很好，肯定会眼红。比如镇上的平安药行，以平安药行赵山鳖的性子，若发现驱蚊香包有利可图，肯定会模仿。而且驱蚊香包所用到的药材就是鸳鸯藤跟薄荷叶磨成的粗粉。赵山鳖经营药行多年，对各种药材的特性都了若指掌。他只要吩咐伙计从高氏布庄买一支驱蚊香包，稍微研究一下，就能知道驱蚊香包里面装的是什么材料。有人眼红就会模仿咱们做驱蚊香包，到时候市集上就不止咱们一家卖驱蚊香包了。咱们家驱蚊香包是用碎布头子跟粗线缝制的，虽然你们几个的针线活好，缝的针脚细细密密的，但我们的驱蚊香包还是可能会被竞争者比下去。咱们再做最后一批驱蚊香包，将这最后一批卖出去了，咱们就不做驱蚊香包了。二娘，咱们以后不做驱蚊香包了，那咱们还进深山老林采摘薄荷叶跟鸳鸯藤吗？歇息几天后，当然要上山继续采摘鸳鸯藤跟薄荷叶。驱蚊香包的生意没法做了，咱们可以用这两种药材做驱蚊露。驱蚊露的驱蚊效果可比驱蚊香包强多了，而且撒一点在身上，浑身上下都是香喷喷的。等我们将驱蚊露制作出来了，我就请陶小弟帮忙，让陶小弟联系商队，将驱蚊露送去南阳地区售卖。据说南阳地区比咱们江淮县繁华许多，有钱人多的数不胜数，将咱们的驱蚊露送去南阳地区，或许能卖一个好价钱。二娘，你跟咱们的新县令陶大人很熟悉吗？昨个我跟陶大人结拜为异姓姐弟了，我昨晚上没告诉你们吗？乔大大小小几个人呆若木鸡似的将自己盯着，花如意就知道自己昨个晚上忘记说了。昨儿来来回回去了2次县城，心确实太累了，回来后忘了将这件事告诉你们了。二奶奶，那我们以后还能叫你二奶奶吗？你跟县太爷成了姐弟，那你以后还会不会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大姑，我要永远跟你住在一起，我不要跟你分开。就算我跟县太爷结拜了姐弟，我也还是你们几个的二奶奶跟大姑。小满，快别哭了，大姑不会离开你的。太好了，大姑不会离开我们。二娘、慧娘，你们可算回来了。孩子他爹，可是几个孩子上私塾念书的事情没谈妥。
不是孩子们念书的事情，孩子们上私塾念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于夫子同意收下几个孩子了，每个孩子每年1两5钱的花销，这1两5钱银子包括束修跟生活费。于夫子还说了，明儿一早几个孩子就可以去学堂了。哇，大哥、田姐、小雨、小满，我们明天可以去学堂念书了，太好了！哎呀，没大没小的，小玉、小满辈分比你们哥俩还有甜甜都大，你们仨呀要管小玉、小满叫表姑，让他们管6岁大的花小玉叫表姑，他们可以。但是花小满晚上睡觉还要尿床，还会冒鼻涕泡泡，让他们管这么小的小屁孩叫表姑，实在是有些难以开口呀。出啥大事了？瞧把你着急的。二娘，我办完事情回村，听河川兄弟说，有一名衣着光鲜、长相清秀的小哥赶着马车来咱们村打听你的消息。河川兄弟正打算上去与那小哥说2句，就见花如海拉着那小哥去了老花家。我本来打算去老花家看几眼的，但又怕坏了二娘你的好事儿。二娘，你说那来村里打听你消息的小哥会不会是陶大人派来的人？是不是去老花家看看就知道了？俊哥儿，你去厨房将你娘切菜的菜刀拿来给我。二奶奶，你是不是要去老花家劫人？算是吧。二奶奶，之前跑野猪，爹从河川叔家借的杀猪刀还没有还，要不要我将杀猪刀拎来给你？好啊。二奶奶，给你杀猪刀。慧娘、巧巧，你们在家将那只鹰隼收拾干净。老大，你负责收拾那只山羊子，我去老花家瞅瞅，一会儿就回来。二娘，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跟你一起去。二奶奶，爹，我们也去。我也去。我也去。你们5个，当我们是上街买糖吃吗？都要跟着去。花小满，你能将路走稳了吗？今儿上山采药材，你摔了多少次？你自己数数没啊？像你这样的老花家的人，一拳头一个。花小玉，你就比花小满大一点点，勉强能将路走稳。像你这样的老花家的人啊，照样一拳头一个。别胡闹了，你们5个。今儿晚上想吃叫花鹰，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可是二奶奶，万一你打不过花家宝爹，那可咋办呢？我打不过，你们5个小豆芽菜跟着去了，就能帮到我吗？这把杀猪刀是当摆设用的吗？放心吧，二奶奶不会有事的。俊哥，你年纪最大，你领着弟弟妹妹还有2个表姑去村口弄些红泥回来。二奶奶，你想玩泥巴吗？玩泥巴用甜泥最好了。你这小屁孩才玩泥巴，二奶奶是大人，二奶奶不玩泥巴。那泥是用来做叫花鹰的，除了挖红泥，你们几个再摘一些酸橙树的叶子回来，尽量摘大片的。嘱咐完5个小屁孩，花如意拎着杀猪刀，在赵东升的陪同之下出了门。大娘，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花大姐回来？啊，就快回来了，陈公子不用着急。怎能不着急啊？太阳已经落山了，我找花大姐说完了事情，还得赶回城里呢。大娘，能否安排个人去地头将花大姐叫回来，就说陈叔有急事要见她，或者请大娘告诉我花大姐在哪块地头干活，大娘指一下方向，我自己去地头寻花大姐。陈公子呀，你若实在着急，就将话说给我听，我是如意的娘，我会帮你转达如意的。花大姐不是跟我家公子商量了在江淮县开家餐馆吗？我家公子已经将开饭馆的店面以及厨子找到了。我今儿来榆树村就是通知花大姐尽快抽时间再去一趟县城，去看一看那店面，见见那3个厨子。若是花大姐看得上眼，这事就这么定了。陈公子，你刚才说花如意要跟你家公子合伙开饭馆？是啊。花如意在家煮猪食，家里的猪都嫌弃，不愿意吃。他那2下子能开饭馆儿？啊？花大姐的厨艺她是亲眼目睹过的，这家的闺女跟她认识的花大姐是一个人吗？她是不是走错地方了？陈公子，你别听我家老头子瞎说。之前呢，我家如意的厨艺的确很差，但后来我家如意的厨艺呀练好了。陈小哥，
如意跟你家公子合伙开餐馆，一个月能赚多少银钱呢？不知道，这生意还没做起来呢，谁猜得到？海哥，你大姐那个悍妇要跟城里的有钱公子哥合伙开饭馆了，你听到了吗？娘跟那陈公子说的这么大声，我又不是聋子，能听不到？哎呀，你大姐那悍妇自从掉了茅坑后，好运是接二连三的来，去县城走一遭，竟然结识了一位有钱公子，还要跟人合伙开饭馆。哎呀，真是羡慕死个人了。大姑来了，快跑！哥，哎呀，你等等我！花如意，你这是要做什么？花如海，你少跟我装傻充愣！你们是乖乖的将人交出来呢，还是等我自己动手？花大姐，你回来了？回什么回？这里压根儿就不是我家。我与你们素不相识，你们为何要骗我？陈公子啊，我们并未欺骗你。花如意是我们花家的大闺女，前2个月呢才嫁去老赵家的。花老头，你说错了吧？不是嫁，是卖。啊，你们夫妇俩为了弄1两银子给你们那宝贝二儿子一家割肉吃，将我卖给了奄奄一息的老赵头冲洗。花如意，你刚才管我叫什么？老不死的，你瞪什么瞪？也不怕瞪成眼球突出啊你！孽障，你这个孽障！让你不尊父母，看我今儿不打死你！就在他准备出手的时候，眼前忽然人影一晃，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将他紧紧地护在了身后。我看你们谁敢动花大姐一根汗毛！紧接着，咔嚓一声脆响，花虫用了20-30年视为命根子的大烟杆，在陈叔手里断裂成了2截儿。哎呦，我的大烟杆啊！花大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没想到陈小哥是个练家子。我是公子的贴身书童，为了保护公子，我5岁便开始习武，武功盖世不敢说，刀枪棍棒长矛弓箭我都会使。陈公子，你的香包？我带来的东西呢？海哥，赶紧去屋里将陈公子带来的东西拿出来。啊，好。花如海急忙应了唐氏一声，然后飞奔进屋，很快就将陈叔带来的礼品拎了出来。这杀猪刀应该是用不着了，老大，拎去还给村长家。陈小哥，我们走。哎呦喂，老娘咋生了这么个狠毒的货呀！哎呀，我的大烟杆儿，我的大烟杆儿啊！陪了我这么多年，今儿怎么就断了呢？你个死鬼，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你那个大烟杆儿，你但凡厉害一些，花如也敢这么欺负我这个老婆子吗？啊！哎呀，爹娘，你们先别吵啊！今儿晚上咱们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有啥收获？没巴结上人家有钱公子，连到手的礼品也被拿走了，有啥收获？爹娘，你们可还记得那位陈公子身上佩戴的驱蚊香包？哎呀，不就是个破烂香包吗？哎呀，娘，那香包看着是不咋地，但却能驱除蚊虫。这个时辰，咱们家院子里、堂屋里有不少蚊虫。可刚才呀，我刚才站在那位陈公子的身边，竟然没被蚊虫叮咬一下。哎，上次我跟海哥去老赵家，发现老赵家院子里晒了好些鸳鸯藤花跟银丹草的叶子，而那位陈公子身上所佩戴的驱蚊香包就有裹着鸳鸯藤跟银丹草的香味儿。所以啊，老赵家这段时间上山采摘鸳鸯藤跟银丹草，就是为了做驱蚊香包。昨个我还在琢磨，老赵家咋忽然变得那么有钱了？原来是买驱蚊香包赚的。豺狼岭上多的是银丹草跟鸳鸯藤，爹娘海哥，咱们也可以做一些驱蚊香包去镇上卖呀。老赵家能靠卖驱蚊香包赚钱，咱们家也行。爷爷奶奶，爹，赶紧赚钱，赚了钱给我们买肉买糖吃。
哎呦，好，好，好！明儿个爷爷奶奶就带着你爹娘进山去采鸳鸯藤跟银丹草，买了钱呐，就给宝哥跟成哥买好多好多肉啊！花大姐，开餐馆的店面以及3名厨子都已经找好了。我家公子的意思是，请花大姐抽个时间再去一趟城里。若是花大姐看过了店面跟那3名厨子，觉得合心意，那便彻底定下来；若是不合心意，再另找。成，后日一早我就再去一趟县城。二娘，你回来了。那只老鹰，我跟三舅母收拾出来了。三舅跟二哥下地回来，现在呀，正在处理那只山羊呢。秋菊，这是陶大人贴身侍从陈叔陈公子。陈小哥，这是我的小闺女，叫秋菊。秋菊啊，你带陈小哥在咱们家院子里转转，我去烧菜。反正现在天色已经晚了，陈小哥，你干脆留下吃了晚饭再回去吧。哎呀，二娘，我从没招待过像陈公子这样的贵客，我不行啊。秋菊，我听阿信说陈小哥还没成家呀。花如意将赵秋菊拉到一边说话。赵秋菊本来没往那方面想，听花如意这么一说，脸顿时红透了。哎呀，二娘，你说啥呢？这位陈小哥眼瞅着比我小起码3、4岁呢，他有没有成家关我什么事儿啊？小3、4岁怕什么？女大3抱金砖。你先接触接触，若是合眼缘，我就想办法让你们俩继续发展发展；若是不合眼缘，我不强迫你。秋菊，你得跟未婚男子多相处相处，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二奶奶，嘿嘿，你要的红泥我们挖回来了。你们可真厉害！花如意忙不迭地迎上去，伸手从孩子们的手里将装着红泥的篮子接了过来。二奶奶，这些红泥跟酸橙叶够不够用啊？不够用，我们再去弄。还够了够了，一个个累成这样，赶紧找地方歇片刻。二奶奶去做饭，做好了叫你们。哎呦，好香啊！花大姐，这肉太好吃了，这真的是鹰隼肉吗？这当然是鹰隼肉。这个我们跟打鼓去山上采鸳鸯藤，这只老鹰忽然飞到了我们头顶上，打鼓用弩箭一箭就将坏老鹰给射下来了。我打鼓可厉害呢。花小马，吃你的肉吧。陈小哥，这的确是鹰隼肉，先腌制入味，再用酸橙叶跟红泥裹着烘烤，所以肉质比较细嫩。原来如此。可惜公子不在，品尝不到这么好吃的肉。我给阿信留了一条鹰腿呢，待会儿你回去的时候烧上，回到县衙上锅蒸热就能吃了。等老赵家厨房里的光线暗了下来，众人都吃好了。花如意掌勺的醋溜土豆丝、叫花鹰和炖山羊肉、烩羊杂几乎没有剩的。时候不早了，花大姐，我就先回去向公子复命了。陈叔离开前，花如意将一条山羊腿、1斤左右马铃薯，以及特地给陶金杏留的那条鹰腿递给陈叔。告诉你家公子，这东西就是马铃薯，我先在榆树村种上一茬，若3个月后能大丰收，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推荐给江淮的百姓种植。好的，我一定会转达公子。目送陈叔赶着马车消失后，花如意折回院子里，将今儿在豺狼岭割回来的芦荟取了几片出来。桂娘、巧巧、巧莲、秋菊，今儿晚上我给你们敷面膜，都把自己个儿的脸洗干净一些。二娘，面膜是啥膜呀？用面粉做的还是用苞米面做的？面膜是敷在脸上美白养颜的东西，不是吃的。二娘，你给秋菊做吧，我就不用了。大嫂不做，我也不做。这是芦荟，纯天然的，不会伤害巧莲你肚子里的孩子。惠娘，别以为你已经嫁做人妻、为人母亲了，就不用保养自个儿的脸了。咱们女人要善待自己一辈子，自己都不疼惜自己，还怎么让别人疼惜你啊？
说这野生芦荟的美容效果好，我打算弄一些去城里买，或许还能赚些钱。二娘，我一定将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我啊，这就去收拾厨房，一会儿就出来帮二娘你拾掇这些芦荟。大姐，需要我做什么？4个女人前后的反差让花如意好一阵无语。家里这4个女人怎么变得比她还爱钱了？老大家的，去看看鸡窝里有没有鸡蛋，若是有就拿一个来。二娘，才吃的晚饭，你咋又饿了？一个鸡蛋不够塞牙缝，要不我给你将今晚上的剩菜剩饭热一……罗氏话还没说完，就见花如意接过鸡蛋，将鸡蛋搁在碗边上敲了一下，让蛋清顺着蛋壳缝隙揉进捣成胶泥状的芦荟里。蛋黄用不着，将蛋黄拿回厨房搁着，明儿早上跟野菜一起炒着吃。将蛤蟆菜焯水切碎了，加猪油跟蛋黄一起炒，香。二娘啊，你往这里面加了鸡蛋清，还能将这些东西往脸上抹吗？蛋清可是有股子腥味的，又不是毒药，怎么不能了？赶紧去将蛋黄搁着，然后到我跟秋菊睡的屋里。等罗氏将鸡蛋搁去厨房，到赵秋菊跟花如意睡的屋里，进门就见李氏、赵秋菊、陈氏3人并排躺在了床上。老大家的，还愣在门口做啥？赶紧过来躺着。还能躺得下吗？可以。大嫂，敷上二娘做的面膜，脸上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啊。2刻钟后，5个女人浩浩荡荡出门去洗脸，正好碰上家里的3个大男人领着2个男孩从洗澡的河边回来。二娘，你们这是在做啥呢？怎么感觉像是满脸的鼻涕啊？老大，你流这么多鼻涕给我看看。这叫芦荟面膜，每天敷一敷，可以让我们女人的皮肤滑嫩如丝，洁白如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5个打算洗脸，去厨房里帮我们打水出来。一会儿，哎呀，二娘，这芦荟做的面膜真好，我感觉我脸上的伤疤不痒了。不痒了，证明我做的芦荟面膜对你脸上的伤疤有作用。每天敷一敷，坚持一段时间再看看效果。可是每天敷面膜就得每天浪费1个鸡蛋呢。加鸡蛋清效果更好，不加鸡蛋清一样能用。你若是心疼鸡蛋，明儿个咱们不加鸡蛋清就是了。听花如意这么说，赵秋菊嘴角一勾，心里乐了。二娘，老花家的人也上山了，应该是想学咱们摘鸳鸯藤花和银丹草回去做驱蚊香包卖。让他们摘，今儿个我们只管入深山将那些芦荟挖回去。待会儿你们挖芦荟时，要将芦荟连根挖起，注意别伤到芦荟的根。二娘，你打算挖回去种吗？哼，这回你倒是聪明了。咱们家院外不是有块空地吗？芦荟跟杂草一样，生命力比较顽强，只要将那块地稍微拾掇拾掇就能种植，而且还能当花卉点缀咱们家院子。一家几口人在山上忙活了一整天，下午下山时收获丰厚。大姐，你们挖这些牛舌做啥呀？挖回家炒着吃。这牛舌头可是害草，前些年疯狂生长，都长到农田里去了。你确定能吃？所谓的害草就是生命力顽强而已，又不是带毒的草，咋就不能吃了？前儿个呢，我二娘跟我大哥他们去江淮县城，看见县城里有人将这玩意儿切成片儿，当成菜炒着吃呢。住县城里的那个都是有钱人，连有钱人都吃。唐青莲，你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啊？爹娘，你们先将鸳鸯藤、银丹草背回去。唐氏就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背篓交给梅氏，然后又伸手将花如海身上的背篓扒拉了下来，再拽着花如海离开。梅氏瞧了一眼儿子跟儿媳撂下的背篓，当着花如意一行人骂骂咧咧了几句，这才拎着离开。秋菊，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唐青莲那个泼妇，平时那么精明，今儿个竟然被你耍得团团转。跟二娘你学的。
我也不想捉弄人，可谁让唐青莲2次3番的跟二娘你过不去，非得让那个女人吃点苦头。跟他学的，他什么时候教这个女人耍手段戏弄人了？他怎么不知道？他分明是一个刚正不阿、心地纯良、不会耍手段戏弄别人的好女人，好吧？二娘，人吃了牛舌头会不会出事儿啊？万一唐青莲真的吃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牛舌头没有毒，不仅没有毒，还有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的作用。一次性吃多了，最多是拉几天肚子而已嘛。一行人回到家，家里厨房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炊烟。二娘、大嫂、三舅、三舅母，你们回来了，在院子里坐着歇会儿，晚饭一会儿就好了。你咋动手烧饭了呀？眼看你就要生了，这要是动了胎气，可如何是好啊？大嫂，你别紧张啊，我没事儿。几个孩子下去后帮我忙呢，我只要站在灶台后操作就行了，洗菜、劈柴、烧火啊，都是几个孩子做的。这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做，我感觉身子骨都僵硬了。小莲想做点事就让她做吧，孕妇适当做点事，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花如意在长凳上坐下后，对着罗氏招了招手：“过来，坐下歇息片刻。歇好了，咱们几个将今儿挖回来的牛舌头种上，免得根被晒干了，活不了。”歇息片刻后，在花如意的带领之下，几个人将芦荟拎到了院子外的空地上，开始栽种。男人挖坑，女人负责栽种。赵东升扛着锄头从地头回来，也加入其中。吃了晚饭，天还没黑，一家子大大小小10多口人继续忙了半个时辰左右，将今儿挖回家的芦荟全都种地里了。娘，你好了没？我快憋不住了。哎呦，老二，你在外面喊啥喊呐？老娘上好了，自然晓得出来。奶奶，我也快憋不住了，你赶紧出来。奶奶，他又出来了！听到2个宝贝孙子痛苦地喊自己，没事这才起身，将裤腰带一拴，黑着张脸从茅房里走了出来。你个扫把星，晦气货，让你给我们吃牛舌头！握着那竹条就给唐氏来了一顿竹笋炒肉丝儿。宝哥跟成哥要是吃出个好歹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个害人精，将我们全家害成这样，你还敢哭？哎呀，娘啊，这事儿不能怪我，是赵秋菊那个丑女人告诉我牛舌头可以吃，切片炒作吃比肉还好吃呢，我才拉着海哥弄了些回来。是赵秋菊那个丑女人将咱们害成这样的，你要怪就怪赵秋菊那个丑女人呐！没男人去的下贱玩意儿，等老娘逮住机会，看老娘怎么收拾那下贱的玩意儿。这天晚上，老花家茅房生意爆好，从深更半夜到天快亮的时候，总有那么2、3个人排队等着入册，直到天色大亮，老花家院子里才消停了。爹啊，娘，我肚子难受，浑身无力，今儿个就不下地干活了。奶奶，我没力气，我今天不上学。奶奶，我也没力气，我也不上学。一家大大小小6口人全都像咸鱼一样瘫在床上。二娘，新衣服跟新鞋做好了，你回屋换了衣服再进城吧。这么快就做好了？刚刚做好的。进城去见陶小哥，还是穿得体面一些，免得站在陶小哥的身边拉低陶小哥的颜值。二娘，二娘，是你吗？不是我，还能是谁？哼，换身衣服就认不出我了？二娘，你换身新衣服，将头发好好打理一下，变化真是大了去了。就你现在这模样，跟18、19岁的大姑娘也没啥区别了。老大家的，你这手艺啊，开成衣店都没问题。花如意夸了罗氏一句后，心情愉悦地坐上了板车，在一家人目送之下，赶着牛车缓缓地离开。
卖冰糖葫芦，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卖烧饼，刚出炉的香喷喷的烧饼哎。董小哥，今儿生意如何？你是花大姐啊？我还怕董小哥忘了我呢，没想到董小哥还记得我呀。上次多亏了花大姐帮忙，我那些胭脂水粉才兜售一空。花大姐是我的贵人呐，我怎么可能将花大姐忘了？哎，花大姐，今儿卖啥呢？趁我家摊子旁边还有空位置，花大姐赶紧将摊子支起来。今儿个咱们俩继续合作。董小哥，我今儿进城是为了办事儿的，不能跟你一起守着摊子卖东西。不过我的确是想跟你合作。花如意转身将板车上的竹篾背篓拎了下来。哎，花大姐，这是啥？有什么作用？这个呢是我做的面膜，将里面的东西取一些出来敷在脸上，2刻钟后用清水洗净面部，面部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若每天坚持使用1次，时间久了，皮肤就会嫩得跟剥壳鸡蛋似的。这东西这么神奇啊！董文山又往花如意的脸上瞅了一眼，所以花大姐短短几日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使用了这黏黏糊糊的玩意儿。还有更神奇的呢，这东西不仅可以让肌肤嫩得犹如剥壳的鸡蛋，还能美白淡化脸上的斑点，长期使用可维持女人的青春。花大姐，你要我怎么做？我将这些面膜搁在你这儿，你帮我卖，赚到的钱我分你2成。董小哥，你看如何？花大姐，这面膜卖多少钱一盒合适啊？咱们不按盒卖。不按盒卖，那要怎么卖？咱们按次数卖，先将顾客吸引过来，再将面膜推荐给顾客，最后当场帮他们敷脸上，2刻钟后帮他们清洗，让他们当场看见效果，一次收费10文钱。董小哥，你觉得如何？花大姐，你的这个办法挺好的，只是面膜这玩意儿，在此之前咱们江淮县没人卖过，会有顾客相信咱们吗？这个好办，前5位敢于体验的顾客，咱们分文不收，效果好，让他们帮忙宣传一下就是了。花大姐，将面膜交给我就是，你去忙吧。那就有劳董小哥了。花如意伸手进背篓里，将另外4盒芦荟胶取了出来，又跟董文山小聊了几句之后，便赶着牛车朝衙门方向而去。花大姐，又来找陶大人了。2位小哥这么高兴，莫非今儿个衙门里有喜事儿？可不是嘛，花大姐你来了，咱们兄弟又可以大饱口福了。感情这些衙役将他当成了伙食改造者呢。瞧着一个个的满脸期待，今儿个他要是不下厨，都有些说不过去了。陶大人现在可忙？大人刚下公堂，现在应该很闲，请花大姐随我来。陶金信此刻在书房处理公务，花如意在衙役的带领之下，前往陶金信在衙门的书房。大人，花大姐到了。大姐，你来了，快进来坐。小叔，上茶。大姐，你让小叔带回衙门的几颗马铃薯，我尝了，味道好极了。我活了2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蔬菜。口感如此美妙的蔬菜就应该多推广，让大周百姓都知晓种植。大姐，你手上那些马铃薯种子是在何处购买的？上次来县城，我碰到了一个外地商人，在那商人手里买的。当时我就看中了那商人车上的马铃薯，从他手里买了马铃薯就离开了，忘了打听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咱们大周国土广阔无垠，不知道那个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想要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嘛。大多数商人还喜欢全国各地到处跑，甚至还可能跑去其他国家贩卖货物，采购货源呢。如此这般，那就只得等大姐将马铃薯种出一茬，有了多余的种子，再发动江淮地区的百姓种植了。阿信不用如此着急，也就多等3-4个月的时间。等到马铃薯收割的时候，我一定将最好的种子留给阿信。大姐，小弟带你去看看铺子吧。小叔，备车。是，公子。花如意跟着陶金信到衙门前，陈叔已经牵着一辆崭新的马车候着了。阿信这是换马车了？我吩咐小叔昨日在江淮县马车行买的。大姐，
喜欢这辆马车吗？喜欢，这么好的马车应该挺贵的吧？大姐你喜欢就好。待会儿大姐就将这辆马车赶回家吧。我有牛车呢，就不用借你的马车了。大姐，我不是要借给你，这辆马车就是我吩咐小叔为你选购的。咱们姐弟俩合伙开了个饭馆，以后你少不得要跑县城办事。你这牛车跑得慢，有辆马车比较方便。而且你这辆牛车应该是找人借的吧？给我买的。大姐，你若是心里过意不去，就当我这辆马车借给你用。等你手头上有了银钱了，买了马车，再将这辆马车还给我便是了。既然是阿信的一片心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咱们是姐弟，大姐不用跟我客气。陶青信说着上前几步，踩着长凳上了马车。大姐，这马车有些高，我拉你一把。好啊。不消片刻，马车就停在了陈叔所挑的店铺前。小叔只交付了定金，大姐觉得这家店铺如何？若是看得上，我就吩咐小叔去牙行将全款付了。很好。后院做后厨，店里设柜台跟6张小方桌，门口的杨槐树下再摆4、5张小方桌，完美。哼，陈小哥真有眼光。陈叔很少被女人夸赞，一下子红了脸。陈小哥，你脸皮子这么薄，将来怎么找媳妇儿呀？花大姐，你就别取笑我了。既然大姐已经相中了这家店铺，小叔，你现在就去将几名厨师跟伙计找来，让花大姐都见见。是，公子。陈叔离开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就折回了店铺。跟他一起来的有3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4个17、18岁的男子。公子，花大姐，陈大叔、李大叔跟乔大叔是我找的厨子，林小哥、孙小哥、毛小哥跟周小哥是我找的伙计。7位，这是我家陶公子，这位是花大姐。我家陶公子跟花大姐是这家店的东家。2位东家好。3位，我这里有一个菜谱，请3位按菜谱上面所写，将菜做好，然后端出来给我与陶公子品尝。我们觉得口感好，3位才被正式聘用。薪水方面，厨师每月3两银子，伙计每月1两银子。我跟陶公子会在3位厨师中选1位做厨师长，厨师长的薪水在厨师的薪水上涨5000银子。咱们竞选厨师长。同样的道理，我跟陶公子会在4名伙计中选1位做领班，领班伙计的薪水在伙计薪水的基础上涨5000银子。同样是正式聘用后的1个月竞选。阿信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若是没有，我就让阿信带3位大哥去后院的厨房了。我在这方面不是很懂，大姐拿主意便是了。公子，花大姐，请品尝。阿信，你觉得口感如何？很好吃，很香。鸡蛋跟米饭一起烹饪，竟然可以创造出如此美味的东西。我也觉得口感可以。3位，测试通过了，欢迎加入美味阁。花大姐，陶公子，我们已经将店铺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请2位过目。好。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店铺里里外外被4个小青年打扫得干干净净。阿信，满意吗？很干净，可以录用。恭喜4位通过考核，欢迎加入美味阁。考察完7人之后，陶青信吩咐陈叔准备了笔墨纸砚。当天，陶青信就根据花如意给的建议拟了契约，跟7人将聘用契约给签了。等7人签了契约，陈叔客客气气的将7人送至门外。这3日店铺里里外外需要休整一番，3日后的辰时一刻，7位再来店里报到。既然阿信没有意见，那3日后美味阁正式营业，就按这个菜谱出菜。花如意没什么事儿了，午饭后在衙门里小歇了一会儿，便跟陶青信告辞离开了。花大姐，吃午饭了吗？哎，那位就是帮咱们家的贵人花大姐吗？是啊，多亏了花大姐，今儿个咱们家的胭脂水粉又卖的差不多了。是个面善的好人，相公，你好好跟那位花大姐来往啊。哎，花大姐，换车了。朋友借给我的，想必这位就是董夫人了。董夫人3个字不敢当，
我叫徐小翠，花大姐跟文山哥一样，唤我小翠就行了。董小哥，今儿生意怎么样？花大姐，你的那个面膜啊，真是不错，往人脸上一抹，一会儿洗干净后，那皮肤真是水嫩水嫩的。我给一位顾客免费试用后，那位顾客觉得效果不错，帮忙宣传，一会儿就有不少顾客前来找我做面膜。你今儿带来的那些面膜全部卖完了，有几个顾客排了半天队，结果排到的时候面膜卖完了，还很不高兴呢。花大姐啊，这些是卖面膜赚的钱，你数一数。董小哥，咱们先前都说好了，你帮我卖，我分2成给你。不用了，花大姐，多亏了你，我家的胭脂铺生意才好转。是啊，这些银钱花大姐就安心收着。董小哥，小翠妹子，你们这样下次我恐怕不敢找你们合作了。听花如意这么说了，董文山这才一脸不好意思的将那102个铜钱接了过来。董小哥，小翠妹子，2位可有考虑开一家胭脂水粉铺？花大姐，开胭脂水粉铺得出不少本钱，我跟小翠刚成家，刚被父母兄嫂分出来担过，目前手头上还没那么多本钱。若是2位有这个意向，我可以跟2位合伙，开铺子的本钱你们夫妇俩出5成，我出5成。目前咱们手头上钱不多，不用找特别宽敞的店铺，若以后赚了钱再考虑换一家宽敞的店铺。等铺子开起来了，我会调制一些比市场上高级的妆粉、眉粉、口脂、熏香跟面膜。花大姐，咱们合伙开胭脂铺，我跟文山哥得投入多少银钱呢？不瞒花大姐，目前我跟小翠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只有不到10两银子。那咱们就各出5两银子，先租一家店铺用着。现在我手上也没多少钱，得下个月再看铺子。那成。花大姐，我家就住在衙门附近的董家街，你若有啥事情就到董家街去寻找，到了那里随便找人打听一下就能知道我家地址。成啊，我现在住在新田镇的榆树村，董小哥若有事儿到榆树村找我便是。跟董文山夫妇俩说完正事儿，又闲聊了2句，花如意这才赶着马车出城。高老板、老板娘，下午好啊！这几日生意如何？哟，花大妹子来了，先喝碗茶水，坐下歇会儿。多谢老板娘。花大妹子啊，你搁在我这儿的150只香包，一共卖了2700文，这2串钱一共是2160个，你数一数。不用数了，高老板跟老板娘的人品，我信得过。花大妹子呀，你这驱蚊香包的营生恐怕做不长远了呀。哎，你这驱蚊香包的妙用啊，被平安药行的知道了。现在平安药行大门口摆了好些驱蚊香包，敲锣打鼓的在卖，15文钱一个。除了平安药行，好几家成衣店也跟着卖驱蚊香包。平安药行的赵掌柜在咱们兴田镇是1等1的厉害人物，花大妹子，我担心你斗不过他呀。我早就料到了结果会是这样，并没打算一直做这项营生。我家现在还有最后一批驱蚊香包，卖完了这一批就不做了。一个朋友在外面等着我呢，我就不在此多叨扰高老板跟老板娘了。花如意收了账，在高氏布庄小坐了片刻，就起身离开。二娘，天色还早着呢，今儿不去美味阁帮忙了，干啥不久睡一会儿啊？不睡了。今儿新田镇赶集，我待会儿带着你们几个女人去镇里逛逛。家里还有最后一批做好的驱蚊香包，大概400来个。早饭后，赵春来将驱蚊香包装车后，正打算爬上车头，被花如意从身后一把拽住。老二，今儿个你们哥俩跟远弟留在家里开荒。这2天天气闷热，又阴沉沉的，一场大雨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抓紧时间将剩下的最后一块荒地挖好。大雨过后，咱们就开始种马铃薯。赵春来只好将已经抬到车头上的腿收了回来，转身将缰绳和赶车的鞭子递给了花如意。老二，别看了，二娘是个有分寸的人。
有二娘在，二娘会照顾好巧莲的。有二娘跟大嫂在，我不担心巧莲的安危。那你站在这里纠结个啥？二娘带着家里的几个女人去镇上吃香喝辣的，我有些羡慕。这话你可别让二娘听见，二娘听见了又该骂你没出息了。赶紧跟着我与三舅去挖荒吧，大雨之前不能将最后一块荒地收拾出来，二娘又该骂咱们懒了。回想花如意骂人的架势，赵春来心头一阵哆嗦。王不迭扛起锄头，跟上了花如远跟赵东升的脚步。卖驱蚊香包，卖驱蚊香包嘞！20文钱一个的驱蚊香包，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二娘，好像是唐青莲的声音呢。来来来，我家祖传的驱蚊香包，不仅可以驱除蚊虫，还可以驱除苍蝇，驱除跳蚤，20文一个，物美价更优。哎，走过路过的乡亲父老们，都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啦！20文一支驱蚊香包，卖的比咱们还贵。唐青莲怕是想钱想疯了吧？咱们卖咱们的，别管他们。桥旁边有空位子，花如意就将马车赶了过去，然后找了拴马车的桩子，将马车拴了起来。老二家的，你先下车活动活动，待会累了就回马车上休息。二娘，咱们还卖18文一个吗？不，今儿个咱们卖18文一个，买3送1。二娘啊，这些驱蚊香包都是咱们一针一线缝制的，18文一个，买3送1，按这个算，一支驱蚊香包才落13文多一点点，会不会太便宜了？咱们得尽快将这些驱蚊香包出手，越往后越难出手。虽说13文多一个，咱们有些吃亏，但成本低，咱们也有的赚。秋菊，听二娘的，在做生意方面，二娘比你有经验。想想美味阁现在的生意火爆，赵秋菊立马附和罗氏的话，点了下头。旋即跟罗氏、陈氏一起，按照花如意的要求吆喝：“卖驱蚊香包呢，18文一支，买3送1啊！”几位大妹子，你们这儿谁能做主啊？这位是我二娘，先生有什么话，只管问我二娘便是了。大妹子，可否让我看一下你家的驱蚊香包？先生请看。男人拿着驱蚊香包在鼻子处闻了闻，觉得药香味比平安药行售卖的浓郁多了，甚是满意的勾了勾嘴角。大妹子，你家这些驱蚊香包我很中意，我若全买下，不知大妹子可否再给一些优惠？全买14文一支，先生意下如何？太贵了，12文一支。13文一支，是我能给出的最低价。这些驱蚊香包是我与家人一针一线缝制的，针脚细密，药材用料也足，一支驱蚊香包用1个夏天绝对没问题。相信先生是个有眼光的。花如意话落，男人微微蹙眉，还有些犹豫。我已经让了2文，若是先生还觉得贵，那先生便去看看对面那家的。大妹子，别跟我提那家的驱蚊香包缝得跟狗屎一样烂，香包里的药材也是我见过最少的，还敢卖20文一支。就刚才我跟那家还价，那家的2个娘们将我骂了个狗血淋头。跟没事婆媳俩讨价还价，不被骂才怪呢。13文就13文吧。大妹子，你家摊子上一共有多少支驱蚊香包？410支，大哥自己数一数。男人叫来跟班，吩咐跟班清点数目，将货物装车。东家，不多不少，正好是410支。13文一支，410支便是5330文。先生，我算的可对？没错，就是5330文。男人眼中快速闪过一丝欣赏后，取了5两白银，外加1串铜钱，递给花如意。摆摊到收摊，总共用了不到2刻钟的时间。瞧瞧你做的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吆喝的老娘嘴巴都冒烟了，一个都卖不出去。阿海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哎，娘，我当初为老花家接连生了2个大胖小子时，你咋不说我没用啊？
还敢跟老娘顶嘴？哎呦喂，老娘这把年纪了，还要被儿媳妇欺负。阿海，今儿个你不好好教训教训你媳妇儿，老娘就不活了。下午，花如意赶着马车回榆树村时，冤家路窄的遇到了老花家的牛车。大姐，今儿个你是如何将那些驱蚊香包卖出去的呀？想要取经啊，50文，我告诉你。不就是卖了驱蚊香包赚了点钱吗？花如意，你神气什么劲儿呢？唐氏话落，花如意对着前面的牛车狠狠扬了一下手里的鞭子。花如意，你个孽障，我可是你娘！没事跟唐氏以为那一鞭子要落在他们的身上，吓得忙往后躲。鞭子狠狠地落在了板车上，拉车的牛受到惊吓，尾巴一扬飞跑起来，吓得梅氏婆媳俩趴在板车上哇哇尖叫，吓得花如海紧紧抓着缰绳，片刻不敢放松。这下子耳根子总算清净了。下雨了！可算是下雨了，再不下雨啊，地里的庄稼都要旱死了。二娘，这雨越下越大了，今儿个你怕是出不了门了。出不了门就改天再去。二娘，这场雨过后，咱们是不是可以将堂屋里那些马铃薯种下地了呀？是啊，这场雨下得大，能够将地浇透。等雨停了之后，咱们就开始种马铃薯。5日后，花如意黑着张脸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水晶帘子一般的雨幕，她眉头皱了又皱。二娘，大哥，不好了！出啥事儿了？村长说，这次暴雨导致江淮河河堤多处决堤，没了河堤的阻拦，江淮河的水大量往外涌，好些农田跟好几个村子都被洪水给淹没了。江淮河离咱们榆树村有些距离呢，淹不到咱们这里来。听老人说，这几十年来，江淮河决堤过好几回呢，可咱们村一次都没被波及。二哥，你别自己吓自己。秋菊，别打岔，先听你二哥将话说完了。我可不是自己吓自己啊！刚才我跟村长、河川兄弟他们去了一趟咱们村外的小河沟，小河沟的河面比以前宽了好多，水也涨起了好高，小河沟的洪水距离咱们村的农田已经没多远了。咱们家的那几亩苞米距离小河沟近，这场雨若是再不停，咱们家这几亩苞米就要遭殃了。二娘、大哥、大嫂、三舅，咱们现在该怎么办？驴蛋，出来！驴蛋，你可有办法让这场雨停下来？若是以前，本蛟龙办得到，现在嘛，法力不济，若强行施法让这场雨停下来，你我都会受到重创。关键的时候一点忙都帮不上，你这只蛋也只有清蒸或者水煮了。驴蛋被花如意一句话吓得翅膀上的羽毛一抖。这场雨何时能停？你作为险些飞升神龙的蛟，这个应该能预测吧？这场雨啊，断断续续还得下20天左右才能彻底停下来。20天这个数字让花如意神色间闪过一丝烦躁。眼下江淮河的河堤已经多处决堤了，再断断续续下20天左右，20天后整个江淮县怕是要变成一片汪洋。待会儿雨小一些后，你们就去将地里那些苞米收回来。我现在要出门一趟。二娘，可眼下才5月底，地里那些苞米棒子还没有熟透。现在去地里将那些苞米棒子收回来，还能煮嫩苞米棒子吃，饱餐几日。一旦小河沟的洪水翻过河堤，灌入玉米地，到时候你想吃屁都没有了。不只要收苞米棒子，咱们家地里的东西只要能吃的全都给我收回来。听二娘的，二娘这么安排肯定有二娘的道理，咱们跟着二娘做事这么久，从来没出错过，这一次按照二娘的话照着便是了。不消片刻，花如意就牵着拉车的马儿从马棚里出来。二娘，这会儿雨下得正大呢，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我去一趟县城，我路上会注意安全的，你们不必担心我。
江淮河河堤多处决堤，阿信作为江淮县的父母官，现在应该难受的当紧，他得赶紧去江淮县城看看，能出一份力是一份。老大老二远地，瞧着架势，这场雨怕是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你们抽时间将宅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检查一遍，屋顶该加固的立马加固。大姐，我陪你一道去县城。你们跟着去了也帮不上啥忙，留在家里好好将院子修修，照顾好家里的女人孩子。花如意的语气不容置疑，吓得赵东升、花如远双腿如灌了铅似的，眼睁睁地看着他赶着马车离开。因为下雨，道路泥泞，2个时辰后，花如意才赶着马车抵达江淮县城。花大姐，你咋来了？你家大人呢？江淮河河堤多处决堤，大人去江淮河视察了。阿信什么时候去江淮河视察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大人今日一早就出门了，现在应该快回来了。花大姐，您身上的衣服湿了，我带您去内衙烤衣服吧，一边烤衣服一边等大人回来。多谢。天快黑的时候，陶钦信才一脸疲惫的带着陈叔以及几个衙役赶回县衙。听闻花如意来了，已经等了好半天。陶钦信顾不上换衣服，就直奔后衙的偏厅而去。大姐，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敢来县衙了？这几日到处决堤滑坡，路上不安全，你若是出了事儿……我这不是毫发未伤吗？我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阿信，这场雨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我知道，我已经向朝廷递了折子，请求朝廷从南阳郡放粮赈灾，从工部筹派官员前来修复江淮河堤。折子5日前已经800里加急送出去了。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眼下地里的苞米小麦已经半成熟了，趁着大部分农田还没被洪水淹没，建议阿信颁布指令，让百姓赶紧将自家地里的粮食给收割回家，免得江淮河水大量涌出淹没农田，造成颗粒无收。将半成熟的粮食收割回家，可以让老百姓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坚持到朝廷发放赈灾粮食。如此一来，县衙这边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大姐如此为江淮县的百姓着想，我代替江河县的百姓感谢大姐。5日前，京城。1年零3个月又17天，我儿终于回来了。夫人，锦兰今日班师回朝，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哭了？伤势尚未痊愈的叶锦兰在叶飞的搀扶之下，缓缓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儿子拜见母亲大人，父亲的。叶锦兰走到双亲面前，弯腰抱拳行礼，话还没说一句呢，长公主就对身边的太医使了个眼色。阿兰，先让太医给你看看伤势。启禀公主殿下，永安王殿下，永安郡王脉象平稳有力，亦无大碍。姑娘们可以出来了。叶飞嘴角狠狠一抽，身怀同情的看了自家将军一眼。回京就被长公主安排相亲，一次性安排了10几个，是该说将军命苦，还是该说将军艳福不浅？小女见过镇北将军。本将军忽然感觉伤口有些疼痛，叶飞，你过来搀扶本将军一下。是将军。叶飞忙不迭，伸手将叶锦兰搀扶着。长公主殿下，将军伤势未愈，以防加重伤势，最好赶紧送将军回府歇着。哼，本公主吃的盐比你们俩吃的米还多，你们俩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一把抓过叶锦兰的手，强行将叶锦兰拉到了那群姑娘的面前。这些姑娘呢，是本公主千辛万苦找来的，今儿个只要阿兰还有一口气在，就必须给本公主好好相亲。莲姨，你稍微温柔一些，咱们的儿子还有伤在身呢。儿媳妇咱们要找，可莲姨呀，咱们不能因为找儿媳妇就伤了自个儿儿子。哼，慈父多败儿，这句话说的就是你。哼，
但凡你拿出一点作为父亲的威严，如今咱们俩的孙子孙女儿都一大堆了。唉，每次聚会，我的那些老姐妹儿，一个个不是抱着孙子在我眼前晃，就是抱着孙女在我眼前晃，就我一个人抱只猫，不容易吗？今年一过，锦兰就28了，其他男子在他这个年纪都快当爷爷了。这话让叶锦兰甚是无语，他有这么老吗？母亲，您别哭了，儿子听您的话，相亲便是了。这就对了嘛。哎呀，母亲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母亲跟父亲年纪大了，不能一直陪着你，还是得找个女人关心你，为你生儿育女呀。还没等叶锦兰回应，长公主转身对着面前10几个姑娘挥了挥手：“姑娘们，阿兰已经答应相亲了，请大家随本公主移步夜季茶楼。”看着长公主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一群珠光宝气的女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前面不远处的夜季茶楼而去。若长公主殿下是男子，肯定能带兵打仗，颇有大将风范。阿兰呀，眼看你就要28了，身边连个通房都没有，你母亲是太过着急了，才这般。儿子知道。一炷香后，夜季茶楼2楼最好的雅间牡丹阁。阿兰，这位小姐呢，是京兆府尹家的儿媳的大舅家的2女儿，芳龄16，你看如何呀？芳龄16，本将军今年28，年纪差距太大了，本将军倒是可以考虑收你为义女。小姑娘爱慕叶锦兰已久，猝不及防听到这样的回答，气得哭着跑出去。下一个，阿兰，这位是太医院院士家远房表妹家的弟弟的闺女，年方22，跟你匹配。是挺匹配的。叶锦兰认真地审视着眼前的姑娘，见自家宝贝儿子盯着人家姑娘瞧了快半盏茶的时间了，把人家姑娘的脸都看红了。长公主心里一阵窃喜，阿兰盯着这姑娘快半盏茶了，我看这次有戏呀。姑娘，本将军晚上睡觉有打呼噜的习惯。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好男儿晚上睡觉打呼噜正常，民女可以忍受。本将军还有梦里打拳的习惯，偶尔还会梦游。民女可以忍受。本将军神志不清的时候，或许会将身边的人当成敌军或者是奸细，直接拧断他的头。长公主殿下，永安王殿下，民女家中还有事，民女先告退了。民女家中也有事，民女也告退了。民女的母亲叮嘱民女早些回家吃饭，民女告退。一溜烟的功夫，10几个受邀前来跟叶锦兰相亲的女人跑得一个都不见了。阿兰，你这是要气死我啊！你母亲，儿子好不容易回京，您就不想跟儿子好好聚一聚吗？不想。长公主没法揍儿子，手一扬，狠狠在儿子他爹的胳膊上掐了一把。涟漪呀，你掐我做什么？儿子性格冷，寡言少语，一把年纪不成婚，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都是随了你。我不掐你，难道我还掐儿子啊？别以为你今儿将那些姑娘都赶走了，就逃过一劫了。老娘告诉你，今儿相亲失败，明儿继续。你什么时候娶个女人回家，老娘什么时候消停。你若是继续忤逆老娘，老娘拿你没办法，老娘就去找你舅舅给你赐婚。老娘咋这么命苦啊？千辛万苦将你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将你喂大。现在老娘不就指望你娶个女人回家，免得你以后孤独终老吗？又不是让你孝敬老娘黄金10万两，咋就这么困难呢？我追你母亲去了，阿兰，
你自己自求多福吧。将军，长公主这次催婚催得当姐，咱们该怎么办？本将军先进宫述职。叶锦兰说这句话之前，深深地盯了叶飞一眼。叶飞被他那一眼盯得后背一凉，后背起了一大片的鸡皮疙瘩。怎么感觉将军刚才看他的眼神有些不怀好意？1个时辰后，皇宫御书房，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阿兰，御书房里没有外人，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就不用向舅舅行跪拜之礼了。福全，还不赶紧给镇北将军看座？镇北将军请坐。阿兰，舅父不知你受伤，才800里加急将你召回京城。若舅舅知道你被韩国3皇子重伤，舅父绝对不会让你带伤回京。微臣知道，微臣伤势已无大碍，皇上不必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叶飞发回京城的求助函，不是说你此番被韩国3皇子重伤，军医束手无策吗？当时微臣情况的确是凶险，军医的确是束手无策，但老天爷不忍微臣丧命于韩国3皇子之手，让微臣在江淮一带遇到了一位民间神医，是那位民间神医救了微臣。民间竟然有医术如此厉害的高人。阿兰，你若再碰到那位神医，就将那位神医请来京城，舅父给他在御医院安排个职位。不必了，神医在民间造福百姓挺好的。阿兰，韩国的议和书已经送到了，此番韩国提议2国联姻，不日韩国9公主就要抵达京城了。联姻挺好的，2国联姻至少能够换取50年太平盛世。皇上你的后宫人丁凋零，不如皇上将韩国9公主收了。微臣听闻韩国9公主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貌更是在韩国家喻户晓，这样的美人儿配做皇上的妃子。韩国9公主年方15，真的年纪都快能做他爷爷了。你这孩子都快30的人了，还不想着成家？你是想气死你母亲跟朕吗？你文韬武略，战功赫赫，韩国9公主能歌善舞，美艳绝伦，美人配英雄，正好合适。皇上，微臣跟韩国9公主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你能说服朕，朕就不让你去联姻。启禀皇上，微臣不喜欢女人。不喜欢女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微臣喜欢男人。这些年微臣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连近身伺候微臣的都是一些小厮，就是因为微臣不喜欢女人。你父亲母亲知道这件事吗？你喜欢的男人是谁？害怕吓到他们2老，微臣暂时没有将此事告诉他们2老。微臣喜欢的男人是叶飞。难怪这几年你南征北战，总是将叶飞带在身边，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他。周家跟叶家没出过一个断袖，到了你这里怎么就断袖？这件事暂时瞒着你母亲，朕担心她知道了承受不住。咱们周叶2家的男人都是笔直笔直的，到你这里怎么就弯成蚊香了呢？被你们逼的。当天晚上，永兴帝设下酒宴，亲自为叶锦兰接风洗尘。今夜没有外人在场，叶飞将军也坐下一同用餐吧。微臣叩谢皇上隆恩。阿兰寡言少语，脾气冷漠，不太会关心人，请叶飞将军多担待一些。这个季节的鲈鱼肉质肥美，鲜嫩可口，叶飞将军尝尝。叶飞被阮皇后的这个举动吓得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眼神求助的瞧了叶锦兰。皇上娘娘，时辰不早了，微臣跟叶飞就先告辞了。阿兰，这菜还没吃多少呢，这一桌子菜可都是朕吩咐御膳房按照你的口味做。只是永兴帝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阮皇后
不断的对他使眼色。在路上颠簸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回京了，是该早些回去歇着，尤其是你身上的伤势未愈。微臣告退。阿兰文武双全，用兵如神，哪儿都好。如此好的男儿，哎呀，怎么就好南风呢？哎呀，永安王跟长姐就阿兰这么一个孩子，这事儿让他们夫妇俩知道了，不知道他们夫妇俩能不能承受住这个打击。永安王跟长姐都是明事理之人，相信他们二位能理解阿兰。皇上，你也不必对此感到纠结。叶妃这孩子对阿兰忠心耿耿，以后有叶妃陪在阿兰的身边，挺好的。两人的对话十分清晰地传入了叶妃的耳中。怎么感觉在皇上跟皇后娘娘的眼里，她好像是将军的暖床小娇妻？将军，末将心中有疑，想问一问将军。可是想问，今天下午本将军跟皇上在书房里面说了些什么？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皇上打算让本将军与韩国九公主和亲，情急之下，本将军就对皇上说，我喜欢男人。皇上似乎不相信本将军的说辞，无奈之下，本将军就告诉皇上，你是本将军喜欢的男人。将军，末将还没成亲呀。您在皇上面前这么说，末将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找不到，本将军给你送一个。觉得一个不够，本将军还可以多送你几个，绝对不让你吃亏。这么晚了，怎么不掌灯？长公主吩咐的，不许掌灯。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掌灯。是啊，君王。须臾，锦兰阁内灯火通明。叶锦兰嘱咐小厮收拾一间厢房给叶妃后，捂着受伤的左胸朝自己的卧房走去。奴家见过将军。将军，夜深了，奴家伺候您更衣吧。将军，奴家伺候您洗漱吧。滚出去！郡王，是长公主殿下吩咐奴家在此等候郡王的。郡王，若是没有长公主的允许，借奴家100个胆子，奴家也不敢擅闯郡王的卧房。还不快滚！难道想让本将军请人将你们送走？奴家告退。两人前脚被叶锦兰赶走，小厮后脚就将两人被赶走的消息传到了长公主跟永安王的耳中。哎呀，天色不早了，别叹气了，赶紧睡吧。老娘都将京城雅乐坊的最红头牌给请来了，面对如此美色，儿子咋就能做到无动于衷呢？哎，不是说雅乐坊的歌姬随便拎一个出来就能让大多数男人神魂颠倒吗？哎，元哥，你说咱们儿子拒绝成婚，身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连战马都是公的，你说会不会是咱儿子那方面不行啊？涟漪呀，你想太多了吧？就咱们儿子那体质，怎么可能会是那方面不行？哎呀，怎么不可能啊？外强中干，你没听说过吗？有你这么诅咒儿子的吗？我这不叫诅咒，我这叫了解咱们儿子的实情。哎，从明儿个起，我吩咐膳房炖些汤，给儿子好好补一补。翌日一早，叶锦兰睁开双眼，贴身伺候她的小厮林奇就端着一碗刚出锅热气腾腾的肉汤出现在了她的床前。郡王早安。林奇，你手里端的这碗是什么？这是长公主殿下吩咐膳房专门给郡王炖的十全大补汤，里面放了当归、鹿茸跟牛鞭，请郡王起床洗漱后趁热将汤喝了。断续到了，待会儿母亲若是询问你，你就说我已经将汤给喝了。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皇上，
微臣有事启奏。准奏。启禀皇上，江淮一带忽降大暴雨，江淮县令递上来的折子说，江淮河河堤年久失修，因为这次大暴雨已多处决堤，江淮河洪水大量外涌，淹没了不少农田。江淮县令恳请皇上指派一名钦差前往江淮县督造江淮河河堤。皇上，微臣有事启奏。江淮河河堤多处决堤，大量农田被淹没，造成很多百姓这一季颗粒无收。江淮县县令恳请皇上下令从淮阳县粮仓调派粮食，救济江淮一带的灾民。准奏，传朕旨意，从淮阳郡粮仓抽调苞米5000担，稻米2000担，救济江淮一带的灾民。江淮是我大周的边防，江淮局势不稳，整个大周就会局势不稳。现在江淮一带灾情严重，诸位爱卿，谁愿意接任钦差一职，前往江淮一带协助陶县令重修江淮河堤呀？皇上，微臣愿意接任钦差一职，前往江淮协助陶大人重造河堤。十全大补汤太难喝了，还是去陪花大姐吧。镇北将军心系万民，朕甚感欣慰。在场文武百官几十号人，率先开口的竟然是重伤在身、刚刚班师回朝的叶锦兰，这让永兴帝有些暗火大。但镇北将军于不久前重伤，伤势未愈，此时前去江淮一带协助陶县令修筑江淮河堤，委实有些不妥。除了镇北将军自告奋勇前往江淮一带，在场的诸位爱卿，可还有愿意前往江淮一带的？微臣愿意前往。丞相，你可记得你今年高寿几何？微臣今年刚好60。原来丞相还记得自己已经60高寿了。陶小公子年纪尚轻，又是初次为官，朕知道丞相心里这是担心陶小公子，但江淮距离京城，天高路远，丞相你这一把老骨头就别去添乱了。还有永安王，你虽然比丞相年轻那么几岁，但早年在战场上流了一身的伤，每逢刮风下雨，旧伤就疼痛入骨。江淮一带现在暴雨连连，气候湿润，你也别去添乱了。父亲，母亲近来身子骨不好，您还是留在京城照顾着母亲，前往江淮修建河堤这件事情就交给儿子好了。儿子了解江淮一带的情况，是最适合的人选。你小子分明是怕你母亲再安排你相亲，分明是怕再和你母亲吩咐厨房炖的十全大补汤，还找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天你母亲吩咐膳房给你炖的十全大补汤，全被你倒给那2条看门狗了吧？原来父亲知道这件事。我是你爹，你小子心里那点花花肠子还能瞒得过我？父亲，那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母亲这件事情。若是母亲得知你明知道我将那些补汤倒了给家里的2条狗，却不告发我，一定会勃然大怒。母上大人发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父亲应该比儿子清楚。1年多不见，你小子的手段越发黑暗了，连你爹我你都敢威胁了。这不叫威胁，这叫谋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莽撞，要靠谋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还是父亲你教儿子的。我是教了你这些，可没教你小子用这些对付老子。这叫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叶锦兰忽然收起脸上玩味的笑容，看着永安王郑重其事地开口：江淮一带是我大周的边防，江淮毁，则我大唐失去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为了大周万万百姓，一定要保住江淮一带。儿子已下定决心前往江淮一带赈灾，修筑河堤。皇上跟母亲的思想工作就有劳父亲了。哎呀，
皇上顾虑周全，微臣有救急在身，的确不宜前往江淮一带赈灾修筑河堤。这1年来，阿兰驻守江淮附近，对江淮一带甚是了解。微臣恳请皇上任用阿兰为钦差，让阿兰前往江淮一带。镇北将军有伤在身，永安王，你怎么？微臣心意已决，还请皇上下旨。半个时辰后，叶锦兰被任命为钦差，前往江淮一带赈灾督造河堤的事情传到了长公主的耳中。恭迎王爷郡王回府。永安王从马车里钻出来，一眼就看见长公主的贴身侍女银杏站在了王府的大门口。儿子，你母亲好像已经知道了。待会儿你母亲要是发飙，你帮为父分摊一下火力。嘱咐好儿子之后，永安王才昂首挺胸，端着王爷的架子，大步朝着大门走去。是银杏呀，哎，你不在长公主身边伺候，跑这大门口来瞎晃什么？王爷，郡王，长公主在花园的水榭里赏鱼，请王爷跟郡王随奴婢去一趟水榭。一会儿，父子俩就跟着银杏到了水榭外。叶晨渊，你给我进来！哎呀，娘子，别生气，气坏身子无人替。你要是心里不痛快，要打要骂都冲我了。夫人，为夫错了。哼，错哪儿了？阿兰好不容易回一趟京城，应该留在家里好好陪陪夫人。刚才在朝堂之上，为夫应该阻拦，不让阿兰接下钦差一职，前往江淮一带赈灾。叶晨渊，亏你活了一把年纪了，竟然还不如阿兰明事理。阿兰是我大周的镇北将军，江淮一带是我大周的边防。如今江淮一带因为水灾民不聊生，阿兰作为守护大周百姓的将军，理应前往江淮一带赈灾，救济百姓。哎，夫人说的是。少在我面前拍马屁。既然夫人不是舍不得阿兰，那夫人你今儿又是在气什么呢？永安王话落，耳朵就被长公主给拎住了。哎呀，儿子还在场呢，当着儿子的面，能不能稍微给我留点面子？见叶锦兰不动声色地转过了身去，永安王气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臭小子可真是他的好儿子。哼，这下阿兰看不见了，咱俩好好算算账。你明知道阿兰吩咐林奇将那些补汤倒给那2条看门狗吃了，你竟然知情不报。叶晨渊，你是不是希望老娘一只抱只猫去参加聚会啊？夫人，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还敢跟我装蒜？叶晨渊，我看你今晚是不想进屋睡了啊！哎，夫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还差不多。母亲，您找儿子有何吩咐？阿兰啊，你不喜欢京城里的姑娘就算了，母亲啊，不逼迫你相亲了。去江淮赈灾是救济万民，母亲支持你。若江淮那边有你心仪的姑娘，你只管将人带回京城来，不管那姑娘是丑是美，家世如何，只要是你喜欢的，母亲啊都支持你。就算你喜欢的是叶飞，母亲也认了啊。只求你老了以后有个人陪在你身边儿。隐在暗中的叶飞忽然觉得后背一凉。翌日一早，叶锦兰在叶飞以及百名铁甲兵精英的陪同之下，跟工部擅长水利工程建造的一名官员从京城动身。哎呀，我的苞米呀，我的苞米呀！杀天道的老天爷，谁让你一直下雨啊，害得我家颗粒无收啊！哎呀，没事，你这么指着老天爷骂，你就不怕老天爷下到雷劈死你吗？这村长，现在该怎么办呢？这雨还在时不时的下，
洪水还在慢慢往上涨，再往上涨一段，洪水就要淹进咱们村了。河川，你即将去一趟老赵家，将东升他二娘请到这里来商量退洪的事情。在场的诸位乡亲，现在东升他二娘是个有主意的，之前便是东升他二娘劝我们提前将地里的苞米、小麦收回家，这才保住了一点口粮。我现在让河川去将东升他二娘请来这里，跟咱们一起商量退洪的事情。大难临头，咱们要齐心协力，希望大家配合，别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东升他二娘。老赵家这边，花如意赶着马车正打算出门，见田河川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便将缰绳拉了拉。婶儿，村口的洪水这么大，你还要出门呢？去县城办点事儿。河川，你来找东升的吗？整个江淮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陶钦信要安顿灾民，要控制灾民动乱，还要时不时去河堤巡查，忙得不可开交。花如意担心他撑不住，这些日子隔三差五地往县城跑，给他出主意。若整个江淮县完蛋了，他跟老赵家一大家子人会跟那些难民一样失去住宿，到处颠沛流离。想要以后有好日子过，就必须跟陶钦信一起将江淮县保住。婶儿，我是来找你的。今儿个洪水又上涨了，水面距离咱们村已经没多远了。我爹担心水位继续这么涨下去，洪水会将咱们村淹没。婶儿，我爹让我问问你，你可有办法退洪？榆树村就一条小河沟，退洪的法子很简单，挖一些沟渠出来，将洪水引走一部分。这么做虽然不能彻底退洪，但是可以保证洪水不会进村。这是退洪的法子，你拿去给你爹看，你爹看了就明白了。村长，我已经将退洪的法子写在纸上交给了河川，你若是觉得我的法子可以，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按那法子退洪便是。我现在有事儿得去一趟城里，若村长还有其他事情，等我回来再商量。爹，这是如意婶儿给我的，我看不懂，你拿去瞅瞅。田宝根接过叠成小方块的图纸，展开看了一会儿后，眼角跟嘴角同时露出笑意。东升他二娘可真行，咱们村有救了。除了老弱妇孺，其他人立刻回去拿锄头、铁锹跟箩筐。村长，这么大的洪水，你让我们回家拿锄头、铁锹跟箩筐做什么？在场的村民都很纳闷，其中一人开口询问后，其他人纷纷不解地看向了田宝根。田宝根只好将花如意绘制的退洪图纸展示在了一群村民的眼前。挖沟渠、排洪，免得洪水再上涨，将咱们村给淹没了。花如意大字不识一个，他哪里知道排洪的法子？村长，你作为一村之长，竟然忽悠我们大伙按花如意的法子退洪，你怕不是老糊涂了？没事呀，没事，你可真是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竟然跟你一个村子。你若是觉得东升二娘的法子不行，你大可以不参与，反正你去了也是帮倒忙。田宝根将没事数落了一顿之后，将目光转向了其他的村民。我觉得东升二娘挖渠退洪的法子很好，诸位乡亲，有赞同我看法的，就请回去带上锄头、铁锹跟箩筐，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东升二娘掉了茅坑之后，越来越能干了。村长，我这就回去拿家伙。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先按东升二娘的办法挖渠试试。一炷香之后，几十名村民扛锄头的扛锄头，拿铁锹的拿铁锹，拎箩筐的拎箩筐，浩浩荡荡的从村口出发。按照花如意的办法，热火朝天的开始挖渠排洪。将军，那位姑娘好像一直在盯着咱们看，您是不是认识那位姑娘？是不是对人家姑娘始乱终弃了？是有些眼熟，本将军怎么觉得我好像欠了那姑娘12800两的银子？我家大人外出巡查了，知道钦差大人今日抵达江淮，我家大人吩咐我等在此恭候。陶大人何时回县衙？江淮县的灾情，陶大人可有记录？江淮县各地的灾情，我家大人都有做记录。
速速去将你家大人做的灾情记录取来给本将军。不好了，不好了！就在衙役打算恭迎叶锦兰入县衙时，跟随陶金信外出巡查的一名衙役狼狈不堪的骑马赶了回来。不好了，大人出事了！你家大人出了什么事？花大姐啊！花大姐？将军啊，就是那日为您拔剑的花大姐。叶飞郑重其事的回答后，叶锦兰半晌无语。所以那日他拉着这么年轻的一个女人叫母亲。你家大人出了什么事儿？嘿，你倒是快说啊！新地建成，大人今日心情好，就去了新地巡查。岂料在大人巡查新地的时候，新地忽然被洪水冲塌了。接着说。小的赶回来报信时，还没找到大人。衙门里的人，只要不是老弱病残，全部给我召集起来，随我去河堤寻找阿信。是，花大姐。救陶清信，事不宜迟，本将军带你前往河堤。请钦差大人稍等片刻，民妇去将马车卸下。花如意话没说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他已经被叶锦兰丢上了马背。特殊情况，时间紧迫，得罪了。驾！我是谁？我在哪里啊？花如意一个不留神，身子后倾，狠狠撞进了叶锦兰的怀里。男人身上冷冽的气息一丝丝钻进花如意的鼻中。花如意猛地回过神来，忙不迭抓着马鞍坐正了身子。那个男人是咱们将军吗？是。眼看叶锦兰搂着花如意同乘一骑飞奔离开，叶飞跟一群铁甲兵呆若木鸡。原来将军不是不喜欢女人，而是喜欢比自己年长的女人。将军已经远去了，一个个的还傻愣愣的停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追！叶飞厉喝一声，100名铁甲兵跃上战马，跟着叶飞一起去追叶锦兰。叶飞，带人去查看一下河堤被冲塌的原因。大人，洪水湍急，现在去断堤十分危险，还请大人三思。你是何人？小人姓曹，是负责重筑江淮河堤的监工。叶锦兰没有再理会男人，侧过脸给身后的铁甲兵使了一个眼色，立马便有2名铁甲兵走上前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曹监工控制住。小人乃是永安王的远房亲戚，大人你得罪了小人，便是跟永安王府过不去。叶飞，告诉他本将军是谁。瞎了你的狗眼！站在你面前的便是永安郡王。小的该死，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请郡王殿下恕罪。将这人拖到一边去，看管起来，别让他妨碍找人。是，将军。找到了，找到陶大人了。花如意猛地扭头，看见2名修筑河堤的工人抬着湿淋淋昏迷不醒的陶清信疾步飞奔而来。阿信，我们俩在下游的河滩上找到陶大人的，想来是陶大人落水之后被浪花卷到了河滩上。我们找到陶大人的时候，陶大人还有呼吸。花如意一边听工人说话，一边敏捷地蹲下身子，抓起陶清信的一只手把脉。公子，你可千万别出事啊！你若是出事了，回京之后我该如何向丞相跟夫人交代呀？哭什么？阿信还没死呢。花如意将陶清信的头放歪之后，迅速地动手解开他身上官服的扣子，然后熟练地按压他的腹部。阿信，你说过你要治理好江淮县，如今江淮县水灾严重，整个江淮县的百姓都在等着你，你可不能出事啊！阿信，想想关心你的亲人，你若是出事了，他们一定会很伤心的。看见陶清信吐出来的污水，花如意心头又是一松，再次抓起他的手腕把脉。姑娘，你这是做什么？见花如意一只手捏住了陶清信的鼻子，一只手捏开陶清信的嘴，然后对着陶清信的脸低下头。阿信醒不过来，我只好给他做人工呼吸，这是救治溺水之人最常用的办法。陶大人是男子，姑娘是女子，女子用这个法子救陶大人，恐怕对姑娘的名声有所影响。在医者的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之分。被叶锦兰打断，再加上那1万两银子的事情，花如意心里有些不爽这个男人，
在人命面前，明姐，所有事物都要靠边，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镇北将军不懂？姑娘，本将军不是那个意思。本将军的意思是，在场那么多男子，姑娘大可以将救人的方法说出来，让男子给陶大人做人工呼吸。法子，民妇已经说出来了。镇北将军，有劳你安排个人为阿信做人工呼吸吧。叶飞，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将军，末将能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让给别人吗？不能，你跟随本将军久，做事稳重，将这个任务交给你，本将军才能放心。陶县令是陶丞相的老来子，被陶丞相夫妇视若珍宝。此番你若救了陶县令，消息传回京中，丞相府会对你感激不尽，说不定陶丞相心情一好，就将丞相府的小姐许配给你了。将军，末将不想娶丞相府的小姐，末将只想一辈子追随你。这是军令。军令不可违，叶飞只好一脸苦逼的从叶锦兰身上收回了目光，在陶金杏身边蹲下身，根据花如意的指使，一只手捏着陶金杏的鼻子，一只手捏开了陶金杏的嘴，深吸一口气，亲了下去。怎么感觉这丞相府的小公子亲着跟大姑娘差不多？哎呸！叶飞俊脸一红，忙不迭定了定神，然后按花如意的指使，将气息渡到陶金杏的口中。陶金杏感觉唇上有异样，缓缓地睁开双眼，一双深邃黑曜石一般明亮的眼眸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他的视线。陶金杏被惊得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伸手一下子将叶飞推开。大姐，镇北将军。阿信，没事了。河堤坍塌，你被洪水卷走，溺了水。为了救你，不得已，我让叶飞将军给你做了人工呼吸。多谢叶飞将军刚才出手相助，日后在下一定找机会偿还叶飞将军这个人情。小事情，陶公子就不用记挂在心上了。陶公子今日溺水又受了凉，身子虚弱，还是先送陶公子回县衙吧。叶飞，你留下来，带人勘察断堤。是，将军。姑娘，本将军送你跟陶大人回。话还没说完，就见花如意弯下腰，伸手一抄，在他眼皮子底下直接将陶青杏给打横抱了起来。这女人力气真大。大姐，我能走，放我下来吧。别乱动，你现在这个情况，将你交给其他人照顾，我心里不放心。我有的是力气，你又那么瘦，累不着我。咱们俩是姐弟，姐姐照顾弟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陈叔不知从哪搞了一件披风，堆上来，将披风盖在了陶青杏的身上。还不去将你家大人的马牵过来？是，花大姐。很快将陶青杏的马牵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驾！看着花如意骑马载着陶青杏离开，颇有几分绿林女好汉抢压寨相公的风范。叶锦兰又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嘴角。这个女人可真是她活了快30年见过最有趣的一个女人了。陈叔，本将军问你几个问题。将军请问，只要是小人知道的事情，小人一定如实相告。本将军听你家陶大人跟那位花大姐以姐弟相称，他们两位很熟吗？我家大人跟花大姐志趣相投，1个月前结拜为了异姓姐弟。原来是义结金兰啊！那位花大姐家住何处？家中还有何人？陈叔听得一愣，眼神无比诧异的将叶锦兰盯着。传闻镇北将军叶锦兰性情冷漠，寡言少语，手段狠辣，犹如阎王一般。这怎么跟传闻中的不一样呀？眼前这位犹如媒婆一样对他刨根问底的男人，真的是传闻中那位活阎王一般的镇北将军吗？不方便说吗？方便。花大姐家住榆树村，家中有2儿1女，2个孙子1个孙女。孙子孙女儿，那个女人已经嫁人了？是啊。哎，花大姐也是个命苦的，30年华竟然被卖给了一个老头子充血，刚拜了堂，连洞房还没入呢，赵家那老头子就2眼一闭，双腿一蹬，
驾鹤西归了。花大姐大好年华变成了寡妇，如今还得照顾老赵家那大家子人。好在花大姐是个有本事的，若是换个女子摊上这样的糟心事儿，怕是早就一根麻绳挂在歪脖子树上上吊了。陈叔后面说了什么，叶锦兰压根没听。在听到陈叔说花如意洞房没入成就成了寡妇后，叶锦兰眼神就莫名的亮了起来。眼看花如意已经载着陶青信走远了，他双腿夹了一下马腹，对着身下的战马冷喝一声。半个时辰后，一行人就回到了县衙。不愧是花大姐，真生猛！大人在花大姐的怀里，柔弱的跟那些大户人家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妾一般。如此生猛的花大姐，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够将其征服啊？叶锦兰出现，一下子吸引了几名衙役的目光。几名衙役的目光在花如意跟叶锦兰身上来回一转，忽然在心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花大姐跟镇北将军好像有点般配，都是猛人。都愣着做什么？你们大人落水受了凉，赶紧去吩咐膳房准备炭盆跟热水。是，花大姐。花如意对内衙路线熟悉，抱着陶金杏直奔后衙而去。阿信，自己能将湿衣服换下来吗？花如意将陶金杏放在一把木椅上，然后走去打开衣柜，从柜子里取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出来，递到陶金杏的手边。将湿衣服换下来，待会儿泡个热水澡，我再帮你开个驱寒的方子。有劳大姐了。花如意发现他脸色不对，伸手朝他额头摸去，手心被烫了一下。发热了，得赶紧将湿衣服脱下来。好。陶金杏从椅子上起身，伸手去拿花如意手里的干净衣服，手还没有碰到花如意，身子就虚晃了2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是找个人帮你把湿衣服换下来吧。花如意拉着陶青杏到椅子上坐下，抱着陶青杏的衣服走到门口，打算找名衙役或者后衙的小厮为陶青杏更换衣服。放眼望去，后衙里空荡荡的，除了站在门口的叶锦兰，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他这才想起，除了门口站岗的衙役，衙门里还能喘气的基本都被他刚才叫去河堤寻陶金杏了。镇北将军，有个忙需要你帮一下，给陶大人换衣服。花姑娘，你似乎对本将军很不满，本将军何时得罪了花姑娘？不准叫我花姑娘。姑娘姓花，本将军称呼姑娘为花姑娘，有何不妥？不妥大大的，我已婚，镇北将军可直接换我的名字。这是阿信的衣物，有劳镇北将军了。叶锦兰抱着陶青杏的衣服站在门口，看着花如意疾步离开的背影，嘴角微不可见的扬了扬。花大姐，你怎么来伙食房了？大人怎么样了？镇北将军在照顾阿信呢，我来伙食房给阿信熬一碗驱寒的姜茶。将姜茶搁在炭炉上熬煮之后，花如意找来纸笔写了2张方子，交给其中一名衙役。按照这2张方子去将药抓回来，一会儿你们大人要用。是，花大姐。花如意忙活了1个多时辰，给陶青杏灌了一碗姜茶，灌了一碗治疗风寒的药，还让陶青杏泡了一个驱寒的药浴。陶青杏的体温可算恢复正常了。大姐，今日真是辛苦你了。刚退热。阿信，你这是要做什么？去见镇北将军，商议赈灾跟修建河堤的事情。水灾严重，新堤又坍塌了，我得去找镇北将军商议，尽快找到解决水灾的方法。你这个样子，就好好给我躺床上歇着，我去将镇北将军给你找来。花大姐，我家公子情况如何了？阿信泡了个热水澡，服了药，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多谢花大姐救我家公子一命，以后我陈叔除了为公子马首是瞻，还为花大姐赴汤蹈火。行了，赶紧进去看你家公子吧。慢着，可知道镇北将军现在在何处？镇北将军现在在公堂。向陈叔打听了叶锦兰所在后，花如意大步流星直奔公堂而去。将军，冤枉了！
辛迪的图纸是陶大人拿给小人的，小人完完全全是按照陶大人所给的图纸修筑辛迪的。辛迪忽然崩塌，小人也不知为何，还请将军明察。曹监公，按你的意思，是阿信拿给你的河堤图纸有问题了？花大姐，你怎么来了？阿信醒了，想找将军商量一下赈灾退洪的事情。我见阿信刚醒来，行动不便，便前来寻将军去见阿信。花如意走上公堂，面向叶锦兰俯身一礼后，将目光挪回了那曹监公的身上。那段河堤的修筑图纸，我曾在阿信书房里见过，是很中规中矩的河堤设计。按那图纸修筑河堤，只要不偷工减料，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将军，属下发现修筑河堤的石料有问题。这是石灰石，这种石头吸收水分后，会散成粉末或者小块状，不能用于修筑河堤。好你个曹天宝，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将军冤枉呀！小人不知道这石料遇水会散掉，若小人知道这石料遇水会散，借小人100个胆子，小人也不敢用这种石料修筑河堤。死到临头还敢狡辩！叶飞，去将候在外面的副监工跟那几名工人叫进来。是，将军。5名身穿粗布麻衣的男人就在叶飞的带领之下走进了公堂。草民拜见镇北将军。叶锦兰对着叶飞使了一个眼色，叶飞立马拿起桌案上的白色石料，将石料搁在了那副监工的面前。本将军问你，你可认得这石料？认得。这种石料叫白灰石，江淮一带盛产这种石料，但是这种石料遇水就会散，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只会将这种石头磨研成细粉，用于建灶台或者铺宅院的地面。既然知道这些石料遇水就散，不能用于修建河堤，为什么还要使用？将军，白灰石遇水会散的情况，草民等人已经告诉过曹监公了，是曹监公不听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使用白灰石修筑河堤。曹监公还威胁草民等人，不准草民等人将此事禀报给陶大人。草民等人是冤枉的，还请将军明察。请将军明察。将军，修筑河堤一般是使用花岗岩或者大理石，这2种石料得从采石场购买，这2种石料比其他石料贵。人证物证确凿，将姓曹的拖去菜市口斩了。花如意便见2名铁甲兵像拖破麻袋一样将姓曹的监工拖了出去。花如意看得禁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是活阎王呀，那他还要不要找这个男人兑现那1万两银子？花大姐，花大姐！叶锦兰走到花如意的身边，连喊了花如意2声，花如意才回过神来，看出花如意是被自家将军狠辣雷厉的手段给吓到了。叶飞忙不迭开口帮自家将军说话。花大姐，其实我家将军平时很温柔的，姓曹的这种害群之马不能姑息，否则只会让这种害群之马越来越多。请问将军现在可有空，随民妇去见阿信？有空，花大姐请。在花如意的带领之下，叶锦兰跟叶飞回到了陶七信的卧房。将军，末将忽然感觉有些内急。镇北将军，叶飞将军没事吧？老娘想要那1万两银子啊，可是老娘有点害怕，不敢开口，怎么办？再见等。若是叶飞将军身体不适，在下请大姐为叶飞将军开几副调理身子的药。本将军代叶飞多谢陶大人的好意，叶飞身强体壮，就不劳烦陶大人担心了。眼下灾情严重，当务之急是安顿好灾民跟想办法退洪。朝廷拨给江淮的5000担苞米跟2000担稻米，顶多能够支持4-5个月，得尽快退洪。退洪之后，得尽快发动百姓重建家园，重新搞耕种，不然4-5个月后，朝廷发放的赈灾粮食用完了，将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有镇北将军在坐镇江淮，灾后发动百姓重建家园容易。灾后耕种问题，我先前跟大姐已经讨论过了。大姐手里有一种叫做马铃薯的蔬菜作物，这种作物既可以当蔬菜食用，也可以当做粮食果腹，生长周期大概是3个月左右。大姐还说，这种作物的产量非常高，
等这场水灾过去后，在下会大力引导江淮百姓种植马铃薯。眼下最令人头疼的就是退洪问题，洪水不退，重建河堤也十分困难，犹如镰刀峡一带，洪水湍急，修建河堤十分的困难。大姐，我书房里有江淮河的地图，地图就搁在书案上，麻烦你去帮我取来给镇北将军看看。好。叶锦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离开的背影，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了门口，才将目光收了回来。本将军冒昧地问一句，陶公子跟花大姐是如何认识的？大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仅厨艺精湛，医术了得，还懂许多在下不曾听闻的事情。跟大姐相识不过短短1个多月，在下却从大姐那里学到了很多。听陶金信说这些，他心里怎么有些隐隐不舒服呢？人家姐弟俩相亲相爱，关他什么事儿？那个女人的确能力了得，今日抱着陶公子就走，本将军急匆匆赶去帮忙，完全没有出手的机会。本将军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力气这么大的女人。今日是因为大姐太紧张在下了，让镇北将军见笑了。力气大挺好的，本将军为何要笑话你们？若我大周的子民都如花大姐一般虎虎生风，对我大周虎视眈眈的几个国家，哪里还敢出手搅扰我大周边境？两人正聊得投入时，花如意拿着地图回来了。叶锦兰前面说的几句，花如意没听见，就听见了最后一句，顿时脸黑了半截。这个给他开了1万两空头支票的男人，莫不是还想将他弄去前线大战？这是江淮河的地图，请镇北将军过目。多谢花大姐。花如意将地图交给叶锦兰之后，就走回刚才坐过的凳子上，一屁股坐下去，习惯性的翘起了2郎腿。镰刀峡的确是地势险要，峡谷东高西低，地势不平，水流湍急，而距离镰刀峡不过几里，却是一片冲积平原，有着大片的农田跟好几个100户以上的大村落。若不彻底将镰刀峡的水患问题解决，以后每次发大水，那一带的百姓跟农田都要遭殃。陶大人，研究了这么久，可有想到解决镰刀峡水患的办法？在下才疏学浅，暂时没有想到。阿信，我有办法一次性解决镰刀峡水患的问题。大姐，请说。镰刀峡水源丰富，常年不干涸，咱们可以在此修建一座大坝，枯水期将大坝水闸打开，用储存的水源灌溉周围一大片农田。有了这座大坝，干旱少雨的年头，百姓就不用那么紧张了。那丰水期呢？丰水期，这座大坝对泄洪完全没有作用，洪水过大，甚至还有可能将大坝冲塌，造成更加严重的灾情。所以，咱们得在此开凿一条人工渠出来。花如意伸手指了指峡谷西侧的山丘，这里地势较低，在这里开凿一条人工渠出来，在丰水期的时候，可将部分水源引走，减轻堤坝跟河堤的压力。而且被人工渠引走的那部分水源，还可以灌溉附近的农田。叶锦兰跟陶金信的脸上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尤其是还不太了解花如意的叶锦兰，脸上震惊的表情尤其明显。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活宝。你们俩这么盯着我看做什么？这是根据镰刀峡的地势做出的设想，你们若是觉得这个设想不妥，不采纳便是了，不用这么将我盯着。很好，你的这个设想很好。待洪水稍退之后，本将军便召集人手去镰刀峡开凿人工渠，修筑大坝。将军大人，花大姐，晚饭已经准备好了，请3位移步去偏厅用晚饭。3人走出房门，陶金信就见叶飞站在院子里。叶飞将军，一起去偏厅用饭。多谢陶大人邀请，我不饿，我还有事。陶金信温润的声线传进叶飞的耳中，叶飞再次感觉自己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吓得他脸色一变，忙不迭将目光从陶金信身上收了回来，转身拔腿就溜。叶飞大哥，这马上就要开饭了，你怎么还急匆匆的往外走？我感觉我心脏跳得砰砰砰的，呼吸困难，我想我是生病了，我得出去找个郎中看看。
让伙食房帮我留点饭。哦，好。看着叶飞疾步离开。心跳加速，呼吸困难，这是什么病？他怎么感觉叶飞大哥不像是生病，而是对某个姑娘动心了呢？不到1刻钟，花如意就干完了2碗白米饭，将碗筷放下，取出随身携带的粗布手帕，抹了一下嘴。时辰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大姐，我送你。别送了，我又不是对衙门不熟，你还病着呢，坐下吃饭。吃完饭回房好好歇着，今晚一定不能熬夜处理文书了。花如意嘱咐了陶清谢一句后，离开了八仙桌，大步朝外走。将军，大人是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有马贼，大概几十人，朝着新田镇一带去了。从何得知的消息？消息可准确？是叶飞将军派人来送的消息。叶飞将军已经单枪匹马追去新田镇了。不好，大姐此刻正在赶往新田镇的路上。大姐独自一人，万一在途中遇到了那群马贼，来人，备马，点兵。是将军。小叔，随镇北将军一同前往，为镇北将军带路。是公子。2刻钟后，通往新田镇的黄泥道上。爷爷，我害怕。西魏大爷，这是我祖孙俩身上唯一的银钱，都给你们，求你们拿了钱财，放过我们祖孙俩。呸，真晦气，耽搁了这么久，就这么几个铜板，还不够打一壶酒。大当家的，我看这小妮子模样生得不错呀。这么俊的小姑娘，卖进窑子里应该能值几个银钱。驾！老人家，地上脏，赶紧起来。眼前的是一群畜生，你跪在地上求一群畜生没有用的。臭娘们儿，你骂谁是畜生呢？谁接话，谁就是畜生。大哥，这小娘子虽然矮了点，一双脚大了点，但是模样生得不错呀。咱们山寨不是正好缺个压寨夫人吗？而且这小娘子屁股大，一看就是个好生养的，抢回去，没准老大你能3年抱俩。矮了点，屁股大，好生养。驴蛋，是你出手的时候了。丫头，你可当心一些啊！我现在只能放出3道雷电。那就放3道雷电，能干翻几个马贼算几个。所谓擒贼先擒王，最好将那马贼头干翻。好。老人家，小妹妹，到我的马车里来。姑娘，连累你了，实在是对不住啊。老人家，您客气了。祖孙俩刚钻进了车厢，一群马贼的头顶上就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他奶奶的，又要下雨了！老大，赶紧将这小娘子掳了，咱们找个村子避。那马贼头的轻功太好了，丫头，我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得你自己对付这10几个苟延残喘的马贼了。这些人手上都是沾染过血腥的，你当心一些啊。花大姐，你怎么样了？叶飞一路施展轻功追来，远远看见花如意正在跟一群马贼对峙。这才多久呀，这些马贼就被搞得没有人样了。花大姐这是怎么办到的？这些马贼今日出门碰上花大姐也是倒霉。救命啊，叶飞将军！妞妞，谢姑姑救命之恩。是老天爷开了眼，看不惯这群马贼欺凌弱小，下了3道雷电，将这群马贼给劈死了。小妹妹，不用这么跪地感谢我。不，姑姑本可以置身事外的，都是为了救妞妞跟爷爷才招惹上这些马贼。若不是姑姑及时出现，拖延了时间，转移了马贼们的注意力，妞妞就被这些马贼抓走了。
你这小妮子懂得还挺多的。小妮子，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我姑姑的话，妞妞姓沈，叫沈香云，今年9岁了。沈香云9岁，年纪跟俊哥、鹏哥差不多，说不定以后还能说来给俊哥、鹏哥当老婆。天色不早了，妞妞跟爷爷赶紧回家。最近这段时间闹水患不太平，妞妞跟爷爷少出家门。叶锦兰正有些出神的将花如意打量着。我知道我现在这副样子不好看，镇北将军也不用如此直勾勾的将我盯着。花大姐误会了，本将军并没有嘲笑花大姐的意思。花大姐不畏马贼，见义勇为，出手救下这对祖孙，让本将军甚是佩服。你若是佩服我，就将那1万两银子兑现了。叶飞，这是怎么回事？将军，您欠花大姐1万两银子的事情，末将也不知道啊。镇北将军重伤，我为镇北将军疗伤，叶飞将军给了我赏银1万两。叶飞将军可还记得此事？1个月前的事儿，我自然是记得的。难道是我给花大姐的银票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叶飞将军给我的是京城汇通银号的银票，而整个大周只有1家汇通银号，远在京城。我拿着银票在江淮县1个铜板都兑换不了，现在还是个穷光蛋啊！瞧你干的好事。将军，当时您身上就只有那些银票，末将只能将那些银票给花大，还不赶紧给花大姐道歉？抱歉，花大姐。花大姐，眼下本将军手里也没那么多现银，等这场水患过去，官道他方的地方都疏通了，本将军修书一封送回京城，让汇通银号将银子送来江淮给花大姐。花大姐意向如何？那就有劳镇北将军了。这个女人跟母亲一样爱钱，将这个女人弄去京城，说不定这个女人能够跟母亲成为忘年之交。应该的。时辰不早了，花大姐，本将军送你回榆树村吧。不用了，将那1万两赏银给我兑现就成，送我回去就不必了。我一个寡妇跟将军一道走，怕辱没了将军的美名。你们2个护送这位老人家跟小姑娘回家。叶飞，你带上其他人四处巡查一下，看是否有漏网的马贼。是，将军。这个男人故意将属下都支开，是要搞什么名堂？若不是清楚以自己的身高、长相跟身份，他都要以为眼前这个家伙是看上他了。花大姐，镰刀峡水利工程还需要你，你不能出事。时辰不早了，赶紧上车吧，本将军送你回榆树村。那就有劳镇北将军了。二娘，二奶奶，东升他二娘，你可算回来了。村长，东升，你们这是要做啥去？二奶奶，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家？我们都以为你出事了，准备出村去寻你。今儿有点事，在县城耽搁了，所以回来晚了，让大家担心了。村长，我没事儿，你让大伙都回家歇着吧。东升他二娘，你可真行！我们按照你画的图纸，在村长的带领之下挖渠排洪，这才1天的时间，河沟的洪水就退下去大概1尺了。这些人屁都不懂，还说你的办法不行。好在村长看懂了图纸，带着大伙儿开干了。东升二娘，你吃饭了没啊？我家锅里还有剩饭，若是没吃，去我家吃啊。我家也有剩的，去我家吃吧。田宝根跟一群村民这才留意到跟花如意一同进村的男子。二奶奶，你这是把天上的神仙给带回来了吗？靖哥，这位是叶公子，是二奶奶在县城结交的朋友。原来是二奶奶的朋友啊。二奶奶，按照辈分，我是不是应该称呼你的朋友为叶爷爷？你这熊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叶公子才20多岁，比你爹还年轻呢，哪能换叶公子做爷爷？这样吧，叫叶大叔。大叔好，谢谢大叔送我二奶奶回家。这一声洪亮的大叔叫得叶锦兰心里无比纠结。这小子管花大姐叫二奶奶，管她叫大叔，
转化一下思路，岂不是他得管花大姐叫大婶儿？多谢叶先生送我家二娘回家，远道而来的都是客，请叶先生随我回家小酌一杯。好啊。村民散了之后，叶锦兰鬼使神差的跟着花如意等人到了老赵家。这就是我家了，叶公子，里面请。叶锦兰跟着花如意走进院子，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小院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即使院子里湿漉漉的，看着也能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花大姐，你家院子外种的那些是何花卉？那叫芦荟，也叫牛舌头。花如意身上全是泥，回了叶锦兰一句后，就朝着厨房走去。老大老二，原地，我打水回屋梳洗换身衣服，你们帮我招待一下叶公子。罗氏炒了2个菜，温了酒。赵东升兄弟跟花如远陪着叶锦兰在厨房小酌。2刻钟后，花如意一身清爽地出现在了厨房。时辰不早了，老大老二，原地，你们别再缠着叶公子了，叶公子还得赶回县城呢。多谢花大姐跟3位款待，时辰不早了，叶某是该……二娘，天色这么晚了，雨又下那么大，叶公子现在离开回县城，恐怕路上会遇到危险。没错，下这么大的雨，视线模糊，而且叶公子又喝了酒，属于酒驾。大姐，不如让叶公子今夜留下来，明儿一早再回县城吧。我没意见，你们3个商量一下，看看让叶公子跟你们仨谁一起睡。我不挑床，找个地方给我打个地铺就是了。那就委屈叶公子了。他接过叶锦兰的话，将罗氏叫到自己身边。老大媳妇儿，去找些麦草，拿1套被褥，在堂屋里给叶公子打个地铺吧。是，二娘。宿主为解决榆树村水患出谋划策，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救了陶清幸，获得5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为镰刀峡水利工程出谋划策，获得3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日见义勇为，救了沈香云祖孙俩，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宿主今夜收留镇北将军叶锦兰，获得2000经验币奖励，恭喜宿主！嘿嘿，丫头，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啊？蠢蛋，你还好吧？丫头，你今晚吃错药了？花如意忽然温柔，吓得驴蛋扇动翅膀，拉开了跟花如意之间的距离，防备的将花如意看着。你才吃错药了！哎，真心实意关心你，你竟然看不出来？就这点道行，还敢说自己是修炼了万年，距离变身神龙只有1步之遥的蛟龙？瞧见了花如意眼中那一丝真挚的关怀，驴蛋心里松了口气，同时心里狠狠一暖。万年以来，想抢夺他蛟龙珠，夺他修为的妖魔鬼怪人类很多，关心他的却没几个。这丫头嘴巴说话虽然一点都不好听，但心底比谁都善良。放了3道雷电而已，消耗了一些能量，还死不了。丫头，你这次做了几件天大的好事，积攒了大功德，我沾你的光，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呢。什么好处啊？今夜醒来之后，我感觉我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不少。花如意忽然听到嘣的一声，她定睛一看，眼前没了巨蛋，一条长着翅膀、爪子跟冠子升级版的蛇漂浮在她眼前。你是蠢蛋？丫头，我恢复蛟龙本体了。真好看，真可爱。嘿嘿，那是当然，
我是我们蛟龙一族最帅最靓的仔。不愧是我的蠢蛋。吾乃蛟龙一族的苍岩。丫头，我已经恢复了本体，以后你不能再管我叫蠢蛋、驴蛋、王八蛋了，这样的称呼实在太丢蛟龙一族的脸了。常言。花如意险些没忍住笑出了声，瞧了一眼身边躺着的赵秋菊，忙不迭将嘴巴闭紧了。你确定这个名字比驴蛋好？哎呀，是苍岩，苍松的苍，炎黄子孙的炎，不是常言呐。常言苍言听着差不多嘛。好，苍岩就苍岩，我以后管你叫苍岩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苍岩从眼前消失后，花如意一脸激动的迅速进入系统商城，输入密码查看自己的经验币财富值。经验币财富值是4个0加1个3，将这段时间赚的经验币加起来，整整3万。3万经验币可以从系统商城里兑换很多东西了。想到水灾后自己可以大展拳脚，于是花如意激动的半宿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赵秋菊睁开双眼，扭头一看，二娘，你这是咋了？哪里不舒服啊？没事，高兴的半宿没睡着。是不是叶先生昨夜在咱们家住下？二娘高兴坏了。啊？赵秋菊这个女人怎么会有如此新奇的想法？难道是这个女人春心荡漾，被叶锦兰的美貌给迷惑了，相中叶锦兰了？秋菊，你觉得叶先生此人如何？挺好的呀，人长得好，言行举止好，待人温和友善，是个不错的男人。秋菊啊，你当真这么认为？是啊，二娘的朋友肯定都是好人。二娘，天色还早着呢，你昨晚上没睡好，就再睡片刻，有我跟大嫂三舅母烧饭就是了。赵秋菊没有仔细看花如意脸上的表情，穿好衣服，套上鞋子就往外走。花如意往床上一挺，重重地叹了口气。虽然熬了夜，但半点困意没有。闺女看上叶锦兰那个活阎王了，叫她这个做二娘的如何能睡得着？花大姐，早上好。花如意看了她一眼，眉头微皱，真是好看的像只开屏的公孔雀，难怪秋菊栽了。将军早，将军昨夜睡得可好？叶锦兰面露笑意，这么关心她，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女人。本将军还有要事，就先告辞了。将军，您稍等一下。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赵秋菊领着叶锦兰去了院子里。花如意有些担心，赵秋菊第一次追男人，没有经验，热情奔放过了头，忙不迭放下碗筷跟了出去。将军，民女看你挺喜欢这些芦荟的，这颗芦荟请将军带回去。这芦荟作用很大，不仅可以当花卉欣赏，还能美容养颜。听二娘说，芦荟对烫伤还有很好的疗效。多谢赵姑娘。这芦荟啊，是从山上挖回来的，不值钱，将军不用客气。赵秋菊将一株带根的芦荟递给叶锦兰后，将军，民女的二娘是个好人，既然将军是民女二娘的朋友，民女能否请将军平日里在县城照顾一下民女二娘？二娘她经常独自前往县城办事，民女心里有些不放心。虽然二娘能力出众，但始终是女子啊。本将军在江淮县这段时间一定会竭尽全力护花大姐周全。多谢将军，将军您真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花如意打量着赵秋菊，微微摇头，嘴里啧啧啧地感叹了2声，笑得跟朵喇叭花似的。看来两人聊得很投缘，看来他得加快脚步赚钱，准备嫁妆嫁女儿了。叶锦兰离开后的1个时辰，天空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孩子们去隔壁上学了，有劳动力的带着斗笠披着蓑衣，跟村长等人去村外挖渠排洪了。
二娘，你这是要做啥呢？做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我在外面听人说，这种东西用来修筑房屋、河堤、搭建灶台，都是顶好用的。那人将配方告诉了我，我现在将配方写下来，免得时间久了忘记了。普通水泥的制作配方很简单，以石灰石、粘土、铁矿粉为主要原料。这3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磨粉，再将研磨好的生料送入炉子中煅烧，最后将煅烧后的熟料跟石膏按照比例混合磨细，就得到了建筑所用的水泥。若是能将水泥制作成功，可以向叶锦兰推销水泥，赚叶锦兰跟朝廷的银子，而且还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半个时辰后，雨停了。二娘，天上的乌云还没散开呢，这雨怕是待会儿还得下。你这是要出门去哪儿啊？啊，我去山上地头转一转，1、2个时辰后就回来。老二家的，你挺个大肚子，别满院子乱走，雨天地滑，容易出意外的。豺狼岭这个名字虽然不好听，但豺狼岭上的资源是真的挺多。花如意打算上山去转悠一圈，说不定运气好，能寻到制作水泥的原料。将军，您回来了。去找一个好看的花盆，将这个种上，放到本将军的房间里。将军，这东西哪里来的？榆树村。将军，昨儿晚上您留宿花大姐家了？让你做事你做便是了，问那么多做什么？是将军。昨日那群马贼的来历你可打探清楚了，可还有漏网之鱼？末将打探清楚了，昨日那伙马贼是狂风寨的。昨日下午，末将已经带人去将狂风寨给一锅端了。留守山镇的马贼被末将押解到了县衙，一共有20多个，现在被陶大人关押在县衙大牢里。稍后去大牢告诉那些马贼，参与江淮河堤修建，本将军饶他们死罪，否则一律秋后问斩。是将军。持本将军的虎符，立刻前往边境军营调兵5000，限你10日之内领兵将江淮一带的山头都搜查一遍，解决所有的废患，保江淮百姓平安。是将军。叶飞拿了兵符，正打算离开，叶锦兰想起了什么，又将他叫住。陶大人病情如何了？听陈叔说，陶大人已经没有大碍了。你似乎很怕陶清溪。将军，以后你想让末将上刀山下火海，末将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给男人做人工呼吸这种事情，求将军您别再安排末将了，末将办不到啊。虽然陶公子生的比女人还好看几分，但末将心里只喜欢女人呀。现在末将见了陶公子，总能想起那天河堤做人工呼吸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浑身上下不得劲儿。末将去看了郎中，郎中说末将这是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辛苦你了。等回京述职，本将军去给陶丞相说你救了陶公子，让陶丞相好好的感谢你一番。陶公子是陶丞相的老来子，你此番救了陶公子，说不定陶丞相为了感谢你，直接将丞相府的小姐许配给你。末将不奢望娶丞相府小姐，也不奢望陶丞相的感谢，末将只希望将军以后别再安排末将给男人做人工呼吸了，末将心里真的好难受呀。好。瞧他那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叶锦兰嘴角微微一抽，同情的应了一声后，大步回房更衣。叶飞看着他大步流星离开的背影，心里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再给男人做人工呼吸，他都要患苦难症了。老大老二，元弟，你们这是作何去？二娘，可算看见你了。老二家的说你上山了，我们见天都快黑了，你还没回家，有些担心，便前来寻你。抓兔子忘记了时辰，让你们担心了。你没事就好。听老二家的说你要做水牛，今儿上山可是为了寻找做水牛的原料。是水泥，不是水牛。这是一种可以用于建房子、修河堤、搭建灶台的好东西。原材料呢是白灰石、铁矿粉跟粘土。我今儿在豺狼岭外围转了一圈，发现咱们豺狼岭有白灰石跟粘土。回到家，罗氏他们正在烧饭，几个孩子下了学，正在院子里玩耍。娘，爹二叔跟三舅爷将二奶奶找回来了。
哇，二奶奶，你好厉害呀，就抓了兔子。大姑，这2只野兔好可爱呀，能不能养起来？大姑，我可以照顾好小兔子，我还可以摘野菜喂小兔子，不用大姑操心。小满，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啊？大姑，可爱多是什么呀？小满才不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小满是被爹娘跟大姑养大的，等小满长大之后，一定好好孝顺爹娘跟大姑。看在小满这么乖巧懂事的份上，这2只兔子就不杀了。老大老二远弟，你们仨抽空做一个养兔子用的圈。哼，谢谢大姑，大姑你真好。几个孩子乐呵呵地将2只活兔抱去了堂屋，用镂空的竹篾箩筐暂时将2只兔子关着。花如意在堂屋门口站了片刻，笑着转身去厨房打水。她将身上收拾干净，换了身衣服，从房间里出来。罗氏几个已经将晚饭烧好了。巧莲，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身上不舒服？香喷喷的爆炒兔肉上桌，其他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就李氏握着竹筷半天不动，一脸心事重重的表情。老二还吃？没见你媳妇儿情况不对吗？巧莲，是不是你娘家人传话来了？我没事儿，二娘、春来哥，你们别担心。就是昨儿晚上没睡好，今儿精神有些不好。李氏说昨儿晚上没睡好，赵春来怕花如意误会，忙不迭解释。二娘，这段时间我可没有再折腾巧莲了。孩子们都在呢，给我说话注意点分寸。巧莲，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娘家人让人传什么话给你了？哎呀，最近水患严重，我娘家人让人传话给我，说柳树村的农田全部都被洪水淹没了，他们没吃的了，让我想办法给他们送粮食送钱去。二娘，咱们家的银钱是你辛辛苦苦赚的，我是不会拿咱们家的钱去接济娘家的。老二家的，你觉得你娘家的人值不值得咱们出手相帮？不值得。我在娘家时，他们便将我当牲口看，最累最脏的活儿都是我的。我嫁人后，他们完全不顾及我，时不时上门打秋风，恨不得将我榨干，这样狠心，没当我叫人看的娘家，不要也罢。我知道怎么处理了，安心吃你的饭吧，不用再纠结了。李巧莲，你个死丫头，长本事了呀啊！现如今老娘找人带话给你，你都懒得回复了，你个没良心的赔钱货！娘，你老消消气儿，巧莲她现在有男人撑腰了，自是不将咱们老李家放在眼里了，你老骂也没用。上次我跟二狗哥上门，话还没说几句呢，就被巧莲跟她男人以及她那个凶神恶煞、长着一双大脚、粗俗又丑陋的二娘撵出了家门。凶神恶煞，长着一双大脚，粗俗又丑陋。花如意放下碗筷，挑眉似笑非笑的看向厨房门口，眼神阴森森的，吓得厨房里的大大小小齐哆嗦了一下。完了，二娘要发飙了，有人要搞大美了。老大，还不去将我的土狗宝刀提来？土狗宝刀？赵老大顺着花如意的目光朝着灶堂前看去，明白了花如意所说的土狗宝刀为何物后，赶紧起身去将宝刀拎了过来，递给已经站起身往外走的花如意。哼，真是说曹操到啊！这个女人是榆树村第一悍妇巧莲她二娘，这个女人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李二狗，你盯着那个女人看什么呢？张氏回过神来后，发现李二狗双眼直勾勾的将花如意盯着，只差流哈喇子了，气得伸手拎着李二狗的耳朵转了个圈儿。你个臭婆娘，你想谋杀亲夫啊！你个杀千刀的张大花，你竟然拎我儿子耳朵！土狗宝刀用不着了，老大，拿进屋放着。半盏茶后，院子里安静了下来。李二狗左边脸上一道明显的指甲抓痕，
右边脸上一道明显的指甲抓痕，无比对称。张氏衣衫凌乱，头发乱得跟鸡窝一样。孙氏跟他比没好多少。看着狼狈不堪的三人，挺着大肚子站在门口的李氏，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失望之色。李巧莲，老李家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我今儿就问你一句，你借不借钱，借不借粮啊？你若是不借，以后我就没你这个闺女了。老二，去将你媳妇扶着些。李巧莲，你别给我装模作样！哎呦，娘，我好痛啊！你们最好祈祷巧莲跟孩子没事儿，否则我定让你们老李家付出代价。老大，原地，将这3个垃圾丢出去，以后这3个垃圾再上门，直接打狗棍赶出门。二娘，我肚子好痛啊！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事？老二，再送一些热水进来，然后你们所有人都出去，将房门紧闭，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闯进来。是，二娘。随着他动了一下意念，套在手上的纳戒浮现出来。花如意从纳戒之中取出那套手术工具。苍岩，你来的正好，去门口给我守着，在手术完成前不让任何人闯入。有了苍岩在门口护法，花如意安心了许多，迅速兑换了麻醉剂，净了手，戴上医用的手套，再从手术用具里找到注射麻醉剂的针管，熟练地将麻醉剂注射入了李氏的体内，将已经露出脚的婴儿推回了李氏的子宫内。花如意拿起手术刀，熟练地抛开了李氏的小腹。大概2刻钟后，一声略带虚弱的啼哭声在房间里响起。生了！赵春来激动地在外面拍门，好在有苍岩守在门口，不然就让赵春来闯进来了。二娘，巧莲跟孩子情况怎么样？想巧莲跟孩子没事儿，老二，你就先给我把嘴巴闭上，我收拾完自然会给你开门。二娘还有心情朝我吼，说明巧莲跟孩子平安无恙。门外众人又等了大概2刻钟，听得吱呀的一声，紧闭的房门总算打开了。二娘，巧莲生的是个啥？生了个人。二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管巧莲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喜欢，我就是想知道巧莲生了个啥。是个女孩。女孩好，女孩长大了会心疼人，女孩长得像巧莲，漂亮温婉可人疼。二娘，我能抱抱孩子吗？花如意轻手轻脚的将孩子放在他怀里。羊水破后，这孩子憋在肚子里太久了，出生后有些虚脱。老二，你动作轻点儿。大嫂大哥，三舅三舅妈，你们也抱抱这个孩子吧，我去看看巧莲。哇，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太阳出来了，咱们村就不会再被洪水淹没了。小妹妹昨天晚上出生，今天早上就出太阳了。小妹妹真是个小福星呢。二奶奶，你说是不是？是。接连下了1个多月的雨，世界都快发霉了。小丫头一出生，今儿个就见了阳光，没准小丫头真是个小福星。老二，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二娘，啥事啊？我给你小闺女想好名字了，叫赵福星。你去跟你媳妇商量一下，看行不行？福星好，福星高照，巧莲一定会喜欢的，谢谢二娘。赵春来就征求了李氏的意见，从屋里出来了。二娘，巧莲没意见，小闺女儿就叫赵福星。小丫头昨儿傍晚出生，今儿早上就见了阳光，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吗？早饭后，赵春来套好马车，等着花如意出发。花如意回屋，将昨日写的水泥配方叠好，揣入怀中。大姐，按你这个配方做出来的东西，用于建造河堤，真的可以使河堤坚不可摧吗？这世上的任何东西
都不可能坚不可摧。但按我这配方制作出水泥，用水泥浆建造河堤，能大幅度提高河堤的使用时间，翻修一次河堤使用30-40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此绝妙的配方，不知花大姐从何得来的？实不相瞒，不久前我掉了一次茅坑，醒来之后，民妇这脑子里就多出了很多东西。民妇将此视为天授，这水泥配方便是民妇脑子里的东西。将军若是不信民妇，大可以等民妇与阿信按照此配方将水泥制作出来了，将军找人试一试，水泥修筑河堤好与不好，一试便知。大姐，我相信你。大姐今日拿着配方来找我，可是需要我做什么？大姐尽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姐。本将军也不是不相信花大姐，大周境内河流众多，可没有一条河的河堤使用可长达30-40年。听了花大姐刚才说的话，本将军对花大姐手里的水泥配方感到很好奇，就多问了一嘴，并非怀疑花大姐手里的配方不行。陶大人，可否将配方递给本将军过目一二？陶钦信这才回过神来，将水泥配方递给了叶锦兰。白灰石、粘土以及石膏，在江淮一带能够找到，但是铁矿，江淮一带以及周边的郡县都十分的稀少，所以民妇才赶来江淮县找将军跟阿信商量。本将军知道一个地方盛产铁矿石，而且距离江淮县也就1天1夜的车程。什么地方？我出水泥配方跟粉碎矿石的工具，将军跟阿信出本钱，赚钱之后咱们平分。将军阿信，你们觉得如何啊？利国利民还能赚钱，本将军觉得很好。将军可知铁矿石的价格？石灰石、粘土跟石膏都能够在江淮一带就地取材，咱们只需要付人工费。若是铁矿石价格不高，这门营生就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银钱。铁矿石是炼铁、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价格不可能不高，而且是几个大国稀缺的东西。遇到战事吃紧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有钱都买不到铁矿石的情况。所幸的是，眼下大周跟韩国已经休战，想要从那个部落购买铁矿石应该不成问题。本将军跟那个部落的首领有些交情，本将军亲自去一趟，1两银子1000斤铁矿石，这个价格应该能谈拢。如果1000斤铁矿石真是将军说的那个价，那阿信跟将军就各自先投入200两，若是不够，咱们后期再追加投入。阿信跟将军意下如何？这是200两银子的银票。花如意接过银票，仔细瞧看。放心，这次不是汇通银号的。阿信，你负责管钱记账。成。稍后我吩咐小叔去一趟钱庄，将银票兑换成碎银子，方便使用。不知将军跟大姐何时动身前往部落购买铁矿石？铁矿石有好几种，制作水泥需要什么样的铁矿石，本将军不甚了解。此番还请花大姐随本将军一同前往塔吉尔部落。将军先招工吧，3日后咱们再动身前往塔吉尔部落。没问题，3日后花大姐来县衙找本将军便是。到晚上吃饭的时候，花如意坐桌上，向全家大大小小宣布了明日一早要出门的事情。二奶奶，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能不去吗？我听夫子说，最近有马贼出现在咱们新田镇，我宁愿咱们家穷一点，也不想二奶奶出事。二奶奶，能不能不去啊？大姑，我也不要你离开家。花小满更是将碗筷放下，走到花如意的身边。大姑，咱们家养的兔子跟小鸡，娘说兔子跟小鸡长大了，咱们家就能有很多兔子跟小鸡，还会有很多鸡蛋。大姑，你别去了，咱们以后有兔肉、鸡肉跟鸡蛋吃，不会饿肚子的。小满下学后会努力干活，跟娘多割一些草，回家养兔子跟小鸡，这样兔子跟小鸡很快就能长大。最近是有马贼出没，但咱们江淮来了一位厉害的钦差大人，那些马贼全都被钦差大人抓起来关进县衙大牢了。大姑，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大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小满若是还不相信，可以问问二表哥，二表哥知道这件事。
是的，钦差大人就是那位叶先生。叶先生派人搜山，将那些可恨的马贼都抓了起来。现在县衙大牢里关押了几十个马贼呢。那些做过杀人放火事情的马贼已经被叶先生下令拉去菜市口斩首示众了。现在咱们江淮县很安全。哦，原来叶先生是朝廷派来江淮的钦差啊。难怪叶先生看上去跟普通有钱人不太一样。叶先生真是个好官，将咱们江淮县的马贼都关进了县衙大牢。叶先生真厉害。自从叶锦兰那日离开后，赵秋菊这妮子便没有在他面前念叨过叶锦兰，一次都没有念叨过，仿佛叶锦兰从未来过榆树村。他还以为这妮子已经将叶锦兰忘了呢。瞧这笑得满脸春光的样子，哪里是将叶锦兰忘了，分明是暗戳戳的将叶锦兰装进了心里。二娘，你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呀？难道我脸上有脏东西啊？你脸上没脏东西。为李氏接生，保住2条生命，获得1万经验币，恭喜宿主。花如意刚坐上马车，屁股还没落稳呢，激动的他差点从车头栽了下来。啊，不就是1万经验币吗？丫头，你用得着这么激动吗？你一条刚破壳的蛟龙，不懂我们人类的喜悦。小兔崽子，你别跑！姑姑，你的马车借我躲躲，好不好？啊，谁允许你进我的马车了？知不知道往马车上撞是会出人命的？你爹娘呢？姑姑，我不是故意往你马车上撞的，有坏人追我。我看姑姑你是个好人，姑姑你就帮帮我吧。姑姑，你那么漂亮，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姑姑，你这次帮了我，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小小年纪这么会拍马屁，谁教你的？我爹教的。我爹说，出门在外遇到困难时，说点好听的话，总会有人愿意出手帮你的。这话，你爹说的倒是没错。姑姑，这么说你是愿意帮我啦？快追，别让那小兔崽子跑了。待在里面别出声，顺便想想以后如何报答我。姑姑，我还没媳妇，等我长大了，我娶你做我媳妇。臭娘们儿，可有看见一个身穿异族服饰，大概这么高的小男孩从这里经过？花如意刚将小男孩藏进马车须臾，5名身穿短打、身材魁梧、凶神恶煞的男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有条件，朝那边去了。刚刚跑过去的，几位大哥赶紧去追吧。那孩子跑得可快了，再晚一会儿，怕是追不上了。亮这说话舌头都捋不直的娘们儿不敢骗咱们。跟我走，一定要将那个小兔崽子给抓住。几名壮汉一阵风似的从花如意的眼前消失。我叫塔吉宇，谢谢姑姑的救命之恩。旋即解下脖子上的银锁，将银锁递给了花如意。这是做什么？定情信物啊。你个屁大点的小孩，知道什么是定情信物吗？知道的，不就是送给媳妇儿的东西吗？姑姑，你快将这只银锁收下，等我长大了，我就骑着白马，敲锣打鼓，八抬大轿的来娶你过门。对了，姑姑，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地方呢？你得告诉我，我长大了才能找到你。哎呀，等你长大了，我都成你奶奶那样了。别闹了，趁着那些人还没追来，你赶紧离开这里，去找你家人。姑姑，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你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可还记得？告诉我，我送你回去。我跟我爹住在城里的一家客栈里，但是我不太认识这里的文字，不知道那家客栈叫什么名字。饿了？啊，早上吃的东西，中午跟下午还没吃呢。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再送你去官府，让官府的人出面帮你找家人。不用报官。塔吉宇忽然跳下马车，朝着旁边的青砖墙走去。花如意坐在马车上，看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小石头，用那黑色的小石头在青砖墙上画了一个类似牛头的图案。
我留下这个图案，我爹会循着图案来找我的。累了吧？我吩咐伙计送些热水上来，你洗抹一下，上床睡觉吧。在这里睡吗？哎呀，又不是叫你光着屁股蛋子洗，你害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男人不能跟女人一起睡，一起睡，睡了女人就会怀孕。这里就只有一张床，我还没娶姑姑过门呢，不能让姑姑怀孕。小屁孩，谁告诉你啊？女人跟男人一起睡了就会怀孕啊？我爹告诉我的。你爹胡说八道，女人跟男人睡一起并不能怀孕，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再说了，你现在还算不上是男人，乖乖听话，在屋里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谁呀？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在下是塔吉宇的父亲，有劳姑娘照看小儿，不胜感激。请几位在门口等着，我去将小屁孩叫醒。若小屁孩承认你们，我才能让你们将小屁孩带走。花如意走到床前，伸手将睡得跟猪儿一样的小屁孩抱了起来。姑姑，是不是药铺那些打手又追来了？不是，有几个人找你，其中一个男人声称是你爹，那几个人就在门口，你快看看那人是不是你爹。爹，你来的可真快。你们可以进来了。臭小子，亏你还知道给老子留暗号。找不到你们还不知道给你们留暗号，那我不成傻子啦。臭小子，你还敢跟老子顶嘴了？是你说的，男人要活得有血性。我是让你活得有血性，不是让你羽翼未丰，本事没长，就一个人到处乱跑瞎逛。我不瞎逛，怎么能遇到姑姑这么好的人？姑姑，我要跟我爹回去了，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等我长大了再去找你。姑姑姓花，叫花如意，家住隔壁江淮县新田镇的榆树村，欢迎你以后到榆树村去找我。我一定会去的。爹，我今天被人追着打，是花姑姑救了我。俗话说得好，小孩子欠账亲爹还，我现在还没成年，你是我爹，你得帮我感谢一下花姑娘的救命之恩。多谢花姑娘近日仗义出手，救下了小儿，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还请花姑娘不要嫌弃。花如意瞅着银票，有些眼馋，但是不好意思接。花姑姑，我看你挺穷的，咱们俩一起住店，你却只舍得开一间房。我爹挺有钱的，这些钱对我爹来说不算什么，你就收下吧。他挺穷，他挺穷。花如意满脑子都是这3个字儿，郁闷之下，伸手接过了塔吉赞手里的银票。爹，昨天晚上我娘托梦给我了。别每次求老子办事就将你娘给搬出来，你娘都死了8年了，九泉之下还不得安宁。这次是真的，昨天晚上我娘真的给我托梦了。我娘说，爹你一直不去闲，她在九泉之下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担心爹你以后老了，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什么话就直说，别在老子面前拐弯抹角。爹，我就是想问问你，晚上空虚不？寂寞不？想不想再找个媳妇暖被窝，晚上陪你说悄悄话？如果爹有这方面的打算，我推荐花姑姑。花姑姑看着年纪跟爹差不多，长相虽然称不上是绝世美女，但也是小家碧玉，端庄大方。最主要的是，花姑姑侠骨柔肠，心地善良，还很有趣。这小子不到2岁就没了母亲，为了弥补这小子失去的这份母爱，他这个当爹的对这个小子就格外的宠爱。这些年试图接近他的女人，一个个不是被这小子放狗吓走，就是被这小子用蛇吓走。跟客栈里的那个女人才相处了仅仅几个小时，竟然在他面前如此夸赞那个女人。爹，你听了倒是给我点回应呀。若不是我年纪小不能娶老婆，哪还有爹你什么事啊？我现在就带着聘礼去客栈求娶花姑姑了。臭小子，毛还没长齐呢，就想着娶媳妇儿了。我毛没长齐，所以才让爹你将花姑姑娶回家做我后娘啊。爹，我真的很喜欢花姑姑，你就答应我吧。其他事情爹能够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不行。
那位花姑娘年岁跟爹差不多，怎么可能还没有嫁人呢？按照大周这边的习俗，女子15及笄后就能够穿上嫁衣嫁人了。那位花姑娘若当真已经30出头了，怕是过不了几年就能够抱孙子了。花姑姑没嫁人。刚才在客栈，我对花姑姑说，等我长大了娶她。当时花姑姑对我说，等你长大了，我都老成你奶奶那样了。花姑姑能这么对我说，一定还没嫁人。就算你花姑姑没嫁人，人家也不一定能够看上你爹我这个带着你这个拖油瓶的官夫。随我回客栈，好好洗洗睡吧，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啊。丫头，快醒醒！苍岩，外面发生了什么？有10几名刺客闯入后衙，行刺你隔壁的那个男人。叶锦兰是秋菊那妮子相中的男人，她未来的女婿。作为丈母娘，她可不能让叶锦兰死在那些刺客的手里。喂，丫头，你这是要干啥去啊？秋菊叫我女婿。啊？那个男人何时成了你女婿了？照秋菊看上的那个男人，我迟早会让那个男人成为我女婿。花如意穿好鞋往外冲了2步，不幸被蓝色的结界给弹了回来。苍岩，赶紧将结界撤了，不然我出去只能为那个男人收尸了。啊，你不是很怕死吗？现在外面那么多刺客，全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比你之前遇到的那些马贼厉害多了。你现在怎么不怕死啦？不是，怕死归怕死，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让秋菊伤心啊。上次救了那个男人，获得了1万经验币的奖励，这次若是我再救了那个男人，兴许还能被系统奖励1万经验币。嘿嘿，丫头，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被你看穿了。你出来做什么？赶紧回屋。废话少说，专心迎敌。2刻钟后，10几名刺客尽数被灭，后衙里尸横了一地，弥漫着一股子浓浓的血腥味。叶锦兰收起青幽剑，2步并成1步走到花如意的身边。你没事吧？没事。尼玛，这个男人真是个妖孽，行走的荷尔蒙，难怪赵秋菊那妮子被这个男人迷得七荤八素的。我又没参战，我能有什么事呢？2人正聊着，一名刺客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晃晃悠悠2下，手持长剑朝叶锦兰刺了过来。叶锦兰，小心！将叶锦兰推到了一旁，旋即自己向着刺客冲了过去。他奶奶的，还要做一下垂死挣扎！我媳妇儿真厉害，我媳妇儿力气真大，背靠媳妇儿好乘凉。半个时辰后，整个县衙上上下下4、50号人都醒了过来。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些刺客是冲着我来的，陶大人是被我牵连了。流星门的刺客，但是幕后主使应该是韩国3皇子韩明义。韩国不是已经向我大周递交了议和书了吗？这个时候韩明义派人刺杀将军你，对韩国有什么好处？韩明义一向自负，并非真心实意的要对我大周称臣。此番行刺若能成功，解决了我这个心腹大患，对韩国大有好处。若不成功，还能误导我大周将矛头指向燕国。怎么算韩明义都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人。今夜是我疏忽，才让流星门的杀手有机会潜入衙门行刺将军。好在将军跟大姐都安然无恙，否则我罪过大了。韩明义那个阴险的小人，等有朝一日再在战场上碰到，老子一定要砍下那阴险小人的脑袋，将那小人的脑袋送给将军当凳子坐。本将军口味没这么重。将军，咱们要如何回应韩明义那小人？我大周跟韩国现在正在议和阶段，为了边境百姓能够过几年安生日子，现在不宜跟韩明义发生冲突。叶锦兰说着，拿起身边一把带血的长剑，将那长剑递给叶飞。这是本将军送给韩国3皇子的礼物，让人快马加鞭给韩国3皇子送去。是，将军。慢着，本将军房里还有张白虎皮，你去取了，将那张白虎皮一并送去给韩国3皇子。
还以为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呢，果然是属下想多了。韩明义那龟儿子看见将军送的白虎皮，一定会感动。可是那韩国三皇子属虎啊。可不就是的，不愧是花大姐，一猜就中。韩明义属虎，叶锦兰让下属给韩明义送白虎皮，这不是明晃晃的告诉韩明义，有朝一日他叶锦兰会扒下他韩明义的皮，抽他韩明义的筋吗？果然是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男人。花如意忽然打了个哆嗦，在心里偷偷的为赵秋菊捏了一把冷汗。花大姐，冷吗？时辰不早了，阿信，我先回榆树村了。花大姐请留步，我有件东西要送给花大姐。将军，我牵了马车在府门口等你哈。他取了马车，在府衙门口等了须臾，见叶锦兰手拎着一只鸟笼朝他走了过来。这是经过训练的海东青，可送信。叶锦兰说着，将那硕大的鸟笼放到了花如意的马车上。但这鸟性情比较凶猛，你先笼养几日，待它被你驯服了，变温顺了，再将它放出来。将军这是要将这只能送信的鸟送给我？方便以后联系。多谢将军。将军，这鸟儿可有名字？爱妃。爱妃？这只海东青小时候特别调皮，喜欢在天上飞，不到天黑不回窝，我便给它取名为爱妃，飞翔的飞。原来如此。时辰不早了，我就先回家打点了，明儿一早咱们见衙再会。春来，你二娘去了什么地方？啥时候能回来？村长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二娘离开的时候只交代外出办事，说是快则1-2天回来，慢则需要3-4天。这可咋办？要是你二娘3-4天才回村，河川媳妇儿岂不是……春来他二娘，你可算回来了。村长，可是河川媳妇要生了。可不是嘛。昨儿个半夜开始肚子痛的，河川连夜赶着牛车前往镇上请了稳婆，从昨儿个晚上到现在已经快4个时辰了，孩子还没能生下来。稳婆累得满头大汗，告诉我们河川媳妇这是难产，要求我们加价，得加到10两银子，他才肯答应继续帮河川媳妇接生。水灾还没过呢，这节骨眼上，我们家哪里拿得出10两银子？听到这话，花如意脸顿时黑了半截，这不是趁火打劫、草菅人命吗？一点稳婆的职业操守都没有。春来二娘，我知道你还是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去给河川媳妇接生对你名声有影响，但我家真的走投无路了。听春来说，巧莲难产就是你帮忙接生的，我求你了，救救河川媳妇跟孩子吧。哎，村长，你这是做什么？事不宜迟，咱们边走边说。春来二娘，你这是答应去为河川媳妇接生了？自然是答应的。前阵子村长跟河川贤侄帮了我们家不少的忙，我定竭尽所能保河川媳妇跟孩子平安的。三位可考虑好了，产妇可是昨儿晚上就发作的，再耽搁一些时间，就算三位将10两银子凑齐了给我也没法保证产妇跟孩子都安然无恙啊。产妇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糟糕，三位呀，赶紧将10两银子凑齐了给我，我定保产妇跟胎儿安然无恙。娘，河川哥，好痛啊！我好痛啊！奶奶、爹、小姑娘跟小妹妹会不会有事啊？不会的，你娘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儿，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娘的，你娘跟你妹妹一定能平安无恙。
可是娘昨晚就开始痛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能将妹妹生下来？生孩子都是这样的，再过一会儿，科儿就能见到娘跟小妹妹了。村长，你们给了这老妇多少钱？1两银子。把银子要回来，将人赶出去。河川媳妇交给我，你们放心。臭丫头，老娘给人接生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你竟然这么对……哎呦！花如意擒着他的手腕，冷着张脸开口：“还想要你这只手，立马将那1两银子还给田村长，从田家滚出去！”嘿，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哼，你不就是个趁火打劫、草菅人命的老钱婆吗？哎呦！我还我滚！哎呀，放手啊！稳婆掏出银子丢给田宝根后，心里骂骂咧咧的离开了。春来二娘，那河川媳妇就拜托给你了。河川媳妇已经能看见孩子的头发了，你现在好好配合我，我喊你用力，你再使劲用力。好，深呼吸，1、2、3，用力！放松，深呼吸，再来一次。2刻钟后，呜哇的一声婴儿啼哭在房间里响起。候在门外的田家人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是妹妹在哭，娘顺利将妹妹生下来了。母女平安，恭喜河川贤侄喜得千金。太好了，我也有闺女了。你媳妇儿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着呢，需要休息。你在门口鬼吼鬼叫做什么？粗声大气的，也不怕把小妞妞给吓着呢。田宝根伸手从花如意的手里接过襁褓，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小妞妞，我是爷爷，这是奶奶，这是小姑，这是哥哥，这是你那混蛋爹。小妞妞要健康平安的长大，等小妞妞长大了，爷爷给小妞妞买麦芽糖吃。既然河川媳妇儿跟孩子都已经平安了，田村长、河川贤侄，那我就先回去了。春来二娘，今儿真是多亏了你，这银子请你收下。村长，你这样做就太见外了。花如意一脸严肃的推却，村长只得将银子揣回了怀里。大嫂，咱们家院子里怎么有这么大的鹰隼呢？是二娘带回来的。二娘回来了？二娘现在在哪儿呢？嘘，小声点说话。河川媳妇难产，二娘刚回来就去村长家给河川媳妇接生了，怕是累坏了，现在呀回房休息了。哦，这事儿，刚才在马铃薯地头，我们听二哥说了，河川嫂跟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嗨，咱们二娘那么厉害，河川媳妇跟孩子自然都安然无恙的。二娘真厉害，都可以改行做稳婆了。哎，那河川嫂生的闺女儿还是儿子啊？听二娘说是闺女儿。姑嫂俩正聊得起劲，一声咽吼打断了两人的思路。这么大只鹰隼，二娘从哪儿弄的？那位叶先生送的，说这鸟儿啊是经过训练的，可以送信。叶先生对咱们二娘真好，可不是嘛？罗氏寻思了一下，拉着赵秋菊到门口，更加细声地说：“秋菊啊，我怎么觉得那位叶先生像是看上咱们二娘了呢？”原来大嫂你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还以为就我这么想呢。咱们二娘以前是不会打扮，不爱打扮，看上去啊才又老又丑。如今咱们二娘习惯打扮了，人精神了，也漂亮了，有年轻男子追求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咱们二娘那么优秀，
那位叶先生看上咱们二娘说得过去呀。我若是个男子，说不定啊也会喜欢上咱们二娘。我也是，我若是男子，一定爱死咱们二娘这样的女人啦。秋菊啊，那你觉得那位叶先生人品如何？叶先生人品好，长得也好，跟咱们二娘站在一起，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既然你也非常看好二娘跟那位叶先生，以后那位叶先生再来咱们家做客，咱们呢就好好款待，说不定有朝一日那位叶先生就真成了咱们后爹呢。听到屋里传来喷嚏声，门口的2个女人对视了一眼，笑了笑。哟，你二嫂该饿了，我去给你二嫂啊煮碗红糖蛋。马铃薯种不够了，我去堂屋取点马铃薯。翌日早饭后，赵东升套好马车，在门口等花如意。二奶奶，我们夫子说你学问做得很好，打算推举我去参加今年秋天的童生考试，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看我参加秋天的童生考试。夫子这么快就要推举你去参加童生考试了？大姑，赵俊的学问做得可好了，夫子经常表扬他呢。大姑，夫子说当了10几年的教书先生，还是第一次遇到像赵俊这么聪明的学生。我也没那么厉害，是我作诗之后夫子太激动了，就夸大其词的表扬了我。我宝贝大孙子真厉害，你们几个也要加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二奶奶大姑办完事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花如意在门口跟家里大大小小几口人唠嗑了几句，拿了罗氏为他准备的路上吃的口粮，这才钻进马车。成功为和田媳妇儿接生，获得经验币1万，以及盖世神功如来神掌的奖励，恭喜宿主。二娘，你咋的了？不小心撞到了车厢上。二娘，我将马车赶晚一些，你坐晚了。老大，拯救世界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就将那泛黄的书塞到了赵东升的手边。拯救世界？二娘，我就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拯救不了世界。哎，二娘，这是啥书啊？武功秘籍，送给你了。二娘，这上面的字认识我不认识这上面的字呀。这本书叫如来神掌，一套很厉害的神功，书里面全是招式图解，不用识字儿，你没事的时候随便练练，当着消遣。1刻钟后，一行接近30人，浩浩荡荡地从县衙门口出发。3个时辰后，车队出了江淮县，踏上了通往塔吉尔部落的官道。正值一天中阳光最好、温度最好的时候。午饭后，花如意靠着车厢壁昏昏欲睡，叶锦兰端坐在她的对面，见脑袋时不时地往下垂，偶尔动作大了，身子跟着往前倾，看得叶锦兰一阵阵的提心吊胆，生怕她一头栽倒在车厢里。叶飞，将军有何吩咐？传令下去，减速前行。将军，如果减速前行，咱们今晚不一定能抵达塔吉尔部落。本将军的命令不管用了吗？是，末将这就去传令。叶飞哥，将军为何忽然下令队伍减速前行啊？林奇扭头朝叶锦兰的马车瞧了一眼后，一脸八卦地询问叶飞：难道是将军救急发作了？将军好着呢，你别一惊一乍的。将军吩咐队伍结束，是因为花大姐睡着了，怕队伍行进速度过快，花大姐睡得不舒服。咱们将军不是视女人为老虎，遇到了避之不及吗？那是因为那些女人不是花大姐，将军见到花大姐恨不得贴上去。哎，叶飞哥，你的意思是咱们将军看上花大姐了？极有可能是看上了，连那些兵蛋子都瞧出了将军对花大姐的态度不一般。你小子身为将军的贴身随从，专门伺候将军的衣食起居，竟然没看出来？还不是咱们将军20多年不近女色，清心寡欲的跟和尚一样，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嘛。
可是花大姐嫁过人，现在还守了寡。将军若是当真看上了花大姐，长公主殿下跟王爷能接受花大姐这样的儿媳妇吗？小子，你想多了。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长公主殿下跟王爷不接受花大姐，而是该担心花大姐不接受咱们王爷。依我看，花大姐压根儿没瞧上咱们将军，咱们将军现在还是单相思啊。林奇沉默地皱起眉头，有些心疼自家将军。好不容易动了一回凡心，结果是单相思。只要花大姐愿意接受咱们将军，以长公主那豪爽的性子，一定能接受花大姐这个儿媳妇儿。毕竟将军娶南齐长公主都表示过能接受，至少咱们花大姐是个女人，还是个漂亮、聪明、医术好又会赚钱的女人。长公主殿下没道理不接受花大姐。他掀开侧边的帘子，叶锦兰跟花如意紧紧贴在一起的画面猝不及防地闯入了他的视线。这么快就将花大姐给拿下了，哎呦，真不愧是将军，在战场上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周镇北将军，在女人这里同样是盖世英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支支吾吾的作甚？将军啊，太阳已经在落山了，今儿晚上咱们肯定是赶不到塔吉尔部落了。前面5里处是一座小城镇，将军今夜可要在小城镇歇脚。叶飞，你火速赶往小镇找客栈。是。叶飞离开后，队伍继续缓慢前行。就在队伍快要抵达小镇时，花如意睡醒，缓缓睁开了双眼。啊，要死，怎么靠在了女婿身上啊？瞥见叶锦兰的眉头似乎不太平整，花如意以为他是嫌弃自己睡梦中靠了上去。毕竟传闻中这个男人是不近女色的，他睡梦中靠上去，这个男人会不高兴，很正常。我睡梦中容易把身边的人或者事物当成枕头，实在不是有意冒犯将军的，还请将军海涵。除了我，你睡梦中还把谁当过枕头？啊？未来女婿这是要做什么？俗话说女像娘，难道未来女婿是想考验他在为人处事方面正不正派？那他这个做二娘的绝对不能给秋菊丢脸。我很少出门，除了这次睡梦中把将军当成了枕头靠上来，再没将其他人当过枕头了。叶锦兰原本抿成一条线的薄唇，在听了花如意的回答后不自觉地松开，还咧嘴露出了一丝微笑。将军，末将一共订了12间客房，天地玄黄梅兰竹菊秦雅舒淇12间，请问将军今夜要歇在哪一间？花大姐，你是女子，你先选吧。我挺喜欢梅花的，我今夜就住梅字号房吧。那本将军住兰字号。姑娘，这就是梅字号客房了。公子，兰字号客房在那边，请公子随小的来。叶锦兰顺着小二哥手指的方向瞧过去，收回目光看向叶飞时，脸色黑得可以滴墨。将军，末将冤枉呀，末将也不知道兰字号房跟梅字号房离这么远呀。谁选的玄字号？是末将跟林奇选的。本将军不放心花大姐，你跟林奇今晚去住兰字号，玄字号留给本将军。是。翌日一早，花如意穿戴整齐，梳洗完毕，精神抖擞地从客房里走出来，开门就跟叶锦兰打了个照面。将军，你昨儿选的不是兰字号房吗？那个是这样的，我找叶飞跟林奇有点事儿，没想到他们已经起床了。叶飞跟林奇从兰字号房过来，恰好听到叶锦兰对花如意的解释，两人还意外地发现将军他耳根子红了。叶飞哥，将军他是害羞了吗？不止害羞，咱们将军在花大姐面前还怂，明明是看上了花大姐，还不敢对花大姐表明心意。咱们将军不可能怂，我伺候了将军这么多年，就没见将军怂过。
我觉得将军是爱而不自知，若是将军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花大姐，以将军那雷厉风行的性子，一定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花大姐这座城池。你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啊。你们俩在那嘀嘀咕咕做甚？在客栈用了早饭，补充了干粮跟水后，一行人继续赶路。又是大半天的颠簸，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塔吉尔部落。原来客人是大周镇北将军，镇北将军远道而来，令整个塔吉尔部落蓬荜生辉，请镇北将军随在场的诸位随我来，我带诸位前去首领府见首领。花姑姑，末将拜见首领，小首领。花姑姑，我就知道咱们俩缘分不浅，一定还有机会见面的。小屁孩，原来你是塔吉尔部落的小王子啊！花姑姑，我不是有意骗你的。爹说外面有好多坏人，不要轻易暴露身份。但是我知道花姑姑是好人，还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几日不见，你这小嘴越发会说了。爹说男孩子嘴巴甜，会说话，才能讨女孩子欢喜。当天晚上，塔吉赞设下了华宴，为叶锦兰、花如意接风洗尘。花姑姑，你觉得我爹怎么样？你爹挺好的，长得很好看，性格也挺好的。你娘在世的时候应该过得很幸福吧？既然花姑姑觉得我爹这么好，那花姑姑愿不愿意收了我爹？臭小子，这事你问过你爹了吗？你爹知道你要当月老给他牵红线吗？那日在清水县，我已经跟我爹商量过了，我爹没答应，但也没反对。我爹就是害羞，不好意思当我面说想媳妇儿的事情。花姑姑，只要你答应做我娘，我敢保证，我爹一定喜笑颜开，八抬大轿，敲锣打鼓，十里红妆的将你娶回家。小小年纪，你懂得还挺多。那是，我可是塔吉尔部落最聪明的美少年。最聪明的美少年，你怎么知道你爹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知父莫若子。何况我爹还是个正常的男人，正常的男人哪有不稀罕媳妇的道理？这些年我爹之所以不娶，一是觉得对不起我去世的母亲，二是担心娶进门的女人是个恶妇，怕我受欺负。可我不希望我爹孤独终老，老了晚上睡觉时枕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家伙，你我这才第2次见面，你就迫不及待为你爹拉红线，你就不担心我是两面三刀的对你？不会的，花姑姑是好人，我不会看走眼的。我可是塔吉尔部落最聪明的美少年，怎么可能看走眼？叶锦兰正好坐在花如意对面，时不时的她还能听到花如意跟塔吉宇讨论塔吉赞，让她心里莫名鬼火冒，甚至好想冲过去将那小屁孩拎起丢回塔吉赞的身边。这些是我们塔吉尔部落最上等的果酒，镇北将军花姑娘觉得口感如何？若是二位喜欢，待二位离开的时候，我给二位送上一些。有些酸。将军啊，这酒不酸呀。林奇开口就被叶锦兰冷瞪了一眼。入口甘甜，但回味是有些微微酸涩。多谢塔吉首领的好意，果酒就不必了。此番我跟花大姐前来贵部落，是为了购买贵部落的铁矿石。不知贵部落现在可有铁矿石卖给我们？有是有。不瞒镇北将军跟花姑娘，几日前韩国三皇子派使者前来塔吉尔部落打探了铁矿石的行情。不日韩国三皇子韩明义应该是要亲自前来塔吉尔部落。塔吉首领可是已经答应将铁矿石卖给韩国三皇子了？这倒没有。韩国三皇子大量购买铁矿石是为了什么？在下大概能够猜到。塔吉尔部落夹在大周跟韩国之间，两国若再开战，对塔吉尔部落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只是韩国三皇子势大，在下当时不好直接拒绝。将军，韩国三皇子意图大量采购铁矿石，您这边也想要铁矿石，
难道是大周跟韩国谈不下去，两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要持续下去？不久前那一战，韩国第一猛将蒙成武被我斩于马下，韩国损兵折将将近10万。3年5载内，韩国不敢再挑衅大周。此番本将军跟花大姐前来贵部落购买铁矿石，并不是为了锻造兵器，而是另有用途。这些年多亏了将军的庇护，我塔吉尔部落的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为了感谢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愿意将铁矿石卖给将军。今日天色已晚，诸位先在首领府住下，待明日天亮之后，在下再领着诸位前去看铁矿石。镇北将军，这就是首领吩咐奴婢为您准备的房间了，请进。随本将军，一道来的花姑娘今夜歇在何处？酒宴还没结束，花如意就被塔吉宇拉着离开了。直到现在，叶锦兰都没再见到花如意的人影。花姑娘随小首领去了，小首领那边有住处，首领没另外给花姑娘安排房间，花姑娘今夜应该是要歇在小首领院里。故事讲完了，快睡吧，明天一早我还要跟你爹去看铁矿石呢。花姑姑啊，你什么时候离开塔吉尔部落？你以后还会再来吗？从你爹手里买了铁矿石就动身，以后还来不来，现在还不好说。花姑姑啊，我不想让你离开。花姑姑走了就没人给我讲有趣的故事了。花姑姑，你就嫁给我爹做我娘吧。叶锦兰一脚踩滑，脚下瓦片断裂成2截，发出一声脆响。谁在上面？喵！原来是只蠢猫啊，吓死小爷了。苍岩，你去房顶上溜达一圈，看看是什么人在上面。好。须臾，苍岩就打探清楚了房顶上的情况，回到花如意的身边。丫头，你放心睡吧，没危险。房顶上的男人是那位镇北将军。是叶锦兰大晚上的不睡觉，跑房顶上做什么？想姑娘想的睡不着，或者是闲的蛋疼吗？花如意为塔吉宇掖了掖被子后，下床穿鞋，穿戴整齐之后走出房门。不等他作声，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就从房顶上飞了下来，轻飘飘的落到了他的身边。将军，你这是梦游到别人屋顶上去了吗？听侍女说你今夜住在塔吉宇这里，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小雨是个乖孩子，待我很好，将军不用担心。时辰不早了，将军赶紧回去歇着吧，明儿一早咱们还要随塔吉首领前去看铁矿石呢。你似乎对塔吉赞父子俩的印象很好。是啊，塔吉首领待客热情，小雨活泼可爱，父子俩都是好人。塔吉玉黏着你，是想让你给他做后娘，难道你真想留在塔吉部落，嫁给塔吉赞？塔吉首领年轻有为，长相英俊，待人诚恳热情，又是一个部落的头。若是塔吉首领不嫌弃我，我倒是真可以考虑留在塔吉尔部落。塔吉赞天煞孤星，克妻。我冲喜把人给冲死了，他克妻，我克夫，我俩半斤八两，正好。咱们这次来塔吉尔部落的目的是什么？你可别忘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些歇着。叶锦兰被气得撂下一句话，转身大步流星的离开。他就不该担心这个女人大晚上不睡觉跑房顶上来。将军，前面是台阶，天黑小心些。话还没说完，就见叶锦兰身子晃了2下，险些一脚踩空，摔了个大趴趴。都说了前面是台阶，让你小心些。叶锦兰稳住身子后，恨不得一掌拍死自己。为什么每次面对身后那个女人，他都有些心浮气躁，还屡次在那个女人面前出洋相？多谢花姑娘提醒，本将军没事。哎呀，未来女婿真是越来越可爱了。将军跟花姑娘这次从塔吉尔部落购买这么多的铁矿石，却不是为了锻造兵器，这令在下深感好奇。不知二位购买这么多铁矿石，
所谓何用？可方便告知一二。不瞒塔吉首领，我跟将军这次从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是为了制作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水泥？在下从未听说过此物，此物是作何用的？是一种建筑材料，可用于修筑房屋、堤坝，远比普通粘土耐用。我也是从一位高人那里听闻此物。上个月，江淮前一带断断续续下了1个月之久的暴雨，造成江淮河河堤多处坍塌。将军被皇上任命为钦差，负责督造江淮河河堤跟赈灾之事。我想到用水泥修筑的河堤可能会更加牢固，便跟将军商议了制作水泥的事情。原来如此，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奇妙的东西。将军，花姑娘，10万斤铁矿石，在下可以给2位半价，但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塔吉首领有话但说无妨。在下想要1000斤水泥。将军，你的意思呢？用1000斤水泥换半价购买10万斤铁矿石，很划算。我也觉得。塔吉首领，成交。将军，花姑娘，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首领，韩国3皇子到了。塔吉首领，本皇子之前的提议，不知塔吉首领考虑的如何了？3皇子，前方是我塔吉尔部落的矿场重地，没有我部首领的许诺，外族之人是不可以闯入的。原来大周镇北将军也在啊，难怪塔吉首领现在没空接见本皇子。知道本将军在，3皇子还敢前来打搅？3皇子就不怕本将军找你报那2件之仇吗？韩国已经向大周递交了议和书，两国如今正在商议联姻之事。镇北将军身为大周百姓人人称赞的战神，在这节骨眼上，应当是不会伤害本皇子，破坏两国来之不易的和平。本将军想弄死一个人，方法多的是，不一定要在明面上做。坊间传言，韩国皇帝膝下一共有接近30名皇子，有这么多皇子死掉1个2个，本将军猜想，韩国皇帝应当不会太伤心。塔吉首领，本皇子不知塔吉首领在此接见大周镇北将军，贸然出现打搅了2位，实在抱歉。本皇子先去客栈下榻，等塔吉首领跟镇北将军聊完了，本皇子再前往首领府拜访塔吉首领。3皇子，可愿意与我们比试一番？若是我们输了，从此以后，大周不再向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并且我们将军当众跳艳舞给3皇子看。若3皇子赌输了，从此以后韩国不再向塔吉尔部落购买铁矿石，3皇子当众跳艳舞给我们将军看。你们想怎么比？3局2胜，我们将军出一道题，韩国3皇子出一道题，剩下一道题由塔吉首领出，2局2胜，3皇子觉得可公平。本皇子没意见。这第1局，本皇子亲自出手，不知镇北将军是亲自出手，还是派属下上场？3皇子号称是韩国的神箭手，本将军自然是要亲自出手。第2轮比试饮酒，不知镇北将军跟3皇子是亲自上场的，还是派属下参与？将军，末将请命参加第2局比试，请将军准许。魔海，第2局比试就交给你了。是，末将定不辱命。2刻钟后，砰的一声在花如意、叶锦兰面前响起。叶飞接连给自己灌了2坛子酒后，终于承受不住，倒在桌上不省人事。林袭，扶叶飞回房休息。将军，可是第3局比试，本将军自有打算，你只管扶叶飞回房休息，好生照顾好他。第2局比试，蒙海将军胜出。现在镇北将军一方跟3皇子一方各胜1局，这第3局比试胸口碎大石尤为重要，请镇北将军跟3皇子再三斟酌，安排人手。3皇子，末将请命参加第3局比试。将军，让我去吧，我懂秘法，我向你保证，绝对不输给蒙武，绝对不让自己受伤。
我这个人惜命的很，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行，苍岩，该咱们出场了。一声闷响，一只铁锤落在石块上，石块断裂成2截，从蒙武身上掉下。蒙武毫发未伤，躺在长凳上大笑3声。再加，这次给我加重一些的。接连碎了3块石头，蒙武这才不喊继续加了。韩明义勾起嘴角，露出一脸满意的笑容，示意身边的侍卫去将蒙武搀扶起来。镇北将军，轮到你们了。我准备好了，台基首领，吩咐你的人加石头吧。爹，别加太重的，小心伤了花姑姑。先加块50斤的。台基首领，不用这么照顾我，直接加200斤的，我承受得住。塔吉赞看向叶锦兰，见叶锦兰并没有反对，只好按照花如意的意思，吩咐属下抬了一块大概200多斤重的石头，压在花如意的身上。花姑姑真厉害，已经碎了5块了。花姑姑，你已经赢了，不用继续躺在那里啦。苍岩，把结界撤了。3轮比试结束，按3局2胜的规则，是镇北将军跟花姑娘一方获胜。按照赌约，在下只能够将铁矿石卖给镇北将军跟花姑娘。三皇子，请海涵呐。我们走。慢着，请三皇子跳了燕舞再离开。镇北将军，有句话叫做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本将军也有句话要告诉三皇子，有仇不报非君子。三皇子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是想让本皇子为三皇子准备武衣吗？不必了，将本皇子的佩剑拿来。随从立马将韩明义的佩剑递上，韩明义接过佩剑，怒瞪了出馊主意的花如意一眼，旋即手握长剑，翩翩起舞。一段剑舞跳完，韩明义恨不得将花如意生吞活剥了。虽然三皇子的舞姿远不及大周皇都的舞姬，但是有生之年能够欣赏三皇子的舞姿，也是本将军3生有幸了。舞跳完了，镇北将军，本皇子现在可以走了吗？三皇子慢走。他日三皇子有机会到大周，本将军再跟三皇子好好比试一场，输的继续跳舞。希望三皇子回去之后找个教习师傅，好好的练练舞蹈。大周镇北将军，小女子可以要求你跳支舞吗？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将军前不久受过伤，身子骨还没彻底康复，不宜跳舞。而且我们将军明日就要动身回大周了，免得日后伤神。我劝姑娘还是趁早收心。那小女子就不打搅将军了。你将那姑娘赶走，仅仅是因为觉得本将军伤势尚未痊愈，不能跳舞。是啊，不然将军以为是什么？哼，那花大姐可真是位有责任心的好大夫。花姑姑，花姑姑，这是我爹送你的花环，是我爹亲手编的哟。你爹亲手编的，那我可不好意思收下。花环在我们塔吉尔部落象征着善良跟美丽。花姑娘美丽善良，上次在清水县仗义出手救了小雨，在下想以此花环感谢花姑娘，还请花姑娘收下。原来如此啊！叶锦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正好看见塔吉赞将花环戴在了花如意的头上。这花环戴在花姑娘的头上真合适。塔吉首领过奖。那花环好看吗？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若花大姐见过将军编的花环，一定不会正眼看塔吉首领送的花环。你何时见过本将军编花环了？少在本将军面前拍马屁。叶飞一脸无辜的表情，将军在花大姐面前碰壁，为何每次倒霉的都是他？
花姑姑，我爹想邀请你跳舞啊。小雨，不得对花姑娘无礼。花姑娘，小雨刚才说的话的确是在下想说的，虽然有些唐突，但在下还是想邀请花姑娘跳舞，不知花姑娘可愿意给在下这个机会？塔吉首领，我能否问你一个问题啊？花姑娘有什么问题，单说无妨。请问塔吉首领，在火把节上邀请异性跳舞，可是等于求爱？是，花姑娘美丽、善良、聪慧，在下非常欣赏花姑娘的人品。小雨对花姑娘也是非常的喜欢。恕我直言，塔吉首领，你只是想为小雨找个合适的后娘，换一个女人，只要她性格温和、勤劳善良、真心实意关心小雨，你一样可以接受。我虽然很喜欢小雨，但我花如意这辈子若再嫁，必然是因为爱情。抱歉，塔吉首领的邀请我不能答应。花姑姑，不是这样的。自从我娘去世之后，我爹从未正眼看过其他女子，但我爹对花姑姑你是特别的。只要花姑姑留在塔吉尔部落跟我爹相处一段时间，我敢保证，我爹一定会爱上花姑姑的。爹，你快说话呀！雨儿，别这样。你花姑姑说的对，爹目前只是想为你找一个合适的后娘，这对你花姑姑来说不公平。可是明儿个花姑姑就要离开塔吉尔部落了，我舍不得花姑姑。塔吉尔部落距离江淮不远，小雨啊，你若是舍不得花姑姑，等你再大一些，可随时到江淮找花姑姑的。等你去江淮找花姑姑，花姑姑给你做好吃的。花姑姑虽然不能成为你的后娘，但是咱们可以做好朋友啊。真的吗？花姑姑不会嫌弃我年纪小，觉得跟我做朋友没意思吗？你这小鬼头，我要是嫌弃你年纪小，之前在清水县我就不会救你了。这可是花姑姑你说的，从今日起，花姑姑就是我塔吉雨的好朋友啦。花姑姑啊，你不想嫁给我爹，等我长大了娶你。这父子俩怎么这么讨厌呢？我再过几个月就是我11岁的生辰了，我们塔吉尔部落的男子满16岁就可以娶妻。花姑姑，你等我5年，5年后我一定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去江淮县娶你。将军，你不是要回去休息吗？怎么又回来了？忽然觉得心口有些难受，或许是白天拉弓牵扯到了伤口，麻烦花大姐跟我一起回首领府帮我看看。这个男人刚才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将军，您还好吧？叶锦兰装的一脸病态的往叶飞身上一靠。无妨，这点小伤对于本将军来说算不了什么。塔吉首领，我先陪将军回首领府了。镇北将军的身体重要，火把节2位以后再来塔吉部落参加，还是有机会的。塔吉赞打量了叶锦兰2眼，瞧他咳得脸都红了，忙不迭招手叫来了2名侍卫过来，速速护送镇北将军跟花姑娘回首领府。塔吉首领，我跟将军还有一件要事，想跟你商量一二，不知塔吉首领何时方便？1个时辰后在下回首领府，若是2位还未歇下，我跟将军一定等塔吉首领回府。2个时辰后，塔吉赞父子俩回府，侍女向叶锦兰、花如意禀报，2人一同前往正厅见塔吉赞。镇北将军、花姑娘，抱歉，在下回来晚了，让2位久等了。塔吉首领，今晚参加贵部落的火把节，真是令我大开眼界。贵部落的神油甚是奇特，完全不同于我们大洲使用的火油。那是上苍对我族的馈赠。上苍将如此珍贵的东西馈赠给贵部落，必然是希望神油能够造福于贵部落。如此珍贵的神油，仅仅用于火把节助燃，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塔吉首领可有想过，利用神油赚取银钱，改善塔吉部落百姓的生活，打造出一个盛世繁华呢？花姑娘可是对我族的神油另有打算。
不瞒塔吉首领，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种神油。有人告诉我，将神油处理之后，可以得到一种淡黄色、名唤柴油的燃油。这种燃油的作用很大，水泥的制造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柴油。咱们若能从神油之中分离出柴油，就能源源不断的生产水泥。到时候，咱们可以将水泥卖到各国，这将会是一个赚大钱的好机会。塔吉首领若是相信我与将军，咱们便合伙赚这笔钱。花姑娘，将军，这件事情在下得跟部落里的几位长老商议一番。这件事成与不成，在二位明日离开塔吉尔部落之前，在下定给二位答复。二位意下如何？成。事情谈妥之后，叶锦兰、花如意跟塔吉赞父子以及3位长老一起用了早膳。早膳后，塔吉赞父子跟3位长老亲自将一行人送出部落。林奇，将军有何吩咐？本将军身子有些不适，去将随行军医叫来。将军，这个时辰花大姐或许还没歇下，要不属下去将花大姐找来？不用，今日赶了一天的路，那个女人也累坏了，不准去打搅，去将军医找来便是，本将军并无大碍。下官见过将军。不必多礼，过来给本将军看看。是，将军。拿出脉诊垫在叶锦兰的手腕下。请问将军最近有何不适之处？胸闷，像是一团棉花塞在了心口之上，有时候还会出现心跳加速的情况，失眠多梦。请将军将舌头伸出来，让下官看看。叶锦兰按照军医的嘱咐，毫不迟疑地张开了嘴巴。舌苔轻薄，舌头红润，没有任何问题。下官还需要看看将军的眼睛。可以。在检查叶锦兰眼睛的时候，军医无意间瞥见了叶锦兰微微泛红的耳根子，顿时心头豁然开朗。这不就是当年他爱上自个儿媳妇儿时的心情吗？将军身体很健朗，最近频频出现胸闷、失眠多梦，甚至心跳加速的情况，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有话就说，说不好，本将军恕你无罪。请问将军，最近频频出现胸闷、失眠多梦，甚至心跳加速，可是因为一个人，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将军才会出现那些病症。没错。当那人跟其他人说说笑笑，将军可会觉得怒火中烧。是有那么一点点。请问将军，那人可是一名女子？是。请问将军，最近经常失眠多梦，可是因为那名女子？梦里也全是那名女子。本将军让你看病，你问那么多做什么？这些都跟将军的病有关，下官不得不询问，还请将军海涵。的确是这样的，自从去了塔吉部落后，本将军晚上总是能够梦见那个女人。将军呀，您这哪里是病了？您这分明是为情所困。叶锦兰口干，正端着一杯茶水在喝，猝不及防听到军医说他为情所困，顿时被军医的话刺激地喷了一口茶水。将军，您没事吧？本将军无事，你先退下吧。下官告退。1个多时辰后，一行5人抵达了榆树村。窦胜惠娘，这柳树村的许家可是顶有钱的，这附近呐，好几个大姑娘想嫁进许家，许家瞧不上，许家呀就瞧上了你家。以许家的家境，嫁过去了，一准不会挨饿受冻。
不说顿顿有肉吃，顿顿有白面吃，那是肯定的呀。许家再好，也得问过我家秋菊的意思。若是秋菊不同意，就算那许家是名门望族，我们也不嫁。二娘，你回来了。秋菊呢？这有人来说媒，怎么不将秋菊叫上？呀，东升二娘，你回来的正好。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等秋菊回来。我们家主张儿女婚姻自由，不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呀，东升二娘，你误会了，我今儿个来不是为了你家秋菊。不是为了秋菊，那是为了谁啊？二娘，这位李大婶啊，是来为你说媒的。你不在家这几日，李大婶一共来了3次，今儿个是第4次了。为我说媒？嘿嘿，丫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地上驴肉，天上龙肉，就说这2种肉是人间极品啊！曾言，咱们今晚做红烧龙肉好不好啊？哎呀，东升二娘，你别太激动啊，先冷静冷静，听我仔细说与你听嘛。那姓许的呀，40多岁，膝下呢有2个儿子。你嫁过去，虽然又是给人当二娘，但徐家家境好，以后啊绝对饿不着你。这位大姐，我命里克夫，难道你没听人说过吗？我嫁进老赵家，原本还吊着一口气的老赵头，就2脚一蹬驾鹤西归了。哎，难道你没听人说过吗？你先回去问问许家的意思，若是许家不介意娶一个命里克夫的女人，那我倒是愿意嫁。哦，我忽然想起来，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了喂猪啊。忙不迭的往旁边退了几步，跟花如意拉开距离。哎，东升惠娘，我先回去喂猪了啊，就不多打搅你们夫妇俩了。老大，惠娘，以后遇到媒婆上门为我说媒，直接帮我拒绝了。二娘，你还年轻呢，不可能一辈子不嫁呀。若是遇到人品好、家世好、长得好，跟二娘性格相投的，二娘可以试着接受。罗氏苦口婆心劝花如意的时候，叶锦兰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2步，还装腔作势地咳了一声，暗示花如意的意思不要太明显。草民见过钦差大人。叶锦兰一声轻咳，没能吸引花如意的目光，却吓得赵东升夫妇俩忙不迭地向他行礼。这里没有外人，不必拘礼。老大，你招待叶先生，陪叶先生说说话，我进屋去看看巧莲跟孩子。老大媳妇儿，你去地头将秋菊跟巧巧找回来，帮着你一起烧午饭。午饭后我要陪叶先生他们上豺狼岭。半个时辰后，一行人进了豺狼岭。秋菊姑娘，我有一些问题想向秋菊姑娘请教一番，不知秋菊姑娘现在可方便为我解答？叶先生，你是想向我打听有关二娘的事情吧？秋菊姑娘真聪明。叶先生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告诉叶先生。如意她喜欢什么？我二娘喜欢银子。我家之前很穷，穷到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二娘才会那么喜欢银子。二娘努力赚银子，是为了让我们一家吃饱穿暖。若是没有二娘，我们一家大大小小恐怕要吃不少苦呢。我二嫂跟小福星甚至会没命。二娘赚的银钱，大部分呢都花在了我们这个家上。叶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秋菊姑娘请问。叶先生，你这般关心我二娘，可是因为喜欢上了我二娘？是。那叶先生的这份喜欢能维持多久呢？我二娘虽然很厉害，但始终是女子，女子在感情上容易受伤。若叶先生的这份喜欢只是暂时的，我恳请叶先生跟我二娘保持距离，别伤害我二娘。秋菊姑娘，我们叶家的人常情，要么一生不对任何女人动心，动了心那便是一辈子。我叶景兰活了将近30年，这是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人。我想娶如意为妻，3媒6聘8抬大轿，
十里红妆的将她娶过门，做我叶锦兰的正妻。叶先生，你出身名门，我二娘是寡妇人家，你的家人能答应吗？我不希望我二娘嫁过去后受到公公婆婆的刁难。如意心地纯良，聪慧过人，行事大方，我的家人不会嫌弃如意的。就算我身边有人针对如意，我叶锦兰也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我的妻子。叶先生，你何时来我家提亲啊？可要我现在就将你的心意告知二娘。暂时别将我的心意告诉如意，提亲之事我得好好策划一番。叶先生，你跟二娘之间可是有什么误会或者矛盾？我欠了如意1万两银子，因为那1万两银子的事情，如意好像挺不待见我的。这我现在向她表明心意，上老赵家提亲，被她扫地出门的可能性极大。在这件事上，我二娘是挺生气的。那阵子啊，我家里正穷，二娘每天晚上枕着1万两不能兑换的银票睡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个劲儿的叹气。赵秋菊的话让叶锦兰两边太阳穴一阵突突疼，怨念这么大的吗？叶先生不必如此焦虑。叶先生当时昏迷不醒，看我二娘的是叶先生身边的人，我二娘心软。叶先生只要在我二娘面前说几句好听的话，叶二娘的性子是不会责怪叶先生的。我也会经常在二娘面前帮叶先生美颜的。哟，这里竟然有座白色的小山丘啊！我在这山下生活了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呢。二娘，你是怎么发现这座小山丘的？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瞎逛到这里来的。叶先生，这里有这么多石灰石，修筑河堤应该是够了。够了。粘土，这座山里也有，现在啊，只差石膏这一种材料了。在江淮一带寻找石膏应该不难，我吩咐叶飞带人去寻。不用这么麻烦。石膏一般出现在江河湖泊或者溶洞内，豺狼岭这座山上就有不少溶洞。上次我一个人上山转悠，只寻到这座石灰石构成的山丘以及粘土。今儿个咱们分头寻找，争取在山里找到石膏。若是能在这座山里寻到石膏，那就可以将煅烧水泥的炉窑建在山里了。如此一来，咱们就只需要将铁矿石运送上山，将炉窑建在山里，咱们还能就地取燃料，这大大的节省了成本呀。叶先生，您意下如何啊？很好，就按如意你的意思办。叶先生，咱们俩还没熟到可以直接称呼对方名字的份上，你还是管我叫花大姐。叶先生若是觉得这个称呼拗口，或者叫我秋菊太二娘也行。平日里二娘挺聪明的，做买卖赚钱更是一套一套的。如此聪明的二娘，怎么就看不懂叶先生安的什么心思呢？哎呀，可怜的叶先生啊！二娘，叶先生登咱们家门2次了，算得上是咱们家的朋友了。就让叶先生称呼你的名字吧，这样称呼也显得年轻。好吧。我们一共6个人，分成3组去寻找石膏。如意，你意下如何？好啊，我跟林奇小兄弟，我跟你一组。这姑娘怎么一会儿贼聪明，一会儿又跟赵春来那棒槌似的。这么好一个跟叶锦兰单纯相处培养感情的机会，这姑娘竟然要跟林奇在一起，打听叶锦兰的喜好，搞曲线征服未来夫君吗？哎呦，二娘，叶先生人生地不熟的，你给叶先生带路吧。不等林奇回应，赵秋菊拽着林奇就走，林奇被他拽得踉踉跄跄的跟上。将军，属下去寻石膏了。叶锦兰背着花如意，暗暗给另外2名随从的铁甲兵使了眼色。将军，咱们也走吧。好。如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子？将军这么问，可是想给我介绍对象？算是吧。所以想问问如意，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子？身高8尺，长相英俊，身材挺拔，肌肉发达，大长腿，最主要的是有钱。叶锦兰听了花如意的话，从花如意身上收回目光，
认真打量了几眼自己的身材，身高8尺，有的，长相英俊。叶锦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她这张脸应该算得上英俊吧。身材挺拔，肌肉发达。叶锦兰下意识的挺胸翘屁股，再暗戳戳的捏了捏自己的肱二头肌，挺硬的，应该符合如意的要求。有钱，永安王府的财产应该够多了。啊，将军，咱们运气真好。这就是石膏晶体，像这种石膏晶体高温煅烧就可以得到石膏粉末了。第一个山洞就有这么多石膏晶体，哎呀，这真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呀！定是老天爷不忍江淮百姓长期饱受水患之苦，所以帮了咱们。在洞口留了标记后，两人继续在山里逛了1个时辰。1个时辰后，一行人在之前出发的地方汇合。你们几个可有发现？属下跟秋菊姑娘发现一个山洞里有少量的石膏块。禀将军，属下2人发现一处山崖下有几千斤石膏。将军，咱们今儿个发现的石膏应该能够用一段时间了。时辰不早了，咱们先下山吧。傍晚，江淮县衙门内院。将军，您唤属下过来有何事吩咐？快马加鞭，将信送回京城，交到母亲手里。是，将军。站住！请问将军还有何吩咐？前些日子你往京城送了信，信上都写了些什么？将军，原来您知道呀。若不是本将军允许，你能将信送出去？那信是写给长公主殿下的。将军您伤势未愈，长公主殿下跟王爷担心将军您的身体，动身之前，长公主殿下千叮万嘱咐属下将将军照顾好。信中就是提了将军在江淮县的情况。确定只有这些？还有一点点其他内容。这阵子属下见将军您跟花大姐走得格外近，便在信中提了2句。干得漂亮！这封信不必再送了。是。将军，花大姐送信来了。取出信件，展开，发现是一张图纸。林青，去将陶大人请来。须臾便将陶金杏请到了叶锦兰的房中。陶大人，这是如意让爱妃送来的图纸，陶大人且过目一番。若是陶大人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明日本将军便带人前去榆树村开始搭建炉窑。妙啊，大姐这炉窑图纸绘制的太妙了。将军，在下没有意见。既然陶大人没有意见，那本将军便给如意回信了。翌日，天刚蒙蒙亮，叶锦兰就出现在了老赵家院子门口。叶先生，你这是做什么呀？最近这段时间，我跟我手下的人得在榆树村住下。叶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一家为叶先生跟叶先生手下的人准备1日3餐。眼下天色已晚，暂且送这些东西来，等吃完了，我再吩咐手下的人送来。叶先生可有住处了？尚未有，人太多，我准备让手下的人在榆树村搭帐篷。将军，看见我家隔壁那块空地了吗？罗氏领着叶锦兰到竹篱笆围墙前，伸手为叶锦兰指了指隔壁的空地。这块地可适合搭建帐篷？地势平坦，很适合。适合就好。那块地呀，是村长家的。叶先生带手下来榆树村建炉窑烧制水泥，是为了重建江淮河堤。我呀，去跟村长商量一二，将那块地借出来一段时间。村长深明大义，应该会答应的。那就有劳赵大娘子了。二娘，你睡醒了？昨夜睡得可好？今儿一早啊，叶先生就带人进村了。屋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叶先生带来的。叶先生说了，得在咱们榆树村啊住上一段时间。大嫂呢就去跟村长商量，让叶先生的人在隔壁那块空地上搭设帐篷。村长同意了。这段时间，叶先生一行人的吃食由我们家负责。那这阵子你好好招待叶先生，把饭菜做好吃一些。
将我教你的那几道菜全部弄上桌。请二娘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招待叶先生。这就对了嘛，我去看看屋外的芦荟，就辛苦你跟你大嫂做饭了。叶锦兰带着叶飞、林奇等人去山上勘察了一圈，回村吃饭。隔着老远的距离，叶锦兰就看见了一脸笑容站在那芦荟地里的花如意。将军，您怎么不走了？没瞧见花大姐在那里吗？原来将军看花大姐看发呆了。你个憨包！见叶锦兰扭头瞪了过来，叶飞忙不迭拽着林奇离开。入夜后，赵秋菊拿着几只驱蚊香包到了花如意的面前。阿娘，你给叶先生他们送几只驱蚊香包过去吧。叶先生他们扎帐篷的地儿树多，怕是晚上蚊虫比较多，没有驱蚊香包，晚上怕是不好睡觉。我这忙着呢，让你大哥二哥或者你三舅送去，或者你自个儿送去就回，村里的人说不了闲话。大哥二哥跟三舅带着几个小子去小河沟边洗澡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呢。哎呦，我肚子忽然有些痛啊！直接将几只驱蚊香包搁在了花如意面前的长凳上。哎呦，二娘，我去蹲个茅房啊！哎呦，你该那个叶先生他们送去。7、8月的蚊虫可毒了，被叮咬多了容易水肿，万一影响到窑炉的搭建。花如意走到厨房，拎了一只菜篮子，将赵秋菊给的几只驱蚊香包塞进篮子里，这才端着油灯大步走向隔壁的帐篷。这么晚了，大家还在操练啊？花大姐，晚上好。花大姐，来找我们将军的吧？花大姐不是来找将军的，难道还是来找你的？滚，都滚得远一些。片刻功夫，跑的人影都不见了，整个帐篷区域只剩下花如意跟叶锦兰两人。如意是来给我们送驱蚊香包的。这些是秋菊给你们准备的，这处晚上蚊虫应该会比较多，将军拿去给大伙分一分，免得晚上被蚊虫叮咬。东西我收下了，麻烦如意代我向秋菊姑娘说声感谢。这些东西是秋菊乐意准备的，感谢的话将军就不用说了，日后待秋菊好一些就行了。他日我定会为秋菊姑娘准备一……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睡觉了，明儿还要干活呢，将军也早些歇歇。王爷可回府了？回长公主的话，王爷今夜外出会友，此刻还未回王府。什么时辰了亥时3刻刚过。好你个叶晨渊，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都学会夜不归宿了。儿子的婚事他不着急，整天就知道跟那群狐朋狗友瞎混。尹相，去通知门房，将王府大门给本公主关了。是。慢着，长公主还有何吩咐？通知了前门，再去通知后门。还杵着做什么？赶紧去！殿下，您消消火，奴婢这就去。半夜，侍卫送喝得微醺的永安王回府，马车到王府前，侍卫见王府大门紧闭，连灯也没长，心知不妙。王爷，长公主殿下好像生灵气了，先去后门看看。是。赶着马车跟着王府围墙绕了大半圈后，来到王府后门。王爷，后门也是紧闭的，看来长公主殿下这次很生灵的气呀。那就只能翻院墙了。叶晨渊施展轻功，越过王府后院后，直奔主院而去。如他所料，深更半夜，主院内灯火依旧通明。这么晚了，夫人，你怎么还没睡？叶晨渊，你知道现在几时了吗？也过了子时啊。夫人，我跟几位老友就约在老二家开的业绩酒楼吃的酒，绝对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你若是不相信，只管去问老二夫妇俩。尹幸，去将醒酒茶端来给王爷。是。还是夫人待我好，不像那群老小子，一个个只知道给我灌酒。别在我这里拍马屁，醒酒茶是银杏准备的，
喝了一碗醒酒茶后，叶晨渊的思路彻底清晰了。夫人，时辰不早了，咱们去歇息吧。歇什么歇呀？我等你回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江淮县来信了。这时候来信，可是江淮县水患严重到连锦兰都控制不住。明日一早，我进宫觐见皇上，请皇上派人去江淮县支援锦兰。你瞎紧张啥呢？咱们锦兰什么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区水患，岂能难得住咱们家锦兰？何况江淮县现任县令是陶清幸，那小子可是陶丞相夫妇俩的老来子。陶丞相能让自己的儿子在江淮县吃苦受罪吗？不是江淮水患变严重的问题呀。嘿，姓叶的，不是江淮县水患变严重的问题，你就松口气了？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万一是咱们的儿子出事了呢？夫人，不是你说要相信咱们儿子的吗？夫人，锦兰出什么事儿了？林奇在信中说啊，咱们儿子可能有心仪的女子啦。是吗？咱们儿子那棵铁树终于要开花了，这可是大喜事呀。那女子比锦兰大了差不多3岁呀。哈，这有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女大3抱金砖，咱们家锦兰娶了那名女子是锦兰的福气。再说了，年纪大的女人懂得疼人呐。那女子还嫁过人呀。林奇信中不是说那女子是被家人卖给一个姓赵的老头子冲喜的吗？刚拜完堂，姓赵的老头就没了，又没洞房，这算哪门子嫁过人呢？叶晨兰，你这么说是不是嫌弃嫁过的女人呢？你们男人3妻4妾，我们女人就得顺从，不顺从就是擅妒，犯7出之条。我们女人嫁过人，男人死了再改嫁有什么问题啊？又不是少了眼睛鼻子嘴巴或者胳膊腿儿，为何就要被你们这些臭男人戳脊梁骨啊？夫人，我不是这个意。就你儿子那又臭又硬又冷的性格，哪个女人不怕？若是那名江淮县的女子愿意嫁给你儿子，你呀就该烧高香，谢天谢地谢祖宗保佑了，还敢挑三拣四。这几年我给你儿子介绍了多少名门闺秀，你儿子都没瞧上眼。你儿子的眼光有多高，你应该清楚。能被你儿子瞧上眼的女人，各方各面岂能差了去？夫人说的是。从林奇写来的信看，现在压根儿啊就是你儿子单相思，那江淮县的女子还没看上你儿子呢。哼，你还敢嫌弃人家30岁嫁过人了？夫人，你消消气。我是什么样的人，夫人跟了我这么多年还不了解吗？只要是锦兰喜欢的，哪怕对方是名男子，我都欣然接受。我的意思是，那女子30岁了，又嫁过人，锦兰是否是真的喜欢人家？万一锦兰只是一时兴起，岂不是害了人家女子？不会，我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而且他身上流淌着你们叶家的血，岂能是那种见异思迁的男人？若锦兰是那种3心2意、见异思迁的男人，如今呢，我们俩的孙子都能打酱油了。好像是这个理儿。夫人，那咱们现在该为锦兰准备什么？尽快在永安王府附近购一座宅子，备着给锦兰成亲做婚房。宅子呀，得买的大一些，万一锦兰跟那女子感情好，接二连三的生，宅子不够大，孩子玩耍的地方都没有。聘礼方面嘛，也得尽快着手准备。虽然那女子已经嫁过一次人，但嫁过来就是咱们永安王府的小王妃。咱们永安王府不缺银子，绝对不能怠慢了人家。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管家去准备。夫人，你刚才不是说现在纯属是锦兰在单相思吗？
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这么操办，是不是太着急了？哼，这叫有备无患，你们男人懂啥呀？哎，明儿一早我俩就动身前往江淮，咱们儿子好不容易动心一次，咱们俩呀得去帮帮儿子，争取今年年关之前将人娶回永安王府。今年迎娶，说不定啊，明年秋末就能抱上大孙子了。每次我跟那几个老姐妹聚会呀，都只能抱只猫。若是明年生了，我就能抱着大孙子去参加聚会了。哎呀，光是想想都觉得美呀。尹相，去让管家多备一些银两，明儿个我跟王爷带着上路，多备一些现银，或者在江淮一带能够兑换成现银的银票。皇上赏赐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也装一些。我那未来的儿媳妇儿啊，应该会喜欢。人参、燕窝、鱼刺、鹿茸，这些补身子的也都带一些。我那儿媳妇儿是被卖给人冲洗的，想必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到了江淮之后呢，我要好好为我那儿媳妇儿补补身子。是，奴婢这就去办。7日后，江淮县。二娘，那你总得告诉我，大量收购野菊跟这不知名的野果做什么？不然我这心里啊一直没底儿。我没告诉过你们吗？看见赵秋菊摇了一下脑袋，我还以为告诉你们了呢。这几日忙前忙后，忙里忙外，给搞忘了。请问这里是花如意大姐家吗？见2名年轻的小伙子抬着一口炉鼎式的铁锅站在院子门口。辛苦2位小哥了，快快请进。花大姐，这是按照你所给的图纸打造的，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若是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告诉我们，我们抬回去让师傅修整。王家铁匠铺不愧是大兴镇手艺最好的铁匠铺，这炉鼎甚是满意，无需修改了。半个时辰后，王家铁匠铺2名伙计才从老赵家离开。二娘，这锅做的也太奇怪了，一点都不像锅，倒是有些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这叫蒸馏器，将洗净的野菊丢进这蒸馏器内，加入一定分量的清水，炉底下烧火，就能获得野菊精油。那些刺藤上长的红色果子名唤玫瑰果，将其内部的种子取出来，可以榨油。将玫瑰果油跟野菊清油按一定的分量混合调配，就能得到一种可淡化皱纹、淡化面部斑点，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精油。二娘，这么复杂的东西你竟然都懂啊？可是上次掉茅坑昏迷之时，老师先传授给你的。自然是，趁着这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野菊跟玫瑰果，我们多制一些精油，等水患过去，江淮县的市场恢复正常，我们就将精油拿去市场上售卖。之前我跟一名卖胭脂水粉的小哥约好了一起开铺子，那小哥为人机灵，是个会来事儿的，我跟他一起合作应该不会亏本。现在还觉得我花钱收购野菊跟玫瑰果亏吗？啊，是我瞎担心了。二娘何时做过亏本的买卖？我应该毫无条件的信任二娘，支持二娘。东升二娘，秋菊，我们又来交货了。傍晚的时候，一群女人背背篓的背背篓，拎箩筐的拎箩筐，一路有说有笑的前来老赵家交货。今儿个这些野菊的品相有些差，东升二娘，你先看看，若是看不上眼，我就背回去喂牛。秋菊，给你田婶过秤。田婶，过完秤后，你去东升媳妇那里领银钱。好呢。王氏挪开了，排在后面的人赶紧拎着背篓上前给花如意检查。大姐，这是我摘的，你给看看。哎，大姐，哎呀，以前都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花如意可是这10里8村出了名的恶毒悍妇，你请一个悍妇不要跟你一般见识，不觉得可笑吗？你唐青莲采的野菊我不收，拿走吧。下一位。
奶奶，大姑不肯买娘摘的野菊，娘拿不到钱，是不是我们就没肉吃了？奶奶，可是我好久都没吃肉了，我想吃肉，我还想买麦芽糖吃。奶奶，我也想吃肉。好你个花如意，别家的野菊你都买，自家人的野菊你反倒不买了啊！三舅母，你帮忙称一下野菊，我去一下隔壁找叶先生。我婆婆惯会耍心眼，大姐脾气暴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恐大姐会吃了亏。你赶紧去，速去速回。秋菊姑娘，有什么事吗？林奇公子，你家叶先生呢？我家公子召集了众人，正在帐篷里商议事情呢。秋菊姑娘有事，我可以。我二娘跟老花家的人吵起来了。老花家那老婆子啊，是个厉害的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担心我二娘会吃亏。林奇公子，你赶紧带我去见叶先生吧。秋菊姑娘，你在此处稍等，我这就去通知我家公子。将军，出事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其他问题明日再讨论。发生何事了？如此慌慌张张。是花大姐跟老花家的人吵起来了。秋菊姑娘说老花家那老婆子厉害得很。将军，您现在要不要过去帮忙花大？忽然感觉一阵风从身边刮过，当他定神看去，身边哪里还有叶锦兰的半点身影？将军都走远了，还傻愣着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呀？我不过是想要看看你带来的货。唐青莲，你这么紧张做什么？花如意抓了一把野菊后，直起身来，旋即将手抬高，让在场的众人都能看见他手里的野菊。哎呦，怎么是一些野菊，一些是跟野菊相似的小黄花呀？家宝娘，你在榆树村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分不出野菊跟小黄花啊？分不出来怎么可能嘛？野菊跟小黄花虽然像，但气味不同。咱们村儿4、5岁大的孩子都知道区分野菊跟小黄花呢。难怪东升二娘不收你家的野菊，拿小黄花充数，活该！这种小黄花是有轻微毒素的，人不小心误食了，轻则会引起腹泻，重则会卧床不起。唐青莲，你卖毒花给我，居心何在啊？我没去县衙告你的状，已经是对你仁慈了。你们一家还不赶紧滚！是想等我去衙门告你们吗？我好想英雄救美，奈何每次都用不着我。对，这种小黄花有毒。去年夏天，我家养了只羊，那羊啊就是上山吃了这种小黄花，回家后拉肚子，没几天呢，那羊就拉死了。东升二娘说的一点没错。唐青莲，你将毒花卖给东升二娘，你居心何在啊？定然是见东升二娘在老赵家过得好了，心里不服气。不是，你们别胡说八道啊！我压根儿不知道这种小黄花有毒。唐氏再是泼辣，也招架不住这么多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为自己辩驳了一句后，就拉着2个哭哭闹闹要吃肉的孩子离开。二娘，咱们收购了那么多野菊跟玫瑰果，咋只提取了这么点精油啊？咱们从村民手里收购野菊跟玫瑰果，可花了不少银钱呢。就算这4壶精油，1壶卖150文，那也赚不回本钱呐。谁告诉你我们按壶卖了？你当咱们是卖酒的吗？啊，不按壶卖，难道按斤、按两卖？咱们按瓶卖，一只瓶子大概鸡蛋大小。过几日我去镇上卖瓷器的地方转一转，看能不能买到这样大小的瓷瓶。1瓶咱们先定价1两银子。1两银子？大姐，我相信你是个有眼光有远见的，但这么小一瓶精油卖1两银子，会不会有些贵得离谱了？1两银子等于1000个铜板，1000个铜板足够普通老百姓家一家6口生活1个月了。而且咱们江淮一带刚刚遭了水灾，会有人愿意花这高价购买吗？1两银子1瓶并不贵，说江淮一带没人愿意买，我便拿去其他地方卖。如何将这些精油卖出去，由我操心就行了。天色已晚，老大、远弟，你们赶紧将院子收拾一下。卖胭脂呢，新做的胭脂又香又好用，大姑娘小媳妇儿走过路过莫要错过呀。董小哥、大妹子，
好久不见，今日你们夫妇二人可好啊？好，大姐。多小哥，大妹子，最近胭脂摊的生意如何啊？哎呀，不瞒花大姐，自从水灾后，这胭脂摊的生意就很难做了。前阵子水患严重，屋舍漏雨进了水，还将我们两口子辛苦做的胭脂给泡坏了一些。哎，花大姐，你之前跟我说合伙开胭脂铺的事情，可还作数？自然是作数的。今儿个我来此找你们夫妇二人，便是为了跟你们夫妇二人商量这件事的。花大姐，需要我跟董哥做什么，你尽管开口，只要是我们夫妇俩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啊，我们夫妇俩一定全力以赴。江淮县刚遭水灾，眼下在江淮县开胭脂铺恐怕不太行。清河县跟咱们相邻，我打算在清河县县城开一家胭脂铺。我之前去过清河县，清河县县城十分繁华。最近几日，我便动身前往清河县看商铺，若遇到合适的，我便租下来。等铺子开起来了，得劳烦董小哥跟大妹子前去清河县守着铺子，我这边还有其他事情要安排。等江淮县这边彻底恢复以前的繁华了，我再在江淮县开一家胭脂铺。到时候我雇2个人去看着清河县的铺子，让董小哥跟大妹子回来。啊，铺子我负责租。等铺子开起来，咱们主卖芦荟凝胶面膜，跟我新研制成功的护肤精油，走奢侈高端路线，盈利分配方面咱们3-7，你们夫妇俩可有意见？花大姐，按你的意思，咱们夫妇俩基本上不用出本钱，只需要出人力就行了，对吗？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夫妇俩对此没意见。花如意又跟董文山夫妇俩闲聊了几句，这才赶着马车离开。夫人，你还好吧？这位夫人应该是水土不服引起的恶心干呕，若不及时治疗，夫人这呕吐的症状可能会加重。姑娘一眼看出了我夫人乃是水土不服引起的恶心干呕，可是懂医术。我懂一些医术，曾经帮人治疗过水土不服，若是这位老爷信得过我，我可以为令夫人治疗一番。那就有劳姑娘帮我看看。我先给夫人推拿几下，缓解一下痛苦。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还请夫人忍一忍。姑娘只管动手，我不怕痛。大概一诊查后，花如意停了手，长公主不吐了，脸色也好看了不少。姑娘今日为我治病，我感激不尽。请问姑娘贵姓，家住何处？改日啊，我好亲自登门感谢姑娘。我姓花，家住大兴镇。今日我能在此遇见花姑娘，是我跟花姑娘之间的缘分。花姑娘可愿意随我夫妇2人去茶楼坐坐？长公主太过热情，花如意不好拒绝。瞧着天色也还早，花如意便对着长公主略点了头。哎呀，花妹妹答应了，太好了。相公，你赶紧在这附近找一家上等的茶楼，我要与花妹妹好好聊聊。传信给郡王，殿下跟王爷晚些时间到县衙，若是郡王不放心，让郡王到飘香茶楼来见殿下跟王爷。是，迎献姑娘。敢问花妹妹今年芳龄几何呀？我今年30了。哦，30了吗？哎呦，可真是一点都不像呀。花妹妹脸上的皮肤水嫩光滑，白里透红。若说花妹妹只有18、19岁，我也信呐。花妹妹，你平时是如何保养皮肤的？我们平头老百姓没银钱保养自己的皮肤，我用的不过是我自己调配的一种药膏，每天睡觉前将那药膏涂抹在脸上，2刻钟后将脸洗净，久而久之，脸上的皮肤就光滑了。我看夫人你脸上的皮肤有些干燥，可是夫人经常有使用胭脂水粉。哎呀，我用的那些胭脂水粉可是花大价钱买的，可不知怎么了，越用越是感觉脸上的皮肤干燥，连皱纹都长出来了。哎，真是气死我了。夫人面部皮肤干燥长皱纹，正是因为长期使用那些胭脂水粉。夫人若是相信我的话，不如一段时间不用那些胭脂水粉，每日只用清水洗脸，一段时间后看看自己的皮肤状态会不会有所改善。
花妹妹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不知不觉，茶水换了3轮，大半个时辰都过去了。相公，你嗓子不舒服吗？夫人，时辰不早了，咱们该去跟儿子会合了。咱们这次来江淮县是为了什么？你可别忘了。花妹妹，时辰不早了，咱们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母亲，你管他叫什么？阿兰，花妹妹跟你年纪差不多，母亲跟花妹妹一见如安。不等长公主将话说完，她就忙不迭地拉着长公主到门外走廊说话。哎呀，阿兰，你干什么啊？我跟花妹妹还有几句话要说呢。母亲，你别一口一声花妹妹的叫如意了，你知道如意是谁吗？难道花妹妹是阿兰你心仪的姑娘？如意就是儿子的救命恩人，就是儿子心仪的女子。哎呀，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啊？儿子倒是想说，可母亲你拉着如意的手说个不停，压根儿不给儿子开口的机会。母亲知道了，母亲一定不会坏了你们的好事儿。母亲，我心仪如意，你不反对？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啊？你都快无欲无求，得立地成佛了。现在你终于瞧上了一个女人，有了成家的念头，我跟你父亲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反对呀？何况如意那么漂亮，那么优秀，配你这个不解风情的小子，绰绰有余了。哎，我跟你父亲呀，这次前来江淮县，带了3万多两黄金，绫罗绸缎，珍馐药材不少，用这些做聘礼。儿子，你觉得够不够啊？若是不够，咱们永安王府可以往上加，绝对不亏待了如意。儿子，不管你是坑蒙拐骗还是花言巧语，尽快将如意给老娘弄到手，不然了，老娘就白带这么多东西到江淮县了。这一路上可是跑累坏了几匹马儿呢。母子俩在走廊里大概1盏茶的时间，这才笑容满面的回到了雅间里。如意呀，没想到你跟阿兰认识。民妇花如意见过长公主殿下。哎呀，起来起来，这里没有长公主。我呀是阿兰的母亲，既然如意跟阿兰是朋友，不妨称呼我一声伯母。如意觉得如何？伯母？这怎么成啊？长公主殿下身份尊贵，民妇一介平民，如何能管长公主殿下叫伯母？这太折煞民妇了。母亲，时辰不早了，儿子先送你们去县衙府落脚吧。让如意一个女子独自回大兴镇，我不放心呐。这里距离县衙府不远了，我跟你父亲自己去县衙府，你送如意回大兴镇，路上保护好如意。若是如意有个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太阳还没下山呢，我自己回大兴镇没啥问题。如意长得这么漂亮，又这么聪慧，对如意心怀不轨之人啊，多了去了。阿兰，你将如意送回大兴镇后，今晚就歇在大兴镇得了。这些日子我与你父亲舟车劳顿，有些疲乏了。今儿晚上我们要早些歇息，就算你赶回来，我与你父亲也没时间见你。老爷夫人，花大姐家就在前面了，请随属下来。慢着，各位乡亲，你们都是如意的邻居吧？夫人，你是来找东升二娘买东西的吧？那夫人你可来对了，东升二娘是个实诚人，从她手里买的东西呀，那都是好货，而且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呀。这位大哥，我们夫妇2人不是来找如意买东西的，我们夫妇2人呐，是如意的朋友，今个前来榆树村是为了拜访如意的。银杏，夫人有何吩咐？咱们不是买了一些酥饼吗？拿些出来，给在场的乡亲分一分。是，夫人。银杏抱着牛皮纸袋。多谢夫人。多谢夫人，夫人真是个大好人啊！夫人是大好人，我们也是沾了东升二娘的光呢。哎，姑娘，我叫唐青莲，花如意呀，是我嫡亲的大姐。我家有2个小孩子，2个老人，姑娘可否多给几块啊？银杏，慢着，你说你是如意的嫡亲大姐，
是的。如意娘家的妹妹还是弟媳呀？是弟媳。花如意是我大姑姐。你们一家不是已经把如意给发卖了吗？既然已经将如意发卖了，那如意便不再是你们花家的人了。我这个酥饼啊，贵得很，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吃的。银杏，将东西收起来，咱们走。是，夫人。看着长公主夫妇俩在陈叔的带领之下，浩浩荡荡的朝着老赵家走去，唐氏气得双眼都红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呀，家宝娘。很快，其他村民也都拿着酥饼，欢欢喜喜的回家了。唯独没有捞到好处的唐氏，杵在大榆树下继续生闷气。哼，欺负了我未来儿媳妇儿，还想利用我未来儿媳妇儿从我这里拿好处，简直混账！若不是为了给我儿子、未来儿媳以及孙子积德，像那种刁妇，我就赐他一丈红了。夫人，你消消气，这里距离赵家不远了，你别这样，小心将未来儿媳妇一家吓着。相公，那是咱们家阿兰吗？是啦，夫人，阿兰是男人，让他劈个柴没什么的，你别怪如意。而且咱们阿兰干的好像挺开心的。哎呦，相公，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会责怪如意呢？别说如意只是让阿兰劈柴了，就是如意让阿兰去洗马桶，我也没意见。咱们阿兰呐，皮糙肉厚的，做点粗活又累不着他。而且，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多方面照顾自己心爱的女人嘛。自家夫人，这可真是有了儿媳就忘了儿子呀。父亲、母亲，你们怎么来了？名副罗氏见过叶老爷、叶夫人。忙不迭对着长公主夫妇俩俯身行礼，客客气气的邀请长公主一行人进屋。如意为我治好了水土不服之症，我跟你父亲前来感谢感谢如意，不行吗？听林奇说，你还欠了如意1万两银子呢。不等叶锦兰解释，长公主就对着身后的一名侍卫使了一个眼色。公子，这是夫人为您准备的。这里的黄金等于1万两白银。多谢母亲。哎呀，儿啊，还觉得黄金晃眼，白银傻白，铜钱相冲吗？啊？黄金灿灿，白银雪亮，铜钱适用。臭小子，你可算开窍了。等你成婚之后，我就将王府的产业都交给你打理，然后啊，让你爹带着我去周游列国。叶老爷、叶夫人，请喝茶。农家粗茶，还望叶老爷跟叶夫人莫要嫌弃。哎，不嫌弃，不嫌弃。这茶水真好喝，苦后甘甜，还有股子淡淡的花香，很特别呢。这是我家二娘调配的茶叶，在茶叶中加入了野菊跟银丹草。二娘？哦，你是如意的。回叶夫人的话，花如意是我丈夫的继母。罗氏话落，长公主仔细打量着罗氏，这女人瞧上去应该有30多岁了，膝下一定有孩子。那阿兰娶了如意，她岂不是直接升级成了老祖宗？意识到这个问题，长公主盯着罗氏的眼睛有些发亮。以后参加老姐妹们的聚会，她岂不是可以带着曾孙跟曾孙女了？长公主心里越发的美，盯着罗氏的目光越发的亮。罗氏被她盯得浑身不自在，忙找借口逃离。厨房里在剁肉，声音有些大，二娘怕是还不知道叶老人跟叶夫人来访，我这就去通知二娘。花如意正握着菜刀在厨房里剁猪脚，见罗氏神策匆匆的走来，随口问：发生什么事了？二娘，叶老爷跟叶夫人来访，在院子里呢。那你来帮我将剩下的猪脚剁了，我出去看看。民女赵秋菊见过叶老爷、叶夫人。
姑娘，你跟如意是何关系啊？哦，花如意是我二娘，我是这个家里最小的三女儿。我二娘说家里来贵客了，让我来见见。原来是如意的继女呀，我是阿兰的母亲。哎，民妇知道，二娘刚才已经告诉了民女。秋菊姑娘，你去厨房帮如意吧，有阿兰在这里陪着我们就好了。是。母亲，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阿兰，母亲问你啊，你跟这秋菊姑娘是何关系啊？母亲，儿子跟秋菊姑娘没有任何关系，请你谨言慎行，免得有损秋菊姑娘的名声。真的没关系？若母亲非说儿子跟秋菊姑娘有关系，那我们便是朋友关系。秋菊姑娘知道儿子心悦如意，这段时间她给儿子出了不少的主意，如意的一些喜好也是秋菊姑娘告知儿子的。这么说，阿兰你最近跟秋菊姑娘走得很近了？是。叶晨兰，瞧瞧你生的好儿子！母亲可是觉得如意误会了我跟秋菊姑娘之间的关系？你可算想明白了，比你父亲稍微聪明些。这赵家人丁不少，如意偏偏叫秋菊姑娘来此陪我跟你父亲喝茶，这不是明摆着将你当成了未来女婿，想让秋菊姑娘在我跟你父亲面前露脸吗？这段时间如意可有时不时让你跟秋菊姑娘一起。夫人，那现在是不是让锦兰去找花姑娘解释清楚？不用解释，今日回县衙准备一下，明日一早直接上榆树村来提亲。成。秋菊，你不在堂屋待着，跑这里来干啥？啊，有叶先生在堂屋陪着叶老爷跟叶夫人呢，用不着我，我来厨房帮二娘烧饭。赵秋菊走到灶堂前，拿起火钳，一屁股就坐了下去。你个憨包！唉。翌日一早，天色大亮不久，叶锦兰跟长公主夫妇俩便声势浩荡地进了榆树村。钱媒婆，待会儿到了赵家，你给我放机灵一些。若这门亲事说成了，我保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叶夫人，我办事您放心，我可是江淮县鼎鼎有名的媒婆，这些年我促成的姻缘没有1000对，那也有100对了。我一定为叶公子将这门婚事说成了。这不是昨儿个给大伙发酥饼的那位夫人吗？可不是。今儿个带了这么多东西进村，莫不是又要去老赵家？人家是老赵家的朋友，自然是去拜访老赵家。真羡慕老赵家有这么有钱又大方的朋友。我瞧着这夫人今儿个来像是提亲呢。那个穿红戴绿的女人好像是媒婆哎。请问如意姑娘可在家呀？在家，稍等片刻。如意姑娘，赶紧让我们进屋吧。叶夫人、叶老爷、叶公子，请入内说话。叶锦兰一个眼色，随行侍卫便将那一只只绑了红布头的箱子放下，除了林奇，其余的人全部退了出去。恭喜如意姑娘，贺喜如意姑娘！大娘这话是何意啊？今儿个叶老爷、叶夫人跟叶公子是来向你家提亲的。秋菊刚端着脏衣服去河边了，我这就去河边将秋菊叫回来。我来向你提亲，叫秋菊姑娘回来做甚？啥？既然你没有听清楚，那我再说一遍，我叶锦兰今日是来向你花如意提亲的，希望能够娶你花如意为妻。未来女婿提亲对象竟然是我！苍天啊，大地啊，这叫啥事儿啊？叶夫人，叶老爷，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叶公子谈一谈，失陪一下。花如意拽着叶锦兰大步朝着堂屋走去，旋即砰的一声将堂屋的门给关了。俊哥，咱们是不是马上就要有爷爷了？叶先生人挺好的，若是叶先生做我们的爷爷，我举双手赞成。你们都是如意的孙子孙女儿吧？叶夫人好，我叫赵俊，是二奶奶的长孙。这是我的弟弟赵鹏，这是我堂妹赵甜甜，这是三舅公家的2位小表姨，
花小玉跟花小满。俊哥今年几岁了？可有在念书？回叶夫人的话，今年过完年我就14岁了。原先家里穷，是没有念书的。二奶奶最近赚了银钱，送我跟弟弟妹妹2位小姨去隔壁柳树村私塾念了书。真乖，真懂事。阿兰是真心喜欢你们二奶奶的。若是你们二奶奶待会儿拒绝了阿兰，你们几个可要为阿兰说说好话呀。若阿兰娶了你们二奶奶，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太奶奶啦。太奶奶有钱，太奶奶带你们去最好的酒楼吃饭，带你们呐去最好的戏园子听戏。叶夫人，吃饭听戏对我们不重要，叶先生对大姑好，我们才答应将大姑嫁给叶先生。我们希望大姑能嫁个好人，以后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这丫头这么懂事儿，几岁啦？回叶夫人的话，小玉马上就7岁了。如果叶先生当真喜欢大姑，保证以后对大姑好，不欺负大姑，我们才帮叶先生说话。叶夫人，小玉年纪小不懂事，不太会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望叶夫人海涵。但是小玉刚才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叶先生喜欢我大姐能喜欢多久？若只是一时半会儿的喜欢，还请叶大人放过我大姐。我大姐命苦，现在日子好不容易有了起色，我不希望我大姐再痛苦了。啊，你是如意娘家的弟弟？是的，我叫花如远，是花如意的三弟。我们阿兰呢，快30岁的人了，以前从未喜欢过任何一个女子。她喜欢如意，必然是打从心底里喜欢的，不然她不会迫不及待的让我们来榆树村提亲。叶家的男人个个痴情，阿兰他父亲只娶了我一个。阿兰娶了如意，必然会疼爱如意一辈子，你们大可放心。我跟阿兰的父亲膝下没有闺女儿，待如意嫁过去后，我们夫妇俩将她当成亲生闺女儿待。长公主说了这番话，老赵家大大小小的心里这才踏实了。将军，不带你这么吓人的。我没有想吓唬你，是你一天到晚只想着赚钱，丝毫不将男女之事放在心上。我对你的在意，我对你的好，你一丝一毫都瞧不见，更不明白我的心意。我怕失去你，我心里焦急了，只能出此下策。你之前明明跟秋菊……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我跟秋菊姑娘之间清清白白的。可我经常看见你们俩黏黏糊糊的在一起，就算你对秋菊没有意思，也不能保证秋菊对你没有意思。你长得这么好，又这么优秀，女人是容易爱上你的。我长得好，我优秀。我随口说说，将军若是不喜欢听，就当我没说过，或者我收回。说出口的话等于泼出去的水，如何能够说收回就收回？那如意可曾对我动过心？这个问题咱们先不讨论，先说说你跟秋菊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说不清楚就请叶将军打脑来，防脑回。天地良心，我没有跟秋菊姑娘黏黏糊糊，我跟秋菊姑娘关系是比较好，但仅仅是朋友关系。从塔吉部落回来后，我便发觉了我对如意你的心意，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有关你的一切我都想了解。于是我就找了秋菊姑娘打听。你跟秋菊在一起说了那么多，都是在向她打听我的喜好。如意，你现在可以答应我的提亲了吗？就算你心里没有秋菊，你能保证秋菊心里也没有你吗？你就放心吧，秋菊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在得知我对你的心意后，秋菊姑娘很高兴，还叮嘱我将来要好好的待你。找秋菊这妮子，净干些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片刻后，两人分开。如意，你没有推开我，这证明你心里是有我的。答应我的提亲吧，我叶锦兰不会说甜言蜜语，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会一辈子敬重你，爱你，宠着你。只要有我叶锦兰在的一天，我定护你周全，护所有在乎的亲人的周全。此生我叶锦兰只娶你一妻，只与你生儿育女，
只与你白头偕老，死后只与你同葬。你刚才紧紧握住了我的双臂，让我怎么推开你啊？那咱们再来一次。啥？花如意还没反应过来，男人灼热的气息再一次落在她的唇上。这一次我没有禁锢你的双手，如意，你还是没有将我推开。你的心里是有我的，别再因为世俗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了。只要我不嫌弃你，任何人都不敢耻笑你。你先让我冷静冷静。丫头，你纠结了，你对你眼前这个男人动心了。苍颜，咱们还有多久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我不知道。运气好，3年5载就能离开；运气不好，30-50年也是可能的。丫头，你若是喜欢眼前这个男人，就答应吧。兴许咱们还要留在这个世界30-50年，若没有一个人在身边陪着你，日子会很无聊的。叶锦兰，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认真的回答我。若是你回答的好，我便考虑答应你的提亲。你问。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只有3-5年的寿命了，你可还愿意娶我？可还敢爱我？如意，我不会让你死的。我这就带你回京城，找宫里最好的太医为你医治，我一定会想办法将你治好的。我没得病，我是说假如，你别这么紧张。就算你只剩下1年的寿命了，我叶锦兰也愿意娶你花如意为妻。叶锦兰，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承认我对你是有些动心的，但你我相识不久，而且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你跟秋菊互相喜欢，一直拿你当未来女婿待。你现在忽然告诉我你心悦之人是我，这一时半会儿的我还有些适应不了，你让我先缓缓。那咱们就先订婚，不着急成婚。订了婚，你有的是时间调整心态，了解我，可好？好啊。如意，你答应了，太好了。不等花如意再说话，叶锦兰就牵着她的手，拉着她走到门口，打开了紧闭的6合门。阿兰，你跟如意谈得如何了？父亲母亲，如意已经答应了。哎呀，太好了！陛下，将将军的生辰八字给我。是，夫人。长公主接过红册子，笑容满面的将红册子递给花如意。请叶夫人叶老爷稍等片刻，我回屋去取我的生辰八字。大概半盏茶后，花如意回到堂屋，将自己现用红纸做的庚帖递给了长公主。伯父伯母，这是我的生辰八字。父亲母亲，走个过程就行了，就算我跟如意的八字不合，我也会娶如意为妻的。恭喜叶公子，贺喜叶公子啊！从八字上瞧啊，叶公子跟花姑娘这是天作之合啊！花姑娘嫁给叶公子那是旺夫之命，叶公子跟叶家以后一定能和和美美，繁荣昌盛，子孙满堂啊！赏。银杏闻言，立马取出一锭银元宝，将那银元宝递给了媒婆。如意啊，聘礼方面你可有要求？若是有，尽管提出来。叶夫人，你跟叶老爷今儿送来的这么多东西来我家，不是给二奶奶的聘礼吗？孩子，你二奶奶已经答应嫁给阿兰了，你现在呀可以管我叫太奶奶了。太奶奶？哎，这点东西哪能算是聘礼呀？这是提亲礼，待你二奶奶跟二爷爷成婚之前，叶家会再来下聘。我对聘礼没有要求。既然如意没有要求，那我就自己看着办了。嫁妆方面，如意你不必准备太多，叶府啊什么都不缺，只缺你这个人。你愿意把我家这傻儿子收了，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恭喜二娘，恭喜叶先生，恭喜大姐，恭喜叶先生。二奶奶，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管叶先生叫二爷爷了？小妖妹也知道自己有二爷爷了呢。过来排好队，二爷爷给你们发红包。几个孩子见他招手，没敢动。
一个个都扭头眼巴巴地将花如意看着。去吧，你们二爷爷大姑父给你们发红包呢。叶锦兰摸了摸花小玉的头，将一个大大的红包塞到她的小手里。谢谢大姑。爹娘，大姑父给的红包里面装的是银票。叶大哥，你给的太多了，给小孩子发红包发几个铜板就是了。这是我第一次当大姑爷跟二爷爷，心里高兴，就给孩子们多发一些。这几个孩子不是都在念书吗？就当是我给几个孩子的束修钱了。这是小福星的。叶锦兰走到李氏的面前，微微一笑，打算将最后一个红包塞到小福星的襁褓里。可小福星伸手一把就把红包抓在了手里。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跟个财迷似的？财迷好，从小财迷，长大了会赚钱。长公主稀罕粉嘟嘟的孩子，说着起身走到李氏的面前。叶夫人，可需要抱一下小福星？哎呦，这孩子这么小，我可以抱吗？啊，当然可以，小福星马上就要满月了。长公主这才放心大胆的伸手从李氏手里将襁褓接了过来。这孩子真可爱呀。小福星你好啊，从今个起我就是你的太奶奶了。二娘，今儿是你跟叶先生订婚的大喜日子，按理说应该摆上几桌，邀请村长及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一起庆祝庆祝。摆，这么大的喜事，必须多摆几桌庆祝庆祝。缺什么让林奇现在带着人去大兴镇置办，顺便呢在镇上找几个厨子来帮忙做饭。今儿晚上咱们请全村人吃饭庆祝。大概2个时辰后，林奇等人采购回来了，买了1头猪、5头羊，几大麻袋的蔬菜跟喜糖，请了3个厨师帮忙。下午，罗氏、陈氏、赵秋菊挨家挨户的通知晚上在村子中庭晒谷场设宴。快通知到老花家时，陈氏皱起了眉头，有些犹豫了。三舅母，你若是不想去，就在这里等我们，我跟秋菊去就是了。我不是不想去，我是担心晚上开宴的时候，我那婆婆跟二嫂闹事，当着全村人跟叶先生一家的面给大姐丢脸。可这不请老花家也不行啊。咱们将全村都请了，唯独不请老花家，若是被梅氏跟唐氏知道了，就那2个女人的脾气，肯定会跑去酒宴上闹腾的，到时候恐怕更加丢二娘的脸。请吧，全村的人都请了，没理由不请老花家。再一个，梅氏是二娘的生母，若是二娘跟叶先生订婚宴不请梅氏，我担心二娘会被村里的那些长舌妇嚼舌根，左右不过是一顿饭，请了老花家的人，咱们也亏不了什么。二娘的名声重要，有叶先生一家在，我谅那梅氏跟唐氏也不敢在宴上乱来。3人在老花家院子外商量一阵后，这才走上前敲门。谁呀？是我，罗慧娘。哟，罗慧娘，赵秋菊，你俩有啥事儿啊？哟，这不是老三媳妇儿吗？这么久不回家看看，亏你还知道咱们老花家的大门开在哪里呀？二嫂，今儿个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哼，那你是来做什么的？大姐今日订婚，摆喜宴，我们来请爹娘以及你们一家喝喜酒的。你刚才说谁订婚？大姐今日订婚。花如意？不，大姐她跟谁订婚呢？你见过的，柳树村的许老汉。唐青莲，可是你去柳树村家许家面前说了我家二娘想改嫁。我之前还想不通许家为何找媒婆去我家提亲，原来是唐青莲你从中作梗啊。唐青莲，你可真是缺德呀！当初爹娘将大姐卖给赵家冲喜，你唐青莲可没少出力。见大姐现在的日子过得好些了，你又揣度柳树村的许老汉找媒婆去赵家提亲，你安的啥心呢？你这么害大姐，就不怕老天爷看不下去了，下到雷劈死你吗？哎，
徐老汉虽然快50了，但身体硬朗着呢。仔细算算，人家徐老汉也就比大姐大20来岁。哼，大姐嫁过去了，兴许还能怀上孩子呢。再说了，徐家要宅子有宅子，要田产有田产，我哪里害大姐？既然徐家那么好，你咋不嫁过去呢？哟，你以为我不想啊？这不是有你二哥吗？妯娌俩吵了几句后，唐氏压不住心里的好奇，又问：不是徐老头，那跟大姐订婚的男人到底是谁呀？是叶先生。你以为大姐这辈子只能嫁老头子吗？大姐品德好，又能干，长得也不差，喜欢大姐的男人啊多了去了。啥？你说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叶简兰？可不是吗？话我们已经带到了，今儿下午你们一家要来便来，不来便算了。时辰不早了，三舅母，咱们赶紧回去帮忙吧。爹娘，海哥出大事儿了！要死死远点儿，别吓到老娘。哎呦，爹娘，出大事儿了！出啥大事儿了？大姐今日跟人订婚了。啥？你是不是听错了？就大姐那样，长了一双大脚，嫁过老头子冲洗，还掉过茅坑，还有男人敢要她？哎呦，我怎么可能听错呀？刚才敲门的是赵家大媳妇儿跟三弟妹，那2人当我面亲口告诉我的。他们还说了，为了庆祝大姐订婚，今儿个晚上在村里办订婚宴，邀请全村吃饭呢。爹娘，海哥，咱们今儿下午去吃席嘛？去，当然要去。去的时候一人带1个碗，吃饱了再带一些回来。赵家啥时候摆席呀？嘉诚跟家宝2个兔崽子上山摘野果子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会不会错过吃席的时间呢？请全村吃饭，那得做不少桌酒席啊！今儿下午不会那么早开席啊。嘉诚、家宝一会儿就回来了，耽搁不了。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谁？跟大姐订婚的男人，咱们都见过的。柳树村徐老汉。就大姐那模样跟名上，也就只有柳树村徐老汉那样的官夫瞧得上他。哎呀，不是柳树村的徐老汉。那是谁？是叶先生，就是叶锦兰，从京城里来的那个负责监督重建江淮河堤的大官儿。你说啥？娘，我说跟大姐订婚的男人是叶先生。这一次没事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顿时觉得自己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他竟然将这么一个宝1两银子卖给了老赵头冲洗。娘，娘，你咋了啊？娘，你可不能死呀！你死了，咱们家的地谁种呀？我咋就鬼迷心窍，为了1两银子，将如意那丫头卖给老赵头冲洗了呢？哎呦，当初我若不是将如意那丫头卖给老赵头冲洗，我现在就是官家丈母娘了呀！哎呀，都是你这扫把星出的主意！你个败家玩意儿，如海倒了8辈子血霉，才娶了你进门。你说你除了会下蛋，还会做什么呀？娘，你现在骂我也没用啊！当初是你自个儿为了1两银子，起心要将大姐卖给老赵头冲洗的。我不过就是在旁边帮腔说了几句。娘的话，海哥当时也说了，你怎么不骂海哥啊？没事骂骂咧咧一阵后，觉得累了，这才停下来。见他不骂了，花如海松了口气，在他身上出主意。娘，姓叶的有钱，待会儿咱们去吃酒席，你就趁机管姓叶的要聘礼，当着全村那么多人的面，还怕那姓叶的不肯给吗？潘兰，你杵在这里干啥？怕人手不够，打算帮忙筹备酒席。叶沉渊，人手不够，你去帮忙筹备酒席。好的，夫人。长公主一声嘱咐，叶沉渊立马挽起了2管袖子，走到院子里，拿起一把斧头劈柴。现在人手够了，
叶锦兰同情地朝自己的父亲瞧了一眼。别同情你爹了，赶紧去陪陪你媳妇儿，这才订婚呢，还不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你要是把我儿媳妇弄丢了，就别回京城见我了。那订婚宴那边就有劳父亲跟母亲多多费心了。放心吧，有我跟你父亲在，出不了什么乱子。而且老赵家的人都耿直，这村里的人呐，大多都好相遇，不会乱来。叶锦兰放下袖子，朝长公主揖了一手后，大步离开去找花如意。没事干，觉得无聊。新娘子是不需要干活的，这是规矩。要不我带你去山上走走，你好些天没有去卢窑了，我带你去卢窑看看。花如意听得嘴角一抽，这个男人第一次约她，竟然要带她去卢窑。烧水泥的卢窑有什么好看的？臭直男。走吧。两人出了门，熟门熟路的往豺狼岭方向去。我家老大想参加武科举考试，我们一家对武科举考试的流程不是特别熟悉，不知道你这个二爹有何指教跟建议啊？咱们家大儿子习过武，武科举考试不仅考武术，还得考骑射之术。若是能够识文断字懂兵法，那就更好了。不久前我得了一本武功秘籍，随手丢给了老大，老大跟着那秘籍修炼，小有成就。所以说咱们家大儿子是半道出家的。是啊，你要是对老大的能力有所质疑，晚点订婚宴散场了，你可以考一考老大的功夫。成。为夫离京的时候，京郊飞虎营正在招兵，若是咱们大儿子过了我这关，我直接给飞虎营的校尉写一封推举信，让老大拿着推举信直接去入飞虎营，在飞虎营待上1年，便可以直接参加武举的会试，在会试上崭露头角，便可参与武举殿试。那我就替老大谢谢你这位未来二爹了。谢啥？我是他二爹，爹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不是应该的吗？听他说的贼顺溜，花如意嘴角狠狠一抽，心里说着，你行你牛批，便宜爹当得这么欢快。两人聊了一会儿赵东升考武举的事情后，花如意的目光落在那水泥炉窑上。阿兰，和弟的建造进展如何了？如意，你是在担心和弟建不好，皇上责罚陶钦信，还是担心皇上迁怒于我？我担心阿信，也担心你，好了吧？那你是担心为夫多一些呢，还是担心陶钦信更多一些？担心你更多一些，好了吧？好了。你好啊，亲家母。你谁呀？亲家母，我姓梅，我夫家呀姓花，我是如意的亲生母亲呐。亲家母啊，我是如意的亲生父亲花重啊。本夫人若是没记错，你二位当初可是为了1两银子将如意卖给了老赵家的。既然是卖出去的，如意如今还算二位的闺女吗？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更何况是卖出去的。被卖出去的自然不算。一把年纪专干这些缺德事儿，真不要脸。亲家母，话也不能这么说。如意30岁的人了，无人问津。我跟她当初也是担心她嫁不出去，一辈子孤苦伶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才将她许给了老赵家的老头子。那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命不久矣，但老赵家人丁兴啊。如意嫁过去了，至少后半生有儿孙孝顺呐。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接说吧，你们俩过来找我搭话，所为何事？亲家母，如意能跟令公子喜结连理，我作为如意的母亲感到非常荣幸。按照咱们大周的婚嫁习俗，你们叶家是不是该给我们花家下聘呢？下聘！叶晨渊担心他气坏了自个儿，忙不迭地拉住他。夫人，消气，别气坏了身子。消个屁的气！这老钱婆都这样欺负如意了，我若是还能消气，那岂不是成了受气王八？花如意拉着叶锦兰去给村长以及村里的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敬完茶回来，正好撞见长公主咬牙切齿的大骂梅氏。
二娘，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将老花家的人请来。大姐，你别怪慧娘啊，是我不好，是我去请的老花家的人。不怪你们。伯母，你消消气，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来处理就行，哪能让您这样身份尊贵的人上场啊？花如意安抚了长公主一句后，挑眉瞪向梅氏夫妇俩，正打算开口，叶锦兰一把将他拉到了自己的身后。念你们二位给了如意生命，我允许你们坐下吃席。若你二位再不识抬举，可别怪我对你们二位不敬了。吃啥席啊？生了如意就能如此作践如意吗？啊，说白了，他们当初生如意不过是晚上闲着无聊往被窝里一滚的事情。如此狼心狗肺的父母，真是让本夫人开了眼界。今儿个酒宴上的肉，我宁愿倒去喂狗了，也不给这对狼心狗肺的父母吃。长公主越骂越大声，当着全村人的面，完全不怕自己贵夫人的形象毁于一旦，看得全村男女老少一愣一愣的。你母亲这么厉害吗？是的，母亲是先皇跟太后唯一的女儿，深得先皇跟太后的宠爱，没有人敢招惹。母亲的泼辣是京城里出了名的，京里一位贵夫人曾经嚼母亲的舌根，直接被母亲给骂哭了。还想要聘礼？哼！你们俩怎么不去上天呢？啊，天上不仅有金银珠宝，还有仙丹蟠桃。本夫人有的是金银珠宝，就是不给你们家一个铜板。你们夫妇俩放狗来咬我呀！梅氏一口气没提上来，两眼翻白，直接昏了过去。娘，妈呢？哼，就这点本事，还敢跑来跟本夫人叫板，不自量力的玩意儿！还不赶紧将这老千婆弄走，找个郎中瞧瞧。再晚一些，怕是要摆席请唢呐队上门演奏了。傍晚月上柳梢头，订婚宴才散场。村民们吃了酒席后，自觉地留下帮着老赵家的人打扫收拾，归还桌椅板凳以及锅碗瓢盆，半个时辰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长公主夫妇俩告辞回江淮县城。这晚饭吃得有些饱了，如意可愿意陪为夫去附近的小河边散步消食？不去。顺便将咱家大儿子也叫上，小河坝里宽敞，我在这儿考一考他的功夫。如果如意觉得不热闹，把咱家的几个孙子孙女儿侄女儿也一起叫上。你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回去叫老大。花如意回到宅院说明情况，得知叶锦兰要考赵东升，若赵东升能过叶锦兰这一关，就能被叶锦兰举荐去京郊飞虎营后。老赵家大大小小全部都激动了，连同襁褓中的小家伙都配合的咿咿呀呀了两声。二娘，我能跟着你们一起去小河边看看吧？二奶奶，我也想去。大姑，我也想去。走，都去。花如意领着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风风火火的去跟叶锦兰碰头。二娘，再紧张。二娘，待会儿我真的要跟叶先生动手吗？叶锦兰是武官，不是文臣，你伤不了他。是二娘。如意这边。二爷爷好。哼，大姑父好。真乖。天天、小玉、小满，你们三个想不想骑大马？想。那咱们就骑。一路上，三个小姑娘开心的在马背上笑得咯咯咯的。没想到将军还挺会收买人心的。这哪能叫收买人心啊？甜甜是我的孙女儿，小玉、小满是我侄女，我作为二爷爷跟大姑父，疼爱他们一些是应该的。先射几支箭给我看看，看看你能不能将这些蝙蝠射下来几只。是二爹。嗖的一声，第一支箭射了出去，须臾，一只蝙蝠就失去了重心，从半空中坠了下来。赵东升连发6箭，一共射下来4只蝙蝠。在他打算从箭筒里取第7支箭时，这一关勉强通过了。你二娘头上的木簪不好看，
我给你3刻钟的时间，去镇上给你二娘买一只玉簪回来。是，二爹。3刻钟不到，赵东升就回来了。第2轮骑术测试过关，第3轮测试跟我对打。老大，做好准备了吗？已经准备好了，请二爹赐教。哎哈！二爷爷，你没事吧？大姑父，你还好吧？叶锦兰，你感觉还好吧？哎呀，我没事儿。短短1个月，竟然把武功练到了这个份上，不愧是咱们家老大。待会儿回去，我就给飞虎营的于婷写一封举荐信。如今飞虎营正缺人手，明日一早，你便可以拿着推举信动身了。回村后，花如意洗了个热水澡，正准备去歇下，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贱兮兮的提示音：获得大周长公主周涟漪的好感，获得经验币1000，恭喜宿主；获得大周永安王叶沉渊的好感，获得经验币1000，恭喜宿主；跟大周镇北将军叶锦兰订婚，获得经验币1万，恭喜宿主。真是快！丫头，这不是市侩，永安王府叶氏一门忠烈，他们对大周朝的稳定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现在呢，跟永安王府唯一的传人叶锦兰订婚，扛下了为叶氏一族开枝散叶的重任，系统自然是要给予你丰厚的奖励的。叶锦兰被赵老大打了一掌，我现在过去给叶锦兰送点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是不是还会获得系统奖励？或许真的会有，你可以试试。花如意一只手拎着一盏马灯，一只手端着一碗自己泡的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酒，出现在隔壁的帐篷区。花大姐好。叫什么花大姐？花大姐是你叫的吗？叫未来少夫人。花大姐，这么晚了还来给将军送药酒啊？不是不可以叫花大姐吗？叶飞语塞，冷瞪了那哨兵一眼，亲自领着花如意朝叶锦兰的帐篷走去。将军，可以进来吗？进。如意，你先出去等我片刻，等我穿好了衣服，你再进来。又不是没看过，不是还穿着裤子的吗？坐下。如意，你这么晚过来是为了给我送药酒的？是啊，我被卖到老赵家，刚拜完堂，老赵头就两眼翻白，双脚一蹬归天了。你若是再有个3长2短，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扫把星了。你男人我啊，身体好着呢，就赵老大那一下，还不至于让你男人我2眼一闭，2腿一蹬归西，嫁给了我，除非到老，否则你这辈子别想再当寡妇，被人骂克夫扫把星。作业，你前半生的坎坷，我现在已经无力改变了，但后半生我叶锦兰会对你负责，你不必再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做买卖很辛苦，你如果不想那么辛苦，也可以不做了。你男人我还养得起你，永安王府的家业，你挥霍一辈子都挥霍不完。你完全可以像母亲那样，喝喝茶，逗逗猫，找几个朋友聚聚。花如意十分心动，双眸发亮的将叶锦兰看着。喂，丫头，不要被男色迷惑，做任务赚经验币积攒功德才是你应该干的。做买卖赚钱使我快乐，你不懂。你胸口的淤青已经散了，时辰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同一时间，县衙府内院。夫人，时辰不早了，该睡了。哎呀，睡，你就知道睡，死后有的是机会睡，现在睡这么多干啥呀？哎，今儿个离开榆树村的时候，我叮嘱阿兰留在榆树村，好好的煅烧水泥。哎，那小子会不会听不出我的弦外之音，当真老老实实跑去山里煅烧水泥呀？哎，我当时啊就应该将话说得明白一些，让他趁着煅烧水泥的机会，在榆树村好好陪陪如意，最好啊能把生米煮成熟饭，早日将如意给我娶进门。夫人，阿兰聪明着呢，不会听不出你话外的意思。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安心的躺下吧。
那可不一定。在行军打仗跟为官方面，你们父子俩呀都有勇有谋，但在感情方面，你们父子俩都缺根筋，木讷的像根棒槌。当年连京城里要饭的叫花子都知道我倾慕于你，你却非要跟我拜把子。我跟着教习嬷嬷学做鞋，把2只手都扎成了筛子，终于做好了一双鞋子送给你，你却非要觉得那鞋子是送给你军中好兄弟的，转手就把那些给了你兄弟，气得我当时险些与你绝交。夫人，好端端的怎么又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当年你女扮男装入军，我一直拿你当好兄弟，后来知道了你是女儿身，但一时半会儿我没能适应过来，你处处关心我，我只能拉着你拜把子了。至于送鞋子的事情，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发誓。当年你跟先锋老弟走得近，我见你看到先锋老弟就笑得见牙不见眼，一天到晚都跟先锋兄弟黏在一起，便以为你心仪之人是先锋老弟，便顺手助了你们一把。谁曾想，那是因为顾先锋他与你交好，知道你的兴趣喜好。我跟顾先生黏在一起，是为了向顾先锋了解你。你个棒槌！夫人，我错了。叶晨渊一脸悔不当初的走到长公主的身边，从身后将她抱住。夜深了，咱们安寝吧。干什么呀？都老夫老妻了。就在叶晨渊大横抱起长公主往床榻边走去的时候，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儿？启禀王爷，长公主殿下，京城来信了，500里加急。将信送进来。是，殿下。叶晨渊拿着信回到房中，眉头瞬间皱得更深。可是朝里出事了。朝里无事，是韩国9公主韩明凤不满跟安王世子周玉箫的和亲，向皇上提出要自己在大周择选夫婿。这位韩国9公主怕是压根儿就是冲着咱们阿兰来的。咱们阿兰若是没有心上人，这还好说，可阿兰现在已经有了如意，并且跟如意已经订婚了。皇上也真是的，竟然与了那韩国9公主跑来江淮县寻阿兰。夫人，对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的？哎呀，这还用得着如何看待吗？我当然是力挺我儿子喜欢的女人呐。就算那韩国9公主再身份尊贵，再美若天仙，我儿子不喜欢，那她在我这里便什么都不是。就算如意年过30又嫁过人，只要我儿子喜欢，那她在我这里便是宝儿，是我们叶家的儿媳妇。既然夫人心里已经有了决定，那就不要在心里发愁了。那位韩国9公主是韩国贵妃所出，从小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是韩国皇帝最宠爱的公主，必然是个性格刁钻泼辣、不好相与的。咱们推迟回京，就留在江淮县，助咱们儿子儿媳一臂之力。好，相公，我的阿兰跟如意，谢谢你。谢什么，都是一家人。快点睡吧，时辰不早了。对，得赶紧睡。明日一早，我得早点起床，赶去榆树村，提醒一下阿兰跟如意，免得让那位韩国9公主钻了空子，破坏他们2口子之间的感情。老爷夫人，您们怎么又来了？林奇，你这小子怎么越来越不会说话了？你家将军呢？今日建新的窑炉，将军去山上监工了，怕是要晌午才能回来。见长公主又往隔壁老赵家瞧了一眼。今儿一早花大姐出门办事了，据说是去清河县了，怕是要明日才能赶回来。夫人，老爷，要不您2位到将军帐篷里歇一歇，喝杯茶？不可，我去隔壁看我曾孙女儿吧。
夫妇俩在老赵家待到晌午饭点，叶锦兰一行人终于下山回村了。父亲母亲，将叶锦兰拽到无人的地方，长公主才停下了脚步。母亲，发生了何事？阿兰，韩国九公主你可知道？略有耳闻，据说韩国皇帝有意送这个女儿来大周联姻，母亲为何忽然提到此人？那位韩国九公主已经抵达了大周，皇上原本有意让安王世子周玉箫跟韩国九公主联姻，但那位韩国九公主无心于安王世子，请求皇上答应让她自己在大周贵族子弟中择婿。母亲昨夜收到消息，那位韩国九公主已经朝江淮县赶来了。母亲觉得那位韩国九公主此行的目标怕是你呀。据说那位韩国九公主生得貌若天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母亲，儿子已经是有妇之夫了，你在儿子面前说这些有些不合适。就算那韩国九公主比天仙还美，那也与儿子无关。儿子既跟如意订了婚，心里眼里便只有如意一人，这辈子儿子要娶的人也只有如意一人。哎呀，不愧是我周涟漪的儿子，母亲支持你，我们叶家的男人就要从一而终。母亲，你刚才是在诈我？母亲这不是怕你对不起如意，特地跑来给你提个醒吗？注视着长公主脸上的笑容，叶锦兰忽然觉得后背一凉。要是刚才没答对，母亲是不是要为了如意废了她这个亲生儿子？掌柜的，给我开一间房，炒2盘菜。掌柜的，给我们开5间房，再做一桌你们客栈的招牌菜。抱歉，这位小姐，我们客栈一共就剩下5间客房了，就在刚才，这位姑娘订了1间，现在只剩下4间了。你们一共就5位，2位小姐挤一挤，4间房刚刚好。我们客栈的床宽敞，2位小姐睡1张床，绝对不会拥挤。我们要5间房，那便是5间。我们家小姐可是万金之躯，岂能跟我一个下人挤1间房？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银子，你叫这个女人离开便是。侍女从袖中掏出一锭大概50两的银子，重重地将那银子搁在了柜台上。这些银子足够包下你家客栈1晚上了。可是这位姑娘先到。这位姑娘，听你说话的口音，应该不是清河县一带的人。不是又当如何？那姑娘，你怕是对清河县的物价有所误解。这锭银子最多50两吧，可不够几位在这家客栈消费1个晚上。姑娘，你……掌柜的，莫要紧张，这里是清河县县城，在县令老爷的眼皮子底下，应该没有人敢乱来吧？何况这位小姐锦衣华服，身边跟着侍女跟侍卫，一看就是有钱的主，不会缺那几两银子。你尽管实话实说。50两银子还不够在这家破烂客栈里住1晚上，你当我家小姐是傻子好糊弄是吗？我可没说你家小姐是傻子，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小姐，奴婢不是这个意思。既然觉得这是一家破烂客栈，配不上你家小姐的身份，几位又何必跟我争那间房呢？我们江淮清河一带刚遭水灾，如今很多东西都稀缺，都要从外地购买，这大大增加了成本。以前在客栈歇脚1个晚上，包吃包住，的确只是1-2两银子的事情，但现在起码要11-12两银子。哼，你家小姐呢，若是舍不得这银子，出了这道门，沿着门口那条街再往前走一段路，有一家档次低一些的客栈。要怎样你才能将那间客房让给我们？哎呀，小姐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不是我非要霸占这房间，而是小姐你给的银钱不够付5间客房的房钱。这些应该够了吧？韩明凤从袖中掏出一张面值50两的银票，有些气急败坏的将银票丢在了柜台上。够了。来人，领这5位客官去2楼客房安顿，再通知后厨准备膳食跟热水。哼，小姐晚安，做个好梦呢。
韩明凤正在拎着裙摆上楼梯，被他的话气得脚下险些一个趔趄。小姐，你可得当心一些，从楼梯上摔下来容易摔到后脑勺，上了后脑勺容易变成傻子的。多谢姑娘提醒。不客气，我这个人就喜欢助人为乐。韩明凤，芳龄17，韩国9公主，韩国贵妃所出，是韩国最受宠的公主。此番前往大周是为了和亲。那个女人竟然是个公主，难怪连身边的侍女说话都这么嚣张跋扈。我都已经叫人得罪了，你现在提醒我还有什么用啊？丫头，你就放心吧，江淮清河一带的县官清廉刚正不阿，何况江淮县令陶清幸还是你的义弟。就算韩明凤是韩国最得宠的9公主，在这一带她也不敢对你下杀手。翌日一早，花如意在客栈简单的用过早饭后，便赶着马车在清河县城找铺子。快到晌午的时候，一间位于清河县东大街闹市，上下2层楼的铺子终于入了他的眼。姑娘，这间铺子可好了，上下2层楼，铺子后面还带个院子，可以做买卖，也可以住人。而且这间铺子冬暖夏凉，采光好，位于东大街闹市，最适合做买卖了。既然这般好，那为何一直卖不出去，租不出去啊？那不是地段太好，铺子太大，价格略微有些高，所以一直卖不出去，也租不出去嘛。应该不是略有些高吧？这间铺子我瞧着尚可，请你开个实价吧。不等男人开口，花如意伸手摸了摸窗柩上的灰尘。哎呀，灰尘都这么厚了，这间铺子空闲应该很久了吧？现在江淮清河一带的灾情尚未彻底过去，来看铺子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吧。租赁1个月2两纹银，购买一共500两。350两，我买，你意下如何？哎呦，姑娘，你这一刀砍下去，砍了我150两银子，哎呀，太多了呀！今儿上午我把清河县逛得差不多了，在卖的铺子价格基本在200两到400两之间，我出350两银子，你若是不满意，那我只好再去别处看看了。哎呀，350两就350两，便宜卖了，你就当我跟姑娘交个朋友了啊！那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铺契，稍后便一起去府衙做财产转让备案吧。办完一切手续，拿到铺子的地契跟钥匙，已经下午太阳落山。眼瞧着赶回江淮县是没办法了，花如意只好回到昨儿晚上下榻的客栈，又在客栈里住了一宿。谁？是我，别紧张。将军，你怎么来了？你2日未归，我有些不放心你，便赶过来看看你。花如意起身掌灯后，看清楚叶锦兰那张脸。将军，短短2日不见，你的脸怎么胖了一圈了？这2日山里在新建炉窑，为夫进山监工，一个不留神被山里的蜜蜂给蛰了。将军，你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可爱吗？不知道，如意觉得为夫可爱就好。赶了这么久的路，脸上有些火辣辣的，如意给吹吹。吹什么吹？你当我是何仙姑，吹几口仙气儿，你的脸就能好了？旋即拽着他到床前。被蜜蜂蛰成这副模样了，还到处乱跑。躺下，我用冷帕子给你敷一下。若是今晚不能消肿，明儿一早我带你去药店摘药。如意，这床是你躺过的？我躺过的你就不能躺了吗？你有洁癖啊？磨磨唧唧的，平日里见你吃猪大肠，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不是，你我尚未成婚，我进了你的被窝，若是传出去了，对你的名声影响不好。此处一间房，四面都是墙，房内只有你我2人，你不说我不说，谁能把今天晚上的事情传出去啊？花如意端着面盆来到叶锦兰的身边，重重地将面盆往床前脚踏上一搁。赶紧自己麻利地躺下去，别等姐我动粗啊！瞧着他那一副要吃人的母老虎模样，叶锦兰忙不迭脱掉外袍跟靴子，乖乖地躺在床榻上。花如意将帕子浸过冰凉的冷水，
拧干之后，将叠得方方正正的帕子敷在叶锦兰的脸上。感觉怎么样？很舒服。那就好，闭上眼睛躺好。你这脸啊，起码要敷上2刻钟的时间。2刻钟后，花如意拿走他脸上的帕子，见他睡得很沉，没有忍心叫醒他。小姐，是前儿晚上在客栈羞辱你的那个女人。小姐，这穷乡僻壤的，地不平，您当心脚下一些。哼，可真是冤家路窄。你得罪过这个女人？什么叫我得罪过这个女人啊？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一个爱惹是生非的人吗？这个女人得罪过你吗？是了。除了将韩明凤坑了100两银子的事情抹掉，花如意一脸委屈，声情并茂地将前儿晚上在客栈发生的事情复述给了叶锦兰听。将军，你说我可怜不可怜啊？可怜。出门的时候说让你带2名侍卫，你不听，现在知道人心险恶，世道不太平了吧？来道歉的还是来找茬的？来道歉的我们不接受，除非给个1800两的银子。你何时变得这么爱财了？娶媳妇儿需要聘礼。哼，果然是龙配龙，凤配凤，地沟里的老鼠配老鼠。这丑八怪，你别过来啊！我是你惹不起的人，伤了我，不仅你跟你身边的女人活不了，但凡跟你有关系的人，一个也别想活。将军，你没见过韩国九公主吗？见她做甚？你是说眼前这个女人是韩国九公主韩明凤？可不就是把娇滴滴的公主殿下吓到了，可有后悔？原来韩国皇帝捧在手心里的女儿竟然这副德行，幸而她前天晚上没有伤了你，她若是伤了你，我定让她走不出大周。滚！韩明凤的3名侍卫顿时如蒙大赦一般，忙不迭骑马往边上走，将官道给让了出来。等到了江淮，见到了镇北将军叶锦兰，我定要那2个丑八怪好看。镇北将军刚正不阿，一定会为公主您主持公道的。傍晚，叶锦兰、花如意抵达江淮县，因为天色已晚，2人夜宿县衙府。阿兰，这次你寻去清河县，跟如意可有进展？母亲，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胡思乱想？昨晚上你跟如意待在一起，难道你就没有胡思乱想啊？我心悦如意，自然是要明媒正娶，8抬大轿将她娶过门了才会碰她。母亲，你就别再给你儿子我出馊主意了。时辰不早了，我有些累了，先回房歇着了。你跟父亲也早些歇着。哎呀，母亲的确是在给你出馊主意。如今韩国九公主盯上了你，母亲这不是担心你跟如意之间发生变故吗？所以才会这么着急促成你们俩。皇上不仅仅是你的舅父，他还是大周万万子民的皇。若韩国九公主当真非你不嫁，皇上为了大周万万子民免于战火之苦，到时候怕是顾及不了你的个人情感。你呀，尽快娶了如意为妻，那韩国九公主再是想要嫁你，也不可能以金枝玉叶之躯给你做妾室啊。今日回江淮县的途中，我跟如意遇到了韩国九公主韩明凤。什么？那韩国九公主可有为难如意呀？为难是为难了，但你儿媳妇儿有多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叶锦兰将韩明凤在客栈为难花如意的事情转述给了长公主听。不愧是我周涟漪的儿媳妇。那韩国九公主未免太刁蛮任性了，坚决不能让这样的女人踏进我永安王府。阿兰，如意还不知道韩国九公主有意于你吧？是。这件事得给她知会一声，免得之后发生误会，影响你们2人之间的感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如意说这件事儿？今日如意累了，让她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我再找他说清楚。成，明日一早，母亲帮你向如意解释。如意，这是我吩咐伙食房特地为你炖的燕窝粥。如意，用了早膳，你是回榆树村呢，还是想要在城里逛逛？伯母都陪你。伯母，将军，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听着。还是如意聪明，不像阿兰那个棒槌。长公主给儿子使了个眼色，示意儿子说：是这样的，此番韩国跟大周求和，主动送过来一名公主跟大周联姻。那位和亲公主可是韩国九公主？正是。原本皇上是打算让安王世子周玉箫跟韩国九公主和亲的，但韩国九公主没有瞧上安王世子。韩国九公主没瞧上安王世子，而是瞧上了将军你，于是乎不远千里不过金枝玉叶之躯，跑来了江淮地区。将军打算作何处置啊？如意，我与你已是交换过更帖，订过婚的未婚夫妻，我岂能够再瞧上其他女人？大姐，这天气干燥，容易上火，鲫鱼汤滋阴养肺，你多喝些。花如意端起鲫鱼汤猛喝了一口，放下碗，挑眉继续盯着叶锦兰。我们叶家的男人一向都是从一而终，如意，你若不信，看看我父亲。叶晨渊忽然被儿子点名，有些不悦，这臭小子惹自己媳妇儿生气，关他这个做公公的什么事儿？相公，好好说话。是，我们叶家的男人一向都是从一而终。我只娶了阿兰的母亲，阿兰的叔父也只娶了阿兰的婶婶，阿兰的2个堂弟至今也只有70。阿兰比他那2个堂弟更加专一，活了接近30年，只对如意你动过心思啊。伯父伯母不用这么跟我解释，将军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我既答应了跟将军订婚，那必然是欣赏将军秉性的。我刚才之所以有些生气，是因为那狗屁韩国九公主竟然打我花如意男人的主意。就是，竟然敢打我儿媳妇男人的主意，简直混账！如意，订婚当日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你一人，只与你一人生儿育女，只与你一人白头偕老，我定会做到的。那韩国九公主若脑袋不清醒，执意要嫁我，那我便只能将她打包好，请镖局将她送回去给韩皇。别以为本将军这里是难民收容所，他韩皇不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往本将军这里塞。殿下，王爷，有位姑娘在外求见。进来说话。是，殿下。是那位姑娘递的拜帖。王府的人真是越来越没用了，人都走到江淮县了，消息才送到本公主的手中。曹大人，麻烦你将人安顿一下，去转告韩国九公主的侍女，说镇北将军如今不在县衙府，客栈不安全，请韩国九公主移驾江淮县驿站。是，大人。半个时辰后，花如意在长公主的陪同之下，前往董家街见董文山。花大姐，你咋这么早就过来了？哎，这位夫人是？我是如意的婆婆，我夫家姓叶，这位小哥换我叶夫人便是了。昨儿个从清河县回来，铺子已经定下了，货柜都是现成的，收拾收拾，换一块牌匾，半个月后开张营业，应该没有问题。便想着前来跟你们夫妇2人知会一声，好让你夫妇2人做好准备。这么快？不愧是花大姐，做事真是风行雷厉。董文山一边跟花如意交谈，一边乐呵呵的邀请花如意一行3人入内。娘子啊，是花大姐跟叶夫人，你赶紧泡壶茶端出来。董小哥不要叫大妹子忙活了，我这里还有事，几句话说完就得走。这是铺子的地址。同时递给他的还有一把铺子的钥匙。董小哥，你们夫妇2人最近若是得闲，便尽早赶去清河县，一是将铺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一下，找人定制一块牌匾，另外就是熟悉熟悉清河县的环境跟当地的方言，免得到时候铺子开张抓瞎了。花如意从荷包里取了一块银子出来，递给董文山。花大姐，这如何使的？这是定制牌匾的银子，牌匾很重要，找人做好一些，不求镶金镶银，但一定要大气美观。至于咱们铺名，我觉得叫美人坊挺好的，
董小哥跟大妹子意下如何？美人芳，好名字，有寓意，听着也好听。一行三人在董家喝了碗茶水，小坐片刻，便起身离开。如意，你才是阿兰选择的那个人，冲着这一点，无论何时，伯母都会站在你这边。若是那韩国九公主蹬鼻子上脸，欺负到你头上，你尽管削她。只要不闹出人命，出了什么事情，伯母给你担着。你若是削不赢，给伯母讲，伯母帮着你一起削。伯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送长公主回县衙府后，花如意就跟叶锦兰一起回了榆树村。回去后，当天花如意就写了2则告示，一则招工告示，一则土地租赁告示，吩咐赵秋菊将2则告示贴在家门口。老赵家咋又贴告示了？这告示上写的啥？你问我，我也不识字呀。河川识字，问问河川兄弟。这2则告示，一则说的是老赵家要招工，女工招工20人，男工招10人，1个月1两5钱银子的薪水。另一则说的是老赵家要租地，1亩地1年3两银子的租金，要租20亩。若田地主人家按要求帮忙耕种、管理、收割，1亩地1年10两银子。各位乡亲，2册告示上写的内容，大家可都明白了？明白了。婶儿，你家真的要招工租地呀？这可不是小本买卖，一个搞不好就容易亏得倾家荡产。田河川，你可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的啊！人家老赵家都勾搭上那位叶先生了，还能缺这点银子？唐青莲，你今儿中午吃屁了吧？说话嘴巴咋这么臭？嘴巴这么臭，也不怕熏死自个儿男人哦？你男人嘴巴也是这么臭，你们夫妇俩那是臭味相投。你什么你？不会说话就闭嘴，别出门丢人现眼。人家赵家婶子跟叶先生是摆过宴、订过婚的正儿八经的未婚夫妇，才不是勾搭在了一起。告示都已经贴出去了，我自然是深思熟虑过的。河川兄弟，你若是想报名，就赶紧去排队吧。田河川这才收敛了怒火，走回了队伍里。害怕花如意不让自己排队，唐氏在队伍里低着头，不敢再吭气儿。周围很快安静下来。花如意目光一扫，大声宣布：有意将家里的土地出租的，去秋菊跟俊哥那边做登记。我家目前只招30名工人，20名女工，10名男工。在场的除了唐青莲，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报名。明儿一早，我会组织一场考核，通过考核的人立马被聘用，没能通过考核的人也不用难过。之后我们老赵家还会招聘一批工人，到时候我再让落选的大伙上。凭什么就我不能报名啊？凭我是老板，我不想要你，天王老子都拿我没办法。你若是敢闹，那我们就试试，是你唐青莲的嘴厉害，还是我花如意的拳头厉害？唐氏呆若木鸡的看着身边的村民一个接一个到花如意的跟前登记，直到排队的村民都登记完了，他才回过神来，然后像被霜打的草一样蔫儿巴巴的转身离开。二娘，你这边登记的怎么样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俊哥，你识文断字，你来说给二奶奶听。二奶奶，我这边登记了25户人家，一共有30亩地，村长爷爷家愿意出租1亩，隔壁赵大牛伯伯家愿意出租1亩。赵俊小嘴一张一合，将登记的情况念给花如意听。在他叨叨念叨的时候，花如意的目光盯着手里的登记簿，惊奇地发现赵俊说的跟登记簿上记录的竟然不差分毫。难怪私塾的夫子多次称赞这小子学习搞得好，迫不及待要推荐这小子去参加今年的童生考试。原来是这小子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啊。俊哥，你再看看这个。花如意有些激动地将自己登记的招工名单递到了赵俊的面前。赵俊不明白花如意要做什么，但一言接过了花如意手里的名册，双手端着那名册一目十行地扫了过去。这就瞧好了。那你将这上面的名字都念一遍给我听。是，二奶奶。
赵春花16岁，钱大雁25岁，田和燕17岁。名册上面一共登记了40多个人，赵俊将登记在册的人的姓名跟年龄全都念了出来，全部都对得上号。惊得花如意嘴巴张了又张，半晌没能说出一句话。二奶奶，二奶奶，小姑，是不是我没有念好，惹二奶奶生气了？俊哥，你念得太好了。俊哥，二奶奶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认真的回答。你看书都是看一遍，都能记住书里面的内容吗？只要不是太难的书，并且上面的字我都认识，基本上只要看一遍，我就能够记住书里面的内容。二奶奶明白了，二奶奶会想办法送你去县学的。二奶奶，去县学念书是不是要花很多银钱？年纪轻轻的别像你爹一样整天皱着眉头，花钱不怕，二奶奶会想办法赚钱，你只要告诉二奶奶你想不想去县学上学，提升自己的学问。我想去县学上学，我想提升自己的学问，我还想考童生，考秀才，考举人进士，我要当官，我要当大官，这样以后就没有人再敢欺负二奶奶了。我大孙子还挺有志向的嘛。叶锦兰一身灰扑扑的回来，恰好听到花如意跟赵俊的对话。二爷爷好，大孙子真乖。既然大孙子这么有志向，可想去京城国子监上学。二爷爷，国子监可是皇亲国戚、王孙贵族子弟念书的地方，我怎么能去呢？二奶奶刚才说了，送我去县学念书。你现在是我叶锦兰的大孙子，不就是王孙贵族子弟吗？将军，你这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国子监的父子不会不满吗？这哪能叫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这顶多只能叫做走后门，给自己家大孙子走后门，这是天经地义的。咱们大孙子聪明，送去国子监深造，说不定就能为我大周朝培养出一个栋梁之才，到时候我还得找皇上要赏赐呢。行吧。有叶锦兰跟长公主府罩着，就算赵俊年幼到了国子监，也没人敢欺负他。金哥还不赶快谢过你二爷爷。谢谢二爷爷，君儿到了国子监以后定会认真学习，不给二爷爷二奶奶、太爷爷跟太奶奶丢脸的。再过半月便是县里的童生考试了，这段时间你好好温书，争取考中了秀才，以秀才之名去国子监深造，国子监的夫子会更看重你的。是，二奶奶。二奶奶，那这30亩地咱们是租20亩还是30亩全部租了？全部都租了吧。秋菊，今儿晚上你邀上你二哥，按着名册挨家挨户去拜访一遍，尽量劝登记在册的村民帮咱们耕种管理，他们对自家的土地熟悉，比咱们从外面请人干活省事儿。是，二娘。晚饭后，赵秋菊邀了赵春来跟花如远按着名册登记，一家一家的登门拜访。临近深夜，3人才回家。请问2位姑娘找谁？请问镇北将军可在此啊？这位姑娘，我只听闻过镇北将军的威名。你少装算了，我家小姐已经打探清楚了，镇北将军叶锦兰就在你们榆树村，住在你们老赵家。你说叶锦兰是镇北将军？说叶先生真的是镇北将军，那二娘岂不是找了个皇亲国戚做未婚夫？那日来榆树村里的叶老爷跟叶夫人，岂不就是永安王跟长公主殿下？叶锦兰自然是镇北将军啊！我家小姐千里迢迢赶来江淮县，就是为了见镇北将军叶锦兰的。既然你见过镇北将军，知道镇北将军现在在何处，那便请你去将镇北将军找来，这块银子算是你的跑腿费。李氏拿着银子瞧了一眼，冷冷地笑了笑。就算他再蠢，此刻也瞧出了眼前这2位来者不善，怕是来跟自家二娘抢男人的。想跟自家二娘抢男人，门儿都没有。我当然知道镇北将军现在在何处，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这点银钱可使唤不动我。哼，贪得无厌。银铃嘴里怒骂着，又取了一块银子出来，塞给李氏。人不贪财，枉为人。镇北将军现在在外面办事，2位姑娘可去村口大榆树下等候，我这便去通知镇北将军。想抢我们二爹，
没门儿，窗户都没有，小狐狸精什么的，来一个揍一个。巧林，是谁啊？昨儿晚上花如意熬夜了，此刻在房间里睡得正香，对院子外的动静毫不知情。只有罗氏半晌没见李氏抱着孩子回来，便走到厨房门口探头询问了一声。然而罗氏只瞧见李氏的背影，并未瞧见韩明凤主仆几人。找人的。大嫂，你们继续烧饭吧，小福清现在有些闹脾气，我抱着他去村子里走走。孩子太小，这日头这么烈，你将孩子抱出去，要注意给孩子挡着放光，免得伤了孩子的眼睛。罗氏便信了李氏的话，叮嘱了李氏几句后，便转身回到厨房继续烧饭。浓浓的烟熏味从厨房那边飘过来，韩明凤有些受不住这烟火的味道，以怕眼唇重重地咳了2声。哎呦，小姐，这里臭烘烘的，咱们还是去村口等镇北将军吧。我说，你拿了银子就赶紧去办事儿啊，需要让我家小姐久等。是，我办事啊，姑娘放心，既然我收了姑娘的银钱，定然是要帮姑娘将事情办好的。距离晌午饭点还有1个时辰左右，李氏就抱着孩子直奔村长田宝根家而去。婶儿在剁猪草呢。见李氏抱着孩子走来，王氏赶忙放下了手里的剁草刀，起身笑容满面地迎了上去。哎呦，这小福星啊，长得可真好，白白胖胖的，才几日不见，哎呦，这小脸又胖了1圈啊！哎呀，要是我家果果能长这么胖就好了。婶儿啊，你这是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看怎么胖。其实果果长得也不差啊，小脸儿粉嘟嘟的，比我家小福星秀气呢。果果跟他娘在屋里呢，你赶紧抱着小福星进屋去吧。这院子里的阳光毒辣，可别伤了小福星那双明亮的眼睛啊！赤来嫂，这会子你咋有空来了？我来这堵我那未过门的二爹，不，来堵叶先生呢。叶先生咋了？难道是叶先生做了对不起大婶的事儿？哎呦，京城里来的贵公子果然都不是好东西。按我说呀，大婶就该在咱们江淮县找个老实本分的男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那京城里来的贵公子长得是好看，但好看的男人又不能当饭吃，当被子盖。这过日子呀，就得找个老实本分的，会心疼人的。哎，说句不好听的啊，晚上这灯一灭，男人好看不好看都一样啊，只要活好就行了。河川媳妇儿，你先冷静冷静，并不是叶先生做了对不起我二娘的事情，而是有2个女人千里迢迢跑来咱们村找叶先生。那2个女人，一个比一个脸尖，一个比一个妖细，浓妆艳抹，香气扑鼻的，一看就是狐狸精转世，还嫌我家院子臭。哼，我还嫌他们满身狐狸骚气，熏臭了我家院子里那些材料呢。我已经将那2个女人忽悠去村门口大榆树下了，想见叶先生，做梦，想跟我二娘抢男人，不看看自己是谁。2个女人一会儿聊狐狸精，一会儿聊孩子，一会儿聊男人，十分投入。不知不觉1个时辰就这么过去了。哎呀，小姐，这镇北将军怎么还不来见您呢？小姐，那个女人会不会骗了咱们？回去那家看看。他咬牙切齿地撂下了一句话，脸色阴沉沉的朝老赵家方向瞧了一眼，大步往前走。是你？这里是我家，当然是我了。你让你的家人从我这儿骗了银钱不说，还害我在村口那棵大榆树下等了1个时辰。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臭女人，你少装算了啊！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她告诉我家小姐，镇北将军外出干活了，我家公主给了她2块银子，她答应去帮我家小姐去找镇北将军。结果呢，那个女人拿了银钱，却没帮我家小姐找人，还害得我家小姐在村口那棵大榆树下等了接近1个时辰。那是我家老二媳妇，说我家老二媳妇骗你们的钱，要糊弄你们，你们可有证据？若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哼，一个刚生完孩子不久的女人跋山涉水的去为你们寻人，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还没找你们俩要人呢。
你们俩反倒跑来找我要人了。你什么你啊？你家主子不过说了一句，你一个丫鬟却说了这么多，怎么？你是觉得你比你家主子更厉害吗？小姐，奴婢从未想过要越过您，这家人骗了您，奴婢是在为小姐愤愤不平。闭嘴！本小姐今日来此，不是来与你做口舌之争的。那小姐是来作何的？本小姐听闻镇北将军叶锦兰在此办事，本小姐是特地前来拜访镇北将军的，不知镇北将军现在在何处啊？原来小姐是来找镇北将军的呀。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将军，你回来了，我与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自京城来的韩小姐。韩小姐仰慕将军的威名，不远千里，不辞辛苦从京城赶来江淮县。哦，本将军想起来了，龙配龙，凤配凤，地沟里的老鼠配老鼠。韩小姐身边一名侍女尚且有这么好的口才，想必韩小姐也差不到哪儿去吧。将军，这不关小姐的事情，那人都是奴婢口不择言。我家小姐自幼学习琴棋书画，跟各种礼仪，贤良淑德。韩国九公主是贤良淑德，还是刁蛮泼辣不讲道理？这与本将军有何干系？既然将军已经知晓了凤儿的身份，那凤儿便有话直说了。此番大周与韩国联姻，大周皇帝将凤儿指婚给安王世子，可凤儿并无心于那安王世子，凤儿心仪之人乃是将军你。本将军已有妻室，还请韩国九公主自重。将军，你别跟凤儿开玩笑了，这个玩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若将军还在为那日的误会生气，凤儿可以向将军道歉。这怎么就不可能了？哎呀，亲爱的，我睡觉落枕了，脖子疼，你给我揉揉。睡个觉还落枕，真是拿你没辙。这样可舒服些了，若是还不好，我便吩咐林奇去县城找个郎中来给你瞧瞧。将军，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寡妇，而且长相平平，身高才到你的肩膀。凤儿贵为韩国公主，哪里比不上这个女人了？我这叫矮吗？我这叫小巧玲珑，小家碧玉。堂堂韩国九公主，从小学习礼仪诗书，竟然连形容词都没几个。哼，出来混也不怕丢了韩国皇帝的脸。还有，将军他就好我这口，就算九公主长天高，也是白长。你，来人，将这个刁妇给本公主拿下！三名侍卫还没进华如意的身，就见眼前黑影一闪，紧接着一道霸道的掌风将那三人逼退数十步。九公主，这里是我大周地界，不是韩国皇宫可以任由你胡作非为，践踏人命。九公主若是敢在我大周境内伤害无辜，本将军定会让九公主跟韩皇为此付出代价。叶飞，将军有何吩咐？江淮一带刚遭水患，匪徒猖獗，实在是不安全，恐韩国九公主受伤，你即刻安排几个身手矫健的护送韩国九公主回京城。将军，若是韩国九公主不肯离开呢？打晕了回京城，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九公主的安全。是。请九公主在此稍等，我去部署一番后，便送九公主上路。哼，叶飞，你不过是镇北将军身边养的一条狗，你凭什么这么对本公主？等到了京城，本公主一定会禀迎大周皇帝，让你好看。九公主，就算我叶飞是将军身边的一条狗，但能训斥我的只有将军，轮不到你一个外邦公主在这里训斥我。这次看在大周跟韩国建交的份上，我不与九公主计较。若再有下次，九公主就别怪我得罪了。哎呦，大中午的在吵啥呢？哎，叶飞，你怎么一脸吃了蛐蛐的表情啊？见过殿下，王爷。被人骂了一句而已，无妨。谁骂你了？哼，我倒是要看看谁敢骂我们永安王府的人。凤儿见过长公主殿下，
永安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韩国九公主啊！叶妃跟随我儿多年，跟我儿出生入死，与我儿情同手足。在我眼里，叶妃便是我永安王府的人。我永安王府的人，可不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骂的。九公主，你说是吗？大周长公主殿下，是叶公子先对我家公主不敬的，我家公主才……本公主与你家公主说话，哪里轮得到你一个贱婢插嘴？还是说，在你们韩国，奴婢可以代替主子发言？大胆贱婢，还不赶紧向长公主殿下道歉！奴婢多嘴，奴婢该死！哎呀，这么紧张做什么？本公主又没说要罚你，起来吧。这么娇滴滴的一张脸，打坏了多可惜呀！奴婢谢过长公主殿下。长公主殿下，有些话凤儿不知当讲不当讲。既然九公主拿不定主意，那便不用说了。哎呀，正好本公主逛了半天，有些乏力了。现在想回房歇息。长公主啊，永安王爷，凤儿今日去了一趟榆树村拜访镇北将军，到了榆树村，凤儿却听到一些有关将军的风言风语，说将军呀，爱上了榆树村的一名又丑又老还是寡妇的女人。有句话叫做花无百日红，不管再漂亮的女人，总有老去的一天。九公主这张漂亮的脸又能持续多久呢？一个男人若仅仅因为外貌而娶一个女人，九公主不觉得是那个女人的悲哀吗？我家阿兰可不是那种肤浅的男人，所以呀，我家阿兰要娶的女人必然是德才兼备的。既然九公主已经去了榆树村，那本夫人不妨告知九公主，榆树村那位又丑又老还是寡妇的女人，正是我儿叶锦兰的未婚妻，我们永安王府未来的女主人。你说什么？九公主所说的又老又丑还是寡妇的女人，是我儿叶锦兰的未婚妻，是我永安王府未来的女主人。九公主现在可听清楚了，你们永安王府欺人太甚了！九公主，什么叫我们永安王府欺人太甚了？九公主与我儿锦兰并无婚约在身，我儿与其他女子订婚，碍得到九公主什么事？更谈不上我们永安王府欺负九公主。你们这么做，就不怕影响大周跟韩国建交吗？九公主，你怕是记性不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韩国不过战败之国，我大周愿意与你韩国建立邦交，那是看在两国百姓的份上。九公主妄想拿两国建交之事威胁我们，不觉得有些可笑吗？若因我周涟漪的儿子不愿意娶九公主，韩国皇帝便心生不满，那便让韩国皇帝领兵过来就是。20多年前，我周涟漪能将韩国皇帝打下马，20几年后，我周涟漪同样可以。相公，我累了，送我回房休息吧。望九公主好自为之。韩明凤看着夫妇俩离开的背影，垂在袖中的手紧握成拳头。公主，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回大周京都。叶锦兰跟永安王夫妇俩今日如此羞辱于我，我一定要让叶锦兰跟永安王夫妇俩为今日所做之事付出代价。小主子，那位不是大周的镇北将军吗？这个男人怎么会在花姑姑所住的村子里？难道这个男人跟花姑姑已经成亲了吗？哼！雨儿，不得无礼。小孩子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塔吉首领不必如此严苛。
我才不是小孩子呢，我已经10岁了，再过几年我就能娶媳妇了。要是我年长几岁，花姑姑早就是我的了，压根没你什么事。就算你年长几岁，你花姑姑也是我的。你花姑姑喜欢高大威猛的男人。塔基宇抬起头来，打量叶锦兰那高大修长结实的身板，再低头打量自己没有2两肉的胳膊和胸膛，顿时备受打击。你花姑姑还喜欢武功高强的男人。想到叶锦兰是大周人人敬仰的战神，自己只是塔吉部落被人保护的小王子，塔基宇脸上的表情又沮丧了几分。你花姑姑还喜欢有钱的男人。塔基宇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荷包，想到自己平时用的银钱都是父亲给的，郁闷的都快哭了。所以他压根儿就比不上叶锦兰，就算他长大了也比不上叶锦兰。叶锦兰才是最适合花姑姑的男人。你跟花姑姑已经成亲了？已经订婚了，只差10里红妆8抬大轿将人娶进门了。那我祝福你们。看在你祝福我们的份上，等我跟你花姑姑成亲的时候，我请你喝喜酒。听说你们大周的男人喜新厌旧，你会不会喜新厌旧，以后欺负花姑姑啊？我叶家的男人一辈子只会喜欢一个女人，一旦动了情，那便是一辈子。我会照顾好你的花姑姑，让你花姑姑为我生一群孩子，然后陪你玩。这可是你说的。你以后要是敢欺负花姑姑，我就将花姑姑带去塔基尔部落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花姑姑。雨儿，你不是早就想见花姑姑了吗？让镇北将军带我们去找你花姑姑吧。今日天色蒙蒙亮，如意就出去办事去了，一时半会儿恐怕回不了。塔吉首领与令公子先随我去家中坐坐吧。叶锦兰一副赵家当家男主人的样子，领着塔吉赞父子俩前往老赵家。叶先生，你跟叶飞公子不是要上山去监工吗？怎么又回来了？这2位是？这位塔吉先生跟塔吉公子是你二娘在塔吉部落认识的朋友。今日这父子俩来到榆树村，是有事找你二娘商议。你二娘不在，我跟叶飞得上山监工，就劳烦秋菊你带一下客了。二娘，你说这位姑姑是花姑姑的闺女啊？花如意是我二娘，我爹的继室。我爹去世后，我二娘一直没改嫁，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么说，你娶了花姑姑就直接喜当爹了？我不仅喜当爹，我还喜当爷爷了。我家有兄妹3人，大哥二哥都成婚了。大哥膝下有2个儿子，二哥膝下有2个闺女儿。这是娶个媳妇直接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的节奏啊！不愧是大周人人敬仰的镇北将军。目送叶锦兰跟叶飞转身离去，赵秋菊收回目光，笑容满面的对塔吉赞父子俩伸出一只手。2位，请随我来。将军，您二儿子今儿早上在屋里，您干什么让秋菊姑娘招呼塔吉首领父子俩？还有，将军，您糊弄塔吉公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良心不会痛吧？有人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抢你媳妇儿，给你戴绿帽子，你难道还要跟那个人先礼后兵？可是塔吉公子就是一个刚10岁出头的小屁孩，他口口声声说长大了要娶花大姐，不过是缺乏母爱，将花大姐当成了自己的母亲而已。那也不行，我叶锦兰的女人容不得任何男人惦记，哪怕那个男人还小。塔吉宇不是缺乏母爱吗？本将军给他送个娘不好吗？秋菊待字闺中，塔吉赞官夫未娶，他二人年岁相差无几，若是看对了眼，岂不是皆大欢喜？目前本将军虽然有些看不惯塔吉赞，但是本将军不得不承认，塔吉赞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而且有地位有身份。秋菊若是能够嫁给塔吉赞，是一个好的归宿。您不就是想用闺女不动声色地将情敌彻底解决掉吗？阿兰那没良心的，这都过去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带我儿媳妇来看看我。长公主对着手里厚厚的红包叹了口气，唉，害我这红包都送不出去。夫人，
阿兰跟如意都有事要忙呢，等你身子骨好些了，我再带你去榆树村便是了。把韩明凤骂走之后，长公主就感染风寒，卧倒在床。叶晨渊端着温热的粥到床前，心疼地看着妻子。没有胃口也要吃几口，你这么不吃不喝的，什么时候能好？好不了就没法去榆树村见你的宝贝儿媳妇儿。拿来，我吃。叶晨渊嘴角勾起一丝得逞的笑，将粥碗拿了上去。一碗粥还没吃完，银杏就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殿下，花姑娘来看您了。哎呀，我宝贝儿媳妇来了！哎，我宝贝儿媳妇现在在哪儿呢？花姑娘在后衙花厅呢，奴婢伺候殿下梳洗一番。哎呀，梳洗啥呢？本夫人仪态好得很，不需要梳洗了。瞧他虎虎生风的样子，叶晨渊嘴角一抽，这是儿媳妇一来，病就好了。早知道儿媳妇的作用这么大，那就不用吃这2顿药了，直接带着去榆树村见一见儿媳妇就好了。伯母，一家人不用这么见外。伯母，我今日来给你带了一些新做的面膜、精油跟花露水。花如意解下包袱，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放在长公主身边的茶桌上。这些拿给伯母您用，伯母顺便帮我预估一下，将这些东西送去京城售卖，是否会受京城的贵妇贵女们的喜欢？很香，很好。我儿媳妇做的东西岂能不受欢迎啊？只是这包装盒嘛，略显磕碜了些。包装盒要换的，新的包装盒我已经找人定制了。那就完全没问题了。换上了新包装盒后，儿媳妇把东西送来衙门便是，我立刻派人将东西送去京城售卖。那就有劳伯母了。哎，又说见外的话了。再说我要生气了啊！长公主嗔怪地瞪了花如意一眼，旋即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到花如意的面前。快过年啦，提前给儿媳妇发点压岁钱。伯母，这也太多了。哎呀，不多不多。你伯母我这次来江淮来得匆忙，没带啥好东西，只有这银票还算拿得出手。而且呀，你伯母我手里最多的东西就是银票，不送一些出去，搁身边久了，怕是要发霉的。我就阿兰这么一个儿子，如意呀，你是我唯一的宝贝儿媳妇儿，我的银票不给你，还能送给谁呀？未来婆婆都这么说了，花如意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便笑容满面的将大红包揣进了怀里。伯父伯母，二位可喜欢江淮地区？儿媳妇生在江淮，长在江淮，我自然是喜欢江淮一带的。而且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啊，很热情，我在这里待得很开心。哎，如意，你为何忽然这么问我们呢？是这样的，我与一位朋友商量在江淮一带建宅子买，说是伯父伯母喜欢江淮地区的生活，我想等宅子建成之后，挑一座好的留给伯父伯母。宅院的建设图纸我自己画的，安了地暖，冬天不会太冷啊。好啊。哎呀，京城的冬天寒风瑟瑟的，11月中旬开始下雪，到来年2月中旬，冰雪才会融化，特别难熬。这下好了，有了如意送的宅子，冬天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了。花如意在县衙待了半个多时辰后，起身跟长公主夫妇俩告辞。长公主原本是要打算留她一起用晚膳的，但花如意最近事儿忙，便婉拒了。花姑姑，你可算回来了。小雨，可不就是我。花姑姑还记得我，我太开心了。我又没有健忘症，怎么可能忘了你啊？可是跟你父亲一起来的。你父亲现在何处？我父亲跟秋菊姑姑在堂屋里呢。塔吉宇的话让花如意再次神色一愣，挑眉朝着堂屋的方向瞧去。家里又不是没有男人，接待塔吉赞父子俩的怎么会是秋菊呢？老大媳妇儿巧巧都是懂事且保守的，绝对不可能安排秋菊一个黄花大闺女去接待塔吉赞父子俩。
花姑姑啊，听说你跟姓叶的大奸佞订婚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花姑姑啊，你怎么就答应那个大奸佞了呢？是不是那个大奸佞用花言巧语骗你答应的？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定会被那个大奸佞骗。大奸佞？花如意还没来得及循声回头，身边的小孩已经被一只大手拎到了半空。你都叫我大奸佞了，我若不付出点行动，那就太对不起你了。塔吉部落的小王子，你说是不是？花姑姑，父亲，救救我！叫天王老子都没用。叶飞，主子有何吩咐？叶锦兰随手一抛，将塔吉羽丢给了叶飞。你带塔吉部落的小王子去豺狼岭的深山老林里面游玩一圈，天不黑不准回来。是。塔吉赞听到儿子的求救声，跟赵秋菊一前一后从堂屋里出来。院子里已经没了塔吉羽跟叶飞的身影。叶锦兰挑眉看向他，目光在他跟赵秋菊的身上一扫，见赵秋菊脸上羞答答的，眼中闪过一丝得逞。豺狼岭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吩咐叶飞带塔吉公子去豺狼岭游玩片刻，塔吉首领不必担心。许久不见，镇北将军可安好？不久前本将军刚跟如意订了婚，现在本将军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许久不见，不知塔吉首领可安好？那在下在这里祝镇北将军跟花姑娘订婚愉快，早生贵子，百年好合。若是二位生的是闺女，说不定咱们两家还能够结亲呢。二娘，塔吉先生早上抵达的榆树村，在家里等你许久了。我出门办事，现在才回来，让塔吉首领久等了，实在抱歉。塔吉首领，有什么话咱们入内坐下再谈吧。见花如意领着塔吉赞朝堂屋走去，两人有说有笑的。叶锦兰心里有些酸酸的，将赵秋菊叫住：闺女，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叶先生有什么想问的？闺女，你是不是瞧上那塔吉赞了？叶先生，你乱说什么呀？我没有，我跟塔吉先生相识不过一天，我怎么可能瞧上塔吉先生呢？你再乱说，我给二娘告状去了。别呀，别告诉你二娘，我是你二娘的未婚夫，用不了多久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作为你的长辈，我自然要为你的终身大事考虑。塔吉赞30有一，原配已经去世多年，膝下有一子，是塔吉部落的首领。无论家世还是人品，塔吉赞都是极好的。你若是瞧上了塔吉赞，也是无可厚非的。你只管告诉我，我为你做主。哦，原来塔吉先生是塔吉部落的首领啊！一个部落的首领跟一个国家的皇帝没什么区别。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农家女子，脸上还有尚未去除的烫伤疤痕。叶先生，这样的我如何配得上身份尊贵的塔吉先生呢？如何配不上？等我跟你二娘成了婚，你便是我叶锦兰的闺女，永安王府的小姐，如何配不上塔吉赞了？何况塔吉赞并非那种只看相貌不看内涵的庸俗男人。你若喜欢塔吉赞，我便去找塔吉赞说一说，这件事成与不成，总得试一试，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跟了你二娘那么久，难道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我有，不过我想跟塔吉先生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向塔吉先生表明心意。可以。你今日招待塔吉赞，塔吉赞可有告诉你，他这次会在榆树村待多久？塔吉先生说了，大概10天左右。秋菊，待会儿叶飞带塔吉羽回来，你问问塔吉羽想不想感受一下大周的私塾。叶先生你吃醋了，所以才这么积极主动的撮合我跟塔吉先生啊。不要告诉你二娘。叶锦兰从怀里掏出了一锭银子，将银子塞给赵秋菊。这是封口费吗？知道还问，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可爱了。叶先生，你这么在意我二娘，我心里很开心。即使你不给封口费，
我也不会将咱们俩刚才说的话告诉二娘的。还有，我有件事要告诉叶先生，二娘真的很喜欢你，你压根儿不用吃任何人的醋。昨晚上，二娘梦里都叫了叶先生你的名字。秋菊，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能拿这么重要的事情跟叶先生你开玩笑吗？难道叶先生平时没感受到二娘对你的喜爱？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你二娘死缠烂打，订婚之事也是我对你二娘提及的。你二娘心里到底有多喜欢我，我心里还真是没有底儿啊。我二娘自然是非常喜欢叶先生的。还有一件事，最近几日夜里，我二娘在向我讨教女工方面的事情，估摸着二娘是想给叶先生缝东西呢。听了这话，叶锦兰满眼的期待，心情激动的又掏出一块银子，将银子塞到了赵秋菊的手里。封口费不是给过了吗？这不是封口费，这是未来二爹给你的胭脂水粉钱。虽然塔吉赞不是一般庸俗的男人，但男人大多喜欢美丽端庄的女子，用这些银钱买几套好看的衣服，把自己给拾掇的端庄一些，别一天到晚穿你那些补丁打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二娘苛待了你。是二爹。花姑娘，这是我们利用设备提炼出来的第一批油，数量不多，我将一半带来了江淮，请你过目。花如意靠近木桶瞧了两眼，里面的液体色泽橙黄透明，跟他用经验币从空间里兑换的柴油几乎看不出差别。贵部落的办事速度太高了。不愧是塔吉部落有史以来最有能力跟作为的首领。竹叶，塔吉首领不是想见识一下咱们所制作的水泥的妙用吗？明日一早，咱们带塔吉首领去镰刀峡大坝工程走一趟，不仅让塔吉首领见识到水泥的妙用，还能让塔吉首领见识到镰刀峡工程的宏伟。可以，明日我正好没什么事儿。晚饭后，叶飞带着塔吉赞父子俩去帐篷区安顿。老赵家地盘有限，只能委屈塔吉赞父子俩随叶锦兰一行人住帐篷。趁着塔吉赞父子俩不在，花如意拉着叶锦兰到僻静处说话。将军，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以前不是挺看不惯塔吉首领的吗？今日为何对塔吉首领这般热情啊？还有，你手底下那么多兵蛋子，为什么非点名让秋菊给塔吉首领父子俩送棉被啊？朱叶，你不觉得塔吉首领跟咱们秋菊闺女很配吗？是挺般配的，但是你问过秋菊的意思了吗？若是秋菊对塔吉首领没那方面的意思，你这么安排不仅会让塔吉首领觉得尴尬，还会坏了秋菊的名声的。我这么安排自然是问过了咱们闺女的意思的。你的意思是秋菊那妮子看上了塔吉赞？正是。说是这门婚事成了，嘿嘿。有了女婿跟丈母娘这层关系，他们跟塔吉部落之间的合作将会固若金汤，长长久久。将军干得漂亮，塔吉赞是个好男人，若这门婚事能成，对于秋菊来说是一个好归宿啊。好男人？我好还是塔吉赞好？叶锦兰，你可真是出息了，跟未来女婿争风吃醋。我能不吃醋吗？我掏心掏肺的对如意你好，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可如意你从来没有这么夸赞过我。你是我未来的夫君，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最棒的，没有哪个男人能比得上你，可以了吗？如意，今年岁末咱们成亲吧，先在榆树村举办一次婚礼，再到京城举办一次。距离岁末也就3个多月时间了，会不会太仓促了？而且咱们的房子能不能建好还不好说呢。原来如意要求单独盖一栋自己的房子，是为咱们成亲准备的婚房啊。我可不想跟你成了婚后去住客栈。这有何难？再有1个月，江淮河堤的重建就彻底完工了，到时候我将我手底下的人全部弄来帮你盖房子，一定能赶在岁末之前将那5座宅院给建起来的。宅子盖好了，咱们就举办婚礼，盖不好
那就来年再说成婚之事。如意，这可是你说的，不准反悔。叶锦兰在花如意脸上猛亲了一口，这才将她松开，踩着轻快的步伐，大步流星地朝着隔壁帐篷区走去。将军，这是有什么喜事吗？如意答应嫁给我了。花姑娘不是早就答应嫁给您了吗？您二位都已经订婚了。本将军的意思是，今年岁末，本将军跟如意举办婚礼。叶飞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贺。叶飞，明日一早你去一趟江淮县，想办法多招一些工匠，去修筑江淮河堤。将军，江淮河堤的修筑进程已经很快了，再有1个月应该就能完工。不行，还得加快速度，尽快将河堤修好，然后将人调来榆树村盖房。可是要赶在岁末之前将老赵家的5座宅院盖好，花大姐才会答应跟将军举办婚礼。那5座宅子的其中1座是本将军跟如意的婚房，自然要等婚房建好了再举办婚礼。是，末将明日一早就去江淮一带招揽工匠，若是江淮一带没有那么多工匠，末将就去清河一带招揽，一定让将军岁末达成心愿。事成之后，本将军重重赏你。多谢将军。里面没声了，将军，你这么做会不会有些过头了？不会，没声了是好事儿，证明里面那2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是吗？当然，若是咱们做过头了，就算塔吉赞不发怒，塔吉与那咋咋呼呼的臭小子也会闹。现在连那臭小子都静悄悄的，这证明那父子俩对秋菊丫头很中意。我的夫人，你就等着吃喜酒吧。专心赶车，别有腔滑调的。接近2个时辰后，马车在镰刀峡大坝工程附近停了下来。塔吉首领秋菊到镰刀峡大坝了。车帘打开，塔吉宇先跳了下来。轮到赵秋菊下车的时候，赵秋菊站在车头上，身子歪了歪。秋菊姑娘，哎，秋菊丫头，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在车厢里扭了一下脚，现在还有些痛。没事的，回去休息片刻就好了。叶先生跟二娘不用紧张。怎么能不紧张呢？脚扭伤了是大事。我是秋菊未来的二爹，不方便照顾秋菊。如意她力气小，也不方便照顾秋菊。塔吉首领，我家秋菊丫头就有劳你照顾片刻了。二娘，哎呀，我突然感觉腿有些发软，可能是坐车坐久了的缘故。如意现在需要我照顾，秋菊丫头就只能够麻烦塔吉首领了。爹，秋菊姑姑是因为我才扭伤脚的。塔吉宇稚嫩的声音落下，他鬼使神差的学叶锦兰将赵秋菊给打横抱了起来。赵秋菊双脚悬空，回过神来后，他人已经稳稳落入了塔吉赞的怀中。秋菊姑娘伤了脚踝，不宜走动，若强行走动会加重伤势。秋菊，既然是塔吉首领的一片好意，你就乖乖待着吧。那就辛苦塔吉首领了。经过昨日的相处，塔吉赞觉得赵秋菊温柔大方，耐心细心，性格爽快，本就对赵秋菊有了一丝好感。刚才在马车里，赵秋菊那般奋不顾身地保护塔吉宇，此刻又满脸娇羞惹人怜，塔吉赞更是心动了。秋菊姑娘，为了不加重你的伤势，在下只能冒犯了。爹爹，用水泥修筑的河堤真坚固呀！咱们塔吉部落的屋子都是用粘土跟木材修筑的，暴雨季节容易漏雨，又容易坍塌，木料还容易被虫子蛀。若是用水泥修筑房子，以后就不用害怕暴雨跟蛀虫了。爹爹，你说是不是？是。花姑娘，我想订购一批水泥，不知眼下可否送货？说换一个人现在向我们购买水泥，我肯定会拒绝的。但塔吉首领是我将军跟阿信的贵客，塔吉首领需要水泥，我们定会想方设法的满足塔吉首领。不知塔吉首领此番需要多少水泥呢？暂时给我2万斤吧。不知镇北将军花姑娘跟陶大人可有难处？哦，没有难处。是将军手底下的人在负责煅烧水泥，既然将军说没问题，
那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就有劳镇北将军、花姑娘跟陶大人了。半个月后，我差人前来榆树村拿货，不知可行啊？至于这2万斤水泥的货款，3位可直接从我的分红里面扣除。半个月内，本将军一定将2万斤水泥准备好。因为赵秋菊扭伤了脚踝，巡视完河堤跟大坝，一行人便从镰刀峡离开，乘坐马车直接回了榆树村。大姐，叶先生，你们可算回来了。巧巧，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巧莲她爹娘、大哥跟大嫂来了。这4人来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又跑来欺负二嫂，再顺便从咱们家讹点东西？这一次，他们并不是来挑事儿的。若他们是来挑事儿的，早就被我们撵出去了。秋菊，他们这次来是为了帮你说媒的。他们一家4口打算将哪个缺胳膊少腿的介绍给我呀？没有缺胳膊少腿，他们介绍的人要是缺胳膊少腿，我们几个早就将他们一家4口撵出门了。柳树村的许家，大姐，秋菊，你们可听说过？他们想让秋菊去给柳树村那徐老头做田房是不？巧巧，你现在就去告诉那一家4口，让他们想都别想。不是给徐老头做田房，那一家4口今日来是为了给徐老头2儿子说亲的。许家家底殷实，听说那徐老头的2儿子是个读书人，已经考中了秀才，今年在准备举人考试呢。我们几个瞧着那许家2儿子条件似乎不错，这才让李家那4口人进了堂屋做。三舅母，我还不行。秋菊，你老大不小了，既然那许家家底殷实，许老头那2儿子又是个读书人，那咱们就去堂屋听听吧。花如意飞快地挪到赵秋菊的身边，拉着赵秋菊就往堂屋方向去。二娘，我不喜欢那许家的2儿子，就算许家家底殷实，就算那许家2儿子将来能够升官发财，我也不想嫁去许家。哎呀，我知道你不喜欢徐老头那2儿子，你喜欢的人是塔西赞吗？二娘，既然你知道我喜欢的人是塔吉先生，为何还让我去堂屋听李家4口说许家2儿子的事儿？我这是在帮你啊。有了情敌，男人才会着急啊。现在明白了吗？二娘，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卑鄙了？卑鄙啥？这叫谋略。塔吉赞这样有身份有地位又长得不错的男人，惦记着他的女人多的是，趁着塔吉赞对你有些好感，你就得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错失了这个机会，你呀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二娘，塔吉先生真的对我有好感吗？他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身份尊贵，而我只是一个连字都识不得几个的农家女。塔吉先生能看中我什么啊？哎，我说你这妮子啊，平日里挺精明自信的一个人，关键时候怎么跟你二哥一样怂呢？塔吉赞虽然温和平易近人，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并不是一个容易亲近的人。今日去镰刀峡大坝，他愿意抱着你，这还不能说明他对你有好感吗？不管他对你有没有好感，咱们先走了这一步棋再说。赌对了，从此以后你就跟塔吉赞双宿双飞，就算赌错了，咱们也损失不了什么啊。我听二娘的。经过花如意一顿开导之后，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堂屋。哎呦，亲家母，你可算回来了。亲家母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发财了？这么晚才回来？爹娘，我二娘忙累了一天才回来呢，你们先让我二娘进屋坐坐，喝碗茶水歇歇。你这丫头越来越不懂事儿了，我们跟你婆婆说几句，你一个晚辈插什么嘴呀？娘，我也没说什么。我不过说了你一句，你这丫头还委屈上了。巧莲，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抱着孩子去村里走走吧。哎呦，这是秋菊吧？哎呀，半年不见，秋菊这姑娘长得是越发水灵了。爹，我让你娶花姑姑你娶不到，现在你可别把秋菊姑姑也弄丢了。
秋菊姑姑脸上虽然有块疤，但一点也不丑。我很喜欢秋菊姑姑，若是秋菊姑姑做我的母亲，我举双手赞成。爹，今日在镰刀峡大坝，你抱了秋菊姑姑，你心里分明是有秋菊姑姑的。爹，你再不进去棒打鸳鸯，秋菊姑姑就要变成别人的媳妇儿了，你下辈子就打光。小莲娘，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今儿个来榆树村为了什么？你直说吧。是这样的，我见秋菊丫头啊年岁不小了，便想着给秋菊丫头找个婆家。亲家母大可放心，我是秋菊的长辈，绝对不会坑了秋菊丫头。我们柳树村许家家底殷实，许老头的二儿子啊今年25，因为读书给耽搁了，如今尚未娶亲，我便想着将秋菊丫头介绍给许老头的二儿子。听说这许家有10几亩良田，许老头那二儿子不仅学问做得好，秉性纯良，人长得还俊。秋菊姑娘，在下有话要对你说。有什么事，塔吉先生但说无妨。这里说话不方便，秋菊姑娘可否随在下移步他处？赵秋菊心里有些紧张，眼神求助地朝花如意看去。看见花如意点了点头，他这才跟着塔吉赞往外走。哎，秋菊丫头，哎呀，你去哪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秋菊姑娘，我不希望你嫁给柳树村许家的秀才公子。昨日初见你，我便觉得你温柔大方，豪爽可爱，便隐隐对你有一丝好感。今日咱们一起去巡查镰刀峡大坝工程，路上马车颠簸的时候，你奋不顾身地保护雨儿，让我彻底对你沦陷了。你我相识不久，现在对你说这些是有些唐突，但我怕我现在不将这些话说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开口的机会了。秋菊姑娘，我想娶你为妻，不要答应那柳树村许家秀才公子的求亲，可好？我25岁了，脸上有疤，塔吉先生不嫌弃吗？我30有1，还是个官夫，身边还带着一个孩子，秋菊姑娘会嫌弃我吗？我当然不会嫌弃啊，塔吉夫人去世多年，塔吉先生至今未续弦，而且将塔吉公子教导得极好，可见塔吉先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儿。秋菊，你都不嫌弃我，为何会觉得我一个带着孩子的官夫会嫌弃你呢？因为你是塔吉部落的首领，而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女，你我之间身份地位悬殊太大了。那你就暂时忘了我是塔吉部落的首领，只将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男子。谁在那里？爹爹，我这不是担心你不会说话哄秋菊姑姑开心，所以才跑这儿来查看情况嘛。老子吃过的盐巴比你吃过的大米还多，还需要你操心啊？那可不一定。秋菊姑姑，我跟你说，我爹爹在女子面前特别不解风情。曾经我们塔吉部落有个姑娘给我爹爹绣了荷包，我爹爹瞧了那荷包一眼，就说这荷包上的2个水鸭子绣的真好看，直接把那姑娘给气哭了。还有一次，一个姑娘做了吃食送给我爹爹，我爹爹瞥了那姑娘一眼问：“你爹娘吃过了吗？”塔吉鱼，许久没有抽你了，你皮痒痒了是不？秋菊姑姑，我爹要打我，你可得帮我。原来塔吉先生还有这么有趣的时候，就是可怜那几位姑娘了，怕是要被塔吉先生伤透了芳心啊。秋菊姑娘，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对此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嫁柳树村许家的儿子便是了。赵秋菊撂下一句话，拔腿就往回走。塔吉赞的目光随着他的背影，脸上的表情有些懵逼。儿子，你秋菊姑娘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爹爹，你真是个棒槌呢！你没瞧见秋菊姑姑的耳朵已经红了吗？秋菊姑姑不嫁柳树村许家秀才，就是因为看上了你，要跟你在一起。
你还不赶紧追上去？还不赶紧去跟花姑姑商量一下提亲的事情？啊，不对，秋菊姑姑是花姑姑的闺女，爹爹你娶了秋菊姑姑，那就变成了花姑姑的女婿。那以后我得改口管花姑姑叫花姥姥了。不对，该改口叫姥姥。父子俩一番商量之后，拔腿去追赵秋菊。三人一前一后进了老赵家宅院。这么快就回来了？花姥姥，小雨，你刚才叫我什么？秋菊姑姑已经同意嫁给我爹爹了。秋菊姑姑是您的闺女，等我爹爹跟秋菊姑姑成婚之后，我爹爹就成了您的女婿。我这位爹爹的儿子自然得改口管你叫姥姥，我怕以后改口叫不顺，索性现在就改口了。你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啊。升级当姥姥，获得经验币1000，恭喜宿主。从今儿个起，雨儿就是我的乖外孙了。这是老爷姥姥为你准备的红包。你什么时候准备的？昨儿晚上准备的。主意，为夫考虑的周到吧？真周到。谢谢老爷，谢谢姥姥。小家伙转身面对塔吉赞，一边将红包揣入怀中，一边对塔吉赞使眼色。爹呀，趁热打铁，赶紧提亲。二位若愿意将秋菊姑娘许配给我，我塔吉赞一定会将秋菊姑娘捧在手心里面疼爱，竭尽全力对秋菊姑娘好，一辈子不相负，与秋菊姑娘白头偕老。二娘，叶先生，我也考虑清楚了。塔吉先生是个好人，我也心仪于塔吉先生，我愿意嫁给塔吉先生，以后跟塔吉先生一起照顾抚养塔吉小公子。请二娘跟叶先生成全我跟塔吉先生。成全，必须成全。你的嫁妆我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为你跟塔吉先生操办婚礼。那我明日一早跟小雨启程回塔吉部落，准备聘礼。爹，你自己回去吧，我不回去。准备聘礼那是你的事情，而且有族里的几位长老帮你，我回去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忙，我就留在这里陪着姥姥跟母亲，我还能帮姥姥母亲做事呢。姥姥母亲，你们说好不好？雨儿，不许胡闹。三哥，既然小雨喜欢榆树村，就让小雨留下来吧，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小雨的。小雨留下来可以，但必须听你姥姥跟你母亲的话。是，孩儿一定谨遵爹爹的嘱咐，不给姥姥母亲添麻烦。干得好啊！多亲亲多抱抱，用不了多久，永安王府就能添丁了。如意、阿兰，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到衙门来了？伯母，这2只箱子里都是每人放的货品，我拿1箱给您，麻烦您送去京城，帮我摊摊行情。叶景兰就将他刚才扫了一眼的那只木箱子搬了下来。花如意见他搬对了木箱，嘴角露出笑容，这个男人真懂他。这只箱子里有芦荟凝胶面膜80盒，花露水50瓶，野菊精油50瓶。到了京城，这些货品该卖什么价格，但凭伯母做主。将货品交给长公主后，两人只在县衙逗留了片刻。咱们儿子真是越来越出息了，都知道搁下手里的活儿，陪媳妇出远门了。既然阿兰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下来了，夫人，那咱们是不是该动身回京城了？回。阿兰说了，岁末跟如意举办婚礼，咱们呢得提前回去操办一下。这箱子里的东西呢是如意的心血，我要亲自将这只箱子带回京城去，亲自将箱子里的这些货品卖给我的那些老姐妹，为如意的美人坊打开销路。夫妇俩商量了一番，当天下午，叶沉渊就写了一封信交给陈叔，吩咐陈叔转交叶锦兰，
便带着长公主从江淮县离开。客官，水送来了，请客官将门开一下。将水放在门口，立刻离开。将军，你为何还用井水洗澡？还不是你惹的祸！穿成这样，在一个男人面前晃来晃去，若那个男人无动于衷，那就证明那个男人身体有问题。臭龙，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呀？这男人不是你的未婚夫吗？你们早晚要那啥的，提醒你做什么？顺便告诉你一件好事情，跟这个男人那啥，可以赚经验币哦。丫头，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个男人是大周朝人人敬仰的战神，挽救了无数大周朝的百姓，且从来不杀战俘跟敌国百姓，一身都是功德啊！你为这个男人生儿育女，便是大功德一件，自然是有经验币可拿的。做一次可以领多少经验币？至少1000。今天晚上就将那个男人吃干抹净。哎呦，丫头，你确定你有这个胆量跟魄力啊？今天晚上我睡那个小榻，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休息。将军，怎么了？床榻这么宽，将军今夜不用睡小榻。赶紧睡，明儿个还要早起呢。怕自己失控，叶锦兰大步走去床榻边，拉了被褥将花如意严严实实的裹住，旋即转身朝着小榻走去。叶锦兰，你到底行不行啊？花如意，我看你是欠收拾，我行不行这就让你看看。叶锦兰，我错了。现在才知道错，晚了。男人轻抚而下，像一座山压在了花如意的身上。花如意的双手被男人擒着，拉过头顶，按在了枕头上。随着口中氧气被抽干，身上的衣服被扯开，锁骨处传来的一阵阵痛，花如意终于知道了眼前的男人行还是不行。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是睡觉吧。花如意深吸一口气，做好了被吃干抹净赚经验币的准备。男人忽然翻身下了床。怀孕了穿嫁衣不好看，洞房花烛，为夫再证明给如意看。花如意在黑暗中咬咬牙，旋即狠狠一脚将身上的被褥踹开。不止男人会欲火焚身，女人也会好发。丫头，别生气了，那个男人早晚都是你的。如意，别闹了，为夫都是为了你好。等成婚以后，你想让为夫怎么满足你，为夫就怎么满足你。刚才有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嗡的，我就拿枕头砸了过去，一时没控制好力道，砸到了将军，还望将军莫怪。3日后的清晨，一阵吹吹打打的声音将榆树村的村民从睡梦中惊醒。这大清早的，谁在村子里敲锣打鼓吹唢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睡！花如海，你除了睡还知道些什么呀？吃了睡，睡醒了吃，从早睡到晚，你是打算多养些膘好过年吗？臭娘们儿，你再骂一句信不信我削你？嘿，你削啊，把我打死了，看你花如海还能不能找到媳妇儿。爹娘，那吹吹打打的声音好像是从老赵家那边传来的，一准是老赵家又有好事情了。爹娘，咱们去老赵家瞅瞅。哎呀，你们快点出来呀，去晚了可就没好处拿了。嘿，前阵子花如意将赵秋菊许配给了姓塔吉的那个老男人，那个老男人承诺不久就到榆树村来提亲，那吹吹打打的声音朝老赵家方向去了，定然是那老男人带着礼品前来向赵秋菊提亲了。哎呦，孩子他爹，咱们搞快些啊，说不定能抢得喜糖跟果子呢。一家大大小小6口火急火燎的出门，一路小跑着朝老赵家的方向而去。哎呦，我的鞋子！
这是哪个娘们的臭鞋？家宝爹，这是你老娘的臭鞋。哟，这不是那位塔吉先生吗？这么隆重，肯定是上老赵家提亲的呀。那些说秋菊妮子嫁不出去的人，不知道现在脸疼不疼。爹爹，我知道你想念母亲想得睡不着觉，但母亲每天辛苦干活，需要好好休息呀。你就不能晚一点再来提亲吗？要不我先让人将东西抬出去，等你们睡醒了再让人将东西抬进来。秋菊姑姑，我回屋再睡片刻，我家这个傻爹爹就交给你了。眼瞅着儿子朝花如意赵秋菊那屋走了去，塔吉赞追上去，一把拽住了宝贝儿子的胳膊。臭小子，这段时间你一直睡在内屋。爹爹，你该不会是在吃亲生儿子的醋吧？我在姥姥母亲的屋里打地铺，我姥爷都没说什么。叶锦兰正好从门口的人群里挤了进来。老爷，你说是不是？当然，连亲生儿子的醋都吃，你爹爹思想太狭隘了。可不就是思想狭隘？臭小子先前不是挺嫌弃叶锦兰的吗？他这才离开多久？臭小子竟然跟叶锦兰打成了一片，还一口一声老爷称呼叶锦兰。哎呀，让开！哎呦，让开！北干菜，你干什么呢？一把年纪了，还跟小孩子抢喜糖吃，你害不害臊啊？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求你当个宝，长大了得嫁出去，养这么好做什么？家宝奶奶，按你这话的意思，你小时候你娘家是拿猪屎牛粪将你养大的吧？所以你这张嘴现在才那么臭。哎，你骂谁嘴臭呢？你再说一遍，信不信老娘将你的臭嘴撕到后脖梗窝去？来啊，怕你这老娘们不成，谁撕谁还不一定呢。吵什么吵？秋菊她二娘真不是我们想闹事儿，而是家宝他奶太可恶了，我孙女的脚都被他一脚踩肿了，这老娘们不仅不道歉，还笑话我家生的是丫头片子。哎呦，如意呀，你别听这些婆娘乱。你给我闭嘴！想要吃喜糖喜果的都在院子外排好队。花如意话落，一群村民便井然有序地开始排队。梅氏讪讪一笑，也拉着花家宝去排队。家宝奶，你们不用排队了，就算你们老花家的人排了队，也不会给你们喜糖跟喜果吃。我宁愿将多余的喜糖喜果喂猪，也不给你们老花家的人。赵秋菊，你怎么说话呢？你这还没嫁出去呢，就这么刻薄，不怕被你夫家嫌弃吗？就算被我夫家嫌弃，我也不后悔说了刚才那些话。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恨不得立刻八抬大轿将你迎娶回塔吉部落，又怎么会嫌弃你呢？阿赞，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时候选择相信我。说什么傻话呢？你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我不信你，我信谁呀？叶飞，请这老婆子离开。不等叶飞动手，梅氏就像见了鬼似的拉着花家宝转身逃离。见梅氏拉着花家宝跑了，老花家其他几人忙不迭追了上去。今儿个是秋菊跟塔吉赞的大喜的日子，今儿下午我们老赵家摆席，请诸位吃酒。哎呦，秋菊二娘，你真是太客气了。秋菊二娘，我一会儿就来帮忙办席啊。花如意宣布下午办席，半个时辰后，村民们就陆陆续续来到老赵家帮忙。不到1个时辰，办席要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便凑齐全了。花如意只嘱咐了叶飞、林奇带人去镇上采买办席要用的油盐酱醋、蔬菜肉食跟酒水。日落时分，榆树村村中央的空地上便热热闹闹的摆起了酒席。二娘，叶先生喝醉了便让叶飞或者林奇送他回帐篷休息便是。叶先生不要叶飞跟林奇搀扶，就要二娘你。闪儿，你快去吧，别叫叶先生等急了。
哎呀，婶儿跟叶先生的感情真好，真叫人羡慕。可不是嘛，要是我男人也像叶先生这么好，我做梦都得笑醒。婶儿啊，你跟叶先生已经定亲了，要不趁着叶先生醉酒，你今夜呀将叶先生拿下得了。像叶先生这样的优质男人，肯定有不少妖艳贱货惦记着。婶儿，你赶紧将生米煮成熟饭，最好怀个孩子啊！哎，你们几个继续聊，我过去瞅瞅那男人。哎，还能走吗？还能走，我扶你回帐篷休息去。如意，你来了。原本已经醉得头脑不清的叶锦兰，在花如意走过去的瞬间，转身就靠在了花如意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住了花如意的腰。这一系列的骚操作，看得一旁的叶飞林奇嘴角狠狠一抽，这里火烧火燎的难受。先别揉了，我送你回帐篷。回到帐篷，花如意忙不迭将叶锦兰安置在床上。你先躺好，我给你把个脉。叶锦兰从床上立了起来，双臂紧紧地搂住他的腰，将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抱一抱，抱一抱就不痛了。叶锦兰，你是不是骗我的？又痛了，你吼我就难受。如意，你能不能对我温柔一些啊？既然又难受了，那就早点休息。你会不会留下来陪着我？我不走，我去给你倒杯水暖暖胃。不准骗我。不骗你。那咱们拉勾勾，拉完勾勾我才让你去倒水。叶锦兰，我是去给你倒水，你用这个跟我谈条件，你觉得有用吗？我不渴，我可以不喝。好，拉勾勾啊，我给你拉勾勾。花如意没好气的勾住男人左右的小手指，孩子气的拉完勾勾，男人嘴角这才展露满意的笑容，松开了花如意的手。深更半夜，一声惨叫忽然从叶锦兰的帐篷里传出。怎么了？岳飞大哥，我好像听到了将军的惨叫声。将军今夜跟华大姐待在一起的，能出什么事儿？就算出事儿，那也是好事儿。小林子，你伺候将军好几年了，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华大姐真生吗？女人30，如狼似火，将军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这么多银子我不能要。你拿着吧，这件事我跟你大嫂、二哥、二嫂、三舅、三舅母通过气儿了，他们对此都没有意见。匣子里是8800两白银，你安心收着，等到了塔吉部落，总有要使银钱的地方。你若是惦记着家里，想要报答我们，往后余生就帮忙维持好塔吉部落跟我们的关系，让水泥营生能够长长久久的做下去。阿娘，我会的。二娘，你交代完了吗？迎亲队伍快到咱家门口了。花如意拾起搁在床上的红盖头，亲手将那红盖头盖在了赵秋菊的头上，再牵着赵秋菊的手送她出门。等你回门的时候，我想办法将你脸上的疤彻底去了。二娘，我这一去得1个月才能回来看望你，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要多多保重啊。一身新郎服的塔吉赞大步走来，瞧见自己的新娘子哭得颤颤巍巍的，心头顿时一阵揪疼，冲上前就将赵秋菊打横抱了起来。不要伤心，我塔吉赞不会让你后悔加入到塔吉部落的，请岳母岳父放心，小婿会照顾好秋菊，余生定不会让秋菊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去吧。秋菊，不要紧张，就算你的脸治不好，你也是我塔吉赞的妻子，我塔吉赞这辈子绝不负你。爹，
紧张的是你，我看母亲压根就不紧张。小福星跟村长家的小狗狗都是姥姥接生的，姥姥的医术可厉害了，你要相信姥姥。相公，我就进去一会儿。你不是喜欢下棋喝茶吗？你跟叶先生在堂屋下一盘棋，喝一壶茶，或许我这边就好了。去堂屋等着吧，一定还你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得到了花如意这句话，塔吉在心里这才踏实了下来，目送赵秋菊跟花如意进屋，直到房门紧闭，他才将目光收了回来。秋菊，把这个吃了，吃了这个你会感觉很困，等你一觉睡醒，你的脸就好了。从系统商城里兑换的麻醉剂效果很霸道，不到1刻钟的时间，赵秋菊就沉沉的睡了过去。苍岩，去门口守着，不准任何人闯进来。治疗很成功，但是5日后才能拆除脸上的纱布。你们一家3口得在榆树村待至少5日。岳母大人辛苦了。塔吉赞伸长了脖子往里面瞧，见躺在床上的人一点动静都没有，一颗心再次悬了起来。岳母大人，秋菊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啊？睡着了而已，你进去陪陪她吧。相公，我这样子好看吗？母亲，你这样子当然好看。你瞧，父亲都看呆了。好看，以前的样子好看，现在的样子更好看。因为老赵家的工人多，且工人都是榆树村的，没过多久，花如意为赵秋菊医好了脸的事情就在榆树村传得沸沸扬扬了。秋菊那脸可是小时候烫伤的，那伤疤这么多年了，竟然让秋菊二娘给治好了。秋菊二娘这医术，搁京城怕都是1顶1的好。春来媳妇儿、清泉媳妇儿，当初都是秋菊二娘接生的，又能接生又能治脸。哎呀，怕是连京城的郎中都不及呀。梅干菜那老钱婆真不会想，我若是梅干菜那老钱婆，早就去老赵家负荆请罪了。春来二娘是个明事理的、宽宏大量的人，只要老花家那几个人不作死，想必春来二娘也不会如此待他们。秋菊啊，都这会儿了，你怎么还站在门口啊？赶紧进屋去帮二娘上妆。大伯娘，小姑脸色好像有些不对劲儿。不会是寒冬腊月天赶路染上风寒了吧？这额头也不烫啊。秋菊，你感觉身上哪里不舒服啊？哎呀，感觉心口有些闷，嘴里发苦，胃里还有些泛酸，这几日都没啥胃口。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大伯母，二奶奶不是懂医术吗？先让二奶奶给小姑瞧瞧吧。二奶奶瞧过之后，若说小姑情况不好，咱们就让小姑父带着小姑去镇上看郎中。若情况不糟糕，就让小姑在家好好休息。对对对，咱们甜甜读了书后，果真变聪明了不少。二娘真美。待会儿拜了堂，掀了盖头，叶先生见到这样的大姐，一定挪不开双眼。秋菊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已经伺候二娘穿戴好凤冠霞帔了，现在该由你为二娘上妆挽发了。二娘，秋菊身子骨不舒服，恐怕得换个人为你上妆挽发了。秋菊哪里不舒服？花如意一边询问，一边抓起赵秋菊的手腕把脉，脉搏沉稳有力，如玉珠滚动。花如意嘴角顿时扬了起来。有多久没来亏水了？好像有1个多月了。最近几日是不是时常感觉胸闷气短，嘴里发苦，胃里泛酸，偶尔还会干呕？是。你这哪里是病了？你这分明是怀孕了，有了轻微的害喜征兆。
我怀孕了。没错，你怀孕了，胎儿大概1个月左右，正在关键时期。这段时间你注意休息，别做剧烈动作。惠娘，你来为我挽发吧，让秋菊好生歇着。是，二娘，我这手艺恐怕不行啊。你二娘我生得好看，就算你往我头上盘一坨屎，也能迷得你二爹神魂颠倒的。2刻钟后，花如意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勾起嘴角，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老大家的，你这手艺可以吗？是二娘生得好看。吉时已到，请新娘子上花轿啦！二爷爷，乖，别耽搁二爷爷迎亲。二爷爷娶了你二奶奶，才能给你生个小叔叔。叶锦兰一个眼色，一旁的林奇忙不迭将事先准备好的红包递上来。想要红包的分成2队，站在左右两边。眼看着一群小伙伴迅速分开，往左右两边站，将通往房门的路给让了出来。赵俊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不愧是二爷爷，真奸诈。俊哥、鹏哥、甜甜、小雨、小马，还有你塔吉宇，你们怎么不让开？是不想要红包了吗？红包没有二奶奶重要。对，红包没有大姑重要。我给你们红包加厚，让我过去好不好？不行。对，不行。小祖宗们，吉时快到了，要怎么样你们才肯让我进去？二奶奶是我们家的宝贝，你得答应我们，以后不得欺负二奶奶，更不得辜负二奶奶。你若是做不到，我们几个今日就不让你过去。我叶景兰向你们保证，往后余生绝对不欺负你们的二奶奶，更不会辜负你们的二奶奶。我一定待你们的二奶奶跟待自己的娘亲一样好。现在你们几个小家伙可以让我们过去了吧？这还差不多。叶锦兰以为自己通关了，林奇派了红包后，他迈步往前，结果又被一只小手给拦住了。大姑父，你还不能过去哟。小满啊，还要大姑父做什么呀？这是老赵家的家规，大姑父想娶大姑姑为妻，就得先把这家规背熟了。家规？老赵家什么时候出家规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他看完收起小纸条，目光在几个小鬼头身上一扫，震惊的开口：这些歪门邪道都是谁教你们的？这是二奶奶教给我爹、大伯跟三舅公的。我爹、大伯跟三舅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原来这些规矩是你们二奶奶定的呀。好规矩，字字金句。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该这么宠着自己的女人。大姑父，那你背不背？背。这么好的人生哲言，怎么能不背呢？叶景兰掷地有声，流畅不已地背完了三从四德后，几个孩子总算笑眯眯地将通往花如意卧室的路给让了出来。不等叶景兰去敲门，罗氏、陈氏二人便扶着一身大红嫁衣，盖头遮脸的花如意到了门口。见过二爹，见过姐夫。新娘登花轿，步步高升，起轿喽！叶锦兰胸戴红花，骑在高头大马上，花轿、礼乐队伍、送亲队伍紧随其后，迎亲队伍便浩浩荡荡、吹吹打打的抵达了新宅院。吉时已到，请新郎新娘拜天地喽！一拜天地，事事顺心；二拜高堂，和和美美；夫妻对拜，天长地久，百年好合。送入洞房。嘿嘿，丫头，我就知道你是装。哎呀，不就是跟男人入洞房嘛，瞧把你紧张的。
你不紧张，你来。怎么来呀？叶景兰是我男人，你想来，我还不允许你来呢。臭卵，我警告你，别捣乱，否则我将你扭成麻花。丫头，莫不是你忘了这件事儿？没忘。既然没忘，那你就赶紧英勇就义。反正啊，早死晚死都是死。啊，让我再装死，做做心理准备。大年30早晨，榆树村。叶景兰，咱们打个商量，今儿晚上你去书房睡。新婚7日，每天晚上花如意都。今儿大年30，晚上为夫要跟如意一起守夜，怎么能去书房睡呢？叶景兰，我给你讲，你再这么不知节制，你会失去我的。今晚不折腾你了。男人的话若是能相信，母猪都能上树。男人的话不能信，夫君的话可以信啊。院子里不是有搓衣板吗？今儿晚上为夫若是不信守承诺，再折腾夫人，不用夫人发怒，明儿早起为夫自己去院子里跪搓衣板。自己动作不利索，就好好坐在床上，别吵闹。我这样还不是被你折腾的？是为夫的错，夫人想打想骂，今儿晚上悉听尊便。晚上，天空飘着芦絮一般的雪花，这一场雪增添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花如意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跟叶锦兰一起守岁。冷不冷？要不要进屋去？不冷。你这是对了咱们俩？愿以后的每一年，咱们俩都能一起守岁，直到咱们俩头发苍白。如意，你说好不好？正月初6，除了赵秋菊一家3口，叶锦兰带着老赵家其他人动身前往京城。因为有妇人跟孩子，一路上队伍走走停停，终于在正月22，一行人抵达了京城。如意呀，一路上辛苦了。这一路上，阿兰可有好好照顾你？母亲，瞧你这话说的，如意是我媳妇儿，我还能让自己的媳妇儿受委屈？儿媳见过母亲、父亲。哎呦，好，真好，我儿终于把你搞到手了。我儿终于将如意娶进门了，真是可喜可贺呀！2刻钟后，几辆马车在永安王府的大门前停下。罗氏等人从马车里下来，瞧着眼前高耸华丽的府邸，个个惊呆了一脸。这就是二爷爷的家呀，好漂亮，好宽敞，是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好看、最气派的房子啦。甜甜喜欢这里吗？喜欢。甜甜喜欢，以后这里呀就是甜甜的家了，也是俊哥、鹏哥、小玉跟小满的家。听说甜甜要来京城，祖奶奶呀早就吩咐下人为甜甜准备好房间了，祖奶奶带甜甜去瞧瞧。这些日子赶路，定累坏了你。时辰不早了，今夜早些休息，咱们来日方长。阿兰，口有些干，我想喝杯水再睡。花如意宽衣后侧身躺在床上，右手装着有意无意地抚过自己的腿，一双明亮的眸子将叶锦兰看着。慢点喝，别呛着啊。人家要相公喂吗？花如意。叶锦兰仰头往自己的嘴里灌了半杯水，然后迅速低下头去，霸道地封住了那柔软的红唇。温热的茶水顺着缠绵的吻流入花如意的口中，花如意越发觉得口干舌燥了。既然这么精神，那咱们就来做点事情。手熟练地摸到花如意腰间的系带，正打算将那系带拉开，就听耳边响起了一阵干呕声。
怎么了？胃里有些酸酸的，想吐，可能是吃坏了东西，又或者是初到京城水土不服引起的。没什么大事，你别担心。深更半夜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吵到父亲母亲休息不好。先别睡，找个府医来给你瞧瞧，为父才能够放心。父亲母亲是明事理之人，知道你生病只会更关心你。弄月，奴婢在。郡王妃身子不适，你前去将府医找来，动作要快。是。1刻钟后，锦兰阁内灯火通明，站满了人。听说花如意夜里不舒服，长公主夫妇、赵东升夫妇、赵春来夫妇、花如远夫妇全给惊动了。父亲母亲，我身体没什么大事，应该就是吃坏了，或者是水土不服引起的。哎呀，您二位不必如此紧张，时辰不早了，您二位先回去休息吧。东升、春来、远地，你们也各自带着媳妇儿回去继续休息。二娘，你在榆树村时身体强壮的跟牛一样，连咳嗽都很少。你忽然胃里不舒服，我不放心，我得看着郎中为你把脉，亲耳听郎中说你身体没事，我才能安心回去休息。老二，说话不中听，你先给我闭嘴。如意呀，身子不舒服就别说话耗神，先让郎中给你看看吧。有劳先生了。郡王妃客气了。大概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府医才转过身来，笑容满面的对着叶锦兰跟长公主夫妇俩一手道贺。恭喜郡王，恭喜长公主殿下、永安王殿下，郡王妃这是有孕了，孩子上身差不多1个月了，不足3月，胎儿尚不稳定，以后郡王须得好生照料着郡王妃。叶锦兰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能当爹，听了府医的话，一脸呆愣的站在床前，半晌没有反应过来。哎呦，你个呆子呀！你媳妇儿怀孕了，你要当爹了，你怎么像个木桩子似的站在床前呢？哎呀，赶紧说点好听的话，哄哄你媳妇儿。如意呀，现在还难受不？女人怀孕初期是有些孕期反应，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哎，你现在饿不饿呀？想吃什么尽管告诉母亲，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只要是你想吃的，母亲呀都给你弄来。看着一脸殷勤的母亲，叶锦兰一阵无语，不是让她在如意面前好好表现吗？可她现在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哎呀，都是叶锦兰害你这么难受的，你要是心情不好，抓着叶锦兰打一顿出气，她若是敢还口或者还手，母亲帮你狠狠教训她。多谢母亲关心，我没事儿也不饿。那口干不干？若是口渴，我吩咐厨房为你熬一碗燕窝送。母亲，如意需要休息了，有你儿子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儿媳跟孙子孙女儿受半点委屈。这般折腾下来，花如意的确是困了，顺着叶锦兰的话就打了个哈欠。长公主见她眉眼前的睡意，这才不放心的领着众人离开。好痛！叶锦兰，我好痛！你快让我父亲来！哎呦，郡王妃呀，你先别喊，留着点力气，待会儿生孩子用。我也不想喊，可是我痛啊，忍不住。现在才在开宫口，你忍不住也得忍住啊，不然待会儿没有力气将孩子生下来。阿兰，你冷静一些。江淮县水患，如意助朝廷救了那么多百姓，他的这份功德，老天爷一定看得见，一定会保佑他们母子平安的。这时候，吱呀的一声，产房的门被一名丫鬟打开，看见丫鬟端了一盆血水出来，叶锦兰只觉得心头一揪。郡王妃怎么了？郡王妃没事，稳婆正在里面为郡王妃接生呢。没事，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丫鬟不知道怎么回答，眼神求助地看向长公主：“你去忙吧。阿兰，你看仔细了，那是被血染红的水。每个女人生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出一点血，这是正常情况。你别紧张。若知道女人生孩子会这么痛苦，我就不让如意怀孕了。有了那么多儿子孙子，我还让如意怀什么孕啊？我真是该死！说什么混话呢？每个女人都想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生一个孩子，这是我们作为女人该有的权利啊。既然知道女人生孩子痛苦不容易，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的带如意跟孩子。”长公主正训斥着儿子，忽然哇的一声在产房内响起，婴儿的哭声清脆响亮，充满了朝气，听得长公主激动的热泪盈眶。哎呀，生了呀！我要当奶奶了！呸！不是，我又当奶奶了！我又当爷爷了！小叔叔出生了！我有小叔叔了！你怎么知道是小叔叔呢？有可能是小姑姑。嘿嘿，不管是小叔叔还是小姑姑，我都喜欢。嘿嘿。不管是表弟还是表妹，我们都喜欢。恭喜君王，君王妃为您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君王妃情况如何？君王妃很好，稳婆正在给她。你不是说君王妃很好吗？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君王妃腹中还有一个孩子呀！接着，花如意又经历了一场撕裂般的痛苦，在她快要痛晕过去的时候，又一声清脆响亮的哭声在她耳边响起。她怀的竟然真的是双胞胎。看着稳婆将孩子包裹好递给了花影，花如意心里松了口气，最后一丝力气用尽，两眼一闭昏了过去。君王妃，弄月忙不迭去查看花如意的情况，花影则是抱着孩子去向叶锦兰道喜。恭喜君王，君王妃又给您添了一位小郡主。母亲，这俩孩子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啊？这是老二，咱们永安王府的小郡主。这小妞竟然比哥哥还胖，定是个好强的，在肚子里啊就跟哥哥抢营养，长大了可不得了。没关系，咱们叶家的男人就是要让着女神，哥哥让妹妹一些更是应该的。那年站定你的背影亮了雨中我任你数万个我在等你留下完这场雨安常卷地镜子上